身下的床太软。玉白寒不知道睡了多久，直到被一句毫无起伏的声音叫醒。谁让你上床的？他一下从半梦半醒间睁开了眼。豪华宽敞的卧室内，头顶灯光映亮了奢侈精致的装潢，也映亮了卧室中央那张藏蓝色大床边的两个人。玉白寒视线聚焦，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正立在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灯光的映照下，面前的男人冷白如玉，更显得眉目深浓，薄唇嫣红，有种如水墨画般的美感，配上一身清冷的气质和上位者的压迫感，相当摄人。玉白寒刚睁眼就被成功鼓了一秒，不愧是纸片人的世界，真帅。没错，他现在正身处于一本小说的世界，通俗来说就是他穿书了。这是一篇叫做《商界风云》的商战文，讲述了私家如何在尔虞我诈中称霸商界。全文以私家为主线，除此之外，戏份最多的就是私家的死对头陆家。为了扳倒最大的死敌陆焕，私家假意联姻，塞了个家族中最听话的小废物司白寒过去当弃子，一面降低陆焕的戒心，一面操控司白寒偷文件，泄露假消息，再搞点挑拨离间。在作者的刻意降智下，庞大的陆家竟然真的因为这么一个小废物节节败退，分崩离析。陆家破产后，陆焕很快出车祸领了便当，而作为弃子的司白寒也早在计划败露时被折了四肢，灌泥沉海。5个字总结：全员垫脚石。玉白寒是在几个小时之前穿过来的，弄清状况后，他当即陷入了沉默。草，冤种竟是他自己！他穿成了炮灰弃子司白寒，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男人就是另一个冤种陆焕。大概是冤冤相报，就连他穿过来的时间点都很微妙。今天正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也就是垫脚石故事的开始，连退婚跑路的可能性都直接掐灭。他是真的会写。玉白寒窒息了几秒，又看向面前的人，他尽量自我安慰，还好还好，至少他的冤种老公相貌气质绝佳，处处戳在他的审美点上，白的个帅哥也算是赚了。正看着，陆焕便对上了他的目光。陆焕眼角的弧度狭长，垂眼时透出几分凉薄。说话。哦，大冤种的声音也挺好听的。玉白寒闻言从床上坐起身来，纤瘦的手腕撑在藏蓝色床背上，白得晃眼。他的身体被这个世界设定调整了，变得更符合原主人设。极纤白，单薄。他客气的回答：我们不是没举办婚礼，私家直接把我打包过来的吗？来的时候你不在，管家让我在房间等你。打包这个词用的相当灵性，不仅显现了他在私家的地位，两人的婚姻关系还极富画面感。他说完就看陆焕眉峰一跳，向他投来的目光顿时深了几分。玉白寒倒是没什么特殊感触，毕竟原文里作者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觉得在一篇商战文里为一个小炮灰写婚礼太浪费笔墨，还显得掉价，就大笔一挥省去了。所以他今天是被直接送过来的，甚至是在私家吃了晚饭才走，随意的像是约着要去朋友家里打游戏，顺带住一晚。所以你就睡下了。陆焕开口，在我床上。玉白寒羞赧，抱歉，床太软。他来了之后等得太久，在床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是吗？陆焕漆黑的眼紧盯着他，不像是调情，反而像是心知肚明的警告或试探，还以为你是在期待发生什么。发生什么？玉白寒被这聊天的尺度 shock 了一下，他视线扫过陆焕的宽肩窄腰大长腿，这是可以发生的吗？陆焕的目光还没从他脸上挪开，闻言皱了皱眉，什么？玉白寒抿唇，不会被屏蔽吧？这可是绿色小说啊！两人相对的方寸空间内陷入了静默。玉白寒正想说点什么打破这份沉寂，就看陆焕一条腿突然抵上了床沿，距离拉近，深灰色的西装裤立马绷紧，隐隐透出下方大腿紧实的肌肉轮廓。玉白寒盯着那条入侵的大腿，心头一跳，
你不会是来真的？你是谁？冷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玉白寒抬头就撞入一双漆黑的眼，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将人看穿。他愣了愣，第一反应是自己崩人设了，被对方察觉到不是司白寒本人，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他们都是书里的人，今天又是第一次见，有什么崩不崩人设的？玉白寒有恃无恐，司白寒。陆焕却还盯着他，不是要他回答这个。玉白寒思索了一下，随即恍然，哦，难不成是那句天雷台词？不愧是小说里的人，整这么尬的东西。那他只能配合了。玉白寒重新开口，我是陆先生的人。小说里的经典情节，初来乍到表忠心的。面前静了会儿，忽然落下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我的人。玉白寒，陆焕闭了闭眼，好一个他的人。前世的一幕幕像是记忆碎片划过脑海，亲友背叛，合作取缔，集团溃败，最后定格在车祸那一瞬破碎的挡风玻璃和飞溅的大片鲜红。刹车声划破耳膜，连神经都被刺痛。他曾一直想不通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够好，直到临死前他才知道，这都是所谓的命运，不管他多努力，注定成为私家的垫脚石。这让他怎么甘心？陆焕闭着眼，扣至喉结的领口紧勒着他的脖颈，勒得一片泛红，像是禁锢着力气。在睁眼时，入目就是玉白寒的一截脖颈，敞开的衣领上方，那截脖颈又细又白，大概是常年不晒太阳，白的有些病态，颈侧皮肤下透出了清晰的青色血管，脆弱又不设防，影像受戮一般。陆焕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开口似是玩味，哦，你要怎么证明？玉白寒还不知道自己的脖子有一瞬被电击了，他顺着陆焕的话往下想，怎么证明？难不成真要他身体力行？他视线扫过陆焕这张俊美无愁的脸，又瞥了眼对方肩宽腰窄的身形，以及绷紧的西装裤下尚在蛰伏的胸瘦。啊靠！也不是不行。在长达2秒的思想斗争后，玉白寒往后一仰，扑通栽回绵软的被子里，朝着上方还没反应过来的男人张开双臂。还没从戾气中回过神的陆焕，玉白寒就放浪又羞涩的招了招手，来吧。他投去宠溺一瞥，真拿你没办法。宽大的床上陷入了今天的第3次沉默。玉白寒躺在藏蓝色的床被里，本就岑白的脸显得更白，淡粉的唇弯起，露出2颗小虎牙，一双眼乌黑透亮，目光流转间像是黑宝石。明明发出邀请时是如此放浪，这会儿脸颊上却透出一抹薄红，看着鲜活又纯情。不管是和传闻中还是记忆里的司白寒都截然不同。陆焕盯着他，眼底暗潮涌动。玉白寒在床上安详的躺了会儿，见上方的男人一动不动，正想再说点什么，一只手就掐住了他的下巴。陆焕俯身下来，语调缓缓，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啪嗒，玉白寒在他身下一个咸鱼翻身，换了个更绰约的姿势，朕不知道的小惊喜。捏在他下巴上的手没有松开，拇指指腹擦着光洁的下巴。四目相对，玉白寒感觉到那指腹似乎微不可察的移动。他若有所思，原来他冤种老公喜欢角色 play 这种情趣。巧了，他也挺喜欢的。僵持5、6秒之后，玉白寒轻轻催促，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钳住他下巴的手却松开了。陆焕直起身来，大掌撑在额头揉了揉太阳穴，深呼吸几口气。你算了，出去。玉白寒又啪嗒翻回来，方便和他对话，不用证明了吗？语气加重，不用。搞什么？刚才不还好好的？玉白寒迟疑，你是不是不会？小说里陆焕没有感情线，他在和司白寒联姻后就把人安置在了客房，此后专心搞事业，对人再无过问。也正是因为这份疏漏，让司白寒钻了空子，在背后搞各种小动作，就强行寡王了。司白寒，陆焕的声音明显带了怒意。
玉白寒果然不会，恼羞成怒了。他赶紧给人顺毛，我也不会，这没什么。陆焕闭了闭眼，完全不想在这种事上和人共沉沦。玉白寒从床上起身，越过陆焕往门口走。既然你没准备好，那我也不强求了，我去哪里睡？他这话说的成熟又体贴，活像个体恤良家妇女的好男人，还有点茶里茶气。陆焕额角青筋一跳，没忍住开口，回来。玉白寒就停了下来。陆焕侧身看着他，笑意凉飕飕的，我没准备好。不等玉白寒张口，他又接着说，好，今晚你就睡这儿。差点忘了，还不到和思佳撕破脸皮的时候。陆焕在心底轻笑一声，毕竟是新婚之夜，夫妇理应同房。既然思佳要和他装，他这次就奉陪到底好了。玉白寒立马从善如流的蹦回床上，在柔软的床背上满意的弹了弹。这床睡着好舒服，如果可以，他当然不想挪窝。他在床上弹来弹去，问陆焕道，那你呢？陆焕嫣红的唇牵了牵，十分古人，我也睡这儿。他说着走向床头，修长的手指按在开关上，啪嗒，头顶大灯灭了，只剩下床头那盏铃兰灯。幽微的光斜照在陆焕身上。陆焕抬手松开领口，将西装外套脱下搭在衣架上。玉白寒才发现陆焕只是看着瘦，其实衬衫底下是有肌肉的。白衬衫附在他隆起的后背，光影在他敞开的领口和腰腹之间晃动，竟显得侵略性十足。陆焕转过头看向床上的玉白寒，暖橙色的灯光穿过细碎的额发，染上他冷峻的眉骨。玉白寒喉头一动，咕咚，呵，一声冷笑落下，像在回应他刚才的挑衅。陆焕一字一句道，我们一起睡，你别紧张的睡不着。陆焕换下衣服就去浴室洗澡。玉白寒到隔壁次卧搞了个洗漱回来，陆焕还没从浴室出来。浴室门正对着卧室中央这张大床。玉白寒躺在床上，能听见里面淅淅沥沥的水声，磨砂玻璃门上雾气蒸腾，隐隐有高大的人影在门后晃动。玉白寒看了几秒，又移开目光，盯着天花板出神。他现在的身份很复杂，既不是思家的人，也不是陆家的人。司白寒是思家20年前抱养的，一切源于某个大师说司白寒能给思家带来气运，要先养20年，再在适当的时机放出去。后来陆焕在商界异军突起，思家就知道时机到了，于是将人送过去，搞垮了陆氏，从此思家独大。陆氏垮台后，陆焕被思家设计出了车祸，而司白寒也被思家当作弃子，早早领便当下线了。作者为了不让作为主角的思家显得太冷血，还特意在司白寒死前加了段轰轰烈烈的心理描写，大概意思就是我是自愿的，我死得其所。玉白寒每想到那段心理描写就喉头一梗，这是什么法外狂徒加破案大师？尤其现在他穿成了思家弃子，玉白寒只想说爬，赶紧爬，拴着狗绳爬，大冤种谁爱做谁做去吧。嗡嗡，手机的震动声突然将他的注意力拉了回来。玉白寒摸到枕边的手机，点开就看见一条短信，来信人司言庭。哦，法外狂徒家破案大师来了。司言庭就是司家的长子，把司白寒安插到陆氏的主谋之一，也是他名义上的大哥。这些年司家完全把司白寒当作工具对待，对外说是教养不让见人，其实是关在房间里定期接受服从命令的洗脑。负责洗脑工作的就是主修心理学的司言庭。玉白寒，法外狂徒2杀。他手指一动，把司言庭的备注改成了扑二大师，这才点开对方发来的短信。扑二大师睡了吗？他看了眼时间，这会儿已经快12点了。司言庭问他睡了吗？当然不可能是在关心他的作息，多半是在问他睡到陆焕了吗？玉白寒敷衍的动了动手指。玉白寒，对面似乎沉默了一下，接着发来。扑二大师这么快，显然是在质疑陆焕不行。
玉白寒被逗得咯吱一乐，手指在屏幕上敲字敲得飞起。信息还没发出去，床对面的浴室门突然被推开，沐浴露的香气混着水汽在门口弥漫。玉白寒抬头就看见陆焕走出来，陆焕身上裹了件浴袍，浑身热气腾腾的，敞开的领口下露出泛红的胸口，额发还在湿漉漉的滴着水。他长腿一迈走过来，在地毯上留下一路湿痕。近了，他停在床边，阴恻恻的开口，在和谁发消息？玉白寒手上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光，停在微信界面上。我大哥。一双黑沉的眼从浸湿的额发下看过来，陆焕悠悠盯着他，这么晚在和你说什么？他睡不着，想我了。陆焕，什么？向来平稳的声调微妙的变了个调，罕见的透出几分匪夷所思。玉白寒直接把手机递给他，看吧。陆焕低头看了一眼，银白的屏幕光映在他眼底，和那道显眼的备注一起。他视线停留了几秒，这才看向内容。在备注的对比下，简洁的内容显得有些平庸。扑二大师睡了吗？玉白寒，扑二大师这么快？打字框里还停留着玉白寒打了一半的字，毕竟是第一次。陆焕眼皮一跳，第一次什么？第一次结婚，太累了。玉白寒收回手机，把那半截消息直接发过去。头顶又传来陆焕的声音，扑二大师。玉白寒腼腆一笑，兄弟间的昵称。陆焕嗤笑，是吗？你们还真是兄友弟恭。当哥哥的在弟弟新婚大半夜发消息问睡了吗？当弟弟的给对方备注扑二大师，真是有趣极了。他前世是眼瞎，才没看破这层塑料关系。陆焕正在心底自嘲着，思绪突然又顿了一下。不对，前世还没有这些端倪。他目光越过毛巾的边缘，看向还躺在床上玩手机的玉白寒，和前世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陆焕擦干了头发，就要上床。屋里除了床头灯的光源，只剩玉白寒手机屏幕白层层的亮光，映在那双乌黑的眼睛里，眸光明月。他手机里的应用软件相当少，只有一个用来和私家联系的微信。玉白寒下了个飞车游戏玩的起劲，一条腿还伸到了被子外面，裤脚翻卷起来，露出一截小腿。陆焕低头看了一眼，就看玉白寒在他被子上踩了个刹车。陆焕皱眉，过去点。玉白寒瞟了眼自己躺的位置，还没有越过床的一半，挤不到你的。陆焕冷冷，我没有和人一起睡的习惯。玉白寒放下手机看向他，刚刚说一起睡的是你，现在嫌离得太近的也是你。他叹了口气，你在欲拒还迎。欲拒还迎。陆焕直接被气笑了。他掀开被子跨上床，一手撑在玉白寒身侧，柔软的床榻因为成年男人的重量陷下去了一些。玉白寒呼吸一平，干嘛？陆焕看他这样，竟生出种扳回一城的诡异的满足感。他垂眼，挑衅的是你，害怕的也是你。你在欲拒还迎？好个睚眦必报的男人！呵呵呵呵。他把被子蹬开，伸手拽上陆焕的浴袍领口，仰头露出两颗小虎牙。谁说我害怕？我是期待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吗？陆焕也没侧身，唇角牵起一个危险的弧度，是吗？那双嫣红的薄唇分明是笑着的，灯光却在他漆黑的眼底斜投下一线阴影，显出几分深藏的冷厉。白色浴袍裹着他精瘦的身体，掩不住的侵略性。玉白寒有一瞬心想，好像披着羊皮的狼。他赶紧从陆焕脸上移开目光，视线下滑，他心头又是一震。陆焕浴袍领口是敞的，下摆也是敞的，虽然笼罩在阴影里，却比刚才西装革履时更加直观，富有冲击力。小说设定都这么胡来吗？看够了吗？陆焕的话拉回了他的注意力。玉白寒收回目光，决定先暂时收着点浪。不早了，睡吧。他将枕头搬远了点，
一本正经的缩回被窝。今天先放你一马。陆焕轻声嗤笑，放我一马。玉白寒已经闭上眼，晚安，马卡巴卡。两人距离拉开，陆焕终于也跟着躺下。床头灯一关，卧室陷入黑暗。玉白寒陷在丝滑绵软的被子里，很快就被穿书带来的疲惫感裹挟着，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迷迷糊糊的翻过身，砰一声闷响，好像踹到了温热的东西。再过了会儿，他膝盖抬起，又是扑通一撞。在他第3次踢过去时，一只大掌牢牢抓住了他的膝盖。没等那只手将他推开，玉白寒忽然顺着枕头往前一埋，半梦半醒间伸手搂住了身前的热源。周围的动静蓦地凝滞，掀开的被子里窜过一阵冷风，一只手掐在了他脖颈上。司白寒。玉白寒在朦胧中皱了皱眉，抬手把掐在自己脖子上那只手扒拉下来，还不忘顺手塞回被子里掖好。干什么动手动脚的？睡觉。片刻，一只手将他往外推开。玉白寒啪嗒翻了个身，后半夜没再乱动。第二天醒来时还不到8点。玉白寒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睡成了趴姿，身侧的床已经空了，对面浴室里传来一阵响动。他起身推开浴室门，正对上刷牙的陆焕。玉白寒友善，早。陆焕从镜子里看了他一眼，面色不善。玉白寒睡得不好，含着泡沫的嘴咧开了一点，似乎在说玉白寒睡得很好，他睡好了心情就好，这会儿靠在门框上笑容可掬，你该不会紧张的睡不着？陆焕将漱口的水吐出来擦了把脸，昨天是破例，从今天开始你搬去次我。玉白寒随遇而安，卧好。他转头去隔壁洗漱完，和陆焕一起下楼吃早餐。餐桌是一张可坐12人的大长桌，管家冯叔和2名佣人在一旁候着。陆焕坐在主座，玉白寒在他右边挨着坐下，我就不坐你对面了，说话太费嗓子。陆焕淡淡，我吃饭没有说话的习惯。玉白寒，我有，所以费的也是他的嗓子。随你。早餐很快吃完，陆焕正要起身离开，忽然转头叫上玉白寒，你跟我一起去公司。玉白寒正在喝牛奶，闻言放下杯子，舔了舔嘴角的奶泡。我去做什么？陆焕没回答他，幽光在眼底蕴藏。做什么？当然是好好看着。前世犯过的错他不会再犯，这次他要把人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管家冯叔打圆场，新婚燕尔，如胶似漆，一道冷声打断他。冯叔。声音戛然而止。玉白寒擦了擦嘴，起身跟上陆焕，那走吧。冯叔在前面领路。出了餐厅是宽敞的客厅，客厅一侧是整面落地窗，和煦的晨光将整间客厅映得亮堂。前面大门已经打开，门口等了名约莫26、7岁的年轻人，相貌朴实端正，是陆焕的亲信樊陵。冯叔停在玄关外，先生慢走。说完又笑眯眯的对玉白寒道，司少爷慢走。玉白寒一顿，冯叔还是换个称呼。陆焕转头看过来，唇角挑了挑，似带了点讥诮。那要叫你什么？陆夫人。玉白寒头去羞涩一瞥，以后再说。才刚结婚，太腻了。冯叔揣测，那司先生如何？玉白寒抿唇，就别撕不撕的，不吉利。他补充，尤其念快了之后，像是一种诅咒。玄关内外3人同时一默，大概是第一次听见给自家唱衰的。陆焕直白，看来司家对你不太好。玉白寒，还好，和我大哥一样好。陆焕一瞬想起那个扎眼的备注，Poor 大师。冯叔还在纠结称呼，那玉白寒换完鞋直起身，他正对着客厅落地窗外草木葱茏的庭院，剩下的晨光笼罩着枝叶，郁郁葱葱。就叫白寒吧。他说。玉白寒。不管穿成什么，身处哪个世界，他都是玉白寒。冯叔松了口气，
微微一笑：“白寒少爷。”陆焕出门的动作停下，转头看了眼玄关。玉白寒正望着那片庭院，眼底盛着生机盎然的草木。他站在那里，肆意又鲜活，比漫庭春草还要蓬勃。察觉到陆焕的目光，玉白寒转头朝他笑了笑。乌黑的瞳孔映了晨辉，独一无二，灿若珍宝。陆焕愣了一瞬，又回过身往前厅走。樊林跟上去，低声汇报：“先生，私家的三少爷今天要过来。”陆焕脚步微顿，没引起樊林注意。他垂眸，掩去眼底的神色，开口声音平淡：“应该是来谈城东新党的项目，让人准备一下。”“是，先生。”玉白寒和冯叔打过招呼后，几步跟上陆焕。他看陆焕眼底好像又落了阴影，似乎兴致不高。“怎么了？”说话间，樊林已经拉开了后车门，侧身而立。陆焕正要开口，忽然止住话头。他看向凑过来的玉白寒，不知想到了什么，眼底玉色一扫而空，嘴角还勾了勾：“没什么。”玉白寒，搞什么？突然笑这么狗？陆焕却催促似的朝他抬了抬下巴，像在赶羊入圈：“快上车！”银黑色的迈巴赫如一道亮线驶出路窄。车上安安静静，玉白寒还在回味陆焕刚才那抹笑，说他狗都算好听了，那笑容分明就很老鹰比。他又朝陆焕看了几眼，侧颜更能显示出陆焕鼻梁和喉结的优越性。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只剩下他清晰俊美的轮廓，怎么看都还是那个五好青年美强惨。玉白寒视线太灼热，陆焕终于回了个眼神：“看什么？”玉白寒意有所指，总有刁民想害我。陆焕就朝他缓缓一笑，又转了回去。玉白寒，他更加肯定了那种不好的预感，伸手拉过陆焕的胳膊，目光灼灼：“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陆焕毫不留情的将他挥开：“我有对你坦诚的必要。昨晚你不就挺坦诚的？”前面樊林握着方向盘的手狠狠一抖，在马路上平稳行驶的迈巴赫车身轻微的晃了晃。陆焕警告：“司白寒。”玉白寒，这是不能说的吗？陆焕手又痒了。后视镜里，樊林的眼神忍不住往后座两人身上飘。玉白寒余光一个捕捉的大动作，开口提醒：“专注开车。”樊林讪讪的收回目光，没有应声。他们这帮能留在陆焕身边的亲信，个个都是能力强，身手好，只服从于比他们优秀强大的掌权者，比如陆焕。陆焕只用短短几年就一跃成为风头最盛的新贵，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私家小少爷也就脸好看点，就算和陆先生结婚了，也不过是商业联姻，连婚礼宴席都没办。而且陆先生早就在暗中搜集私家的各种情报，指不定这两家哪天就相互背刺，这小少爷还不知道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呢。再说了，樊林不服气的想，他这车开得不挺好的吗？玉白寒看后视镜里樊林的神色，就知道这人没听进去。他想起书中那场车祸，转头同陆焕说：“快和你这属下说说，安全上路，专心开车。万一有不长眼的车撞上来，躲都躲不及。”陆焕搭在膝盖上的手猛地一颤。玉白寒没注意到，继续说：“而且陆氏家大业大，说不定就有哪来的宵小嫉妒你，开个车想撞死你。”陆焕突然抬眼看来，目光摄人：“为什么这么说？”玉白寒：“小说里都这么写的。”就这本小说，怕不怕？陆焕抿了抿薄唇。玉白寒又说：“还有，遵守交通安全是常识，行车不安全，亲人两行泪，交通安全心中记，幸福生活甜蜜蜜。”听没听过？车里有些安静，樊林本来还在不服气，结果越听越心虚，愧疚感暴增。他局促的开口：“抱歉，陆先生。”过了会儿，低哑的嗓音从后座传来：“他说的没错，樊林，好好开车，下不为例。”“是，先生。”陆焕修长的手指在后座扶手上哒哒敲了敲。樊林憋了口气，他纠结了会儿，
还是没忍住别别扭扭，难以启齿般开口：“白寒少爷，刚刚那个……”玉白寒一看他眼神飘忽就紧张，忙说：“好了好了，你快专心开车。”樊林一口气输出来，暗自琢磨，看来这私家少爷除了脸，性格也还不错。以后要是被扫地出门，他可以帮忙搬个行李送送行，就当为今天的事道歉了。陆氏集团的总部在城南金融中心，两座双子大厦巍峨耸立，在这繁华的寸土寸金之地，彰显着无上的地位与财富。樊林将车开进地下车库，三人进了陆焕的专属电梯，直接升上最高层。六面透明的电梯一出地下，视野豁然开阔。玉白寒趴在电梯玻璃上，俯瞰逐渐缩小的城市街景，思绪满天乱飞。陆焕，你恐高吗？陆焕淡淡，可能吗？玉白寒，你说那种恐高的霸总，会不会在无人的电梯里缩成一团？樊林，噗！陆焕受不了，那他可以坐不透明电梯。他说完，发现自己居然在跟着玉白寒的思路认真作答，脸色瞬间沉下来。余光瞥到樊林飞起的嘴角，陆焕问：“好笑？”樊林赶紧收起嘴角，低下头：“没有。”叮！电梯门开，陆焕长腿一迈走出去，玉白寒跟着他。长长的走廊铺了红龙毯，尽头是占了半层楼的总裁办公室。玉白寒大概看了一圈，这层还有秘书室、接待室、茶水间和洗手间。总的来说，陈设齐全，够陆焕足不出户就解决所有问题。刚进了总裁办，就有一名秘书前来敲门。陆总，利落扎起的长卷发，完全符合规定的职业装。员工牌上直接和名字印得工工整整，一级秘书姚欣冉。姚欣冉和陆焕问过好，又朝樊林点点头，目光扫到玉白寒时愣了一下，很快被陆焕打断：“什么事？”姚欣冉忙收回目光，递上一个文件夹，上午的工作计划有调整，策划会往后推了一点，先去商谈城东新港的项目，人来了，马上就到接待室了。陆焕将文件夹递回去，叫上玉白寒，待会儿的城东新港项目你也一起来。玉白寒正在观赏传说中的总裁必备落地窗，冷不丁被 Q， 茫然扭头：“我去做什么？”陆焕目光缓慢地划过他的五官，像在欣赏着他的神色。还记得你昨天说过的话吗？玉白寒直觉陆焕在给他挖坑，但他还是忍不住去瞅瞅坑地到底埋了什么。哪句？他掰着指头回忆：“是你在欲拒还迎，还是来吧，真拿你没办法。”总裁办里安安静静，樊林极力克制住自己乱飘的眼神，姚欣冉则是被刮糊了一脸的表情。一只大掌掐着玉白寒的下颚，将他的脸掰起来。陆焕手指很长，两指正抵在玉白寒的颈侧动脉上。“你的立场？”玉白寒恍然：“我是陆先生的人。”他说完，轻拍陆焕的手腕：“轻点，你手劲好大。”那只手停顿了一秒，放开了他。“记得就好。”玉白寒海塔搓腮：“所以呢？”陆焕将手揣回裤兜：“一会儿的商谈你也参加，记得好好帮我们陆氏争取利益。”玉白寒，陆氏没人了吗？姚欣冉和樊林已经揣着一篓子吃不明白的瓜下去准备了。陆焕叫上还在思考陆氏现状的玉白寒走出办公室。玉白寒边走边问：“那我穿休闲装没问题吗？”“没问题。”陆焕慢条斯理的笑了：“我想对方不会介意。”等到了接待室，玉白寒才明白陆焕话中的深意。红木矮机两侧是皮质沙发椅，一侧沙发椅上正坐着名年轻男人，一身高档的定制西装，衬衣领口随意的松开了2颗纽扣。他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眉间还带了些符合年纪的轻狂。直到看见陆焕走进来，他才悠悠起身：“陆总。”话音在看见陆焕身后的玉白寒时猛地顿住，像是满腹疑惑。玉白寒也疑惑：“这是哪个？”他看向陆焕，陆焕却没介绍，反而伸手在他背后轻轻一拍，似是亲昵：“怎么不打招呼？”玉白寒心头顿时警铃大作，
听陆焕的意思，对面的人应该和自己很熟。司白涵在司家被关了20年，称得上熟的也只有司家的人了。他又暗自打量了对方一眼，20几岁，透着点散漫轻浮，不像是长子司延廷，那只剩一种可能，司家老三司威。这会儿司威已经调整好表情，一副惊讶的神色，小韩怎么也来了？玉白涵轻轻开口，三哥。陆焕站在旁边看着玉白涵陡然安静的模样，似笑非笑，怎么一天不见就生分了？是因为有我在场，让你们兄弟放不开？司家一直对外说是骄阳宠爱司白涵。司威立马笑道，怎么会？他说着走过来，伸手搂住玉白涵嘘寒问暖，小涵，让哥看看你是不是瘦了。玉白涵被勒得呼吸一滞，就一个晚上瘦个地瓜，就算是虚情假意也稍微走点心好吗？好在司威抱了一下就很快松开，回到沙发椅上坐下，对陆焕道，我们要不稍后再叙旧，先谈正事。那开始吧。陆焕说着走到另一侧沙发前，还顺手捞回了试图溜去樊玲身边的玉白涵。他把人往沙发上一按，温声细语，跑什么？陆焕和司威已经开始了商谈。玉白涵捧了杯红茶，坐在一旁静静喝水。他目光扫过摊在矮几上的合作书，项目份额几个字黑体加粗。陆焕的话像个语音包，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记得好好帮我们陆氏争取利益。与此同时，对面还投来思威若有似无的目光。左，玉白涵抿了口红茶，在旁边装自闭。有思威在，他不好太放飞。陆焕不知道司白涵的性格，司家人却很了解。要是被思威察觉出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受司家摆布的棋子，他恐怕会被抓去回炉重造。毕竟是一家子法外狂徒，还带着主角光环，能不招惹最好。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接待室里的气氛逐渐陷入了焦灼，你来我往间隐隐擦出了硝烟的味道。思威最先沉不住气，直言道，这51%的份额里，我们司家占26%不过分吧？陆焕淡淡25%。思威脸色不太好，陆总，我们两家刚结亲，真要为这1%闹成这样？陆焕低眼笑了一下，和上辈子一模一样的套路，结婚第2天就带着商业合作来谈判，拿人情作为道德绑架，最后让他在这1%上栽了大跟头。这一次他说什么都不会让出去。陆焕放缓了语气，三少说的对，一家人闹成这样不太好。思威面色缓和，陆焕就转头叫了一声白涵。玉白涵正在放空，忽然被 Q， 顿时戒心四起。他朝陆焕投去一道询问的目光。对面思威也看了过来，不懂陆焕有何用意。陆焕伸手搭在了玉白涵纤细的手腕上，轻而易举的整个圈住。他掌心下是玉白涵跳动的脉搏，指腹轻轻摩挲着，落在旁人眼里暧昧丛生。手心手背都是肉，想必白涵不会偏心任何人。陆焕一字一句道，不如让白涵来说说我们该怎么做。玉白涵一口气猛地吸气，要不是他心理素质过硬，他差点就要在思威面前崩人设了。感情放置他半天，是在这儿等着呢。思威看向两人牵在一起的手，神色有些不可思议。他愣了一瞬，又回过神，语气压着因觉提议荒谬而产生的烦躁。他懂个小韩懂个什么？还是别让他掺和了。玉白涵直接好家伙，这厮也差点没绷住人设。他暗自希望思威给力，别让他掺和进去。然而下一刻就听见陆焕轻笑一声，三少在担心什么？难不成还怕你们最宠爱的弟弟偏袒我？这挑衅的语气相当熟悉。玉白涵恍惚记得他昨晚就是这么和陆焕说话的。他顿觉不妙，忙看向思威，思威胸口果然起伏了几下，目光变得阴晴不定。正要开口说话，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停下话头。他目光落在玉白涵脸上，盯了2秒，也好。玉白涵，思威往椅背上一仰，
好整以暇的笑了笑，我也很好奇，小韩会怎么想。玉白寒坐在沙发上，面前两个男人都看着他，一个投来多疑而审视的目光，一个态度温和却没看上去这么善良。玉白寒微微一滞，这天杀的，接待室里寂静无声，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玉白寒身上，等着他来回答这个类似于我和你妈掉河里的问题。玉白寒沉下一口气，他在压制自己那张巴巴对人的嘴。他其实想和思薇说，既然你这么想要这1%，不如就把这1%给你，然后陆氏拿剩下的50%，皆大欢喜。但他已经能预见这么瞎造的后果，洗脑包警告。玉白寒抿了抿唇，轻轻端水，要不把那1%先放我这里，剩下的哥哥和陆先生平分。不是都这么宠爱他吗？不会连1%都舍不得给他吧？陆焕指腹妈撒，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思薇直接沈笑了一声，目光有些阴冷。小韩是真的不懂，这1%给你，是要算作你们婚后共同财产的。玉白寒一瞬惊讶抬眼，这法盲是在给他普法。他眼底的诧异不似作伪。思薇见状又缓和了态度，小韩现在知道了，好好说。话语中藏着深意，这是思薇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用来试探他这枚最听话的棋子有没有脱离掌控。玉白寒低眼，脑海里飞速过着原著剧情。面前的矮几上，茶杯已经见空，一滴凉茶从白瓷杯壁上滑落，水痕残留。他思绪忽而一顿，隔了2秒，玉白寒开口：“那就三哥25%，陆先生26%吧。”陆焕捏着他的手腕，无声的勾了勾唇。思薇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但下一刻就听玉白寒轻声细语的说：“三哥把1%让给先生，先生不如也表示一下，把琼山的项目让给三哥，好吗？”陆焕忽然掀起眼皮子看向他，思薇也愣了愣。玉白寒揣摩着自己现在的人设，在傀儡和娇妻中拿捏着平衡点，矜持又大胆的环上陆焕的腰，仰头问：“先生，好不好？”陆焕盯着他没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半晌，陆焕正要张口，忽然感受到自己后腰被戳了一下。玉白寒在戳陆焕的后腰，一下一下又一下。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恳与迫切，他戳在陆焕腰上的手指每次都推得很用力，像是拿了个钻头在钻墙。玉白寒疯狂暗示：“我在背着思薇搞鬼。”速速点头。他是想起了原著里的一个重大剧情。陆焕在被思家打压的几乎走投无路时，琼山的项目成为了他仅剩的筹码，也是唯一一个从思家手里抢回来的合作。陆焕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琼山项目上，结果等到快要竣工时，作者突然神来一笔，用一场泥石流直接将整个项目场地给埋了，就像是上天都不让陆焕活。玉白寒戳着陆焕的腰身，心想正好趁这次机会把这福气让给思家好了，反正思家命硬，随便霍霍。正戳着，一只大掌突然抓住了他造作的手，陆焕反手将他那根手指攥在掌心，扯离了后背。漆黑的瞳孔盯了他2秒，随即薄唇轻启：“好。”玉白寒眨了眨眼，这就答应了？这么轻松？他带给陆焕的降智 buff 不会还在吧？思薇也没想到陆焕居然答应了。琼山的项目他是知道的，一块肥肉。如果陆家愿意退出竞争，让他用这区区1%来换算什么？思薇生怕陆焕反悔，立马一口应下：“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口说无凭，陆总立份承诺书不过分吧？”陆焕吩咐：“姚欣冉。”啊，是。姚欣冉从震惊中回过神，欲言又止的顿了顿，这才转身下去准备。他出门前没忍住扭头看了玉白寒一眼，活像在看一个祸国殃民的小妖精。几十亿的大工程就这么送出去了。这次的商谈算是有了结果，接待室里的气氛又松缓下来。玉白寒刚刚喝了太多茶水，这会儿尿意盎然。他和陆焕说：“
我去趟洗手间。思维一眼打量过来，似在调侃，连去趟洗手间都要说一声，你们夫妇感情还真好。玉白寒正从陆焕身前跨出去，闻言绊了一下，这不是礼貌吗？陆焕眼疾手快地揪住他的后领，将他拎了起来。玉白寒一手撑在了陆焕腿上，扭头看去，正好和对方平视。陆焕那张脸近距离对在面前，依然是俊美无愁。思维的目光从背后投过来，玉白寒轻声细语：“谢谢陆先生。”陆焕露出了观赏的眼神，看戏般的朝他弯了弯唇，不客气。他后脑勺正对着思维，仗着后者看不见，玉白寒忽然朝陆焕一笑，隔空送去一个飞吻，么么啾。然后趁着陆焕没回过神，飞速起身出了门。哐，接待室的门关上。那一瞬，偷偷摸摸的调情被留在了门后。洗手间在走廊拐角处，进去不到10米的地方。光洁明亮的黑瓷砖贴了一整面墙，装潢大气又奢侈。玉白寒看了一圈，感觉铺个红毯就可以直接用来走秀。洗手池在洗手间外的公共区域，面向着走廊。玉白寒上完厕所出来，洗完手又俯身冲了个脸，一手刚抹下脸上的水珠，就从面前的镜子里看见了站在自己背后的思薇，修长的身影立在门口，悄无声息。玉白寒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他定了定神，转头叫了声三哥。思薇一双眼微微眯起，开门见山：“你是怎么知道琼山那个项目的？”玉白寒随口胡扯：“在陆先生书房看见的。”“你进他书房了？什么时候？”“昨晚。”沉默2秒，思薇忽然上前一步，他视线扫过玉白寒挂着水珠的脸，又顺着水痕落向颈前，阴湿了一圈领口。“和陆焕睡过了？”“这思路衔接，可以的。”他垂下睫毛，喉结轻动。“思薇挑了下眉，语调懒散而轻浮：“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要有用。”整条走廊空空荡荡，四下无人。他压着声音，也不怕有别人听到。玉白寒想到昨晚那惊鸿一瞥，心生惭愧，不，他还是不够有用，不然昨晚肯定半张都是口口。他想着想着，思维就发散开来，竟然一时忘了回话。思维看着玉白寒这副沉闷自闭的模样，嗤笑了一声：“真不知道陆焕是看上了你什么？不过这样也好，你们要如何浓情蜜意我不管，只是……”他停顿了一下，方寸之间安静下来。玉白寒从一片口口中回过神，抬头看向他。思薇伸手按在玉白寒单薄的肩头，掌心下是潮湿的领口。他大拇指摁住那节突出的锁骨，用上了力道，像是在警告：“别忘了你是在哪里长大的，是个什么身份。”玉白寒平静：“他是在法治社会长大的，是公民身份，谢谢。”思维看人一直低着头静静听训，便满意的收回手，退开一步。话说的差不多了，他今天也拿到了意外的惊喜，没必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我走了，记得随时等讯息。玉白寒乖乖回答：“好。”“快爬吧。”思维的背影几步间消失在走廊拐角。玉白寒从走廊出来的时候，正好遇上行色匆匆的姚欣冉。姚欣冉看见他愣了一下，目光又变得复杂。“姚飞啊，姚飞！”玉白寒不知他心中所想，问道：“姚秘书，陆焕呢？”姚欣冉平复了下心情：“陆总在项目部，我正回来帮他拿资料。”玉白寒跟着他一道走进总裁办：“那我在这儿等他。”宽敞的办公室光线亮堂，视野极佳。正对大门的是陆焕的办公桌，一侧是书柜、小客厅，另一侧则是陆焕的私人休息室。这会儿已过11点。玉白寒不知道陆焕多久回来，他的衣领在刚刚洗脸的时候打湿了，凉飕飕的贴在心口，还被思薇揉得皱巴巴，总觉得会寒毒攻心。他转头问姚欣冉有没有能换的衣服，姚欣冉拿了资料正要出门，迟疑道：“休息室里有陆总备用的。”“那麻烦帮我问问他。”姚欣冉心说：“
陆总都被你迷得五迷三道了，穿件衣服还用问吗？但他还是给陆焕打了个电话。陆总，是我，不是，资料已经找到了，就是您的，陆夫人问能不能换件您的衣服。玉白寒被那句陆夫人逗乐，陆夫人也不知道陆焕听了是什么反应。姚欣然很快挂了电话，带着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和玉白寒说，陆总说了，随便穿。其实原话是随便，不过应该就是随便穿的意思吧。谢谢。玉白寒转头去了休息室。陆焕的私人休息室和陆宅主卧的风格很像，大体是雾霾蓝配着银色，穿插着一些装点，看上去低奢又贵气。衣柜占了整面墙，玉白寒打开一看，两排整整齐齐的西装高定，适用于不同场合。他穿不了这些，找了好一会儿，终于在最里侧找到了几件休闲 T 恤，随便扒了件浅色的换上了。陆焕虽然看着精瘦，身形却比玉白寒高大很多。玉白寒扯了扯宽大的领口，心生遗憾，多么经典的小说桥段。这要不是一篇商战文，就这件 T 恤都够作者从休息室写到浴室、办公室、落地窗、地下停车场，不能再想了，再想就要被锁了。玉白寒换完衣服，陆焕还没回来，他就在休息室的转椅上坐着玩手机。飞车游戏刚玩了十几分钟，一条短信突然弹出来。玉白寒视线被挡，一瞬翻车。来信人思薇，他就知道思家的一来就没好事。退出游戏，点进短信，就看到两条毫无营养的信息。思薇，多和陆焕亲近。玉白寒，还用你说？思薇，别让我知道你做了错事。玉白寒明白这条短信的意思。琼山的项目太过顺水推舟，思薇不是傻的，下去之后肯定还会细查。不过查就查吧，里面又没什么猫腻。就算以后发生了泥石流，那能怪他吗？他又不是大地妈妈。玉白寒，知道。他发完消息，看见思薇的备注，呵呵一笑，动手改掉。排行老三，不如就叫摔三儿。玉白寒呵呵呵呵改的投入，完全没有注意到背对着的休息室大门什么时候开了，直到转椅被一只手哗啦转过来，玉白寒视线一旋，就看陆焕正站在他面前。休息室里灯光惨白，陆焕外套脱了，只穿了件白衬衣配银灰色西装裤，一身金贵的气质。他一手揣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按上了玉白寒冷笑还未消散的唇角，漫不经心的笑了笑。我们白寒还有两副面孔。短短一句话被陆焕念得抑扬顿挫。这会儿思薇不在，玉白寒又浪了起来。他把手机一收，抬起头问陆焕，那我们陆总更喜欢哪副面孔？语气比陆焕还抑扬顿挫。一双乌黑的眼看向后者，反客为主。陆焕的手指还按在玉白寒嘴角，在玉白寒抬头间，掌心蹭过了他的脸。玉白寒脸上的皮肤很白，眸光却很亮，加上眼睑的弧度偏圆，一张本该透出病态的脸竟然看着明丽又鲜活。陆焕低头看他，过往的场景有一瞬涌入脑海，又如潮汐退去。半晌，指腹稍稍用力，在玉白寒脸上蹦出了一道凹陷。陆焕睫毛垂下，看不清眼底的神色，只有唇角笑意很淡，开口语调轻缓，我不喜欢装乖的。玉白寒琢磨了一秒，懂了，哦，你喜欢野的玉白寒，巧了，这不就是他吗？他想着，就啪的一把拍掉了陆焕的手，很野地开口，行了，一直捏着做什么？陆焕。玉白寒用一声脆响，狂野的结束了这个话题。陆焕将手揣回裤兜，退开一步，侧身立在他跟前，映入眼底的身影挺拔而修长。玉白寒正大光明的欣赏着陆焕的身姿，先前的担忧又浮上心头，这么帅的一个人，可千万别被降了智。他定了定神，试探道，琼山的项目，你为什么答应的这么利索？陆焕看着他，意味不明的笑了笑。玉白寒，笑什么？
他被陆焕笑得心里直打鼓，生怕对方冒出一句天雷的讨你欢心罢了。那他是真的会打爆陆焕的狗头。在玉白寒心惊胆战的注视下，陆焕终于开口，主要是觉得会赔钱。玉白寒眨了眨眼，直觉的来源是……陆焕缓缓解释，穷不穷的，不吉利。他补充，尤其念出来之后，玉白寒吸了口气。有人抄作业，他要举手告老师。但会抄作业这件事，至少从侧面肯定了陆焕的智商。玉白寒暂且放下心。他看了眼时间，快到12点，我们是不是该吃饭了？陆焕转身，走吧。玉白寒从他身侧探头，现在去食堂会排长队吗？陆焕看了他一眼，出去吃。哦，好吧。玉白寒脸上浮出浅浅的惊羞，是他格局不够。两人从总裁办出来，迎面遇上从秘书室走来2名秘书，看上去是挺活泼的2个年轻姑娘，工作牌和姚欣冉的很像，应该都是直属陆焕的秘书团。两人刚和陆焕问了声好，目光一转就看见了玉白寒。他们视线先是在那张陌生的脸上茫然的停顿了2秒，接着转向对方身上那件相当眼熟的 T 恤衫，随即瞳孔地震。玉白寒看对面两人往自己身上看了一眼又一眼，就朝他们笑了一下，露出2颗尖尖的小虎牙。偷看被抓包，2名秘书面上微红，忙鞠躬回了一笑，匆匆离开。他们前脚刚走，陆焕就开口：“你在干什么？”玉白寒：“和你的员工混成兄弟闺蜜，等以后私家派人挑拨离间，他就来当家人们的主心骨。”陆焕脚步一停，转头看向他。玉白寒也跟着停下来。怎么了？修长的手指忽然抬起来，勾住他宽大的领口拢了拢，微凉的指尖划过心口上方的皮肤，带起一片战栗。陆焕状似无意，混成兄弟闺蜜做什么？玉白寒羞涩，就当为陆氏添丁了。到地下车库坐上私家车时，玉白寒才发现是陆焕开车。樊玲没有跟来，今天中午吃饭只有他们2个人。玉白寒低头系好安全带，豪华的迈巴赫流畅平稳地驶出地下车库，外界的日光一瞬映亮了视野。车窗外的街景繁华而平和。玉白寒眯眼，转头两面均匀地晒着日光浴。我们去哪里吃？陆焕目不斜视，到了就知道了。不到20分钟，私家车停在一处僻静的庭院前。玉白寒跟着陆焕走进庭院中，四周是古色古香的建筑，黄绿相间的亭直间设了石灯雕塑，水塘里映着天光。很快有服务生前来接应，陆先生，还是蓝旭间。陆焕点了点头，服务生就将他们领去了院中最清静的那处包间。落座后，陆焕轻车熟路的勾了菜单，交给服务生。门扇合上，安静的空间里又只剩下陆焕和玉白寒。玉白寒瞅着他，你好娴熟。陆焕，经常来。玉白寒若有所思，办了会员。他额角一跳，停顿几秒，这里只对内接待。清渠院是一处私人产业，环境好，档次高，只用来接待小部分圈内亲友，兼具舒适度与私密性。玉白寒顿悟，原来是回大本营了。陆焕喝了口茶，没回话，谨慎的避免着开口被带偏思路。点的菜很快端上来，前菜里有一道蘸酱牛肉冻，玉白寒夹了一块在蘸料碟里淌过，就送进嘴里，动作快如残影。陆焕张开的唇又闭上，静静看着玉白寒。下一秒，筷子啪嗒一放，玉白寒捂住鼻子，芥末的刺激直冲天灵盖。他眼眶瞬间湿润，起身就去捞陆焕手边的茶水壶。指尖刚碰到茶壶，对面陆焕突然翘了下嘴角。啪！玉白寒的手被一把按住。玉白寒，辛辣刺激感冲得他脑门嗡嗡的。陆焕按着他的手，岿然不动。玉白寒抽了2下没抽出来，他另一只手还撑在桌上，正想伸过去挠花那张万恶的脸，身侧门扇突然被划得推开，伴随着一道咋咋呼呼的声音：陆焕，
听说你来。玉白寒泪眼朦胧的转过去，一滴清泪正好从脸颊滑落。门口，齐绝的声音戛然而止。玉白寒身上还穿着陆焕的衣服，一只手被大掌钳住，眼含泪光，无法挣脱。在看到齐绝时，他眼神一亮，抖着唇开口：“帮我！”齐绝直接他妈震颤，被强迫的。玉白寒一句话说完，把茶水拿过来一下。半分钟后，玉白寒心满意足的喝着凉茶进口。对面是脸色黑沉的陆焕，左边是坐立不安的齐绝。玉白寒记得齐绝，陆焕的好友。齐绝是新城齐家的二少爷，为人仗义直爽。在陆氏被私家打压的走投无路时，齐绝几次想帮陆焕，但效果甚微，齐家还因此受了些牵连。总之是个友军。包间里过于安静，齐绝动了动身子，去着自家好友的神色，又看了眼旁边气定神闲的玉白寒。他问陆焕：“陆哥，这是哪位？”陆焕吃着饭不应声。齐绝又去看玉白寒：“你是玉白寒，他的狂野男孩。”齐绝一喷，噗，哐啷，对面筷子放下。陆焕盯过来：“司白寒。”玉白寒宠溺一笑：“好，我不说了，让你不给我水喝。”齐绝在短暂的怀疑人生后反应过来：“等等，司白寒，卧槽！”他猛地一拍桌，凑近了玉白寒仔细观摩：“你是陆焕他老。”话音一顿，齐绝看着面前同为男性的两人，斟酌着称呼：“老伴。”又来的脑子不清醒的。齐绝在几次说错话后，终于安静下来，坐在旁边安安分分的聊天。聊了会儿，玉白寒这才知道这家清曲院就是齐绝开的。我待会儿和人打个招呼，把你也加入接待名单。齐绝热情的掏出手机来加个微信，到时候要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玉白寒加上他，备注了个全名。齐绝只要不是法制咖，他都以礼相待。齐绝看玉白寒准确无误的打出来了，他一愣：“你知道我的名字？”对面一直低眼吃饭的陆焕忽然看过来，玉白寒手指顿了顿，自然的回道：“听说过。”他说完看陆焕再看自己：“怎么了？”陆焕收回目光：“没什么，你涉猎挺广的。”一顿饭没多久就吃完。陆焕要回去，齐绝叫住两人：“这才中午一点，不如去后面射箭场玩一把。”陆焕：“今天是工作日。”玉白寒跃跃欲试：“还有射箭场？”他以前在高中和大学的社团里学过，属于他为数不多的特长。齐绝看玉白寒兴致勃勃，立马趁热打铁：“你也会吗？”他又去叫陆焕：“走吧，陆哥，白寒第一次来，带他去后面看看。”陆焕跨出门的脚步停下，转头看向玉白寒：“你会？”玉白寒指尖捻出1毫米，一点点。陆焕的视线从他光滑的指节上扫过，沉默了片刻，最后在玉白寒和齐绝的两脸期盼中开口：“走吧。”射箭场就在清曲院西南角，规模不大，设施齐全。半开放式的场馆，从一侧望出去是秀美别致的园林和假山池。玉白寒到了才发现，这里的弓箭用的竟然都是传统的木弓。他拿起来掂了掂，看上去用的是这木，又硬又沉，但也不是拉不开弓。他拿起弓箭，调整好姿势，视线慢慢聚焦在箭足和前方鲜红的靶心上。沉重的木弓稳了下来，玉白寒呼吸微沉，屏蔽了周遭干扰。陆焕揣着兜立在面向玉白寒的地方。玉白寒姿势标准，一双手缓缓拉开了弓，瘦白的手背上骨节毕现，眼神晶亮而专注。风从庭外穿堂，林叶窸窣作响，带起了玉白寒身上宽大的 T 恤下摆。开弓如约，咻！一箭破空，箭足定入前方箭靶，距靶心稍微偏离了一点。玉白寒放下泛酸的胳膊，又搓了搓指节，捏马，这副身体被调整的太弱。卧槽！齐绝惊叹了一声，这是一点点。玉白寒腼腆一笑，
一点点。他又去看陆焕，怎么样？你们白韩棒不棒？很棒，姿势娴熟，准头也好，指节却相当的光滑干净。陆焕轻轻弯唇，我们白韩真是出人意料。玉白韩得了表扬，又兴致勃勃的继续射箭了。他以前用的是现代竞技的那种弓箭，和传统木弓手感不同。练了没一会儿，玉白韩手指磨出了血泡，还不小心擦破了点皮。他转头去找齐觉，你们这儿有医疗箱吗？齐觉正巴巴打着手机，在他们朋友群里分享今日八卦。他侧眼看见玉白韩手指上的小泡，顿时嘶了一声。正要说什么，忽然又望见了不远处开弓射箭的陆焕，冷厉果决，面无表情。齐觉话头一转，你去给陆焕看看，陆焕是什么灵丹妙药？齐觉目光灼灼，暗搓搓怂恿道，你去给他撒个娇，看看他有什么反应。玉白韩都要被齐觉的骚点子震惊了，血泡都磨出来了，居然还想着撒娇，这也太浪了吧，值得考虑一下。齐觉还在巴巴教他做事，你就捧着手指跑到陆焕面前，用刚刚那种梨花带雨的目光说老公吹吹，痛痛飞飞。等下，那是智障吧？他止住齐觉，这不行，陆焕喜欢野的。还有 cosplay， 他三观缓缓重塑，多野的。等着。场馆角落有一排矮脚凳，玉白韩去搬了一个。他把凳子搬到陆焕旁边放下。陆焕停下射箭，转过身来看他。松开的衬衣袖口挽到了小臂，弓箭垂在身侧。玉白韩踩在凳子上，居高临下的睨着陆焕。这个高度，狂野的感觉就来了。陆焕没出声也没动作，就静静看着他表演。也不知道他这次会用哪副面孔，是陆先生，还是我们陆总？玉白韩抬起陆焕的下巴，陆医生。他垂在身侧的手没忍住一抖。不远处传来齐觉一声卧槽。玉白韩另一只手按在陆焕肩头，又把人下巴抬得更高。身高差下，陆焕被迫仰起头，突出的喉结上下攒动。他眉目深浓，鼻梁高挺，整洁的白衬衣映着庭院外的阳光，真如高冷禁欲的医生一样。玉白韩有一秒被鼓出戏，咕咚。陆焕目光平静，有事？玉白韩回过神，伸出起泡的手指，我受伤了，麻烦陆医生帮我处。说到一半，想起陆焕喜欢玩尬的。玉白韩勾勾搭搭，帮我消个毒。陆焕终于绷不住了，脚跟一退，撕白韩。玉白韩的胳膊本来撑在他肩头，陆焕这一退让他支撑落空，一下从矮脚凳上往前栽去。卧槽！陆焕眉心一跳，伸手揪住他的后领，然后领口太大，陆焕刚把衣领拎起来，就看玉白韩的脑袋直接从领口缩了进去。玉白韩眼前一暗，陆焕另一只手提着弓，空出来的手只来得及松开领口往前一搂，接着扑通一声，玉白韩整个人罩在 T 恤里，直接栽入了陆焕怀中。与此同时，陆焕险险搂住了他的背，把人提了起来。混乱在瞬间发生，又在瞬间结束，场面安静下来。玉白韩把头埋在陆焕怀里，一动不动，像在裹尸。妈了，他怎么会从领口里缩进去？幸好下摆够长，不然他还会亮出肚皮。半晌，面前紧贴的胸口忽而一震，搂着他的手松开了。陆焕扒着他盖在头顶的衣领，把他像包竹笋一样包了出来。玉白韩重见光明，映入眼中的就是陆焕那似笑非笑的脸。陆焕欣赏着他的姿态，还以德报怨的替玉白韩压下一缕擦飞的毛。他动作闲适，语调轻柔，这位病人，你好像病得不轻。两人在这头默然相望，视线交流。另一头齐觉已经看呆了，整个事件发展都对他造成了冲击，不管是故事的开头还是事故的结尾，他全都没猜到。他尚未回过神，就看冲击他的两人走过来了。
陆焕那副似笑非笑的神色还没换下来，在看见齐觉时冷笑了一声，像是知道他在背后怂恿了些什么。玉白寒支棱着一根手指，整个人都是麻的。他问齐觉哪里有医疗箱，齐觉指了指场馆后面的休息间。玉白寒就挂着那件大 T 恤过去了，陆焕悠悠跟在他身后。休息间里有沙发茶几，医疗箱在一个柜子里。玉白寒提了医疗箱出来，坐在沙发上，准备拿棉签把血泡里的组织液压出来，再擦点碘伏。一只胳膊忽然横过来，拿走了棉签。玉白寒转脸看见陆焕在他一侧坐下，拉过他的手腕，一副要替他处理的模样。他警惕：你要做什么？当然是给我们白寒处理伤口，我还是自己来。陆焕握紧他往回缩的手，拉至眼皮底下，两肘撑在膝头就开始处理，别动，听医生的。最初的尴尬劲儿慢慢过去，玉白寒靠着厚脸皮总算恢复了常态。他看着陆焕一副专注擦药的模样，心底了然，果然是喜欢 cosplay 的。手上的血泡很快处理好，陆焕把棉签扔进垃圾桶，去一旁洗了手擦干。玉白寒站起身：我们要回去了吗？午休时间已经快结束了，而且他也玩不了了。回去吧。陆焕走过来，又拉过他手指看了两眼，像在欣赏自己的成果，感觉怎么样？玉白寒客气：处理得很棒，谢谢陆医生。拉着他手指的手松开，点上宽大的领口，领口边缘还带了点被揉过的褶皱。陆焕掀起眼皮一笑：我是指角色扮演。他微笑：羞愤欲死。这个回答满意了吗？陆焕满意的收回手：我想也是。两人从休息间出来，和齐觉打了个招呼，就打道回府。齐觉热情挥别：下次再来。车门关上，陆焕开着车回公司。玉白寒靠在副驾驶座上，意犹未尽：我们什么时候再来？这么恋恋不舍。主要是有射箭场。车里沉默了2秒，陆焕食指在方向盘上搭了搭：什么时候学的？小时候。玉白寒羞涩：自学成才，天赋异禀罢了。陆焕没再多问，也不知信了没有。下午回了公司，陆焕又开始忙起来。玉白寒窝在他的休息室里当咸鱼，等到6点才和陆焕一起回陆宅。晚上开车的是樊玲，樊玲将他们送到主宅门口，随后开车去了车库。陆宅庭院里建了2栋别墅，一栋是陆焕的主宅，只留了1名管家，2名佣人同住，另一栋则住了其他佣人以及樊玲等一众亲信保镖。玉白寒和陆焕走进主宅时，管家冯叔已经备好晚餐，在客厅等候。先生，少爷回来了。冯叔。玉白寒跟着一路进了餐厅，落座后说：帮我拿个勺。他今天起泡的是右手，拿筷子不方便。冯叔去给他拿了只勺，又问起他的伤要不要紧，让家庭医生来看看吧。玉白寒矜持的舀着南瓜汤：没事，医生已经看过了。冯叔不放心：处理的好吗？玉白寒就转头问一直没说话的陆焕：先生觉得好吗？称呼一遍，角色反复横跳。陆焕要笑不笑的看过来：挺好。老冯放心了，不再多问。一顿饭在哑谜中结束，玉白寒吃完直接上了楼。他的房间在白天已经被收拾出来，就在陆焕隔壁的次卧。回了卧室关上门，玉白寒摸出手机就收到齐觉的短信：齐觉，今天玩得开心吗？金毛吐舌头：玉白寒，谢谢你的招待，很开心。也谢谢你的骚点子，让陆焕很开心。齐觉，下次和陆哥再来啊。对了，我拉你进个群。齐觉，链接群邀请，链接点开，群名五金批发市场玉白寒。这是什么？团购拼单？是兄弟就来砍我。他谨慎的没有点进去，先放在一边，准备待会儿去问问陆焕。这会儿将近9点，玉白寒打算洗个澡。
想到今天拉个工都费力的弱鸡身体，他又下楼叫冯叔帮忙热杯牛奶。等我洗完澡出来喝。是，白寒少爷。冯叔看着玉白寒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突然想起后者手上挑破了血泡。哎，伤口不能沾水，他还是去给人找副防水手套。入宅装修风格偏传统，设备却很先进。玉白寒在浴室里捣鼓了半天，才从墙面上找到了感应键，总共33得9，排得像电话拨号键，标注全是英文就算了，居然还缩写。他看了一眼，果断的出门求助。这会儿陆宅的管家、佣人都还没休息，玉白寒准备从附近的人里随机摇一个。他本来没想找陆焕，结果刚出卧室就看陆焕从斜对面的书房走出来。玉白寒，好吧，就是你了，皮卡焕，你来的正好，快教教我怎么用浴室。陆焕，你不会用。玉白寒把他带进卧室，不是每个人的家里都有9键英文的淋浴系统。进了浴室，陆焕给他挨个翻译功能。玉白寒刚看了2个，人都麻了。特别是在看到从浴缸底部迸发出光亮的时候，这属实没必要，感觉坐在里面都会被传送走。他礼貌打断，要不你就说哪个是冷热和开关吧。陆焕停下话头，很好说话的给他指了指。问题速度解决。浴缸里已经开始放热水，玉白寒把陆焕送出洗漱间。陆焕走出2步，又问他，你打算怎么洗？玉白寒惊异，要聊这么细节吗？陆焕看了眼他的手。玉白寒反应了1秒，随即恍然，哦，不能沾水。他腼腆夸赞，陆医生好细心。陆焕皮笑肉不笑，毕竟是有职业素养的，不像某些病人只想着骚扰医生。还来劲儿了，好配合，他爱了。玉白寒也配合他，那不能沾水怎么办？不然陆医生帮我洗个头。话音戛然而止，玉白寒和卧室门口的冯叔对上了视线。陆焕也若有所感的转了过去。门口，冯叔呆滞1秒，合上了金叉的嘴。他淡定的把手里的防水手套塞进衣兜，鞠了一躬，缓缓退了出去。仅剩2人的卧室里陷入了寂静。片刻，玉白寒抿了抿唇，他故作镇定，轻轻开口，陆医生，这样会不会影响你的风评？呵。浴室里还在汩汩放着热水。陆焕冷笑一声就回去了。玉白寒尽量端着淡定的姿态下楼去找冯叔。楼下，冯叔正在嘱咐几名佣人不要上2楼。看见玉白寒下来，他还很吃惊，白寒少爷是需要什么东西？玉白寒伸手，冯叔，手套。陆焕又变回了陆先生。陆先生不会帮他洗头洗澡，他得自力更生。冯叔犹犹豫豫，一只手按在衣兜上，迟迟不动。他怕自己打断了他家先生的好事。白寒少爷还需要手套吗？玉白寒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好你个浓眉大眼的管家，思想居然这么复杂。楼上洗澡水已经放好了，他顺水推舟，陆焕需要。冯叔不明觉厉，忙递上手套。玉白寒戴着手套顺利洗完了澡，换下来的衣服扔在脏衣篓里，其中一件是陆焕的 T 恤。他从浴室出来，就看搁在沙发上的手机屏幕亮了。奇绝，人呢？人呢？人呢？差点忘记进群的事了。他拿了手机出门找陆焕，陆焕卧室里没人，玉白寒又转头去了书房。书房的门没关，虚掩着。陆焕。玉白寒喊了一声，没人应。他推门而入，正对面是一张零散放了文件的办公桌。这间书房很大，整整2堵墙都是到顶的书柜。右侧的那堵墙中间有条细缝，估计是扇活动门。左侧台子上摆了一柄唐刀。玉白寒对这类刀啊、剑啊、枪的毫无抵抗力，他没忍住走过去打量。刀鞘古朴大气，刀形泛着冷锐的光，庄重中透着一股肃杀之感。
正看着，就听门口传来陆焕的声音：“谁让你进来的？”玉白涵回头，只见陆焕站在门口，大概是刚运动完，他头发湿漉漉的贴在额头，棉质 T 恤的胸口竟湿了一团，湿发下透出一双冷厉的眼，朝着玉白涵看来。到处没找到你。玉白涵又看了眼唐刀，赞叹道：“这把刀好帅。”镇宅的。陆焕随口答了一句，往周围扫了眼，走到玉白涵跟前：“有事？”玉白涵把手机摸出来给他看：“齐觉拉我进群。”这是个什么群？拼团凑单的吗？我要不要进去？他有5、6秒没说话，玉白涵警觉，难不成是传销？不是。陆焕揉了揉眉心，好友群，你也在里面吗？退了。玉白涵正要问他为什么退了，看了眼群名，忽然又懂了。他重新点进加群链接，那我要加群吗？他刚洗完澡，睡衣服帖的穿在身上，低头间露出一截脖梗，还有乌黑的发旋。陆焕薄唇抿了2秒，不知在想什么，随后说：“看你。”那我一会儿加上。玉白涵说着朝书房外走，陆焕也脚步一转，一起出去。刚走到门口，玉白涵又回头看了一圈：“你书房没安监控？”脚步猛地一顿，陆焕朝他看过来，视线缓缓描摹，几秒后回道：“没有。”玉白涵瞬间侧目：“没有？小小一个浴缸都能有英文9件，偌大的书房居然容不下一个监控。”他认真提议：“你要不还是装几个？”原书里陆焕就被司白涵偷了重要文件，虽然他是不会去走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剧情，但万一私家派别人来偷呢？还有红外线、警报器这些也安排上。玉白涵掰着手指替陆焕合计，防着那些安插进来的间谍。他看向面前这个间谍身份最明显的人。玉白涵数完抬头：“记住了吗？”陆焕动了动唇：“嗯。”玉白涵放了大半的心，转头准备下楼喝牛奶。陆焕看他往楼下走，问了句：“又往哪窜？”“喝牛奶，长身体。”玉白涵走到楼梯口，扭头看了陆焕一眼：“你刚去运动了？”“楼上有健身房。”陆焕常年坚持锻炼，身材保持得很好，有肌肉但不夸张，很像专业模特的身材。这会儿运动完，锁骨处还一片汗湿，透着点潮红。玉白涵目光在上面念念不舍：“陆教练要不要考虑带我健身？”称呼瞬息万变。陆焕眼皮子一跳，嘴角噙了抹冷笑：“陆医生已经身败名裂了，麻烦给陆教练留条活路。”玉白涵羞赧：“哦，你想锻炼？明天我找人带你。”陆焕说完回了卧室，干脆的关上了门。第二天出门前，陆焕叫樊玲把玉白涵带去他们那边操练。所谓的他们那边，就是指他们这些亲信保镖的住所。为了让他们保持身手，住所内外都设了可供锻炼的场馆。樊玲带着玉白涵穿过庭院往场馆走，树叶的阴影在玉白涵略显苍白的脸上投下斑驳的碎光。樊玲看了一眼，心情有些复杂。大热天被丢过来操练，还真是可怜。也不知道小少爷是哪里得罪了先生，难道是因为昨天谈项目时帮了私家？阿伦。樊玲停在场地外，从里面叫来一个高大的寸头男人：“这是白涵少爷，先生让来锻炼的，你带一下。”秦伦走过来，刚硬的眉挑了挑：“好。”樊玲吩咐完就离开了，他得跟着陆焕去公司。场外只剩玉白涵和秦伦。玉白涵看向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秦伦，他乌黑的瞳孔映着晨辉，跃跃欲试：“你们平时都练些什么？让我参考一下。”秦伦回答：“拳击、散打、跆拳道。”他轻声：“你们这个套餐叫无人生还吧？”秦伦吃的笑了声，似乎对他有些意外，随即转过身道：“跟上吧。”两人最终去了别墅里的健身馆。玉白涵在秦伦的指导下，一边锻炼，一边和人聊天。
你们是陆焕的亲信兼保镖，怎么没跟着他去公司？秦伦在一旁撑着后颈，公司有保安，先生出差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任务才会派我们出去。樊玲不是天天都跟着的吗？樊哥是京大金融系高材生，跟着先生做生意，我是搞计算机的，直接在家跟人远程对打。秦伦说着又抬抬下巴，小少爷膝盖弯了。玉白涵谨遵教导的蹬直腿，哦好。玉白涵身份特殊，名义上还是陆夫人。陆夫人在他们场馆里健身的消息很劲爆，一个上午的时间，还留在陆宅的亲信们纷纷跑来围观。玉白涵来者不拒，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来。陆焕的亲信们都和樊玲一样，基本没拿这位私家小少爷当陆家的第二个主人看。刚好玉白涵也没有这种自觉，双方达成共识，相处的竟意外轻松。玉白涵只花一个上午就和他们混熟了，以至于中午冯叔来叫玉白涵回主宅用餐时，他已经捧着餐盒和一帮亲信坐在了场馆外，盘腿吸溜着米粉。玉白涵摆手，不用了，我和兄弟们一起吃。秦伦一帮人投来友善的目光，冯叔则被这声兄弟惊得瞳孔地震。这会儿闲下来，玉白涵正好有时间回齐爵消息。他拿出手机加了群聊，瞬间就出现在了五金批发市场里。玉白涵点开群成员看了一眼，一共4个人，齐大金、文二金、杨三金、孙四金。什么东西？地铁，老人，看手机。与此同时，齐爵还在群里艾特他改备注，让他改成司五金。玉白涵沉默1秒，果断退出了群聊。难怪陆焕也退群，他实在无法想象陆焕顶着个昵称陆五金，齐爵很快过来撕戳他。齐爵，做什么？昨晚突然失联不回消息，今天又退群。拍桌，玉白涵娴熟的拿陆焕当做挡箭牌。玉白涵，昨晚在陪陆焕。齐爵，我没事，应该的。小脸通黄，玉白涵在手机上打字，我还是不加群了，群里人太多。我社恐旁边秦伦正好给他递水，不小心瞥见消息，玉白涵转头接过他的水，又把剩下那句帮我解释一下发了出去。隔了1分钟，齐爵回他，齐爵，没事，他们都理解。他们还说你和陆哥当年闪进闪退的操作一模一样，不愧是夫妇。爱心、玫瑰、大拇指。齐爵，不打扰你了，这会儿午休，你多陪陪陆哥。玉白涵，我没去公司，我在家里锻炼。图片，他当即拍了一张和周围兄弟们围坐在一起吃饭的照片，大概是察觉到他在拍照，有几人还冲着镜头比了个耶。照片发过去没2秒，齐爵震惊。齐爵，陆焕一个人去上班，把你丢进这么一帮男人堆里，我小猫咪就没听过这么离谱的东西。玉白涵，没关系，大家都是好兄弟。齐爵，手机对面，齐爵又被冲击的没火儿了。他望着天花板，静静发了会儿呆，脑子里冷不丁跳出朋友圈看见过的小广告。他在脑子里自动转换成陆焕的脸，陆总，夫人已经被丢去操练3天了。他认错了吗？没有，他快和你的亲信们拜把子了。齐爵浑身一个机灵，立马给陆焕发了条信息。齐爵，陆哥，你家那位呢？陆焕，在家健身，怎么了？齐爵，健身？呵呵，陆焕。陆焕皱了皱眉。正好这时候樊玲拿了项目过来汇报，他暂时关掉手机，压下心头的疑惑。玉白涵还不知道齐爵跑去阴阳陆焕了。他吃完午饭休息了会儿，趁着下午太阳好，就沿着露天场地慢慢遛弯。场地中央，几名亲信正在格斗、摔跤。玉白涵晒着太阳，听着时不时传来的砰砰闷响，心说原来秦伦没跟他开玩笑。秦伦的任务是带他，这会儿也跟着他龟速踱步。大概是和玉白涵相处的太随意，秦伦甚至不合规矩地边跟着人边看手机。玉白涵扭头看他，是不是觉得很无聊？秦伦按掉手机，还好。玉白涵若有所思，你是学计算机的，玩游戏厉害吗？
没什么必然联系。秦伦顿了顿，但我玩的还不错。那走吧，带我玩把游戏。别墅2楼有间机房，是秦伦工作的地方。这里的电脑设备全是现存最高端的机型，桌面上3台电脑，上方挂了6个显示器。不和人远程对打的时候，也可以用来玩游戏。比如现在，玉白涵挑了个联机网游，注册了账号，在秦伦的指导下，很快上手。最高端的电脑用来玩游戏，画质极佳，网络流畅，玉白涵玩的飞起，还让秦伦组队带打。游戏一玩起来，别的全都抛在了脑后。两人耳机一戴，在游戏的世界里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陆焕是晚上6点到家的，正好是饭点，他一如往常走进客厅，却对上了冯叔一言难尽的表情。怎么了？冯叔欲言又止。陆焕没等他开口，径直走进餐厅。餐厅里空无一人，陆焕说：“叫他下来吃饭吧。”白涵少爷他这会儿还没回来。陆焕眉心微不可察的一蹙。冯叔在陆焕的注视下，小心翼翼的说：“还在那边待着呢，半个小时之前去叫了一次。”少爷说。陆焕听不得人吞吞吐吐，语气加重道：“说什么？”冯叔就回忆着当时玉白涵那个语气，惟妙惟肖的还原道：“马上。”陆焕6点多的天色昏麻麻一片。陆焕的身影出现在场馆外时，场地内所有的亲信都唰的站了起来。陆先生。樊玲诧异又紧张，先生有什么吩咐？在他印象中，这还是陆焕第一次到他们这边来。陆焕淡淡：“你找谁带他的？”樊玲反应了2秒。一旁的兄弟咽了咽口水，小声提醒：“樊哥，人在机房呢。”几分钟后，一行人出现在机房门外。当大门轰然打开时，陆焕看见的就是在电脑面前杀得酣畅淋漓、六亲不认的玉白涵。玉白涵还戴着耳机呼唤秦伦：“快！”确实和冯叔模仿的一模一样。樊玲汗都要下来了。秦伦洞察力很强，虽然耳机隔绝了外界的声音，但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周遭气氛的陡变，立马摘了耳机，起身转过来，转身正对上立在门口的陆焕。陆焕一身衬衣西裤，面色晦暗不明，挺直的身影往那儿随便一站，属于上位者的威压便扑面而来。秦伦呼吸微平：“先生。”玉白涵余光瞥见秦伦起身，摘下耳机不明所以：“你干嘛？”下一刻就感觉到机房里静的可怕。玉白涵转过头，陡然对上陆焕的视线，咕咚，两人游戏挂机，很快被别人解决。角色倒地后的结束动画跃出屏幕，是一段活泼的广场舞。陆焕看着屏幕上跳舞的小人儿，奇觉那条莫名其妙的信息在此刻突然跳出脑海。陆焕低笑一声：“健身。”呵呵。玉白涵，哦豁！玉白涵是被陆焕拎出去的。临走前，陆焕还扫了眼秦伦。玉白涵怕连累兄弟，忙说：“是我威胁他的。”陆焕垂眼看着玉白涵，没有说话。秦伦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止住了。陆焕和玉白涵不一样，在陆焕面前，他们没人敢随便。陆焕很快带着玉白涵离开别墅，出了大门。玉白涵扭头看了陆焕一眼，昏暗的夜色中，陆焕的下巴棱角分明，一只手按在了他领后，中指和无名指钻入衣领下，抵住了他的脖颈，用不容反抗的力道带着他往回走。玉白涵走得像在飘，今晚的陆焕好强势，怪刺激的。场馆外候了一众紧张观望的亲信，见到玉白涵被他们陆先生提溜回去，纷纷上前说情：“先生，白涵少爷今天也锻炼挺久了，他中午吃的盒饭肯定没吃饱，下午太阳太大，才进屋里休息一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庞透着小心与恳切，像是故友至交。陆焕扭头看向玉白涵，陆焕都要气笑了，他勾起唇角：“你在这儿混的还挺好。”玉白涵腼腆：“混得不好，命好。”
全靠兄弟们抬爱。陆焕冷笑了一声，直接把他拎回了主宅。回到餐厅，桌上饭菜已经热过第二道。陆焕坐在主座上默然吃饭，玉白寒小口嘬着汤，思绪在脑中回旋。陆焕好沉默，仿佛他们没爱过。不过他又没做错什么。玩游戏怎么了？他又不是打着锻炼的旗号跑去偷玩。他只是锻炼辛苦了，奖励自己玩。玉白寒想着就放下碗，郑重其事的开口：陆焕。陆焕眼皮子都不抬，玉白寒，我已经18加了，连防沉迷都管不了我，说明我就算玩24小时都是合理的。玩的饭都不吃，让人给你热第二道。他瞬间理亏。玉白寒迅速认错，对不起，给家人们添麻烦了。陆焕，还有玩24小时会猝死，凡事要节制。玉白寒受教，记住了，陆老师。哐当，陆焕筷子在碗沿搭了一下，看过来。玉白寒解释，是尊称，不是你想的那种意思。他想的那种意思。陆焕额角一抽，司白寒。冯叔已经默默腾挪到了门外。玉白寒轻哄，好好，我不说了。晚饭后，玉白寒洗完澡，躺在床上看手机。齐觉在联系他，问他要不要来聚餐。齐觉，你今天退了群，但大家还是想和你认识一下。你要不要出来玩？如果陆哥有空，也带上陆哥。探头，玉白寒，什么时候？齐觉，3天后。玉白寒想着反正没事，就回了句行。回完他起身去找陆焕。主卧里，陆焕正靠在床上看平板，身上穿着睡袍，一条长腿曲起，线条流畅，肌肉紧实。玉白寒走到他床前，陆总。陆焕一听这称呼，就觉得他又要作妖，好好说事。好的，陆总。玉白寒一板一眼，我来和陆总确认一下行程，请问您3天后有工作安排吗？陆焕似乎顿了一下，抬眼看他，没有。他语气有些理所当然。玉白寒想到3天后是周末，就没有深究。齐觉邀请我去参加5金批发的聚会，你和我一起去吗？床前陷入了长达10秒的沉默。玉白寒，你不去也可。司白寒。陆焕出声打断他，你是不是忘了3天后是你回门的日子？什么？玉白寒一愣。回门？回什么门？这离谱的小说还设定了这个。是啊，回门。陆焕关了平板，映在他脸上的屏幕光一瞬熄灭，漆黑的眼底神色莫名。所以我要陪着你一同去拜访司家。停顿2秒，陆焕唇角忽而又扬了一下。他转眼看向一脸呆滞的玉白寒，语调悠扬，玉气一扫而空，就要见到你亲爱的家人们了，开心吗？陆焕的目光充满了观赏。玉白寒扯出一抹微笑，开心，开心的不知如何是好。陆焕也笑，那就好好期待一下。两人面对面假笑。玉白寒心里闪过10万把杀猪刀。司家，治愈的代名词，他快乐路上的绊脚石。假笑2秒，玉白寒又意有所指。不过我已经答应你朋友的邀请了，第一次就割掉，是不是不太好？陆焕看着他这副做作的姿态，配合道：那你说该怎么办才好？玉白寒思量，不如我们早上去，送到回门里，车停在门口，送完就走。只要路上不堵车，那边午饭还能赶上。陆焕看了他5、6秒，轻轻开口：你哪是回门，你是回锅。涮一涮就走了。玉白寒害羞低头，好像是有点太敷衍了。陆焕的手搭在腿上点了点，像是思索了一下开口：午饭是赶不过去了，但晚饭可以。意思是吃完饭就走。玉白寒顿时心情一样，不用待一整天了，他的快乐回来了。他满意的为陆焕出谋划策，到时候你就说你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挚友，他们一定会敲锣打鼓的把我们送走。司家恨不得直接把他炫进陆焕的社交圈。陆焕的笑意看不出情绪，是吗？
玉白寒真诚点头，绝对是。和陆焕商量好，玉白寒回屋后就给齐爵回了话。齐爵在知道聚会和他回门的日期撞了之后，立马就说可以改时间，随即被玉白寒狠狠按下。玉白寒，就这个时间特别好，差一天，差一个时辰，我和陆焕都接受不了。微笑，齐爵，好，我不懂，但听你的。玉白寒照例把他的表情包挨个偷走，然后放下手机安心睡觉。第二天一大早，陆焕就出门了。玉白寒没有跟着他去公司，同时还被勒令不准去后面的场馆干扰别人训练和工作。他去不了机房，就随机摇了个幸运的冯叔借电脑。玉白寒用冯叔的电脑登上游戏，发现秦伦居然也在线。他想起昨天陆焕看秦伦那凉飕飕的一眼，就和人发了个语音：你昨天没受罚吧？秦伦顿了顿，没有。他是昨晚才听樊玲说，这小少爷多半是被先生罚来操练的。他却带着人打了半天游戏，也不知道会不会加重惩罚。秦伦想着就问：你怎么样？我，电脑好卡。玉白寒说：还是不说了，玩游戏吧。时间有限，在这儿唠什么嗑？对面莫名沉默了10来秒，忽然带了点怜惜：好，玩游戏。玉白寒，冯叔的电脑太卡，玉白寒勉勉强强玩到下午就退出了游戏，顺便加了秦伦的微信，让人帮忙物色台新电脑。秦伦的回信很快发来，附带了几条链接。玉白寒银行账户里有10万块钱，入账时间是他刚到陆家的那天。抠成这样，一看就是黑心资本家给的钱。他毫不心疼的下单了一台2万多的电脑，刚下单成功没几分钟，手机突然弹出信息：铺奥大师，买电脑做什么？玉白寒立马登回手机银行查看账户，这才发现那张银行卡居然是司言婷的名字。难怪他刚买了电脑，对方就知道的一清二楚。玉白寒暗自懊恼，失策了。早知道刚才直接买个10万的电脑，把卡刷爆。玉白寒用来拷资料，对方似乎默许了他这笔消费，没再过问，只留下一句后天见面说。后天，玉白寒放下手机，靠在卧室阳台边的躺椅上，微眯着眼欣赏从天际徐徐垂落的夕阳。后天就是回门的日子，看样子会正面对上司严庭。这疯批专攻心理学，给他洗脑了20年，不知道他的身份还能不能瞒得住。玉白寒闭上眼，对着金灿灿的夕阳合掌许愿，许愿后天能瞒过司言庭的眼睛。要是瞒不过，就许愿司言庭马上失明。玉白寒买的新电脑第2天就到了，正好是周六，陆焕也在家。快递送货上门的时候，陆焕正坐在客厅外侧的露台上看书晒太阳。他看玉白寒抱着电脑从客厅前穿过，没一条把人叫住。拿过来看看。玉白寒想到买这台电脑还借了陆焕的名头，就大方地抱了过去。露台中央摆了张玻璃茶几，左右2张藤椅。拆出来的电脑放在茶几上，机型一看就很先进。陆焕知道这个牌子的电脑全在5位数起步。他似笑非笑，我们白寒还是颇有资产。玉白寒摇摇头，一滴都不剩了，全都要从撕扒皮的眼皮子底下走账。幸好他昨天没买游戏皮肤。他当着陆焕的面打开电脑，装上系统，又轻车熟路地下了游戏，登录账号。玉白寒看了眼在旁边看书的陆焕，要不我还是回房间，我要和队友连麦组队了，可能会吵到你。陆焕从书里悠悠抬头，无所谓，正好让我看看是什么游戏，让我们白寒玩到饭菜都要热2道。他发现了陆焕就喜欢没完没了。玉白寒开了语音，因为没有耳机，语音全都公放了出来。陆焕干脆放下书，靠在一旁看玉白寒打游戏。他发觉玉白寒沉浸在某件事里的时候格外认真，眼神专注，几乎能屏蔽外界的影响。现在也是这样，不管队友在语音里怎么骂他，玉白寒都自己玩自己的，操作没有一丝技巧，
全是感情。陆焕都看得沉默了，一局结束，队友纷纷退出。陆焕扫了眼上方仅剩的2个 ID， 问：哪个是你？玉白寒腼腆的开口：李时珍的狗。露台上陷入了寂静，语音对面秦伦没听见陆焕说话，只听见玉白寒冷不丁骂他，皱了皱眉问：什么？陆焕听见这道声音，又看了眼 ID 七银，很快猜出对面是秦伦。他伸手指了指2人 ID 旁边的3位数字，问玉白寒：这是什么？动作间2人距离拉近，陆焕的声音传进语音里，对面似乎骤然一默。玉白寒没察觉到，回陆焕说是队友的亲密度。亲密度？话音刚落，玉白寒突然看秦伦闪退了组队，头像一挥：七银，先下了。他转头看向陆焕，2人间有长达半分钟的相对无言。陆焕往椅背上一靠，指尖在腿上闲适的搭了搭：不能怪我。玉白寒：不怪你，不是每个人都能和家人们处好关系。他轻轻抿唇：还好这个家有我。主心骨，顶梁柱。陆焕想起那晚一张张如至交故友般的脸，没忍住冷笑了一声：确实。秦伦一下线，玉白寒就找不到队友了。他把电脑往陆焕面前一摊：你结束了我来之不易的快乐。陆焕问：哦，那怎么办？我需要补偿。补偿你明天玩24个小时。玉白寒正想呵呵一笑说明天不是要回门，思绪忽然一顿。他话头调转，重新开口道：不如补偿在别的地方。陆焕挑眉：比如？玉白寒斟酌了一下措辞，采访道：明天去私家，你打算用什么样的精神面貌登门拜访？这话一开口就像要作妖。陆焕似笑非笑：有话直说。玉白寒羞涩垂眼：我们明天能不能表演的恩爱一点？最好让私家觉得陆焕把他狠狠宠上天，这样他就算倒血霉引起了司言庭的怀疑，也不会立马被抓去换脑子。陆焕饶有兴趣：哦，具体要怎么恩爱？玉白寒发出了恬不知耻的声音：不如演你被我鼓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露台上陷入了片刻的安静。陆焕视线垂下，落在手中的茶杯里，半盏茶水沉着一团光晕，映在他眼底，晦暗不清。玉白寒开始反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其实没那么着迷也行。他正要改口，就看陆焕那张嫣红的薄唇勾了勾，趁着背后隐隐绰绰的庭院，危险而惑人。好，那就演我被你鼓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樊林是过来询问明天回门里的。他刚走到露台外，就被这句话炸了一耳朵。他震撼了几秒，又有些了然。哦，逢场作戏呢。樊林挤不上了露台，走到陆焕面前请示道：先生，明天去拜访私家，备什么礼比较好？陆焕这会儿又看起了书，淡淡道：你看着挑。态度很是随意，仿佛没把私家放在心上。樊林偷偷打量了玉白寒一眼，也不知私家的小少爷听了会作何感想。玉白寒皱了皱眉，转头向陆焕建议：挑07的吧，剩下的我们自己留着。陆焕侧了他一眼，玉白寒补充：也别太贵，超过这台电脑的钱就是血亏。露台上蓦地落下一声低笑。陆焕抬手示意满脸呆愣的樊林下去，最便宜也是6位数的。玉白寒唇一抿，妈的，还是亏了，只能以后想办法从黑心资本家手里捞回来了。明天就要回门，玉白寒晚上睡得很早，第二天清早又被管家佣人挖起来，稍微打理了一下发型，换上比较正式的衣服。虽然名义上是家庭聚餐，但上流社会之间的拜访都需要符合规范礼仪。玉白寒坐进车里时还在打哈欠。私家车驶出路宅，平稳的上路。玉白寒在车上犯困，没怎么说话。陆焕今天也有些沉默，靠坐在门边，不知道在想什么。一路无言，直到车窗外的街景逐渐变得僻静，
玉白寒才从心底生出的警觉中维持出一丝清醒。估计快到了，嗅到狗味了。远远的能看见私宅外高耸的铁栅栏。玉白寒转头同陆焕介绍：“看见了吗？那边就是狗舍。”陆焕转头看了他一眼。玉白寒改口：“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寒舍。”心里想着狗味儿，不小心说溜嘴了。陆焕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前方樊林相当不淡定的开着车，强迫自己眼神不要往后飘。私家的老宅越来越近，陆焕的车很快停在私家老宅门口。玉白寒透过车窗往外看，一排排锃亮的铁栅栏如根根长矛直立在偌大的宅院外，成片的园林环抱四周。私家老宅如一尊庞然大物，静静伫立在正前方。私家的管事已经候在了门外。樊林将车门拉开，陆焕率先长腿一迈下了车。玉白寒正要跟着出车门，一只修长的手忽然伸过来，握住了他的胳膊。他抬眼，这是在干嘛呢？陆焕站在车门外，俯下身来轻笑了一声，提醒他道：“忘了，我不是要被你鼓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他说完，搂着玉白寒的腰身，长臂一收，将人带下了车。宅院门口的空气微妙的一静。玉白寒在对上司家人的瞬间，就已经飞快的调整好了表情。好险，差点没收住看狗的眼神。陆焕也在戏里，他搂着玉白寒在地上站稳，又关切的问了句：“坐车累不累？是亲自走进去，还是想我抱你进去？”玉白寒：“坐迈巴赫都能累，真有你的。”他垂了垂眼，轻轻摇头。面前的管事思远一脸难以置信，直到被樊林出声提醒了一句，才僵硬的转过身，在前面领路：“几位请。”从院门到老宅还有一截路。玉白寒被陆焕搂在怀里往前走，陆焕怀抱宽厚，胳膊紧实，他都要被搂缩了，又硬生生支棱住。司白寒的人设多少有点耽误他瑟瑟。玉白寒走出两步，又凑到陆焕耳边：“陆焕。”热气扑上去，按在他腰上的手力道顿时重了一点。陆焕似乎偏开了点头：“什么？”玉白寒悄声：“先说，我今天不能太浪，你不要觉得失落。虽然你要狠狠宠我，但我得端着。”一声喝在即将出口前转化为宠溺的低笑。陆焕柔声：“不会，我就爱你是块榆木。”玉白寒垂头：“呐，那你不就很棒棒了？”前面领路的思远隐隐听见后面传来的一句“爱你”，面上一触，回头看了一眼，就看陆焕依旧亲昵的将人搂着，两人似乎在咬耳朵。这个私家人尽皆知的废物，竟然真的入了陆焕的眼。几人很快到了老宅门口。私家老宅从外面看是传统合院式建筑，里面则是现代化装潢。古式的石墙密不见光，踏入玄关的一瞬，扑面而来的阴冷。玉白寒瞥了眼陆焕，正看见檐下的阴影坠入后者眼底，显出几分冷厉。他眨了下眼，下一刻就和陆焕视线对上。深浓的眉眼恋着柔光，仿佛刚刚那瞬只是错觉。陆焕温声：“小心脚下，别在家门口摔得四仰八叉。”真是好会说话。玉白寒就羞怯地抓住了他的后腰，缓缓爬入自己4牙指甲。穿过玄关就是客厅。前面的思远已经停了下来：“大少爷、三少爷，陆先生他们到了。”视线一场，整间客厅便映入眼中。整套家具都采用的是名贵木料，古朴又厚重。地砖光可见人，在灯光下映出坐在沙发上的2个人影。玉白寒看过去，一个是上次见过的思威，还是那副散漫的样子，放下2郎腿悠悠起身。另一个身形颀长，偏瘦削的脸上戴了副银丝眼镜，更显得斯文败类，人模狗样。显然就是司言庭。两人视线蓦地对上，对面目光深似幽潭，静静的落在玉白寒身上。玉白寒又默默垂下眼。许愿失败，这封批没下。樊林将回门礼递给了一旁的佣人，双方客套的打了个招呼。玉白寒环视一圈，
却没有看见私家其他人。他暗忖，都锒铛入狱了。显然陆焕也意识到这里人不齐，他眉峰微挑，再开口时语气宠溺，怎么没见其他人？白涵太想你们了，晚上一直赖在我怀里，想得睡不着觉。玉白涵，他赧然的往陆焕怀里一埋，怕脏话从心灵的窗户里流露出来。思薇和司言婷有好几秒没接上话，几秒后，思薇率先一笑解释道：“二姐远嫁，身体又不太好，今天就不回来了。”哦，司家二小姐。玉白涵在心里过了圈剧情，是个比司言婷还有意思的人物，看来短时间还见不到。陆焕微微一笑，语调轻慢，不碍事。老爷子和老夫人呢？家父家母在佛堂诵经。思薇双手插在兜里，扯扯嘴角，多有怠慢。陆先生别介意。玉白涵还挺自觉的，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起早贪黑的诵经呢。按在他腰上的手微不可察的一顿，随即听陆焕温声缓缓：“怎么会？理应由我们晚辈前去拜访。”司言婷就接过话：“这个时间应该也结束了，我带陆先生和弟弟过去吧。”结束的相当随意，像是就在等陆焕这句话。沿着中庭一侧的长廊往后面的佛堂走，玉白涵左边是司言婷，右边是陆焕，两人在他一左一右聊着天，内容语调听上去平常而温和。他在中间兢兢业业地管理着自己的微表情，在私家人面前，既要表现出陆焕对他的宠爱着迷，又不能太热烈的给予回应，最好是半推半就，随波逐流，在曲意逢迎中透出对私家的忠心。还是陆焕的戏份轻松，把他往死里宠就对了。玉白涵正揣摩着自己的人设，突然听司言婷开口：“弟弟今天都没说几句话，不是说想我们了吗？”玉白涵抿唇：“想的。”司言婷就抬手朝他肩头按来，还算是没忘了。玉白涵浑身汗毛一立：“草，莫挨我！”那只手正要搭在他肩上，圈在他身后的手忽然松开，先一步搂住了他的肩头。陆焕挡开了司言婷伸来的手，将玉白涵拉过去了一点，朝面色不明的司言婷笑笑：“抱歉，我的占有欲比较强。”司言婷的手在空中一顿，随即收回来，似不在意般抵了下眼镜：“陆先生太敏感了，我好歹是小涵的哥哥。”陆焕露出偏执的一笑：“我爱起来都六亲不认的。”玉白涵、陆焕人设稳了，确实是被自己鼓得五迷三道，这都快魔怔了。司言婷没再说话，只意味深长的看了眼低头不语的玉白涵。跨过一道小庭院，前面就是佛堂。庭院环境清幽，燃着袅袅细香。佛堂一侧是茶室，司老爷子和老夫人正坐在里面喝茶。透过两扇古色古香的红漆木门看进去，像是封建的高门大户。司言婷将他们带进去，和座上的两人道：“父亲、母亲，陆先生和小涵到了。”和大多数商战豪门小说里的描述一样，老爷子司云宪面容严肃，两鬓斑白，眼底透着金光；老夫人圆银垂着眼角，颧骨高耸，一副当家主母的做派。人到了。司云宪扫过玉白涵和陆焕，视线在陆焕身上多停留了几秒：“先敬个茶吧。”这离谱小说里回门还混搭了敬茶。茶具早在一旁备好，司言婷没有走，在一旁不声不响的看着。玉白涵微微吸了口气，端了茶正要上前，元银忽然朝着面前的水泥地抬了抬下巴：“规矩全忘了，跪下，封建余孽给爷爬。”玉白涵正想要不就不装了，直接他妈砰砰两拳，一拳一个。旁边陆焕突然淡淡开口：“他就不跪了。”座上两道犀利的目光投向陆焕，陆焕伸手搭在玉白涵背后，像是撑腰，语调中透着股不容拒绝的味道：“我昨晚累着他膝盖了，跪不了。”本就安静的茶室更加安静，座上传来克制的呼吸声，一旁司言婷的视线透过镜片若有似无的打量。玉白涵的理智被陆焕这骚借口猛地拉回来，他低头轻声：“茶言茶语，没事，
就疼那么一下。陆焕接过他递来的话头，你从小教养，哪吃过这种苦？行了。座上的司云宪皱了皱眉，压着烦躁开口，就站着静吧。敬茶以最快的方式走了个过场，司云宪和袁鹰眼不见心不烦的摆摆手，让他们离开，仿佛再多听陆焕说一句话都要折寿。司言庭也和玉白寒两人一同离开茶室，从佛堂走回客厅，还是来时的那条路。玉白寒看向前方司言庭的背影，总觉得这封批现在安静过了头，就像处在放大招之前的冷却时间。进了客厅，走廊另一头是卫生间。玉白寒正要习惯性的去叫陆焕，话头突然一顿，随即暗示般的捏了陆焕一下。陆焕扭头看向他，玉白寒已经对着前面的身影开口：“哥哥。”前方司言庭转过来，玉白寒小声说：“我想去趟洗手间。”好险，刚刚差点把冤种老公放在了封批哥前面。司言庭似乎对他这个行为很满意，神色微松：“去吧。”话落，就听陆焕道：“我陪你。”眼镜边反射出一道冷锐的光线，司言庭慢声打量：“陆先生是不是把人看得太紧？”陆焕牵起玉白寒的手，低眼摩挲了一下指骨，相当五迷三道：“没办法，一看不到人我就心慌意乱。”两人在司言庭的注视下一起去了卫生间。客厅旁的是公用卫生间，司家雇了很多佣人，因此卫生间空间也挺大。一眼望去，里面没人，玉白寒赶紧窸窸窣窣松了领口。陆焕低头看着他的操作：“你在干什么？制造我们浪漫与激情的烙印。才说了跪一晚上，他要赶紧补全 bug。” 玉白寒说着，又翻了个面，把后颈对向陆焕，招呼道：“快点，你往这揪几个。”陆焕就翻开他的衣领，往细白的脖颈上揪了几个大大小小的红印。补完 bug 之后，玉白寒重新扣好领口。他和陆焕一前一后刚出卫生间，就看思薇站在客厅朝他们看来，像是在等候。见他们出来，思薇走向陆焕：“离午饭还有一会儿，我这刚好有个新项目，陆总要不要看看？”陆焕眉心微压，看着思薇没应声。思薇又对玉白寒道：“小寒就在客厅待着，三哥和陆总去谈个工作。懂事的弟弟怎么能不听哥哥的话呢？”玉白寒就乖顺的说：“好，让我看看你们又要做什么妖。”陆焕被思薇叫走了，樊林也不知道被支去了哪儿。玉白寒在客厅坐了没一会儿，消失了10几分钟的司言庭就回来了。没有陆焕在场，那副胸有地宫的假面褪去了一半。司言庭站在玉白寒跟前，声音依旧是职业习惯下的温和缓慢，话语却变得和那几条短信一样简短：“跟我来。”玉白寒跟着他从楼梯上了2楼，拐过走廊，到了一处无人的转角。转角背后是一面窗，四周墙面雪白，延伸出去的一小方空间里摆了铺着白布的桌面和画板。人往里一站，就仿佛是被框在了窗框或者画布之上。这诡异的神经病风格是司言庭的地盘，准没错了。玉白寒正不动声色打量着，司言庭突然抬手按在了他领口上，没等玉白寒做出反应，手指就灵活的移动，领口解开，露出下方一片深深浅浅的红印来。呵呵，他说什么来着？司言庭视线在那片红印子上停留了会儿，这才徐徐收回目光，看来的确是一晚上。果然是怀疑他在茶室里有异样。司白寒低眼拢了下衣领，又听司言庭说：“趁你这次回来，有东西要当面交给你。”他说着，从裤兜里摸出一枚小型 U 盘，新研发的，可以破解最高权限防火墙。司言庭说：“找机会把它接入陆焕的私人电脑，剩下的事我会交给别人做。”玉白寒盯着那枚 U 盘，新研发的，肯定不止6位数。把它带回去丢给秦伦反向破解，陆焕的回门礼也不算白送。好，他应了一声，正要接过，对面的手忽然又一收。司言庭一手扳起玉白寒的脸，视线沿着他秀气的眉眼和苍白的皮肤细致描摹着。脸还是这张脸，
却又有哪里不一样？不急，在这之前，我要先确认一件事。扳在他脸上的手松开了，紧接着玉白寒眼前一暗，一条绸带将他的眼睛蒙了起来。玉白寒，这是什么剧情？他和陆焕都还没这么玩过呢。那双手就在他背后推了一下，推着他往前走去，穿过长长的走廊，上了楼梯。玉白寒一路上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露馅了，直到踏上最后一级楼梯，司言婷才没再推着他往前走。玉白寒正要开口，突然发现自己手有点抖，先是指尖，而后到单薄的背脊都在轻颤。与此同时，一直没开口的司言婷出声了：“这是哪里？说说。”难怪把他眼睛蒙着，跟他玩游戏呢。玉白寒飞快的冷静下来，在脑中分析，司言婷带他来，说明这是司白寒闭着眼睛都能找到的地方。他现在莫名开始手抖，司言婷好像也不奇怪。玉白寒突然想起自己这副被世界设定调整过的身体，手抖成这样，应该是害怕，刻进世界设定里的害怕。那只能说明前面是司言婷用来给他催眠的地方。顿了2秒，玉白寒轻声开口：“是哥哥的诊疗室，你违法犯罪的第一现场。”绸带松开，眼前恢复了明亮。玉白寒看向楼道前方正对着的白色大门，门上还开了小半块玻璃窗。他猜对了。与此同时，手也抖得更厉害了。不过玉白寒心里没多大感受，这只是世界设定给他调整的反应。司言婷看了眼玉白寒还在不停颤抖的手，心头悬起的石头落了地。无论如何，生理反应做不了假。是他想多了，居然在有一瞬有了离谱的猜测。你没忘就好。司言婷把 U 盘给了玉白寒，拿着，照我说的做。玉白寒抖着手接过来，拿来吧你。6位数以上的大生意。司言婷转身走下楼梯，走吧，该下去了。两人一前一后，刚回到2楼转角的地方，正碰上陆焕从楼梯口上来。看见他两人，陆焕眸光沉了一下，随即大步走来，进了，长臂一伸，将玉白寒从司言婷身后拉到自己身边。司言婷仿若无事发生的笑笑：“陆先生怎么上楼了？”陆焕笑得没什么温度，当然是回来没见到人，心慌意乱。玉白寒听他说着五迷三道的台词，又侧头瞥了他一眼，这笑意看着阴飕飕的，是陆焕平常的模样。看来这会儿没在演戏。玉白寒欣慰，还算有点良心，不枉我给你薅装备。司言婷笑了笑，人也找到了，下楼吧。他说完，越过两人，朝楼梯口那头走。玉白寒和陆焕都没跟上去。玉白寒的指尖到现在还在发颤。陆焕从刚才拉他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会儿垂眼看过来，怎么了？往前走出一截的司言婷闻言回了下头。玉白寒背对着司言婷，感受到从身后传来的视线，就朝陆焕摇了摇头。陆焕皱了皱眉，正想说什么，突然看面前垂着头的人抬眼朝他看来，乌黑的眼底亮莹莹的，淡色的唇弯起，又露出那2颗小虎牙，嘴唇无声翕动。陆焕读懂了玉白寒那句话，我偷我哥的装备养你。陆焕睫毛细微的颤动了一下，随后不易察觉的扬了扬眉。那头司言婷看玉白寒没说什么，转过头就走了。脚步声渐渐远去，玉白寒紧绷的被放松。他凑近陆焕，眼底闪着小兴奋，悄声问：“那种新研发的黑科技一般值多钱？”陆焕淡然：“至少8位数。”玉白寒，他心潮汹涌了一下，又老神在在的拍了拍陆焕：“你就好好宠我吧。”陆焕默然1秒，不知想到了什么，又轻声笑了一下。他们已经在这儿站了2-3分钟。玉白寒对陆焕说：“走吧，我们下楼吃饭。装备到手，吃完就溜。”他刚转身要走，忽然被陆焕拉了回来，2只手牵着他敞开的领口，给他系上了纽扣。陆焕动作不紧不慢，把我们浪漫与激情的烙印遮一遮。玉白寒抿唇羞涩，
两人一道下了楼，楼梯口早已候了佣人前来领他们去餐厅。刚被支走的樊林这会儿也出现了，一脸愧疚。先生，走吧，去餐厅。陆焕示意他不用说。餐厅里，司言庭和司威已经到了。玉白寒和陆焕落了座，又等了会儿，才等到姗姗来迟的封建余孽。司云宪和袁莹不仅来得迟，入座后还一言不发的静坐了2-3分钟。整个餐厅落针可闻，四周的佣人全都低头不敢出声。玉白寒看了一眼，要是把楼上司言庭的相框给主座上那两人框上，这场面看着就跟追悼会似的。3分钟后，筷子磕碰，司云宪立威结束，终于拿起了碗筷，吃吧。随着他发话，餐厅里的气氛又流动了起来。玉白寒整场午餐吃得还算舒心。餐桌上余孽不怎么说话，司言庭两兄弟和陆焕表面和谐的聊着天。饭至尾声，司威放下筷子，陆先生和小韩下午有什么安排？要是没，陆焕开口，下午带白寒见见我的朋友。司威话音顿住，随即面色欣然，哦，那小韩和陆先生去玩吧，三哥不留你们了。主座上，袁莹看了玉白寒一眼，这次没再说什么。午餐一结束，玉白寒果然被司家人速速炫了出去。陆焕带着玉白寒出了司宅大院，樊林已经开车等在了门外面。司言庭出去送了一程，和陆焕寒暄道别后，又看向玉白寒，缓声说道：“弟弟有空常联系。”玉白寒，你也是，带好伴手礼。走了。陆焕揽着玉白寒的肩头，带着人坐上车后座，车门砰的一关，隔绝了外面司言庭那张含着笑意的假面。私家车终于驶离了私家老宅，那座庞然大物连同着四周的陵墓都在背后飞速远去。玉白寒一坐上车就往后备箱店瞅，陆焕转头看他，凝得跟个麻花似的，显然又回归了本性。你在看什么？你车上有备用的衣服吗？玉白寒扒着靠背，睡衣都行，借我穿穿。陆焕薄唇动了动，忍住了跟随他思维讨论车上为什么要放睡衣的冲动，伸手按了个按键，座位中间的一道箱门便缓缓打开。自己找？还真有。玉白寒惊叹的在储物箱里扒了扒。陆焕是哆啦 A 梦吗？他翻出一件连帽的短袖卫衣，低头就开始解衬衣扣子。风披哥碰过的，一身狗味儿，得赶紧换了。陆焕眉心一跳，一把按住他的手。司白寒，前面樊林余光扫到后视镜，吓得立马收回目光，赶紧升起中间挡板。挡板将前后2个空间隔开。玉白寒拍拍陆焕的手，做什么？他态度过于坦然，陆焕张开的嘴又闭上，另一只手按了按眉心，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陆焕难不成还沉浸在偏执的占有欲里没有出息？他顺势开解，好了好了，樊林已经把隔板升起来了。说完又轻哄一句，别任性，松手。身上这狗味酷。把任性的陆焕拍开后，玉白寒很快换好衣服。连帽卫衣的领口本就偏 V 字形，往他身上一套，大半脖梗都露出来。一旁陆焕看着他脖梗上两人齐心揪出的片片红印，陷入了沉默。玉白寒顺着他的目光往下一瞥，也沉默了。私家车还在往聚会的方向平稳飞驰着。片刻，玉白寒轻轻抿唇，你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太浪了？一声冷笑落下，你说呢？齐觉发来的地址在城东一条著名的景观河里。他说河里的时候，玉白寒还特意拉大了地图，然后发现真的是在河里。玉白寒 OK， 这很合理。齐觉把聚会办在了游艇上，游艇是他去年新买的，申请了证件和许可，用来娱乐。就这么泊在宽阔的河岸码头，十分豪横。玉白寒和陆焕到时，齐觉正在码头等着他们。见人下车，齐觉把手挥得像雨刷器，陆哥，白寒。两人走过去。玉白寒问，其他人呢？
他们都到了，在上面，齐觉的话音在看见玉白寒脖子上一圈深深浅浅的红印时戛然而止。好激烈！视线往下，又双若是陆焕的衣服。齐觉干涩的唇一碰，看向陆焕的目光中立刻带上了禽兽。陆焕面无表情，不带我们上去。齐觉吸了口气，赶紧收回眼神，带着玉白寒和陆焕踏上舷梯。上到甲板，视野瞬间宽敞。甲板上摆放了沙发躺椅，转角处还有吧台。正中央是一道滑动门，门内隐隐传来音乐和喧闹声。齐觉走在前方，他们在里面。他说着，又暗搓搓的回头，准备了小惊喜嬉戏。玉白寒一看他这副熟悉的嘴脸，陡然生出一股淡淡的警惕。走到滑动门前，齐觉清了清嗓子，冲里面喊了一声：“陆哥和白寒来了。”随即把门哗的拉开。门一开，3道整齐的声音瞬间冲了出来 ：“Surprise！” 啪！一根细线一拉，门上方悬着的开合金球就掉了下来，然后在面前3人卧槽的目光中，砰的砸在了陆焕那颗高贵的头颅上。一声闷响，球体对半一开，素素礼花从陆焕头顶飞洒出来，还落了些在玉白寒身上，顺着他宽大的领口缩进了衣服里。有那么半分钟的时间，门口几人谁也没说话，只有动感的音乐从屋内传来。炫彩的摇头灯光扫在陆焕那张平静的脸上，平静的让人心慌。离控制台最近的文楼没忍住伸手把不合时宜的音乐一关。关了1秒，发现气氛更加静默，他又重新摁开。新切的歌从里面传出来，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集体的视线转向了他。文楼按着心慌，视线从面前扫过一圈，最后落在了玉白寒身上。他抓住一线生机，表达有意：“你好，欢迎你。”玉白寒扯扯卫衣，整理了下仪容仪表，衣服一抖，金色的礼花屑就从他下摆稀稀疏疏的落下。“你们好。”顿了1秒，他似带了点赞叹：“活泼呀。”5分钟后，几人在中央环形沙发上坐定。玉白寒捧了杯特调，慢慢喝着。旁边陆焕坐姿闲散，一只手握了玻璃酒杯，指尖搭在杯沿。对面五金批发112心虚的解释：“开合金球质量不太好，上面的挂绳太细了，一拉就掉。”杨新元试图制造幸福感，其实情况不算最糟。最开始我们还说挂在最上面的飞桥甲板，齐觉立马给了杨新元一胳膊拐：“你可少说点吧。”玉白寒透过天窗抬头看了眼距头顶6米高的飞桥甲板，挺敢想的。陆焕放下酒杯，呵呵一笑：“那我还挺幸运了。”不过念在他们一片热忱，自己也没被砸出毛病，陆焕姑且将此事翻篇。今天的聚会主要是五金批发112们想认识一下玉白寒，这会儿他们就热络的做着自我介绍。玉白寒挨个记了记人：文楼刚刚那个很会选歌的，杨新元很会制造幸福感的，孙以清很会缩小存在感的。陆焕的朋友真是各有千秋，不过共同点是全是上流圈子的公子哥。他盯着几人，虚心请教：“那五金是指？”齐觉手指一圈，喜滋滋道：“当然是指我们这5朵金花了。”退群是对的。相互认识的环节结束，俱乐部里又重新嗨了起来，音乐跳动，灯光交替着。陆焕靠坐在沙发上，酒水的熏香萦绕在鼻端。他眼底映着这幅鲜活热闹的场景，有一瞬竟恍若隔世。正看着，玉白寒就和齐觉他们说完话坐回来了。陆焕懒懒的斜去一眼，玉白寒仔细揣摩着他的神色：“你好安静，是被球砸那一下还没缓过来吗？”思绪瞬间被拉回现实，因为过于现实，被砸到的地方还隐隐作痛。陆焕深吸了口气，捏了捏眉心：“四白寒。”玉白寒看他果然没缓过来，就善解人意的朝他的脑袋伸出2只援手：“这位患者要叫白寒医生。”陆
杨新元刚从那头走过来，想叫两人去玩，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顿时被 shock 在了原地，一时不知道该不该靠近。陆焕把玉白寒两只魔爪从自己头皮上抓下来，抬头看向停在不远处的杨新元，怎么了？玉白寒也扭过头来。杨新元顶着一种自己很多余的感觉说，我们准备转移阵地，外面太阳好，不如去后面露天泳池玩。玉白寒眼睛一亮，可以游泳吗？可以啊，你喜欢游泳，谁不喜欢划水呢？无法反驳。那头奇绝已经在喊他们了。杨新元看玉白寒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玉白寒没注意到他的神色，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有更衣室吗？有泳裤吗？刚走出一步，卫衣帽子忽然被拉了一下，陆焕勾着他的帽檐，又将他拉回了沙发。玉白寒重新跌回沙发里，转头看向陆焕，做什么？你要去游泳？语调微微挑了一下。玉白寒品着这语气，好像他要游泳挺离奇似的。我不能游泳。陆焕看玉白寒一脸疑惑的盯向自己，盯了2秒，又去看自己被砸到的头，好像在怀疑自己的脑子，顿时气笑了一声。他就点了点玉白寒的脖子。卧槽！玉白寒想起来了，他们浪漫与激情的烙印还挂在脖子上，而且只有脖子那一圈，脖子以下干干净净，衣服一脱就跟围脖似的。陆焕的手指还在悠闲地点着他的脖子，想好了吗？要怎么解释只有这一圈印子？玉白寒思量片刻，就说因为不能发生脖子以下的事。两人对视几秒，玉白寒改口，我就说是自己揪的。陆焕好整以暇的看着他，你可以试试。杨新元早在他们点脖子的时候就已经飞速溜走，这会儿沙发上只剩他们2人。玉白寒和陆焕起身出门，拐去后面的露天泳池。泳池旁边设了吧台和躺椅，隔了不远是一道通往楼下的旋转扶梯。齐觉几人正在吧台那边点水，看他们过来，还招呼了陆焕一句，陆哥，待会儿去楼下换衣服，下水玩会儿。陆焕不置可否的扬了扬眉，又看向玉白寒，眼神透着轻轻的催促，快去吧，去和他们便便。呵呵，他就不信了。他看向离自己最近的杨新元，对方顶着一头金毛，正在阳光底下搓自己的刘海玩，看着这么憨，思想一定很简单。玉白寒就走到他跟前，指了指自己的脖子，这个看到了吗？杨新元手下一重，顿时揪掉了一根刘海。他惊疑不定的看了眼不远处静静旁观的陆焕，视线又飘回玉白寒身上，看到了。玉白寒真诚，是我自己揪出来的。他善解人意的点头，果然很简单，简单的敷衍他。那头陆焕毫不意外的笑了一下。玉白寒最后还是去找齐觉要了件 T 恤，齐觉相当理解，带他去拿衣服之前，顺便又用看禽兽的眼神看了陆焕一眼。一群人在下面换了衣服，回到甲板上。下午的阳光很好，照得甲板一片敞亮，近处的泳池和周围一片河面波光粼粼，交相辉映。玉白寒套了件 T 恤，转头看见陆焕也套了一件，将他那副优越的身材遮得严严实实。他凑过去，你怎么不脱？陆焕看着泳池里正光着胳膊手拉手开花的4个人，面色平静，想和他们更格格不入一点。玉白寒也扭头看了一眼，花已经旋转起来了。确实，陆焕穿着 T 恤在水里游了几圈就起来了，坐在一旁躺椅上晒太阳。玉白寒在泳池里浮了会儿，享受了一下冲水按摩，在被五金批发1-2抓去排练水上芭蕾之前，火速的从泳池离开。他直接从池岸边撑起身，哗啦一身水珠被带起洒落在地面，映出沥沥拉拉的水痕。湿漉漉的 T 恤沿着弓起的背部紧贴在身后，透出一截弧度漂亮的脊椎线。陆焕正低眼看着手机，听见动静抬头看来，玉白寒已经直起身，扯了扯紧贴的衣服。
陆焕收回目光，说道：“浴巾在那边。”玉白寒就脱了条大浴巾裹在身上，坐到陆焕旁边。“你在干什么？”“没什么。”陆焕把手机放了。玉白寒只隐约瞥到一个城东新港，好耳熟，好像是上次那个让他极限1换1的项目。看陆焕这么积极的跟进，应该不会像原来的剧情那样被献祭了吧。玉白寒裹着浴巾望向天空，碧空如洗。他还蛮希望陆焕能打破这离谱的原剧情。坐在躺椅上没事干，玉白寒也摸出了手机，一开屏，一条5分钟前的信息弹出来：“秦伦组队伍缺1，来不？”玉白寒：“不来了，在外面。”可惜了，难得秦伦替他抓来4个倒霉队友。遗憾1秒，他又想起那枚价值8位数的 U 盘，淡淡的遗憾立马一扫而空。手指在屏幕上叭叭敲起字。玉白寒：“对了，这次出门给你带了个土特产。”社区开门送温暖。秦伦一问，玉白寒还没回复，身旁便传来陆焕淡淡的声音：“什么土特产？”他转头，只见陆焕在一旁光明正大的窥屏。玉白寒发出谴责：“你偷看我聊天？”陆焕嗤笑一声：“触屏都被你敲出机械键盘的声效了，很难不好奇。”玉白寒恍然，羞赧一笑。没办法，对话的内容太能调动他的情绪。与此同时，手机一震，秦伦的消息回了过来：“秦伦，好吧，下次带你打高级副本。”“不，他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既然秦伦都诚心诚意的邀请了，那他就大发慈悲的答应吧。”玉白寒：“明天吧。”“带带我。”刚回过去，就听陆焕不咸不淡的问：“1天不玩亲密度会掉吗？”听上去像个单纯的疑问句。玉白寒想了一下，回道：“好像是会掉，但队友亲密度又没什么用，不过都是些小情侣用来秀恩爱的把戏。”陆焕应了一声，没有再问。午后阳光渐斜，大家都从泳池里起来了，在楼下冲过澡，换了身衣服。齐觉提议：“我们去桌游室玩几轮国王游戏吧。”陆焕双手插在休闲裤裤兜里，淡淡看过来。齐觉莫名有点紧张：“保证不乱来，我们都很有分寸。”玉白寒下意识抬头看了眼距离头顶6米高的飞桥甲板，旁边陆焕冷笑了一声：“分村。”几分钟后，一群人还是坐进了楼下的桌游室。桌游室四周墙体做的是雾面黑，中央一张椭圆黑桌，四周是环形沙发座，上方一圈冷白的顶灯，光束打下如投落在深海里。玉白寒坐在陆焕旁边听齐觉讲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抽扑克，抽到鬼牌的人当国王，国王可以指定任意数字的人完成一个要求，被指定人则必须无条件完成。齐觉说完转向玉白寒：“你理解了吗？”玉白寒点头，意思就是挖个坑，看是坑到自己还是坑到别人。对，讲过规则，扑克牌放上桌面。坐在玉白寒另一侧的孙以清负责洗牌发牌。玉白寒侧了个身子和陆焕说话：“你之前也玩过吗？每个要求你都执行了？”“当然。”“如果是不能过审的要求呢？”面前静默了一瞬，冷白的顶灯下，陆焕侧脸轮廓分明，漆黑的瞳眼在睫毛下跟个冷面阎王似的。陆焕轻描淡写：“我就是审核。”挺合理的。游戏很快开局，第一轮是文楼当国王，指定杨新元倒立喝水；第二轮杨新元指定孙以清徒手捏气球；第三轮齐觉忙指到自己原地转了10个圈。3轮过去，居然都没点到玉白寒和陆焕。就在玉白寒怀疑是不是特意避开他们的时候，忽然听旁边孙以清开口：“我是国王，这轮指定2号。”玉白寒低头看了眼手里的2，果然 flag 立不得。大概是他身形紧绷了一下，孙以清余光似乎朝他飘了飘，然后说：“2号去陆哥腿上坐一轮。”桌游室里一静。玉白寒
孙四金，你很会来事吗？陆焕没有说话，齐觉几人忙低头自查手里的牌，看向孙以清的眼神写着你疯了吗？然后看玉白寒翻开自己的牌，是我。紧绷的气氛骤然一松，转而又热络起来。快坐！天时地利人和，不做不是五朵金花。闹闹嚷嚷的气氛中，陆焕目光落在玉白寒身上，修长的手指在桌面轻轻搭了搭，却没出声。起哄的几人声音渐渐小了，这也不过什么，陆哥。玉白寒体谅地说，怎么了？是害羞吗？我是无所谓，你要是害羞就算了。陆焕突然笑了一声，我害羞？两人近距离对视了几秒，陆焕搭在桌面的手放了下来，身前敞开，侧身让出2条紧实而修长的大腿。来，玉白寒毫不客气，身子一侧就坐了上去。他在四周安静的注视中拍了拍陆焕的膝盖，合拢一点，我要滑下去了。一声听不出情绪的轻笑在他面前落下，身下垫着的大腿合拢了些，将他稳稳拖住。陆焕一只胳膊从他背后圈过来，点了点牌，继续。下一轮还是孙以清发牌。玉白寒坐在陆焕腿上，下方肌肉鼓得硬邦邦的，有点个人。他动了动，紧接着被陆焕按住，扭什么？一张牌发过来，玉白寒接了，顺手翻起来看，5号。他又调整了下姿势，硌着我了。孙以清发牌的手一滑，差点没拿住。陆焕接过牌，翻开一角又扣上，怪我吗？玉白寒就用包容的语气说，不怪你。一圈牌刚好发完，杨新元环视一圈，国王呢？乌黑的桌面上，一张清晰的鬼牌在面前翻开。玉白寒听见陆焕的声音在耳后响起，国王是我。顿了顿，那语调微微扬起，指定5号，卧槽。玉白寒看了眼自己手里大辣辣摊在陆焕眼皮子底下的5号牌，明天24H 不能玩游戏。玉白寒，这个指向性太针对性，一圈人立马刷的看向玉白寒。玉白寒一个转头，你故意的。陆焕笑得很欠，故意的，所以呢？我都和人约好了，玩这个游戏还要让你顺心如意，不就是要叛逆点？陆焕点了点手里的鬼牌，遵守规则。玉白寒死盯着他，待会儿就把 U 盘给他折了。他牵起一抹凉飕飕的笑，好，答应了就好。两人若无旁人的说着话，玉白寒还坐在陆焕腿上，和人面对面离得很近，瘦白的后颈晃在灯光底下，隐隐露出零星暧昧的红印。行。杨新元喝了杯手里的柠檬茶，又瞥去一眼，酸溜溜的。他们陆哥有这么个白白香香的对象坐在怀里撒娇，他好羡慕。哦，他们之前还玩 cosplay， 更羡慕了，好坏。国王游戏玩了10几轮就到饭点，晚饭是在甲板上搭的露天烧烤，烟气熏人，几个金贵的公子少爷却烤得相当起劲。天色渐渐沉了下来，夜风吹拂，深蓝色的天空底下，岸边的城市接连亮起了星星点点的明灯。玉白寒吹着风吃着烤串，陆焕在他旁边很矜持的拿筷子挑烤茄子吃。玉白寒看得很痛心，你失去了吃烧烤的精髓。陆焕眼皮子都没抬，私家经常吃烧烤，都让你总结出精髓来了。玉白寒镇定，私家经常放电视，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陆焕侧了他一眼，齐觉正好从烧烤架那边走过来，看着玉白寒手里那把5朵金花出品的烤串，问今天玩的怎么样，有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玉白寒点头，相当有。齐觉动容而欣喜，下一刻又看玉白寒手臂一圈，这周围全是浪，就像回家了一样。默然好几秒，齐觉适应性极强的拍了拍玉白寒的肩，又挂上了那副暗搓搓的嘴脸，晚上还有更浪的等着你，闷呢，嘻嘻。玉白寒、陆焕等吃完晚饭，齐觉把他们带去了各自的房间，
玉白寒才明白更浪的是指什么。装修精致的卧室中央摆了一张圆形的水床，五金批发一二全堆在门口围观，发出没见过世面的惊叹。哇，七绝还在沾沾自喜，知道你们要来，昨天连夜让人换的。整艘游艇仅此一张，喜不喜欢？玉白寒，这也太浪了，他好喜欢。陆焕闭了闭眼，像在平复心情，换个房间。没得换了，一共就3间卧室，其他卧室我都换成了2张单人床。齐觉说着，瞟了眼中央的水床，声音渐弱。而且我们其他人任意两组合，躺上去也不太合适。一旁杨新元想象了一下，适时的露出了惊恐的表情。陆焕目光沉沉的盯过去，齐觉忙转向玉白寒，而且白寒也说你们喜欢野一点的。玉白寒，陆焕看着玉白寒，哦，我们白寒喜欢。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玉白寒羞涩的垂下头，诚实道：陆焕。齐觉赶紧把看热闹的兄弟们灌了出去，顺带贴心的关上了卧室门。砰！屋中寂静，没了旁人。玉白寒跃跃欲试的靠近那张床，我可以试试什么感觉吗？陆焕按了按眉心，随你。玉白寒就扑通飞扑了上去，整个人还弹了弹，爽了，呜呼！他在床上弹成了一叠残影，扭头问站在那头没动的陆焕：我这么弹会不会把床弹崩？要不要轻一点？不会，很结实，随你怎么弹，当蹦床弹都行。陆焕说完，不去看床上那叠残影，拿了换洗的衣服进入淋浴间。淋浴间和卧室之间隔音很好。20分钟后，陆焕冲干净了身上的烧烤味，关上花洒，才发现外面似乎有些安静。他顿了顿，推开浴室门，哐，门开。混合着背后蒸腾的水汽，陆焕和浴室门外湿漉漉的玉白寒打了个照面。湿漉漉的玉白寒朝他抿唇一笑，在此情此景下显得特别水灵。陆焕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你身上怎么是湿的？玉白寒不好意思的指了指背后，陆焕，你去看看，我们床塌了。桌游室里，齐觉几人正在玩扑克，他们一边夹住一边闲聊。陆哥他们这会儿都歇下了吧？应该是，不然还能来和我们玩游戏。玩个嘚儿，陆哥是有席，咚咚。2道敲门声打断了他们。他们转头就看陆焕正立在门口，浸湿的额发搭在眉前，穿着浴袍，一身冷峻。陆焕眼底漆黑，面无表情，床塌了，找个人修一下。齐觉一蹦，我他妈直接我他妈！卧室里，中央的水床整个塌了下去，水漫了一地。前来围观的齐觉几人惊叹的看了眼水床，又敬畏的看了眼陆焕。被找来的维修员从床边起身摇了摇头，不行，阀门都蹦出去了。众人牛逼！陆焕立在一旁，脸色沉得骇人。浴室门咔嗒响了一声，玉白寒冲完热水澡，裹着浴袍走出来。他看着屋里的一圈人和他吊的水床，问：修不好了吗？维修员低头，抱歉，我不是专业的，这种估计得回厂。玉白寒摸摸鼻尖，心虚的看向齐觉，对不起，我不用说。齐觉轻轻打断他，不怪你。说完，他怜爱的看了眼玉白寒，又谴责的看向陆焕。陆焕目光阴沉，玉白寒瞟了他一眼，是你说可以当，闭嘴。维修员很快离开了，齐觉一行人也退到门外。走廊上，陆焕垂着眼，淡淡开口，还有没有能睡觉的地方？沙龙那边有个能放下来当床的大沙发，一会儿让人铺个床，你俩都能睡。齐觉顿了一下，又弱弱补充，不过那儿可不经燥啊。陆焕额角一抽，就那儿吧。20分钟后，沙龙里铺好了床，齐觉带着金花们慢慢退出去，你们好好休息。晚安陆哥，晚安白寒。玉白寒站在床前，晚安，西迪西。
待一行人走了，他扭头看向靠坐在沙发床上的陆焕。陆焕浴袍领口微微敞着，低眼看着手机没出声。玉白涵掀开被子缩进去，安慰他：“没事，他们早就知道我们很浪了。”拿着手机的那只手攥了一下，随后忍无可忍的伸过来，把被子一拉，大被蒙过头，罩住了玉白涵那张令人心梗的脸。赶紧睡觉，别再作妖。第二天起来，玉白涵环视一圈，发现四周静悄悄，只有陆焕换好了衣服，坐在另一侧沙发上看手机。他问齐觉他们还没起吗？陆焕头也不抬：“起了，但你没起，他们不敢过来。”从卧室那边走廊一出来，就正对沙龙，他们这里的情形一览无余。玉白涵一句为什么在出口前就吞了回去，他羞涩的埋头，他们思想好复杂。陆焕终于从手机上抬起眼神，皮笑肉不笑的看了玉白涵一眼，不怪他们。玉白涵起来之后，游艇上又恢复了欢闹。今天是工作日，用过早餐，他们就准备散会。游艇已经返回了昨天的码头，樊林一早开车过来，候在了岸边。一行人下了游艇，玉白涵和陆焕在码头同他们分别。我们下次再聚。齐觉升起了他的雨刷器。玉白涵期待的点了点头，陆焕双手揣在裤兜里，立在旁边淡淡看着齐觉。齐觉反应了一下，忙说：“陆哥你放心，昨晚的事我们谁都不会说。”陆焕目光稍有回暖。下一刻就听文楼开口：“对，绝对不会让人知道我们陆哥昨晚游艇上20分钟就搞他了一张新买的水床。”集体的视线又转向了他。文楼茫然：“啊？我说错什么了吗？”陆焕扯了扯唇角，转身就走。玉白涵跟上他，临走前又扭头深深的看了文楼一眼，不仅会点歌，也挺会说话的。上了车，樊林开车载着他们往城中方向走。陆焕靠在后座上，说了句直接去公司后就开始闭目养神。樊林从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似是不解：“休假一天，为什么先生看上去更累了？”车内没人说话，玉白涵在旁边玩手机。秦雯发消息问他今天什么时候上线，他好去抓倒霉队友。玉白涵：“今天玩不了了，我玩游戏的时候输掉了和你玩的游戏。”秦雯绕口令：玉白涵，工作吧。他回完消息关了手机。正好今天要把 U 盘丢给秦雯，让他试着去反向破解一下里面的程序。玉白涵戳了戳旁边的陆焕：“陆焕。”陆焕掀开眼皮朝他看过来：“有事？”玉白涵摸出那枚小型 U 盘递过去：“给秦雯带的土特产，要不你拿给他。”顿了一秒，一只手拿过了 U 盘，深色的外壳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陆焕低眼静静端详了片刻，随即放回玉白涵手心：“我待会儿要去公司，你拿给秦雯就行。”他说着吩咐樊林：“你送他回去，带他去找秦雯。”“是，先生。”樊林把陆焕送到公司，转头又把玉白涵送回陆宅。他没问 U 盘是什么，有些事如果陆焕没说，他们这些下属都不会去多问。穿过庭院，一路到了后面的场馆。到时秦雯正叼了根烟在场边和其他人聊天。樊林叫了他一声，他转头看过来，随即把烟掐了。“什么事？”樊林侧了侧身，示意是玉白涵找他。旁边几人看到玉白涵，纷纷热情的打招呼：“小少爷怎么来了？”“我找秦雯有事。”玉白涵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就把秦雯单独叫到一边。他朝人递去那枚 U 盘，秦雯挑了挑眉：“土特产。”玉白涵解释，里面有一套最新研发的程序，接入电脑会破解防火墙。你研究一下，不能反向破解，也至少得把技术给偷过来。总之不能亏。秦雯吊儿郎当的表情一下严肃了，他皱着眉接过来：“好，我看看。”把 U 盘丢给了秦雯忙活。玉白涵回了主宅，他换了睡衣，趴在床上看手机。手机里有他昨天抓拍的几张合照，
还有夜晚景观河沿岸静谧又繁华的河景。玉白涵翻着翻着，就兴致勃勃的准备发条朋友圈。一打开微信，2个备注当头挂在对话列表，扑大师摔三儿，他质了一下，又画了画联系人列表，列表里还有些私家旁系的人，静悄悄一排窝在那儿，像是来暗杀他的。玉白涵干脆重新申请了一个账号，他只加了常用列表里的几个人，4朵金花以及秦伦。开好新账号，玉白涵神清气爽的发了一条朋友圈，照片是昨天烧烤时拍的合照，再加一张夜景。尤尔聚众溪流烤串。图片，齐觉很快点了个赞，又来私戳他。齐觉，你怎么换了个账号？尤尔，原来的账号不好浪，羞涩，有一家子法外狂徒潜伏着。齐觉，行。齐觉，还有，你朋友圈发的照片里怎么没有陆哥？惊讶的抱起我的小西瓜，玉白涵倒回去瞥了一眼，那张合照是他用自拍视角抓拍的，4朵金花当时在另一头烤串，就一整窝被他端进了镜头。陆焕离他比较近，在他对面细品那颗烤茄子。尤尔，有啊，左边那一节筷子就是陆焕的。对了，再给我多来点表情包。龇牙，齐觉，几十张表情包迅速刷屏。玉白涵挑挑拣拣的保存好，满意的退出了微信。从游艇度假回来之后，陆焕就忙了起来。玉白涵猜他是在忙城东新港的项目。秦伦也连着5、6天没上过游戏，一头扎进了价值8位数的 U 盘里。陆焕不陪他 cosplay， 游戏也找不到队友。玉白涵在别墅里被闲置了5、6天之后，终于忍不住去找陆焕。这会儿11点半，陆焕正在书房里工作，电脑亮着幽幽白光，文件堆了满桌。大概是这几天用眼过度，他罕见的戴了副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掩去了下方漆黑如墨的眉眼。玉白涵从门口探了个头进来，陆焕在。陆焕头也不抬，有事就直说，别问在。玉白涵惊羞一笑，我明天想出门浪一浪。浪？不是我们那种浪，是健康的。陆焕眉心一跳，司白涵。门口的人安静了，他顿了顿道，我明天让人跟着你。意思就是默许了，还给他找了个小伙伴。玉白涵客客气气的道谢，谢谢陆先生。陆焕呵呵一笑，不客气，这是你应该谢的。第二天，玉白涵吃过午饭就出门，陪同他的是陆焕的一名亲信，叫华武。华武看着白净秀气，身手却在一众亲信里数1数2，笑起来相当憨厚可掬。两人出了门，华武开车，小少爷想去哪儿啊？玉白涵撑着下巴，你觉得哪里好玩？华武，网吧。玉白涵放下手，转头看他，夸赞道，你很幽默。华武憨厚一笑，兄弟们也都这么说。最后两人还是去了市中心的商业街。玉白涵衣柜里衣服不多，有2件从私家带过来的，还有几件是陆家客套性准备的。他打算今天买几件，放在陆焕公司或者车里备用，免得每次穿陆焕的衣服都像套了个塑料袋。这条商业街相当繁华，不同的商场和广场就开了8、9家。华武朝玉白涵指了指街道最中间那栋商场，小少爷要去那儿吗？你们私家开的。玉白涵一瞬拒绝，见鬼了，要给私家花钱。他转头走进隔壁，还是这家吧，除非哪天私家的商场易主了，那他可以考虑逛一下。商场顶楼有几家高奢服装店。在看到玉白涵挑了几件不算太贵的衣服时，华武有些意外。等到玉白涵挑完衣服啊了声，一脸腼腆的转过来说自己没钱的时候，华武的表情就堪称梦幻。你不是私家娇养的少爷吗？旁边店员已经在用复杂的目光看过来了，华武又把话头咽了回去，我先帮你付吧。那怎么好意思？玉白涵继续腼腆，你回去记得找陆焕报账。下午就在给陆焕增加账单中愉快度过。
华武提着两手的购物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小少爷花起先生的钱来还真是不客气，但买的衣服也不是很贵，好像又挺客气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这种塑料婚姻，先生乐不乐意给小少爷花钱，哪怕是对先生来说微不足道的一小笔钱。玉白寒不知道跟在自己后面的华武思绪已然千回百转。他偷司言庭的钱养陆焕，陆焕在努力挣钱养他，这不就是护宠吗？多甜啊，买的差不多了，你饿不饿？玉白寒站在自动扶梯上，转头问华武。华武从自己的思绪里回过神，还行，你要是饿了，我们就去吃饭吧。那就吃吧。玉白寒转头望见熟悉的白胡子老爷爷，大手一挥，走吧，就这家。10分钟后，华武撑着额头坐在玉白寒对面，白色桌板上摆了双人份汉堡炸鸡套餐，还带了个当季限定玩具。玉白寒拍拍他，吃吧，账还是记陆焕头上，不用 AA 了，我请你。华武都要抓狂了，78.8元的套餐也要找先生报账吗？还是我请你吧。华武深吸一口气，怕玉白寒再开口，他举起一杯可乐，干杯，为了我们的友谊。玉白寒感动，一边举起可乐和人碰了个杯，一边用手机拍照留念，好兄弟。吃完汉堡炸鸡，玉白寒打道回府。他坐在车上没事干，顺带就发了条朋友圈。尤儿，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季。图片最近的热门文案很应景，用来鸣谢兄弟请的汉堡炸鸡。他发完就关上手机，靠在后座上闭眼休息。陆家的亲信平时出门都穿便装，像今天华武跟着玉白寒出来穿的就是休闲衫。齐觉在朋友圈刷到玉白寒的动态时，本来想习惯性地点个赞划走，突然一顿又把页面拉了回去。图片上玉白寒在和对面的人炫可乐炸鸡。齐觉把图片扒拉大，拿出显微镜一看，果然不是陆焕。谁？是谁？是谁在和陆哥的老伴儿炫快乐水，还温暖了他的4季？齐觉赶紧退出去，给他毫无紧迫感的陆哥发了个消息。齐觉工作很忙。隔了10来分钟，陆焕才回。陆焕忙，有事？齐觉忙，都忙，忙点好啊。陆焕有事直说，不要念春晚台词。齐觉看他这副公事公办的口吻就着急，也不铺垫了，叭叭一打字发过去。齐觉，你就忙吧，你家白寒跟别的男人吃饭还发朋友圈，他都没发过带你的朋友圈。急得直跺脚。陆焕？齐觉，是吧？我也是。陆焕，什么朋友圈？原来陆焕发？真的只是疑问。他就直接把玉白寒的朋友截了个图发给陆焕。齐觉，不就是这个？截图。齐觉，等等，白寒不会把你给屏蔽了？吃瓜吃手手，冷静分析。手机另一头，陆焕垂眼看着屏幕。玉白寒对面的是华武，他还不至于像齐觉一样脑补些多余的东西。陆焕没有屏蔽。陆焕回完消息就退出聊天。他转头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手指在屏幕上轻轻点了点。他发现他就没加玉白寒的微信。玉白寒晚上回到陆宅，已经是9点多。华武帮他把购物袋提去了房间，离开时不禁在心底暗叹，小少爷住的果然是次卧。唉，不受待见，可怜。玉白寒不知道华武又怜爱了自己一次。他心满意足的收拾好衣服，出门看书房的灯还亮着，就准备去和陆焕打个招呼。门开，玉白寒朝书房里探头，我回来了。陆焕正坐在办公桌后，头也不抬，浪得开心吗？他声音轻飘飘的。玉白寒总觉得他话里有话，挺开心的。陆焕就抬起头来看他，那副眼镜还架在鼻梁上，镜片遮挡了眼底的神色，看不分明。玉白寒琢磨了2秒，是狠狠羡慕了吗？他暖心安慰，没事，等你忙完了，
也可以这么了。陆焕牵牵唇，语调没什么起伏，是吗？想想就开心。玉白涵趁他开心，立马溜了进来，凑到办公桌前给他汇报增加账单的事情。我身无分文，华武先帮我付了，我们不要欠人家。陆焕挑眉，身无分文，显然是不信私家1毛钱都没给他。玉白涵嗟来之食，不吃。陆焕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而后收回目光，缓缓开口：钱我微信转你，你自己还他。好。玉白涵欣然一应，应完突然顿住。等等，他们是不是没加微信？陆焕坐在桌后，恍若不察的看着他，怎么了？玉白涵就羞涩的递上手机，扫一下，陆焕要笑不笑的盯了他2眼，这才拿起手边的手机一扫，页面一跳，收款码。陆焕沉沉抬眼，我是你的取款机吗？玉白涵赶紧换回来，不好意思，错了，重来。呵呵，一波3折的加上微信。陆焕的联系方式跳入列表，玉白涵才看见他的头像是一片深海，海底深邃而幽冷，光照不进来，压抑的他都滞了1秒，没能第一时间改备注。正想动动手指，就听陆焕的声音传来：明天让华武给你办张银行卡。玉白涵惊喜抬眼，假意推辞了一下，这不好吧？限额吗？陆焕8位数以内，和 U 盘一个价。玉白涵就欣然接受了，顺带给他备注改成了一条蓝色热带鱼的表情符号。他觉得和陆焕的头像很配，鱼在海里自由自在，看着就没那么压抑了。玉白涵在实现一夜暴富后没多逗留，转身出了门。出门前一刻，他又顿了顿，既然都要给他办卡了，还转账干嘛？玉白涵想着，就回头看了陆焕一眼。陆焕已经重新埋进了工作里，专注的看起了文件，看来是忙昏头了，狠狠恋爱了。第二天，华武火速给人办了张卡，卡还是黑金的。他把卡交给玉白涵时有些惊叹，先生居然直接给了你一张卡。玉白涵解释，我昨晚去找了陆焕，这是我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努力偷私家？昨晚努力？华武瞳孔微微一缩，惊异的看了玉白涵一眼，半晌，他抿紧唇，轻轻拍了拍那副孱弱的肩，啪啪。放心，我不会有什么成见。玉白涵，什么成见？越努力越有钱吗？这2天，陆焕又去外地出差了。玉白涵听华武提了一句，大概猜到陆焕是在忙什么。城东新港的项目还有其他股东，只要拉拢到过半的份额，就能占据主导权。原书里私家就是以1%的优势占据了主导权，坑惨了陆焕。这次陆焕多拿了1%，努力一把，说不定能抢占先机。玉白涵一边琢磨，一边观赏着游戏界面，马上就要出新时装了。陆焕加油赚钱。在陆焕出门加油赚钱的第3天，玉白涵去清渠院找了齐觉吃饭射箭。2人坐在剑道场边休息，齐觉又问起了玉白涵的朋友圈，我还以为你把陆哥给屏蔽了呢，你下次也多发发陆哥呗。等等，所以那天陆焕特意转账，其实是在点他。他意味深长的看向身旁的齐觉，原来你才是钱进来的奸细。好，下次我一定发他。这就对了，陆哥一定会觉得很甜蜜。2人正说着，玉白涵手机就响了，他摸出来一看，居然是陆焕打来的。旁边齐觉一瞥，露出了果然甜蜜的神色，快接快接。电话接通，那头传来陆焕的声音，华武说你在清渠院，我快到了，过来接你。玉白涵猝不及防，接我做什么？见了面再说。电话挂断，玉白涵转头和齐觉说道，陆焕回来了，估计还有5分钟抵达现场，我们去接驾吧。2人出了清渠院，刚到门口就看到陆焕的车，后车门打开，陆焕一身风尘仆仆。3日不见，他先看了玉白涵2眼，
随后开口道：“带你去个地方，上车。”齐觉神色动容，转头对玉白寒巴巴：“你看陆哥出差都累成这个啥样了，还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看你。”玉白寒，他刚才是不是听到了机遇出口的狗字？他不去听齐觉的胡言乱语，警惕的看向陆焕，去哪儿？这副马不停蹄的模样，像极了他在农业频道里看过的赶猪上集。车上说，陆焕伸手就将他捞上了车，车门砰的关上，隔绝了齐觉那双雨刷器。私家车很快朝着一个方向行驶，前面开车的依旧是樊林。陆焕往后坐靠了靠，一会儿要见霍老，他手里有城东新港 12% 的股份。本来明天是由我单独见他，但他临时有事改到了今天下午。玉白寒耐心的听他讲完，然后呢？这个故事里他在哪里？霍老知道我新婚，让我带你一起见个面。原来在这里，难怪陆焕风尘仆仆的赶回来，还把他捎上了。玉白寒记得这个霍老好像是上流圈子里德高望重的一位大佬，根基深厚，实力足以和四家匹敌。只不过原书里的霍家一直很低调，在城东新港的项目上也占了私家，所以没被疯狂打压。他扯了扯身上宽松的卫衣，我就穿这样去拜访霍老吗？陆焕不碍事，霍老喜欢随意点。玉白寒安心的点了点头，行，那他可就相当随意了。霍宅坐落在环境清幽的山腰上，从盘山公路开上去，山腰宅院四周绿树成荫，隐隐听得叽喳鸟叫，有种远离尘嚣的味道。下了车，霍家的管事领着玉白寒和陆焕进了门。宅院内的景致也是淡雅秀丽，从木质走廊拐过几道弯到了后院，视野一下开阔。正对着的房间大门敞着，里面摆了一盘棋，棋盘边坐了名姿态闲散的男人。霍老、陆先生和司少爷到了。管家停在门口，门里的霍明转头看来，60来岁的面庞上，一双眼锐利晶亮。他带了点笑，起身招呼，还没祝贺陆先生新婚。多谢霍老。陆焕点了点头，又介绍玉白寒，这是白寒。玉白寒也点了点头，霍老好。霍明打量了他一眼，笑笑，是个大方的孩子。二位坐吧，我夫人还在后面准备糕点茶水，一会儿过来。有劳霍夫人。玉白寒跟着陆焕一起坐到霍明对面。霍明没提项目的事，只问陆焕会象棋吗？陆焕说略知皮毛。霍明就哈哈笑了2声，陪老头子来一局吧。棋局很快在眼前展开。玉白寒还是第一次看陆焕下棋，他只在陆焕的书房里看见过围棋棋盘，没想到陆焕的象棋也下得很好，而且比起围棋，显然象棋更适合陆焕。一步步排兵布阵，暗度陈仓，蛰伏等待着合适的时机，而后杀机必现。玉白寒凑在一旁看了会儿，屋门口便传来动静。霍明从棋局中抬头看向门口气质温婉的妇人，眼角的褶皱里一下带了笑意。烤这么多饼干，吃得完吗？乔云端了茶水饼干进来，放到一边，顺手就烤了。他说完，朝玉白寒2人打了个招呼，这位就是陆先生吧？果然一表人才。这位，乔云目光转向玉白寒，玉白寒说白寒。乔云笑笑，要不要陪我到门口说说话？玉白寒正好坐累了，就起身随乔云走到屋子门口。屋外正对着小庭院，流水抱石，秀木茵茵。乔云朝他眨眨眼，看着他俩下棋很无聊吧？玉白寒正要客套2句，又想起陆焕说可以随意，便垂眸一笑，浅淡的嗓音如玉石轻落。屋里正在对棋的2个男人同时转头看来，陆焕眉心一跳，司白寒。玉白寒从门口回头，正对上陆焕的视线。对视3秒，他和乔云说了声失陪，又坐回了陆焕身边。玉白寒宠溺道：“你真是一刻都离不得我。”对面霍明忍不住发出愉悦的哈哈大笑，乔云也轻轻掩了掩唇。见笑了，他就这样。
玉白寒朝两人点点头，又轻轻催促陆焕：“快下吧，别分心。”陆焕微起的唇又合上，盯了他2秒，行。果真是相当随意。一局棋下完，午后日光已经开始西斜。棋局上，陆焕略输一筹。玉白寒正盯着那盘棋东瞅西瞅，就听对面的声音道：“再来一局。”霍明说：“别再让着我老头子。”玉白寒抬头，霍明正不紧不慢地捡着棋子。陆焕顿了顿，好。棋子重新摆上棋盘，霍明对乔云说：“你要是累了，就出去坐着，不用陪着我们。”乔云站起身，又看向玉白寒。陆焕转头对玉白寒说道：“你也去吧。”“我就去吧。”陆焕轻声慢哄一般，感谢陪伴。玉白寒抿唇笑笑：“那我去了。”留下陆焕和霍明在屋里继续下棋。玉白寒跟着早就坐不住了的乔云走出去。出了门，乔云朝他神秘兮兮的眨眨眼：“白寒，要不要去见见我们别的家人？”玉白寒：“家人还有隐藏款。”从庭院一侧的小门穿出去，是另一处更静谧的院落。乔云领着玉白寒走到一处迷你游乐设施前，指了指里面几团四处分散的绒毛团子，看。玉白寒盯着里面几只仓鼠，客气的问：“这几位家人是？”乔云喜滋滋的：“我和老霍的儿子。”几分钟后，两人扒在围栏外。玉白寒在听乔云给他介绍儿子。乔云说他身体不好，和霍明两人就一直没要孩子。年纪稍微大了之后，觉得家里太清静，便养了几只小仓鼠。乔云给玉白寒挨个介绍：“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幺。”他说着，还把长子拎了出来，让玉白寒抱抱。老大头顶有个小花朵一样的花纹，是3只崽里最安静的，你就这么抱着他，他都能睡着。玉白寒小心翼翼的捧着，轻声赞叹：“好俊俏。”乔云露出了与有容焉的神色：“霍明和陆焕在隔壁院子里棋逢对手，玉白寒和乔云在这边撸仓鼠团子。玉白寒玩累了，就在躺椅上摊着晒太阳。刚好他今天穿的卫衣特别弹滑，乔云便奇思妙想的让团子们排着队在玉白寒身上滑滑梯。总之，两人都相当随意。霍明和陆焕一起找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幅场景。两人同时一默，最后还是霍明先开口，语气有些无奈：“阿云。”乔云从一堆毛茸茸中拔出头，不好意思的起身。陆焕看玉白寒都晒得快睡着了，深吸一口气，揉揉眉心走过去：“四白寒。”玉白寒睫毛一颤，睁开眼，眼神还晕了点雾气，苍白的脸晒过太阳之后微微泛红，看着比往常多了些血色。陆焕伸手把他拎起来，缓声问：“睡得很香是吗？”玉白寒缓过神，垂眼笑笑：“哈哈哈哈。”霍明爽朗的大笑几声，毫不介意的带着他们去往餐厅。没关系，能真正让客人宾至如归，是对这家主人最好的赞美。而且他还挺喜欢玉白寒，坦诚不做作，天生就讨人喜爱。陆焕提溜着睡得手软腿软的玉白寒往前走，闻言应了一声。他没和霍明说，玉白寒在哪里都是宾至如归。有了下午的愉快相处，晚饭也是宾主尽欢。陆焕和玉白寒离开时，霍明对陆焕的称呼已经变成了小陆。城东新港的项目，我会好好考虑。乔云在他身后朝玉白寒亲切的拜拜。陆焕神色微松，到了生谢，便同玉白寒一道上了回程的车。玉白寒今天玩累了，下午眯了一小会儿，又被陆焕叫起来，这会儿靠在车后做昏昏欲睡。车下山的时候一个拐弯，他脑袋就咚的靠在了陆焕肩头，很快又被陆焕捏着后颈皮拎开。没多久，盘山公路又一个拐弯，咚！在玉白寒第5次倒上来时，车厢内悠悠落下一声叹息。陆焕捏了捏鼻梁，仰靠在椅背上，没再去拎压在他肩头的玉白寒。回到陆宅已是深夜10点，玉白寒在车上睡了一觉，终于稍微有了点精神。他在走廊上和陆焕说了句晚安，
马卡巴卡，便晃回卧室，打算洗个澡睡觉。房门关上，他正伸手要脱衣服，忽而一顿，随后默默放下手，垂头站在卧室中央，陷入了沉思。5分钟后，主卧房门被敲响了。陆焕把拿在手里准备换洗的衣服放下，走过去开门。他今天先是从外地赶回来，又接了玉白涵去霍宅，接着陪霍明聚精会神下了一下午象棋，精神上已经非常疲惫。好在获得了霍明这最后一位股东的支持，新港项目尘埃落定，他总算可以休息了。哐，卧室门开，玉白涵正站在门外，还没换衣服。陆焕这会儿心情放松，看他大半夜敲门，也难得语气缓和。怎么了？玉白涵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望着他，淡色的唇局促的抿了一下。陆焕，你这会儿能让人开车送我回一趟霍宅吗？陆焕眉心微紧，去干什么？玉白涵低了低头，随即从宽大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只呼呼大睡的仓鼠，毛茸茸一团窝在掌心，头顶还带了点花纹。他捧着仓鼠羞涩垂眸，好像不小心把霍老的长子揣回来了。10分钟后，陆焕挂了电话，他转头看向端坐在自己床沿的玉白涵，玉白涵膝头还乖乖趴着那只霍家长子，毛茸茸一团，睡得天昏地暗。陆焕，霍老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送回去。玉白涵做得乖巧。哦。陆焕闭了闭眼，不去看那副让自己头疼的嘴脸。我把霍夫人的微信发给你，你加他一下。玉白涵微微轻身，加他道歉吗？陆焕呵呵一笑，你把别人的爱子都捎回来了，不该给人看看你照顾的好不好？玉白涵受教的低头，捧着长子回到卧室，玉白涵立马加了乔云的微信，他给人拍了一张睡得香甜的仓鼠团子过去。尤儿，抱歉霍夫人，令郎安好。图片，乔云，没关系，我回忆了一下，犬子应该是在缩滑梯的时候缩进兜里的。羞愧。他说完又发了一堆照顾仓鼠的注意事项过来，叮嘱玉白涵今晚先给长子霸个窝。玉白涵一一记下，在对话框里回复，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当做我的亲，打儿子的手指一顿，不对，关系乱了。他改了改，当做我的亲弟弟一样照顾。乔云，玉白涵按照乔云的嘱咐给仓鼠霸好了窝，随后把灯啪的一关，对大地道晚安，伊谷比谷。第二天一早，华武就把玉白涵送去了霍宅。乔云已经等在了昨天的小院子里，茶几上摆了几份早茶。玉白涵羞赧的捧上那一团毛茸茸，我把弟弟送回来了。乔云接过来轻叹了一声，犬子给你添麻烦了。玉白涵摇头，是我让令郎受惊了。两人假巴意思的客套了2句，都觉得有点累，又迅速随意起来。乔云说，来都来了，不如留下一起用早茶。玉白涵就坐到了茶几另一侧，乔云又把老二、老幺也拎了出来，放在两人膝盖上，人手一只团在掌心搓毛毛。玉白涵正悠然的搓着毛，转头突然对上乔云若有所思的目光。他动作一顿，怎么了，霍夫人？与此同时，趴在他肩头的长子和窝在他手里的次子也齐刷刷转头，3双眼睛乌溜溜的看过来。乔云没忍住，你们好像亲兄弟。乔云突发奇想，不如你也当我儿子好了。手下一重，掌心的仓鼠被 Rued 蹬了下腿。玉白涵赶紧低头辨认了一下花色后道歉，对不起，二弟。他说完看向乔云，这合适吗？如果不是记忆错乱，他们应该才见第2面。乔云不在意的摆摆手，做人不要想太多，随意一点。也对，仓鼠都能当儿子，他为什么不行？乔云，而且我和老霍膝下无子，这些年很难遇到一个我俩都喜欢的，像前几天来的那个私家老三我就不喜欢。玉白涵一个偏头，好家伙，思威果然也窜这儿来了。乔云突然后知后觉，哦，那是不是你哥哥？玉白涵，算是。语气轻描淡写，十分勉强。乔云看着他，若有所思。隔了2秒，他又拍了拍玉白涵，
好了，不提他了，我们来结拜母子。玉白寒，等下，什么时候说好的？1刻钟后，茶几前的餐盘被摞成了3叠，左右2杯茶水，中间3只仓鼠团子。被临时抓来的管事在手里拿了3炷香，站在茶几正后方，看向面前2人，欲言又止。正前方，玉白寒和乔云当场结拜为母子。他茶杯一碰，干了这杯茶，我们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母子了。玉白寒正仰头咕咚咕咚喝着茶水，手机突然响了。会给他打电话的只有陆焕，他暂时放下茶杯，接起电话。电话接通，对面陆焕问：怎么样了？送回去了吗？送回去了。玉白寒轻哄：等会儿再说啊，正在结拜呢。玉白寒说完就直接给他挂了电话，然后转头对乔云道：他太粘人了，我们继续吧。乔云理解：从霍家出来已经是下午，霍明不在家，玉白寒留下来和他的结义妈妈吃了顿午饭，这才回家。坐在车上，他兴致勃勃地发了条朋友圈，图片是乔云给他拍的，茶几上团着3只毛茸茸的仓鼠，玉白寒蹲在茶几，笑得露出2颗小虎牙。玉白寒包容地看了眼文楼的评论，还是这么会说话。他下午回到家，又给他新的家人们网购了一点点家具，和乔云聊了会儿天。晚上的时候，陆焕从陆氏集团回来，解决了城东新港的项目，他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忙了，今晚久违的回家吃了晚饭。吃过饭，陆焕叫住玉白寒：结拜是怎么回事？玉白寒在喝柠檬茶进口，闻言从杯子后面抬起一双清亮的眼睛：你没看我朋友圈？陆焕：看了，但想听你亲自解释。解释一下和仓鼠结拜是几个意思？玉白寒就喜滋滋地说：好吧，就是霍夫人说和我投缘，我们就结拜为母子了。陆焕：你和谁？霍夫人啊。玉白寒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又放下水杯，现在她是我的结义妈妈。顿了顿，他补充：也是你的结义岳母。陆焕的唇张了张，在听到这个离谱的称呼时又闭上。玉白寒看他垂着眼没说话，细长的睫毛似在轻微抖动，忽然想起了陆焕的身世。这本书给陆焕的设定是无父无母，孤身打拼，好让他真的毫无靠山和根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陆焕没有一个亲人。玉白寒想着，就怜爱的看了陆焕一眼。不过没关系，现在有他在了。陆焕没有亲人，他可以为陆焕创造亲人，想要多少有多少，绝对不会感到孤独。他拍了拍陆焕搁在桌上的手，凑近问：你怎么不说话？是太开心了吗？掌心下的手背似动了一下，紧接着一口浊气从面前徐徐呼出。陆焕：开心。玉白寒：但都没看你笑一个。陆焕就抬起头，朝他缓缓扯出一抹笑：我只是在低头反思。一只手翻出手机，打开朋友圈，搁在玉白寒面前。陆焕把那张照片扒拉大，指了指茶几上那只花顶仓鼠：反思昨晚都没照顾好我的大舅子。玉白寒把屏幕按灭，垂眸一笑：他不会介意的，他很好相处。陆焕轻轻夸赞：那我们白寒真是给我找到了温暖的家人。玉白寒腼腆：在给陆焕带来了新的家人以后，玉白寒为了让他们迅速熟络起来，每天都会给陆焕发一堆仓鼠的照片。陆焕最开始不回，后来发的多了也会回几句，偶尔还要应对玉白寒的抽查，根据他截取的局部毛发说出这是哪只仓鼠。有耳1秒速答：这是谁？图片：鱼小舅子。有耳：恭喜陆同学答对了，奖励你下次给3弟搓5分钟毛。开合金球撒花，鱼表情包是谁给的？有耳：文楼。鱼好。玉白寒的日子在西仓鼠和暗头陆焕西仓鼠中快乐度过。打破他快乐心情的是司言婷一条短信。距离上次从狗舍回来
已经过了半个月，司言庭来催进度了。玉白寒没立马回他，转头去问秦伦还有多久能破解程序。秦伦回了句快了，再等2天。玉白寒就直接把那条短信转发给了司言庭。玉白寒快了，再等2天。他转发完切回新账号，决定给司言庭找点事做。原书里霍明看上了司言庭手里的一块大饼。霍明在新港上帮了司威，司言庭迫于情面分了点红利给霍家。不过司家2兄弟名下产业各是各的，司言庭不打算白给，转头就把司威从陆焕那里吞的新港25%份额拿走了。这次霍明帮了陆焕，这块大饼得让霍明自己去拿。玉白寒当即就打了个电话给乔云。电话接通，2人照常一通寒暄。寒暄了会儿，玉白寒把话题带到司言庭的大饼上。对了，我大哥手里有个项目。乔云惊讶，哦，小陆都和你说了吗？玉白寒，说什么？在他思索的时间，乔云已经继续往下讲了。老霍一直想要那个项目，当初他和小陆说好，他帮小陆守住新港，小陆就帮他把项目从你大哥手里拿下来。玉白寒捏着电话张了张嘴，原来已经行动了。而且这是什么精彩节目？他的冤种老公在帮他的结义爹爹对付他的疯批大哥，他的家庭关系好复杂。乔云看玉白寒不说话，试探的问：白寒，你是不是介意？玉白寒立马开口：不介意。他的语调如沐春风，一家人客气什么？还看上司家什么了？直接拿。乔云默然半晌，轻轻赞叹：老霍说你是个大方的孩子，没想到你大方成这样。玉白寒谦虚，一些美好的品质罢了。2天后的下午，秦伦就把 U 盘送来了。他叮嘱玉白寒，反追踪程序我已经装好了，不过你用之前记得把电脑里的重要文件删掉。玉白寒问：对方能看见？秦伦：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没拦他们。玉白寒欣慰：那正好了，我去交个作业。什么作业？秦伦不解：给先生的。玉白寒摇摇头没解释，拿着 U 盘转身回主宅去找陆焕。秦伦站在原地看向他的背影，白色的 T 恤衫笼罩在周围的树荫中，一阵风吹过树叶，光影绰绰，纯白的衣衫在此刻居然有些看不分明。秦伦皱了皱眉，总觉得有人就要倒大霉。陆宅2楼书房，陆焕正靠在椅背上看电脑，书房门被敲了2下，随即冒出玉白寒的头。陆焕，他抬眼：进来吧。玉白寒就拿了 U 盘走进来，绕过书桌到了他座位边。陆焕眉一挑，静静等着看他又要做什么妖。玉白寒，你和霍老的合作协议书让我看看。霍夫人连这都和你说了？我们之间比较随意。陆焕靠在椅背上看了他片刻，随即从电脑里调出一个文件，打开后把屏幕侧向玉白寒那边，看吧。玉白寒就俯身凑近了看。协议书还没发给霍明，只签了陆焕的名字，内容简洁明了。霍明承诺让陆焕拿下城东新港项目，陆焕承诺帮助霍明对付司言庭。玉白寒看完转过头来，一张脸白净清秀，眼底眸光盈盈。陆焕，我要交个作业，你把这里改改。陆焕看着他，改什么？玉白寒抿了抿嘴，矜持一笑，把霍老的名字改成思威。陆焕沉默了会儿，随即笑了声。他动了动手指，把协议书上的名字改了，又转头看向玉白寒，一副听候指示的模样。然后呢？然后把你的重要文件先挪出去。玉白寒拿出手里的 U 盘，我好交个作业。陆焕很好说话的挪起了文件。没多久，他将清理完的电脑朝玉白寒那头推了推，十分大方，用吧。玉白寒朝他客气一笑，谢谢陆同学。又是新称呼。陆焕适应良好，朝他笑回去，不客气。友好交流结束，玉白寒拿起 U 盘看了眼电脑，只见改过的协议书旁紧挨着城东新港合作书，
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思威将1%的份额让给了陆焕。2份文件摆在一起，都不用司言庭到处翻。好贴心的陆焕，他好喜欢。把 U 盘接上电脑，玉白涵正要功成身退，突然后知后觉的问陆焕：“你工作忙吗？”陆焕问：“怎么了？”玉白涵不好意思的低头：“这台电脑暂时还用不了。”不然对面看见 U 盘都接上了，陆焕却还在操作电脑，不就暴露他了？作业不合格是要被抓去洗脑子的。陆焕看着他，似是有些欣慰：“你终于想起我还有工作要忙了。”玉白涵羞赧一笑：“那你用我的？”陆焕朝平板伸去的手停了2秒，随即收回来。他点点头：“也行。”玉白涵的电脑放卧室靠阳台的书桌上，阳台窗帘敞开，暖金色的日光斜照进来，从桌面倾了一地板。陆焕跟着玉白涵进了卧室，电脑摆在桌面没合上，他摁亮屏幕就看游戏还挂在上面。玉白涵瞥到：“你退出来吧。”他说完转头从床边拖懒人沙发，刚拖到过来就看陆焕正滑动着鼠标，在他的游戏里狂飞乱舞。玉白涵顿了顿，耐心询问：“陆同学，你在干什么？”“参观一下我们白涵的快乐星球。”玉白涵就凑到陆焕身后，监督他不要在自己的快乐星球上过分撒野。还没逛2分钟，游戏里突然跳出好友消息：“七莹，作业交完了。”陆焕动作停住，玉白涵看了一眼，正要伸手去回的消息，一只手就在他之前落上键盘。李时珍的狗，玉白涵，陆焕还帮他和秦雯聊上了。他紧紧盯着陆焕的侧脸，那张俊美的侧脸十分悠闲。陆焕启唇：“我们之间随意一点。”“行行行。”游戏里的消息还在弹：“七莹，正好我也有空了，上次说带你打高级副本，走不走？”“高级副本？”玉白涵直接怦然心动，他伸手拍拍陆焕的肩膀：“既然你不急着工作，那先来局游戏。”陆焕出乎意料的好说话：“好。”玉白涵正想接手电脑，就看陆焕已经点开了秦雯发来的游戏邀请，神色自然的问：“怎么操作？”“不是，我不是让你来一局。”玉白涵耐下性子哄道：“别闹了，你又不会玩这个。”陆焕气定神闲的指了指屏幕：“你教我一下不就行了？”“快教吧！”秦雯的语音都打过来了。玉白涵看陆焕的眼神瞬间像在看娇蛮女友，语音申请还在屏幕上跳动。玉白涵深吸一口气，只能赶紧和陆焕说了下操作，又细细叮嘱：“你一会儿别出声，别让秦雯知道是你在这儿玩游戏，他怕秦雯连夜离开他的快乐星球。”陆焕点开了语音。游戏开场10分钟，陆焕握着鼠标，一本正经的哪儿亮点哪儿，技能一顿乱放。对面秦雯忍无可忍：“你是副本 BOSS 派来的卧底吗？”玉白涵附和：“对，就是打得烂。”陆焕目光侧了他一眼，又转回去看向屏幕。屏幕里传来秦雯的声音：“你知道就好。”玉白涵：“对对对，继续骂，骂得好。”正聆听着陆焕挨骂，桌上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玉白涵拿出来一看，来电显示司言庭都急得打电话了，怕是被扎成刺猬了吧。他暂时放下还在挨骂的陆焕，起身出门接电话。门在背后关上，隔绝了里面的声音。电话接通，司言庭开门见山，U 盘接的是陆焕的电脑。向来伪装的温和平缓的声音听上去略显急躁。玉白涵：“静问废话，不然他是去网吧开的机子吗？”对面默了下，突然又问：“老三说他上次去陆焕公司谈项目的时候，你也在，他们达成什么协议了？”玉白涵老老实实的回答：“三哥拿25%的份额，让了1%给陆先生。”听筒里安静良久，知道了。随即挂断电话。玉白涵收了手机，一脸坦荡，他可一个字都没乱说。
诚实是他与生俱来的美德。回到卧室，玉白寒刚靠近电脑，就看屏幕上血条都快空了。他看得头皮一紧，忙扑扑拍打陆焕的胳膊：“快去那边，你会不会玩的？”语音传过去，正在努力救他的秦伦。秦伦不敢置信：“我不会玩。”玉白寒忙缓和语气：“没说你。”秦伦不计较的哼了一声。打了半个小时，游戏终于结束。陆焕收回手，揉了揉指节，语音里传来秦伦的声音：“带你玩个游戏，我血压都要上来了，你也太菜了。”玉白寒津津有味的欣赏着陆焕的表情。秦伦，但比起之前还是有点进步。说什么鬼话呢？沉默半晌的陆焕没忍住笑了一声，清晰的笑声传入语音，秦伦的声音蓦地一滞。在长达半分钟的寂静后，屏幕上的头像又灰了。游戏界面退出，陆焕将自己的 U 盘接入电脑，点开了文件，体验还不错，确实是快乐星球。玉白寒指指点点：“你的快乐星球都漂浮在别人的痛苦宇宙。”陆焕好心情的弯弯唇：“彼此。”这会儿陆焕开始了工作，玉白寒就窝在旁边的懒人沙发上。下午阳光宜人，正好将懒人沙发那一块笼罩其中。玉白寒窝成一团，晒着太阳慢慢睡着。陆焕看了会儿文件，转过头就看玉白寒歪着脑袋睡得香浓。后者身上穿着夏天的短袖短裤，露出的四肢纤白修长。大概是感受到他的目光，玉白寒睫毛一颤，睁开眼。阳光斜照的书桌旁，两人一上一下的对上视线。隔了几秒，玉白寒从睡意中缓过神，无奈道：“好好工作，不要偷看我睡觉。”工作的思路被炸断，陆焕仰头按了按眉心。这位患者。玉白寒从懒人沙发上爬起来，想从背后伸出援手，伸到一半被陆焕抓住。他两只胳膊穿过陆焕肩头，抬眼正好看见电脑屏幕上面是姚欣冉发来的一份行程安排表。玉白寒凑近了点看：“你后天又要出差。”他胸口咚的靠上了陆焕的后脑勺，握住他的那双手松开，陆焕反手将他支离了一点。“不算出差，参加长酒会，在海滩。”玉白寒看着行程，蠢蠢欲动：“能加带我吗？”陆焕关掉行程表：“你是小超吗？”不等玉白寒回答，他又温馨提示：“不过你亲爱的三哥也会去，你确定要去？”“摔三儿要去。”玉白寒立马转身就去收拾行李。“那得去，必须去。”他要近距离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举办酒会的是 H， 是一名金融大佬。陆焕虽然是 C 城的新贵，但 C 城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南更是 C 城最富贵繁华之地，因此陆焕在金融圈中的地位不容小觑。玉白寒跟着陆焕刚下飞机，就有人前来接应。从贵宾通道一路出了机场，坐上专车，不出20分钟就到了下榻的酒店。酒店面朝大海，依海而建。最左侧的几间房还配套了阳台泳池，从外部看过去，几乎要和背景的海滩融为一体。玉白寒拍拍陆焕：“看那个阳台。”陆焕望了一眼，冷不丁想到被人蹦他的水床。他低声警醒：“想都别想。”玉白寒点头：“放心，我在外面不会乱来。”齐觉那是自家兄弟，随意一点没问题。前面领路的服务生差点在台阶上绊一跤，他面上微骚，那阳台确实很外面，挺不方便。陆焕的房间在顶层最左侧，总统套房，带阳台泳池的。服务生将他们领到后便离开，玉白寒推门进去，将行李一放，就去围观阳台。阳台门口有个下沉式阶梯进入泳池，池边还有副桌椅。玉白寒正处在阳台边观望，就听陆焕的声音被背后传来：“你要是掉进去了，我不会捞你。”浅浅的水波晃荡在玉白寒眼底，他转头看向身后收拾行李的陆焕，默然几秒后开口：“这里水深只有1.5米，别和他玩虐恋情深的小把戏。”玉白寒说完，又将阳台门关上。不过阶梯挺陡，
滑下去说不定会骨折。陆焕眉心皱了皱，又几步走过去，把阳台扣上锁。越听越像 flag。酒会从晚上6点开始举行。玉白涵在房间里换了身浅色的小西装，她皮肤本来就白，唇色又淡，这身西装将她衬出一种清冷易碎的美感。陆焕身着深灰色西装，站在一旁看她，正看着，玉白涵就抻了抻衣袖转过来，朝他笑了一下。陆焕那片刻的清冷易碎瞬间被揉碎，只剩下玉白涵本身特有的明丽鲜活。陆焕睫毛垂了一下，什么？玉白涵腼腆的伸手，我衬衣缩衣袖里了，帮我扯一扯。酒会设在海滩外，半开放式，红绒毯从场馆内一路铺至海滩上，装饰的灯花点缀了蜿蜒的海岸线。海风拂过长桌，宾客来往间觥筹交错。玉白涵跟着陆焕往场馆里走，他若有所思，在外面喝酒不会吃到随风而来的海沙吗？陆焕眉心跳了跳，没人会把嘴张这么大。玉白涵低头一笑，也是。进了酒会场馆，就有不少人同陆焕打招呼。陆焕立在那里接受着四面八方的热络，面色是恰到好处的温和从容。水晶灯光从头顶映射而下，却没落入那双漆黑的眼中。玉白涵站在陆焕身侧，接受着各方目光的探查，他偶尔点点头，回以生涩的一笑，看着纯真天然，绝对的无公害无污染。正陪着陆焕虚假社交，身后的会场门口就传来一阵动静。玉白涵转头就看思薇从门口走进来，对方西装底下花色衬衣敞着领口，面上有些浮躁，一路上都没怎么理会和他打招呼的人，径直去后面和酒会主人打了个招呼，便坐在角落沙发上喝酒。一杯接着一杯，酒水洒落。思薇现在很烦躁，从前年开始就有人在背后搞他，手里谈好的项目掉了好几个，公司现金流也差点出问题了。这大张旗鼓的动作不轻不重，简直像是警告。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龟孙这么缺德。他想着，又往会场里看了一眼，穿过交错的人影，正对上不远处的陆焕和玉白涵。思薇想了想，放下酒杯起身走过去。和陆焕打招呼的人太多，这会儿人群终于逐渐散开。玉白涵扭头正想和陆焕说饿了，就看思薇走过来。陆总，小韩。三少爷。陆焕淡淡应了声。思薇打量着两人的神色，有意无意的试探，陆总最近不忙吗？有时间参加这种娱乐酒会？陆焕一只手搂在玉白涵腰上，语气软下来，白涵想来看看，我就陪他来了。又开始为他着迷了是吗？他配合的低下头，状似害羞。思薇试探了几句没试出结果，随口打了个招呼，又去试探下一个怀疑目标。玉白涵看着他的背影，想不到吧，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捅了你一刀。他没再管思薇，转头开始在会场里吃吃喝喝。20分钟后，玉白涵吃完一轮，手里拿了杯酒，青黄澄澈的香槟盛在杯中，光晕流动。陆焕低眼看着他，你是来吃席的？难道不？玉白涵正想回话，隔了不远处突然响起一道玻璃破碎的声音，哐啷！四周人群一阵低呼，光滑的地面上高脚杯碎了一地。思薇手里握着电话，不知对面的人讲了什么，他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你说是谁？他发什么疯？说完挂了电话，大步离去。周围人面面相觑，安静了一瞬，逐渐响起细碎的议论声。陆焕收回目光，似笑非笑的看了玉白涵一眼，就没什么想说的。玉白涵抬头对上那道意味深长的目光，抿了口酒，朝陆焕羞赧一笑。于兄总是这么沉不住气，让陆先生见笑。思薇走了，那背影怒气冲冲，看着像是要去拼刺刀。玉白涵抿着香槟为他喝彩，打起来，打起来，最好是去练武室打，打死人的那种。他正在心底挥斥方遒，就看面前围来几人，好像是 H 是几个大家族的公子哥。其中一人试探，
司小少爷，刚刚三少怎么了？玉白寒，哦，组队偷瓜的茶来了，来的正好，真会给他来活儿。他适时的流露出几分天真，我不清楚。对面那人看了眼旁边的陆焕，大概是看陆焕没出声阻止，又放下心来继续打探。发这么大火，应该不是小事吧？玉白寒，可能是工作上的事。他在心底轻轻催促，答题卡都递到你们手上了，赶紧去交作业。哦，这样。面前几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朝玉白寒笑了笑，便转身离开。临走前还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眼，仿佛在看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少爷一般。玉白寒送走了偷瓜茶，继续抿酒，前补一刀，神清气爽。他今天穿着精致，举着香槟立在光晕璀璨的酒会场中，还真有几分豪门小少爷金贵的样子。陆焕弯弯嘴角问道：酒好喝吗？手中高脚杯反射着不远处地面上的玻璃碎片。玉白寒点评：挺好喝的，苦心酿造，余韵悠长。出一分力，接一束果。陆焕就笑了一声，没说什么。这场酒会将持续到午夜。玉白寒吃过席，也看完了戏，这会儿准备打道回府。他问陆焕：我想回去了，你呢？那就回吧。陆焕转眼看着四周笑脸逢迎的人群，似是没什么兴趣。两人和酒会主人打了声招呼，便离场。回到酒店，玉白寒换了下了正装，这一身太过规整，束缚了他放荡不羁的灵魂。他换回了自由奔放的衬衫和短裤，走到阳台往外眺望。阳台正对着的是另一侧海滩。此刻天色正暗，深色的天穹之下，大海静谧而广阔。海滩上灯火璀璨，热闹的人群三五相聚，好像还有驻唱的歌手。玉白寒的心立马和海潮一样浪了起来。他转头：我想出去玩会儿，你去吗？陆焕正坐在沙发上，第一眼看着平板，不去。那我自己去了。不带你。从酒店出来，步行10分钟就是刚刚看见的海滩。玉白寒到了海滩上，才发觉四周的气氛比远远望见的还要热烈。离海岸线200-300米远的地方是连片的摊铺，挂着亮黄色的小灯泡，星星点点。他找了家露天酒吧，点了杯鸡尾酒，坐在正对酒保的吧台上欣赏人调酒的英姿。趁着酒保调酒的功夫，玉白寒拿出手机拍了2张照片发朋友圈。一张是酒吧的吧台，另一张是从吧台往外看去的大海。尤儿，大海啊，你全是浪，图片。不出几分钟，朋友圈常住人口纷纷评论点赞。乔云，玩得开心。拥抱，杨新元 H 是吗？我刚从这儿回来。奇绝，陆哥也在。吃瓜，玉白寒一一回复了，又在奇绝那条下面回道：在，但不完全在。还隔了大半个海滩和泳池阳台。他回完消息，点好的鸡尾酒也端到了面前。玉白寒就收了手机，品着酒和酒保聊天。这边是有什么庆典吗？是啊，夏日海滩音乐节。酒保摇着调酒器，持续1个月，每个周末在海滩举办。玉白寒撑着下巴往四周望了一眼，难怪热闹。他和酒保你一句我一句的聊了会儿天。酒保调完一杯酒，转头给别的客人递去。在扭头过来时，忽然对他笑了笑，很多人都在注意你。玉白寒愣了一下，注意什么？他又不是危险分子。大概是他脸上的疑惑太真实，酒保有点惊讶。你没注意到吗？我还以为。他话头顿了顿。玉白寒以为什么？酒保不好意思的解释，像你这样一个人来的，很多都是来找对象的。而且你又这么出众，估计任谁往这边随便扫一眼，第一眼就能被你吸引视线。听他这么一说，玉白寒才发觉周围似乎是有些目光有意无意的落过来。他立马正襟危坐，我有对象了，而且离得不远，往酒店阳台那头吼一声，说不定还能听个回响。
九保的目光下意识扫过他的手指，玉白寒瞬间捕捉，不是左手。九保，我只是想看看戒指。玉白寒恍然，惭愧道：“不好意思，是他太不纯洁了。”正好提到陆焕，他就摸出手机，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发来消息。打开微信一看，居然还真有，看时间是10分钟前发来的。去酒吧了，看来是刷到了他的朋友圈。玉白寒皱了皱眉，手指一动，飞快的打字谴责：“尤尔，刷到了，为什么不点赞？”等了半分钟，对面没回。玉白寒放下手机，准备再点一杯别的酒饮试试。他正聚精会神的看着酒水单，旁边位置忽然坐下一个人，想喝点什么。玉白寒转头看向面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生，确认这张面孔很陌生。他扭头问酒保：“你同事？”但也没穿工作服。便衣酒保。吧台后的酒保失笑：“不是。”旁边的大男生也笑了：“你好有趣，我只是想请你喝一杯酒。”玉白寒警觉：“不用了，白食吃不得。”“别客气，你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组队来的。”和人说话间，玉白寒忽然感觉另一侧空位也坐下了一个人。他背对着没有注意，却看对面的男生愣了愣。玉白寒回过头，他回头就见陆焕正坐在自己背后，衬衣松开了最上方的纽扣，衣袖挽到了胳膊上，逼人的贵气中透出几分随意。映着吧台的灯光和背后一片海滩灯火，帅得四周黯然失色。玉白寒怔了一下：“你怎么来了？”陆焕开口：“怕你在外面喝多了。”玉白寒一瞬动容，陆焕把人场子砸了。刚冒了个头的悸动消失殆尽，他紧紧盯着陆焕：“那真是让你费心了。”“谢谢你。”“不客气。”玉白寒正和陆焕目光交流，就听身后传来一道迟疑的声音：“这是……”他还没说话，陆焕便开口：“他队友。”玉白寒心底暗忖：“哦，陆焕听到了。”刚才的男生已经讪讪离开，吧台前只剩玉白寒和陆焕。陆焕一身贵气，坐在这里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是台人形魅力散发机。酒保很有眼色的对玉白寒打趣道：“这就是你说的对象吧？”陆焕闻言转头看了玉白寒一眼，玉白寒给他看回去：“干什么？费心费力的对象？”酒保又问陆焕道：“这位先生要点什么？”“不用了。”陆焕问玉白寒：“你还要在这坐着？”他们两个一个不点单，一个已经喝完了酒，在这儿栽着就像两颗占坑不开花的萝卜。玉白寒没好意思多待，就去起身往海滩驻唱那头看了眼：“不坐了，我们去那边看看吧。”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坐了名驻唱歌手，是个25、26的年轻人，抱了把木吉他，嗓音清润透亮。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听他唱歌，音符跳跃，气氛活泼。玉白寒也凑了过去，找了个人群的缺口驻足欣赏。周围人挤挤嚷嚷，欢歌笑语，还有人拿了手机在旁边拍视频。陆焕在玉白寒身后站了半分钟，随后垂了垂眼，转身离开。挺直的身影穿过人群走向海边，将喧嚣落在了身后。夜色中的大海几乎要融入天际，海水冰冷而幽深，夜幕压着浪潮起伏的海面，一片深海宛如低吼的困兽。陆焕站在海边，眼底映着这片大海，咸湿的海风拂动他的衣摆，他独自站着，默然良久。身后弹吉他的歌手已经结束了刚才那首欢快的歌曲，换了一首安静的歌。四周人群也跟着静下来，歌声悠远，隐隐传到陆焕这头，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躲着人群，铺成大海的灵。灵魂没入寂静，无人将你吵醒。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世界能否不在？世界能否不在？陆焕闭了闭眼，脑海中蓦然翻过一页页零散的画面，伪善的面容，倾颓的基业，握不住的一线生机，最终都归结于一个名为宿命的东西。他的呼吸逐渐滞缓，肩头好似成了千斤重。
正沉浸在那片刺骨的海底，耳边忧郁的歌声突然停顿了一下，紧接着混入了另一道嗓音，音色相当耳熟，是足以搅乱心神的程度。陆焕豁地睁开眼，他扭头看向不远处的人群，人群中央，玉白寒正熟络地和那名歌手合唱，两人一唱一和，音调抑扬顿挫。到了最深沉的副歌部分，玉白寒居然还用上呼麦了。你喜欢海风咸的气息，踩着湿沙砾，他垂在身侧的手抖了一下。近处原本平静的海浪忽而汹涌，一个浪花打来，哗啦拍湿了陆焕的裤腿，冲洗了他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又全都裹挟着带走。裤腿冰凉湿润，带着陆焕纷飞的思绪重回大地。片刻，他对着大海缓缓呼出一口浊气。几分钟过后，玉白寒在重新热络起来的气氛中结束了自己的合唱。四周掌声雷动，他和歌手友好一拥。精彩，他已经录下来了，可以随时回放，反复欣赏。玉白寒体验完海滩驻唱，往人群里看了一圈，没看到陆焕，目光朝四周一寻，很快在夜幕沉沉的海滩边找到了陆焕的身影。那道身姿挺拔修长，是刻在他审美点上的形状。玉白寒远离了人群，走到陆焕跟前，你怎么跑这里来了？他的嗓音还带了点呼麦后的嘶哑。近处浪潮唰啦起伏，像是延续着他的余韵。陆焕平复了一下，这边安静。玉白寒贴心，你觉得闹，我们就回去吧，反正也不早了，而且他刚刚喝了点酒，这会儿后劲有点涌上来，想回去洗个澡躺平。陆焕应了一声，两人沿着海岸线往酒店的方向走。靠近海岸线的地方人不多，玉白寒和陆焕并肩走着，前面隔了不远是对小情侣，女生踩水鞋子打湿了，男生就弯下腰背她，一手搂着人，一手提着鞋子，说说笑笑的声音从前面传来。玉白寒转头看了眼陆焕打湿了裤腿，伸手拍拍人胳膊，陆焕，你的鞋子和裤脚湿了。陆焕侧目，所以玉白寒跃跃欲试，弯了下腰，上来。陆焕停下来，把他拎直，我怕有人报警，说我谋杀你。玉白寒想了想，遗憾作罢。走到快出海滩的地方，往上是10几级台阶。玉白寒抬腿跨了一下，思绪一晃，差点踩空，扑通！从旁伸出一只手，飞快地捞住了他。陆焕转头看着玉白寒，这才发现后者面色带了点潮红，咸湿的海风吹拂着，淡淡的酒味萦绕在两人之间。玉白寒也抬眼看过来，一双眼润润的，眸光看着比算计人时还亮。陆焕客观陈述，你酒劲上头了。玉白寒点头承认，他是属于酒量一般，但酒品很好的那种，就算喝酒上头也不会闹腾，思绪可能会飘，但思路依旧清晰。应当是有股名为绝不吃亏的执念在刺激他随时保持清醒。两人对视几秒，拎着他的手没松。陆焕收回视线，就着这个姿势捞着他上台阶。玉白寒走了几步没注意，脚下又是一空，扑通！他赶紧抓住了陆焕的胳膊，稳了稳神，这台阶有点陡，摔下去可能真的得换个脑子。玉白寒顿了顿，拍拍陆焕的肩改口，陆同学能不能帮助一下有困难的同学？陆焕停下来，配合的问，我们白寒有什么需求？玉白寒抿唇笑笑，发出厚脸皮的声音，背背我。台阶上安静了会儿，玉白寒看陆焕没说话，好脾气的说，没事，背不动就算了。面前骤然落下一声冷笑。陆焕伸手拉过他，转身将人背到了自己背上。玉白寒趴在陆焕肩头，陆焕的背紧实宽厚，肩膀平直，一双手托在他大腿下，这个高度刚好够他双手环上陆焕的脖子。他毫不羞臊的环了上去，下巴往人肩头一搁，他就要当5分钟不能直立行走的咸鱼。
哎，叔父！双臂环上的那一刻，身下的肩背似有一瞬紧绷，而后又恢复如常的驮着他往台阶上走。这会儿差不多是10点钟，酒会还没结束，留在沙滩上的人也基本没回来。酒店的大厅很空，玉白寒被陆焕背着走进去，只有前台和几名服务生朝他们偷偷侧目。玉白寒无奈，别看了，都是情趣。穿过大厅，即将转过一个拐角，他正趴在肩头和陆焕说话，鼻尖突然闻到一股酒气。玉白寒往前一嗅，我是不是发酵了？怎么感觉酒味越来越浓？温热的气息拂在陆焕耳朵上。陆焕偏了偏头，应该不是。与此同时，两人转过拐角，电梯间出现在眼前。电梯门在这时正好叮一声打开，玉白寒抬眼就看见思薇的背影跨入电梯中。哐！电梯门又关上，止于浓烈的酒气。玉白寒他一下精神了，啪啪拍打陆焕的肩膀，发酵的是摔，我三哥。陆焕似乎笑了一下，走到电梯前，把他放下来，伸手按了按钮。后面没有台阶了，自己走。玉白寒重新站直，谢谢我们陆同学助人为乐。上了电梯，回到房间。玉白寒先去洗澡，洗完换陆焕进去。浴室里传来哗哗水声，他在料理台上泡了点茶水解酒，泡好就端到了阳台外的小茶几上。月明夜好，适合吹着海风看夜景。酒店的泳池阳台很有设计感，从左侧呈梯田式往下错层。他们这间是顶层，玉白寒坐在椅子上，视野正对下方几层泳池阳台。他正喝着茶，欣赏夜幕下的海滩。隔了2层楼的泳池阳台上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哐！先是什么砸在了阳台门上的声音，紧接着阳台门被推开，一个人影摇摇晃晃的走出来，手里拿了个酒瓶，砰的砸在了泳池旁的地面上。玉白寒，这又是什么晚间节目？他起身绕过泳池，趴在护栏上，打算看个清楚。正好这时陆焕洗完澡出来了，走到门口，叫问了他一句：“你趴在那干什么？”玉白寒立马转头招呼陆焕过来，拉着人往下一指：“快看，那儿有人在发疯。”陆焕看了眼，那是你三哥。玉白寒又定睛一看，还真是。思维大概是喝多了酒，拼刺刀没拼过他的好大哥，这会儿正在发疯。摔了酒瓶不算，又伸腿踹了下桌椅。他疯得很沉静，完全没注意到头顶隔了2层楼前排看热闹的两人。玉白寒已经掏出了手机，记录美好时刻。陆焕瞟了一眼，你在干什么？损坏桌子该照价赔偿，帮酒店记下来，免得他赖账。玉白寒正津津有味的保留罪证，突然看思薇举起茶几一个回旋转身的大动作，然后脚底一滑，顺着陡峭的台阶就摔进了泳池，水花四溅。扑通！卧槽！玉白寒举着手机都看呆了。他下一秒回过神，赶紧放大了5倍高清镜头，只见泳池里泛起一阵挣扎的水花，很快一只手抓着扶手攀了上来。思薇像条搁浅的沙丁鱼，啪的瘫在了池岸边。他瘫倒后按着自己的腿，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啊！玉白寒目瞪口呆的转向陆焕，他腿骨折了。陆焕一时也说不出话。两人沉默良久，玉白寒收了手机，他暗自感慨，自己只是随口一嘴，怎么会有人这么帅？估计那张茶几功不可没。思薇还躺在底下干嚎，看样子只能爬着去叫客房服务。玉白寒看了一眼，转身进屋按了呼叫键。冷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要叫客房服务？”玉白寒应了一声，转头看陆焕正靠在阳台门外看着他，脸上没什么温度。这是什么表情？玉白寒还没开口，房门就被敲响。他收起话头走过去开了门，服务生站在门口：“先生有什么需要？”身后一声很轻的笑呼儿落下：“怎么要救你亲爱的哥哥？”
玉白寒不解地看了陆焕一眼，在说什么傻话？他转头对服务生道：“一份牛排，一瓶红酒，谢谢。”说完又问陆焕：“你要吗？这不得浅炫一个，庆祝一下。”隔了好几秒，他张了张嘴：“不用。”“那就先这么多吧。”玉白寒和服务生点完宵夜，看陆焕还处在阳台边，又提醒了一句：“快进来，把门锁死，不要不摔三的后尘。”他宵夜还没吃上，陆焕就反手锁了阳台，走进屋。服务生正要离开，他忽然开口：“等等。”服务生停下来。陆焕瞥了眼玉白寒潮红还未褪去的脸：“不要红酒，换成牛奶。”玉白寒瞬间扭头：“越俎代庖，大胆！”陆焕脸色如常：“在家不是每天一杯？”“哦，也是，长身体的。”玉白寒便对服务生道：“那就牛奶吧。”牛排和牛奶没多久便端上来。玉白寒在料理台坐着开吃，陆焕在他对面随意的看着平板，估摸着这个时间，思维已经爬回去了。玉白寒正琢磨着，便隐隐听见酒店楼下传来救护车的声音。他精神一振，插了块牛排起身，就贴在玻璃门后往外瞅。从梯田式的错层阳台望下去，楼下的情形能看得大概。在一阵兵荒马乱中，一条沙丁鱼被抬上了支架，送进救护车里。玉白寒看得津津有味，略有遗憾，果然该来点红酒。陆焕靠坐在料理台那头：“你们确实是兄友弟恭。哥哥在楼下摔断腿，弟弟在楼上吃牛排，还想举杯，我的诸多美德之一罢了。”玉白寒转头对他笑笑，白净的脸映着窗外的夜色，眉眼格外生动。一场闹剧暂且收尾。玉白寒坐回料理台吃宵夜，牛排吃完，他捧着牛奶一边喝着一边放空。“我们明天有什么安排吗？”陆焕头也不抬：“上午就回去。”“这么快？”玉白寒意犹未尽。这次出行太过精彩，就这么草草结束，总觉得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波浪号。毕竟来都来了。他想了会儿，提议道：“我们要不明早起来看海上日出？”对面陆焕抬头看来：“你知道要几点起床吗？”玉白寒做出一副虚心聆听的模样。陆焕：“5点半。”料理台上安静了会儿，玉白寒低头拿出手机划拉。陆焕瞥了他一眼，气定神闲：“你上网查也是，那我们快睡觉吧。”玉白寒定好闹钟，只有6个小时了。晚安。在3分钟之内决定好了明天的早起计划。两人没多耽搁，洗漱过后上床睡觉。套房里只有一张床，玉白寒不是第一次和陆焕睡一块。他钻进被子里，朝旁边的陆焕露出个脑袋：“你还不睡吗？”陆焕和他隔了半米远：“等你睡了我再睡。”玉白寒揣摩：“想再看会儿我的睡颜。”陆焕冷笑了一声：“要先确认你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不然我没有安全感。”玉白寒回想了一下2次同床经历，原来是 PTSD。 他羞愧的把头埋进被窝，闭上了眼，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闹铃的声音叫醒了床上2人。“你喜欢海风咸的气息？”踩着湿沙粒，玉白寒率先睁眼，抬手关了闹钟。外面天还是暗的，他开了床头灯，才发现陆焕眉心紧蹙。他噗噗拍打陆焕的被子，把人叫起来：“陆焕，该起来拥抱太阳了。”紧锁的眉心动了动，陆焕睫毛一颤，睁开眼。玉白寒凑近：“你眉头好紧。”陆焕坐起身，抓过衬衣穿上衣服，快醒的时候好像做了噩梦，梦回昨夜，呼麦声连绵不绝。“没事。”玉白寒下床，将房间窗帘整个拉开，隐隐的一线光亮从海平面显现出来。“你已经回到现实了，用他精彩的歌声带回来的。”陆焕没回他，换好衣服往外看了一眼：“去海滩吧。”玉白寒转头看他，陆焕目光落在窗外：“既然都起来了，去外面看更好。”
从酒店出去就是海滩。走了5-6分钟，两人走到海岸线边。天际蒙蒙一道亮线，远远看去，将海面与天穹模糊的分割成2半，四周还是黑麻麻的，因此日出的那一刹显得格外壮观。灿然的霞光从海天交接处骤然迸发，金红的光亮刺破云霞，落入深暗的海面，如光芒万丈的天梯从海面一路延伸到了脚下。玉白寒有一瞬屏住了呼吸，被震撼的半晌没回过神。除了视觉带来的冲击，还有从心底生出的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这片冷寂的海面在此刻焕发了生机，元日渐渐升上来。清晨海风微凉，玉白寒从最初的震撼中回过神，他拿出手机拍了2张，又拉过陆焕，背对着身后的日出。他把手机递给陆焕，你胳膊长，给我们拍2张。陆焕垂着眼没接，我不拍，而且这里背光。玉白寒宠溺一瞥，瞧你这偶像包袱。他解释道，不拍脸就拍我们绝美的轮廓线。快，现在的光线正合适。伸长的胳膊举起手机，镜头框入两人的剪影。玉白寒拍照的时候和陆焕贴得很近，身侧传来的体温很舒服。他又不客气的往人身上挤了一下，胳膊挨着胳膊，驱散了凌晨的潮冷。感受到陆焕似乎想转头看他，玉白寒及时出声，看镜头，保持轮廓。于是陆焕不动了。咔嚓，一张照片落入相机镜头。照片拍得很好，两人的剪影融入了惊红的元日，还有一片海光。玉白寒低头欣赏着照片，又发给陆焕。发过去的时候，对方深海的头像再次映入眼中。玉白寒问，你喜欢大海？头顶一片漠然。不喜欢。不喜欢还拿大海当头像干嘛？玉白寒想了想，抬头试探，那你是喜欢海风咸的气息吗？后半句没忍住哼出掉。他头疼的按住眉心，对，喜欢。看完日出，拍完照，两人转身往回走。玉白寒走在前面，选用来发朋友圈的照片，陆焕慢2步跟在他身后。霞光从背后照过来，将两人的影子拉长。陆焕走出几步，忽然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冰冷深邃的大海正被璀璨瑰丽的日光笼罩着，海面波光晃动，有一缕光正试图照进海底。他又回过头跟了上去。回到酒店还很早，两人慢悠悠吃了个早餐，收拾一下准备返程。从酒店下来路过大厅时，玉白寒不忘打听一句思薇的情况。前台说人被抬去附近医院了，别的不清楚。玉白寒若有所思，翻出昨天的录像，我把这个发给你们，记得让他照价赔偿。砸的东西该算谁算谁，别以为断条腿就可以不赔钱。交接好罪证，玉白寒又叮嘱对方，要是有人问起来，别说是我拍的，以防万一，杜绝一切掉马的可能性。前台迟疑，那说是。离得不远的陆焕忽然侧过头，无所谓的笑了一声，就说是我拍的。玉白寒看向他，陆焕背锅真是越来越自觉了。爱他。前台忙应下，好的，先生。从 H 市回到 C 城，到家已经是下午。刚进陆宅客厅，秦伦就找了过来，先生。陆焕停在客厅朝他看去，玉白寒也正好跟在一旁，还没上楼。他看秦伦面色严肃，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秦伦正要开口，视线一转，忽然和他对上。那一瞬，目光悠悠。玉白寒。他反应了一秒，恍然想起上次打游戏的事。陆焕的快乐星球，秦伦的痛苦宇宙。他朝秦伦笑了一下，都是在副本里出生入死的兄弟，不要计较这些。有什么事？陆焕开口拉回秦伦的注意力。没等秦伦说话，他又对玉白寒道，你先上去吧。好。玉白寒看他们要谈事情，转头就上了楼。他暗忖，也不知道秦伦要说什么。
上次疯批哥黑进了陆焕的电脑，秦伦该不会顺着网线把人底子给抄了？玉白涵回到卧室洗了个澡，出来之后就躺在床上，准备把早上拍的照片发朋友圈。他照例选了2张日出的风景图，正要发出去，突然想起齐爵上次让他发陆焕，玉白涵就删了一张日出，换上他和陆焕的绝美轮廓。评论很快飞来，前2条都在问蛋丛是什么。玉白涵回复象形文，两人看海上日出，怎么都没点想象力的。齐爵倒是很欣慰，跟老父亲一样疯狂手动艾特陆焕，恭喜他终于在朋友圈出镜。热烈的欢贺折射出陆焕的心酸。没等他帮忙删除齐爵的评论，乔云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进来。玉白涵接起，对方先是问他去 H 市玩的怎么样，又照例给他看了看他的4胞胎兄弟。正聊着，乔云忽然忧心，白涵，你怎么看着没什么精神？是吗？玉白涵没注意，听他这么一说，才发觉好像是有股疲累感，可能是玩累了。那你先休息，明天聊。通话挂断。玉白涵原本以为自己睡一觉起来就好，结果第2天睡到10点醒来，脑袋反而越发昏沉。他撑起来吸了口早晨的新鲜空气，鼻腔里一响，呼噜，玉白涵，他着凉了。这副弱鸡身体还是没顶住早上在海边吹的那阵冷风。今天是工作日，陆焕在公司上班。玉白涵最开始没告诉冯叔，接了一大杯水回房间喝了就睡，还身残志坚的打了会儿游戏。直到下午冯叔才察觉到不对，顿时急得团团转，白涵少爷怎么不说呢？出事了怎么办？不，他只是着凉。冯叔还想给陆焕打电话，被玉白涵按住了。他只好作罢，叫了家庭医生过来。钟医生住的不远，10来分钟就到了。白涵少爷，你再坚持坚持。好，都说了他只是着凉。这会儿正好是下班的点。家庭医生到陆宅的时候，陆焕也刚到家。玉白涵正坐在床头多喝热水，冯叔就领着钟医生和陆焕进了卧室。玉白涵抬眼看过去，不愧是小说里的普遍设定，作为豪门里的家庭医生，面前的钟医生也是俊美又年轻，一身干净整洁的穿着，看着温和而斯文。冯叔介绍，这是钟秉期，钟医生。玉白涵点点头，钟秉期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走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们这边开始看病，陆焕也没走，抬步坐到对面的沙发上，翻阅带回来的文件。屋里有些安静，玉白涵的社交 DNA 又动了。他边配合着钟秉期，边和人聊天。钟医生看起来好年轻。余光里，陆焕好像往这边看了一下。玉白涵抬头朝沙发看去，却看陆焕仍在低着头翻文件。错觉吗？钟秉期开玩笑道，我虽然年轻，资历还是足够，一定帮你把病看好。玉白涵感激，那就先谢谢钟医生了。余光里又是一道视线。两人接着聊了几句，当玉白涵第3次叫了声钟医生时，他一个转头就和沙发上的陆焕对上眼神，眼神对个正着，陆焕也没有避开，只看了他几秒，又收回目光，低头继续看文件。玉白涵眼睫眨了一下，随即了然，哦，瞧这小敏感。钟秉期很快给他看完病，开了点药，叮嘱了几句，便准备离开。玉白涵到了巨蟹，陆焕从对面沙发站起身送人，慢走。冯叔领着钟秉期离开了。卧室门关上，陆焕还站在原地没动。玉白涵看着他，忽然唇角一弯，露出2颗小虎牙。他抬手朝陆焕招了招，你来一下。他笑起来有种特别的感染力，舒服又干净，让人很难拒绝他的要求。陆焕看了他一眼，抬步走到他跟前，做什么？还问他做什么？玉白涵仰脸朝陆焕笑了起来，伸手牵住人的袖口，我还没问陆医生刚刚是在做什么，同行竞争吗？陆焕垂着眼，薄唇抿了一下，默然2秒，又轻轻一笑，
同降竞争？你想多了。他语气平和，听着只像是陈述。我哪能和专业的医生竞争？哦，还有小情绪了。玉白涵就收回手，拿出手机。刚刚的医嘱我没记清，陆医生再和我说一下怎么吃药。陆焕垂在身侧的手动了动，揣回裤兜。隔了片刻，他开口，淡淡的嗓音从上方响起，将医嘱一条条重复了出来。玉白涵在备忘录记好，真诚夸赞：谢谢陆医生，专业的就是不一样。陆焕就冷笑了一声，低眼睨来：你在哄小孩吗？玉白涵看向他，眼神亮亮的：那哄好了吗？回答他的是一声。玉白涵这边没什么事，陆焕转头要出门。他推门而出前一刻又停下，对玉白涵道：晚饭我会让人给你端上来。玉白涵正要说不用，张开的嘴又闭上。他点头：听陆医生的，谨遵医嘱。钟丙期的药开得很好。玉白涵过了3天就慢慢好转。这3天陆焕依旧忙着工作，不过下班后会过来问诊几分钟。他站在门口打量，气色看着还行。玉白涵鼓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陆医生好厉害。呵呵。陆焕沐浴着玉白涵的不时吹捧，转身离开卧室。经过3天的角色扮演，玉白涵病好的差不多了。冯叔又请了钟丙期来复诊。人来的时候，玉白涵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放着宫斗剧，演的是皇上得了风寒，一众嫔妃各显神通，争权夺宠，最后留在皇上身边嘘寒问暖的嫔妃独得了圣宠。玉白涵看得津津有味，亲切感飙升。背后传来冯叔的声音：钟医生来了。他转头，只见冯叔领着钟丙期进了客厅。玉白涵点点头，还没开口，客厅一侧的露台门就被推开。陆焕走进屋，打了个招呼：钟医生。他说完，坐到了沙发另一侧。钟丙期回道：陆先生好。待人都坐下，钟丙期开始给玉白涵复诊。大概看了5、6分钟，他收回仪器，笑笑：恢复的不错，药不用吃了。谢谢钟。玉白涵话头一转：钟哥。钟丙期愣了愣，沙发另一头的陆焕看过来，2道目光同时落在他身上。玉白涵，我可以这么叫吧？钟丙期接受良好：当然可以。玉白涵点点头：那就好。抱歉小钟，你不在的这3天，已经有别的同行竞争上岗了。他想着，就转头看了眼陆焕，满脸恩宠。钟丙期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与此同时，电视里传来皇上和宠妃的调笑，真的只是臣妾独有的。这是自然，爱妃满意了吧？陆焕眉心一跳，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司白涵。背景音一关，客厅里恢复了清静。陆焕对钟丙期说：你再给他看看。这语气好像是觉得他大病未愈。玉白涵定定的瞥了陆焕一眼，又朝钟丙期伸去一只细白的胳膊：来看看。把我的健康报告甩给陆焕。钟丙期失笑，将他的胳膊拎了回去。病已经好了，不过确实要叮嘱你几句。你体质比较弱，平时要多锻炼身体。玉白涵说：没事，我每天都喝1杯牛奶，坚持食补。钟丙期摇头：只喝1杯牛奶怎么够？玉白涵琢磨：那就2杯，不能再多了，再多就喝不下了。钟丙期那张温和的脸难得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挂着职业微笑：勤劳一点，好吗？旁边传来一声意料之中的轻笑：呵。玉白涵羞愧一笑：哦。冯叔送走了钟丙期。玉白涵看向还坐在一旁的陆焕，发出邀请的声音：陆教练，带我锻炼锻炼。陆焕没有立马回，像是思考了一下，最近工作太忙，看这样子不像是在找借口。玉白涵回忆了一番，陆焕这段时间的确又忙了起来，也没看人再去楼上健身房。他善解人意：那我去找秦伦。陆焕说：他工作也忙。秦伦也忙？
忙着和私家隔空打拳吗？玉白寒正想问还有没有其他带薪赋闲的兄弟，就听陆焕开口：“你不是喜欢射箭？”“是啊。”他朝人投去一道静候下文的眼神。陆焕坐在沙发上，头微微垂下的角度显得他鼻梁挺直，睫毛细长，修长的手指正滑动着手机屏幕，不知翻到了什么，又停下来。C 大的剑道社团很有名，孙以清在 C 大读博，看他朋友圈应该认识社团的人，可以找他带你过去。玉白寒眼睛一亮，还有这种便利？他记得孙以清这人很不错，上次聚会虽然存在感不高，但机会给他来试，一看就是个闷声干大事的人，很好。他欣然接受，那感情好。第二天玉白寒就去 C 大找了孙以清。C 大是整个西南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学，尤其是 C 大的金融专业在全国都名列前茅。从陆宅出发到主校区大约40分钟车程，玉白寒到时，孙以清已经等在校门口，一身简约的服饰，还戴了副黑框眼镜，和聚会时完全不一样，看着就很学术人。久等了吗？玉白寒随他进入学校。还好。孙以清话不多，开口是一副正经的样子。然而上次就是用这副口吻，让他坐到了陆焕腿上。主校区很大，从校门到社团还有一截路。夏季的午后，日头很晒，孙以清就带人顺着林荫路绕过钟楼，从钟楼前面过去，途径一面荣誉墙。玉白寒随意晃了一眼，脚步突然停住。他转头凑过去，看向荣誉墙上第一排最显眼的那张照片，面容俊美，眉眼深浓。面向镜头时，神色是相当熟悉的冷淡，透出一股疏离感。妥妥的高岭之花，校园男神。他的冤种老公。玉白寒细细观赏，陆焕也是 C 大毕业的。孙以清站到他身后，陆哥是学金融的 C 大的荣誉校友，照片挂了好几年了。哦，那他们陆同学还真是很棒棒了，得拍下来夸夸他。玉白寒就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发给陆焕。有耳，我在墙上目睹了你的尊容。图片，孙以清第一眼瞥到那句目睹尊容，玉白寒还在继续夸。有耳，陆同学真厉害，我给你鼓个巴巴掌，旋转升天再开花。孙以清又一滴眼瞥到那声陆同学，陆焕的消息还没回过来，玉白寒暂且收了手机，叫上好似没回神的孙以清，走吧。孙以清脚步一动，两人继续往社团的方向走。玉白寒随口问，那你是什么专业？既然是亿万家产的继承人，那应该是金融学、管理学、社会学。孙以清，我研究神经元。玉白寒转头。孙以清抵了抵矿镜，上午刚从医院抢了个脑子回来，等把你送到社团，我就要回实验室做研究。他微微警惕，合法吗？孙以清就停下脚步，一脸正经的看着他。对视几秒，玉白寒歉然回神，抱歉，有点 PTSD。也对，不是所有人都拿别人的脑子乱搞。他又问，那你了解催眠吗？孙以清侧目，不了解。不过我认识这方面的朋友，怎么了？玉白寒轻轻一笑，随便问问，以后找人咨询一下，看能不能让疯批哥自食恶果。闲聊间很快到了社团门口。C 大的剑道社团很有名，因此社团的场地宽敞又干净，设备也很齐全。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社团成员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孙以清打过招呼。玉白寒跟着他一进去，就见孙以清朝里面招了招手，接着一名高挑的女生转头看到他们，几步走过来，来了。孙以清点头介绍，这是剑道社社长何月，也是何家的千金。什么千金不千金的？何月笑了句，朝玉白寒伸手，叫我的名字或者叫社长都行。玉白寒伸手一握，白寒。何月夸赞，好姓。
他夸完又转头截断了孙以清欲言又止的话头。行了，你忙去吧，我会照顾好你朋友。好，谢了。孙以清说完，看了玉白涵一眼，我先走了，你和陆哥说声。我跟他发微信。待孙以清一走，何月便领玉白涵去了场边。他和社团里的成员介绍了一下玉白涵，挨个打过招呼后，又带玉白涵去拿装备。他一边走着，一边有些好奇的问：对了，你们刚说的陆哥是指陆焕吗？玉白涵正好在和陆焕发微信。有耳，报告陆长官，我已经成功抵达战场。何月顿时激动，你认识陆焕啊？尾音一个拉长，惊得玉白涵差点把这就没你没什么事了的表情包滑到陆焕的对话框。他稳了稳心神，陆焕怎么了吗？别是背着他做了什么妖吧？正好这时手机震了一下，陆焕回消息了。好好锻炼，别作妖。玉白涵低头一看，你最好也是。何月感叹，在 C 大很有名啊，不只是 C 大，他在整个上流圈子都炙手可热。就连我老爹都很喜欢陆焕，想当年他还希望我和陆焕。玉白涵一瞬侧目。何月，多多学习，做一个像陆焕一样优秀、独立、谦谨又温和的人。玉白涵转耳如春风般温柔，他点头附和，对，陆焕就是人美心善。何月顿时亲切的拍了拍他，看来你也挺喜欢陆焕，那你和我老爹就是同号了。行，同好。玉白涵适应的很快，有空一起面个基。何月爽快，这主意好。和人达成共识，玉白涵低头就给陆焕回了个消息。有耳，怎么会？10级乖巧坐姿，今天社团人不多，社员3、5都挺闲。何月答应了孙以清要好好照顾玉白涵，这会儿就跟在人身旁细心指导，一会儿这样抓，不然会磨破手。玉白涵熟练的做好一个开弓的姿势，转头同他一笑，谢谢，我会一点。说完屏息沉眉，淡色的唇微抿，原本随意的目光在一瞬专注的惊人，停顿几秒，瘦白的指节一松，随后在何月惊艳的目光中一剑破空，咻，正中靶心。场中细碎的交谈声停了下来，在场的社员全都看向玉白涵，周围有些安静。玉白涵放下弓箭，呼出一口气，还是这种竞技用的弓箭顺手。其觉得那张弓别名可能是杠铃。何月愣了好半晌，回过神后没忍住往玉白涵肩头一拍，发出一阵惊叹，好厉害，我还以为你只是来玩玩的。玉白涵抬手抹了下快扫到眼睛的额发，低调的笑了笑，别这么大声。他谦谨又温和，小声点夸。晚上回了陆宅，玉白涵坐在陆焕旁边吃饭，他今天消耗量大，吃完又添了第2碗。第2碗端上桌，陆焕扫了一眼，开口问他，社团怎么样？没作妖吧？挺好的。玉白涵正要说没作妖，突然想起同好面积的事，他就放下筷子给陆焕打预防针。我新交了个朋友，是你的迷弟。陆焕淡淡，玉白涵，下次你们见到我只给你看。陆焕随口一应，不感兴趣的样子。再说，玉白涵深深的看了他一眼，等见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吃过饭，玉白涵上楼休息。他刚回卧室就收到齐觉发来的微信。齐觉，陆哥好像手滑把我删了，你和他说一声。眼巴巴，玉白涵这才想起自己没来得及删除齐觉的那条评论。他投去慈爱一瞥，傻孩子，那是把你拉黑了。有耳，我尽量。齐觉，尽量什么？当然是尽量结束你的有期徒刑。这会儿他正在床上躺得平平整整，就懒得出门再去找陆焕。玉白涵给陆焕发了条语音，陆焕，齐觉让你把他好友加回来。语音发过去，没人回。隔了1分钟，卧室门突然被打开，玉白涵支起上半身，和站在门口的陆焕对上眼神。陆焕握着手机，
你在家里发什么微信？我不想动。钟医生才叮嘱过你多锻炼，就10米的距离你都懒得走。玉白寒眼底流露出淡淡的指责，什么钟医生？在我这里只有陆医生。陆焕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按住眉心，好，陆医生让你多走几步路。玉白寒便支棱起来，朝他笑笑，谨遵医嘱。齐觉还是被仁慈的放出来了。玉白寒收到他的感谢消息时，正是第二天去见到社团的时候。齐觉，谢了，陆哥把我加回来了。齐觉，但他为什么要给我发呵呵？无知就是幸福。玉白寒决定让他保持幸福。有耳，系统设置的自动打招呼。齐觉，真的吗？你忍心骗我小猫咪？有耳，不信的话你可以把它删了，等再加回来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还是呵呵。他回完消息，刚好走到剑道社门口，便收了手机走进去，也没管齐觉友们有真的去删陆焕。剑道社的成员来社团的时间都是流动的。玉白寒今天一进门就发现里面多了几张生面孔，昨天的人基本没在，何月倒是依旧待在社团里头。来了呀，白寒。何月招呼，其余的社团成员也看过来，何月就重新介绍了一下玉白寒、孙以清学长的朋友，大家认识认识。你好，欢迎欢迎，一个个打过招呼，到了最后一人跟前。穿蓝色衣服的男生却没伸手，他看着玉白寒啧了一声，转头就走。玉白寒缓缓冒出问号。何月叫了一声郑松，他叫完扭头和玉白寒解释，他这人就是这样，一直比较排外。你不是社团的成员，估计他觉得你是来玩玩的，我去和他说说。玉白寒还没来得及说话，何月就已经追过去了。他其实想说不用，排外就排外，他的存在又不以郑松的意志为转移。玉白寒看那头已经聊上，便转头拿了把弓箭，准备去练。刚站到场边，就听何月那头隐隐传来交谈声。白寒还认识陆焕学长，你们商学院不都把陆学长当传说吗？你就对学长的朋友和善一点吗？他认识，那又怎么样？只是认识而已。别以为随便哪个外行都能进我们。休！剑族没入把新的声音打断了那头的谈话。玉白寒又拿起一支箭，没去看另一头的郑松或是其他人的表情。斩尖，开弓，放箭，动作如行云流水，舞剑似中红心。窸窸窣窣的声音终于安静了。玉白寒放下弓箭，看吧，只能靠自己。陆焕，不行。断断续续练了1个多小时，玉白寒这才擦了擦汗湿的额头，准备去一旁休息。有几名被他射箭惊艳到的社员主动围过来和他聊天。何月拿了瓶水过来递给他，歉然开口，抱歉，郑松那头我没处理好。玉白寒接过水，没关系，是陆焕的名气不够硬。不过你真的认识陆焕？旁边另一名社员惊奇，他只用5年就把陆氏集团建设成一个商业帝国，我们导师都快把他写在教科书里了。认识。玉白寒陡然来了兴趣，如果写好了给我看看。他要把那几页表金相框送给他们陆同学。那名社员就哈哈笑了，好。聊了会儿天，玉白寒准备再起身练1个小时。他拿了弓箭，刚走到场边，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打开一看是陆焕的短信。今天也去了剑道社团。玉白寒手上戴副3指手套，不方便打字，就回了语音，吃完午饭去的。什么时候结束？问他这个干嘛？玉白寒笑了一下，用语音回道，还想再练1个小时，刚刚中途休息了会儿。怎么了嘛？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你们白寒，和他离了不远的位置是郑松。他正和陆焕说话，对方的声音就传过来，占了位置又不练，我早说了，外人来我们社团都是玩的。郑松的话很快被刚刚说教科书的那名社员止住，
白涵回个消息而已。你是因为听说他认识陆学长才帮他说话？不是啊。玉白涵语音发出去的时候，正好断在帮他2个字。他想，隔了段距离，陆焕不一定听得清楚，就懒得重新录了。再说了，陆焕也不一定听语音。他发了40多秒，陆焕很有可能敷衍的语音转文字。玉白涵回完消息就放下手机。郑松说的也没错，他占了位置，总不能一直和陆焕聊天。夏日的午后比较闷热，玉白涵又是易汗体质，他练了大概40分钟，身上就略有些汗湿。宽松的 T 恤贴在了背后，每次开弓时肩胛一耸，就隐隐透出下方漂亮的蝴蝶骨。何月在旁边看了眼，拿了条毛巾走过去，擦擦汗，你身上都湿了。谢谢。玉白涵接过来，擦了下额头和脖子。你手机刚刚好像震动了好几下。何月往一旁的桌子上看了眼，那边是给他们社团成员放东西的地方，应该是有人找你。玉白涵朝桌上一瞥，是吗？射箭的时候需要全神贯注，他没注意到。你去看看吧。何月说完，忽然又想起刚刚听到玉白涵和人发的语音，心头生出猜测，你刚刚是在和你对象聊天吗？玉白涵坦然的嗯了声，走过去拿手机，是啊。刚拿起来就看消息人显示3条短信，1个未接通话。玉白涵发这么多，难不成真是迫不及待要见他吗？陆焕，这粘人的妖精。他正脱下手套准备给人回过去，社团门口突然传来咚咚2道敲门声，声音清脆，几乎是瞬间吸引了场中的注意力。玉白涵抬头往门口一看，正撞入一双漆黑的眼底。陆焕站在门口，一身正装还没换下来，更衬出他身材的优越性，肩平背阔，双腿修长，往那儿一站，就像是人群中的焦点。他朝玉白涵这边看来，声音平淡，不接电话。玉白涵咕咚一下，他看陆焕几步走到跟前，开口解释，我要说刚想回电话你就来了，你信吗？陆焕低笑了一声，那我们白涵跟我真是心有灵犀。卧槽！旁边突然传来压低的惊呼。玉白涵从陆焕的注视下转过头，就看社团成员都在往这儿看，有茫然的，有惊艳的，还有好奇的，也有神魂俱震的，比如何月、郑松、教科书。玉白涵看了几人一眼，又看向面前的陆焕。他想起荣誉墙上那张和本尊相差无几的照片，随即恍然，面部识别成功了。陆焕也朝那头一瞥，很快又将视线拉回玉白涵身上。还要练多久？不练了，你都来了，我们回去吧。为什么？我一个外人来了，会影响你们练习？卧槽！玉白涵一震，他目光一瞬对向陆焕，40多秒的语音，你都没有转文字的吗？比起他的震撼，旁边的气氛几乎凝固。其余社员下意识就看向郑松，郑松一张脸憋得通红。何月没说话，他都替人尴尬。玉白涵念在社团里，大多数成员都对他不错，大发慈悲的将此事翻篇。他对陆焕道，主要是你会让我分心。陆焕就淡淡的牵了下唇，没再说话。玉白涵很快收拾好，在一众社员的注目下同人挥手道别。郑松处在角落里没吱声，何月的神色很梦幻，挥起来的手都有点飘，拜拜，明天见。出了剑道社团，玉白涵和陆焕并肩往外走。你怎么来了？顺路。那你停在门口不就好了？陆焕没应声。玉白涵打量他几眼，突然懂了，你是来看你小迷弟的。可惜了，何老爷子不在剑道社团。陆焕反应了2秒，额角一跳，不是。玉白涵善解人意，不是。敷衍的语气，简单易懂。正好已经走到校外车门后，陆焕直接开了车门，将人拎进去，不想陪他继续探究。
砰！车门关上，前面开车的樊林往后瞟了一眼，随即发动私家车。玉白涵坐在后座，开了点窗吹风。他刚锻炼完，额发半湿，迎着风随意的搭在额头，一张脸带了些血色，比平时显得更稚气。大概是和大学社团的气氛融入得很好，周身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陆焕转头看着玉白涵的侧脸，突然问：“你今年多大？”前面开车的樊林，这未免太塑料了。结婚这么久了，先生居然还不知道人有多大。玉白涵，你问倒我了，等我查查。樊林，好吧，原来本人也不知道。玉白涵正在手机里翻自己的电子证件，就听陆焕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你连自己多大都不清楚。”玉白涵心说，书里又没写他这个炮灰的生辰八字，他哪知道？他很快找到证件：“我24了，你多大？”樊林，感情你俩都不知道吗？陆焕比樊林淡定得多，马上29。马上。玉白涵要速察觉。陆焕嗯了声没解释，车厢里安静了半分钟。樊林感觉冷汗都要下来了，他实在没绷住，清了清嗓子开口：“下周就是先生的生日。”玉白涵一瞬看向陆焕那张平静的侧脸，下周生日。直到回了陆宅，玉白涵才从沉凝中收回思绪。他看了眼陆焕，后者面上没什么情绪。在两人穿过客厅时，玉白涵问：“你下周生日怎么没和我说过？”陆焕就呵的笑了声，走上楼。玉白涵看着他的背影，想象了一下陆焕对他开金口：“你知道吗？下周是我的生日。”这画面一出来，玉白涵就沉默了。确实，自己说出来太刻意了。他在这种诡异的画面感中回了房间，坐下后没忍住给气绝发了条消息：“刘儿，你知道下周是陆焕的生日吗？”他发完就惊觉自己浪费流量，发了句废话。果然，下一刻他收到了回信：“齐绝，这还用你提醒？”啪！开门检查，齐绝，像陆哥这种身份，谁不知道啊？玉白涵动了动手指，他想把人拉黑了，强忍住失去好友的冲动，关上手机。玉白涵扭头朝窗外看了一眼，窗外夜色沉沉。今天太晚了，明天去给陆焕挑个生日礼物吧。第二天，玉白涵依旧去了 C 大。既然要挑礼物，还是抓个陆焕的朋友当参谋比较靠谱。五金批发1、2里面，只有孙以清看上去智商最高，毕竟是研究脑子的，脑子想必不差。C 大旁边就有家金融城，玉白涵下午从剑道社团出来，刚好抓走一个做完实验的孙以清。两人到了商场内，孙以清轻车熟路带他上了顶层。顶层是高奢定制的专层，进去需要会员。你有会员吗？没有的话，当场办一张也行，只要有100万额度的卡。玉白涵，我有陆焕一张8位数的卡。孙以清默了一下，而后迟疑：你是要用它来给陆焕买礼物吗？玉白涵澄清：这是我用努力换来的卡。等量代换，这是他用努力给陆焕买的礼物。孙以清闻言没再多问，点点头：那行。直达电梯，一路畅通无阻到了顶层。电梯门开，立马有引导员前来服务。玉白涵先办了个会员，随即在顶层逛了起来。以陆焕现在的身家地位，肯定什么都不缺，要送就送一些实用的。当然，如果能别出心裁一点，那就更好了。挑挑选选了2圈下来，玉白涵最后停在一家高奢皮具店。他看上了一套皮质配饰的组合装，里面有皮带、皮鞋、皮手套。不过孙以清说陆焕的皮鞋都只找固定的品牌定制，玉白涵就把皮鞋从组合里拿掉了，只剩2个，又显得有点单薄。玉白涵问店员：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实用的，可以组一套的配饰？店员思索了一下，引着他到了角落的展台。那先生，您看衬衣夹怎么样？玉白涵，他盯着一副副衬衣夹，
陷入了沉思。糟糕，脑子里有画面了。孙以清从后面走过来，看了一眼，平静地说：“其实加上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玉白寒小脸通黄的转过去：“这合适吗？”孙以清抵了下框镜：“你在想什么呢？这可是很常见的。”“这常见吗？”玉白寒质疑的话在对上孙以清震惊的脸时又吞了回去。“那就常见吧。”他抬手指了一副，对店员道：“加上这个吧。”“好的，先生，这就给您包起来。”5分钟后，3件皮质配饰装在同一个礼盒里。玉白寒看着盒子里的3件套，皮带、皮手套、衬衣夹，组合起来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他再次向孙以清确认：“这真的很正经吧？”孙以清点头：“很正经。”“选好了就赶快让人包起来，我还赶着回实验室看脑子。”“行吧。”玉白寒很快结好账，他看着店员将礼盒装入口袋，想了想，决定再加一捧玫瑰花，显得他是真诚的在给陆焕送礼物，而不是在把陆焕当礼物。他对孙以清道：“你帮我问问你朋友有没有推荐的花店。”孙以清拿出手机：“行。”礼品袋这会儿正好交到玉白寒手上，沉甸甸的礼品袋一到手，送人礼物的那种澎湃感立马涌了上来。玉白寒揣着小激动，没忍住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尤尔，叮咚，你有一封来自白寒的预告函。”陆焕竟然回得很快。玉白寒已经知道他发，就是表示单纯的疑惑，于是继续打字：“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很浪漫。”刚好趁现在把浪漫的印象先入为主的植入陆焕的感官，免得到时候人东想西想。他正打到一半，旁边孙以清突然拍了他一下：“啪！你看这家怎么样？”玉白寒手一抖，消息直接发了出去：“尤尔，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很浪他。”玉白寒盯着对话框凝滞了好几秒。孙以清注意到他的异样：“怎么了？”他说着，视线往下一瞥，随即将那节微妙的断句收入眼底。孙以清顿了下：“撤回吧。”玉白寒摇了摇头：“此地无银，欲盖弥彰。”他手指一动，故作镇定的补了个慢。浪漫不是浪。刚发过去，就在下一秒收到了陆焕的回复：“呵呵。”回得之快，说明持续蹲守在对话框。所以刚才没回不是没看见，而是陆焕也沉默了。玉白寒悠悠的朝身旁的罪魁祸首看去，孙以清淡定的向他侧了侧手机屏：“这家怎么样？”他冷笑：“呵，小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转移话题，真是拙劣而有效的把戏。”玉白寒顺着往屏幕一看，红艳欲滴的玫瑰开得热烈，浪漫的气息溢出屏幕，抚平了刚才那丝不合时宜的浪。他目光稍有缓和：“挺好。”孙以清就将店铺推给了他：“这家店品种很多，你晚上回去慢慢挑。我和朋友打过招呼，给你留最新鲜的。”态度之周全，做足了将功补过的架势。玉白寒姑且原谅了他。好，准备好生日礼物，两人就此分别。玉白寒提着礼盒回到家时，陆焕还没下班。他先把礼盒塞进了自己的衣柜，避免被陆焕看到。这种惊喜当然得生日当天再揭晓。虽然发生了点小误会，不过只要他表现得足够正经，相信陆焕也不会多想。大约6点，陆焕下班回到家，冯叔已经备好了晚餐。玉白寒刚坐到陆焕身侧，对方就朝他看了一眼。玉白寒给他看回去：“怎么了？”冯叔立在一旁，关怀的看着他两人。陆焕又收回目光，拿起碗筷：“没事。”一整顿饭下来，玉白寒都沐浴在陆焕时不时投来的目光里，但陆焕只是看他2眼，也不说话。等两人吃过饭，冯叔收了碗筷离开餐厅。玉白寒正要起身，就听陆焕叫住他，像是终于忍不住：“你买了什么？”他转头，正对上陆焕略有波动的目光。
玉白寒一瞬了然，表面不在意，内心果然还是期待的。他留足了悬念，别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话落，那双漆黑的眼底产生了更大的波动。玉白寒坚决守口如瓶，陆焕只能在波动中上了楼，留下前者还待在客厅。玉白寒从孙以清推的花店中选了一大捧红玫瑰，在填地址的时候停顿了一下。陆宅是陆焕在城区中购置的住宅，显然不适合用来宴请宾客，所以宴会应该是在别的地方举办。玉白寒转头去厨房找到冯叔，冯叔，陆焕举办生日宴的地址是什么？先生每年是都在一亭庄园办宴席。冯叔说着把地址给了玉白寒，他看玉白寒在网上订了花，笑了笑说，是宋先生的吧？玉白寒已经丝滑地下好单。冯叔欣慰，白寒少爷这么上心，先生真是有福气。玉白寒轻叹，也不知道这福气他要不要。冯叔，两人说话时正站在厨房门口，厨娘周姨听见他们在商量生日礼物，便试着建议，白寒少爷要不要做个小蛋糕送给先生？亲手做的礼物更有诚意。每年酒会上摆的都是9层瀑布蛋糕，华丽是华丽，但没什么生日氛围。玉白寒，我就怕我做的蛋糕太有氛围。他安慰，其实不难。玉白寒想了想点头，那我试试。蛋糕听起来就正经又有诚意，正好可以填补一下缺失的慢。在厨房跟着周姨学了会儿做蛋糕，看时间差不多，玉白寒就结束了今日份学习，准备上楼。在从陆焕卧室外经过的一瞬，房门突然被哐地推开，玉白寒都惊了一下，差点以为自己是触动了什么雷达。他转头，陆焕正站在门口朝他看来。玉白寒定了定神，怎么了？你今晚好像有些浮躁。陆焕视线在他身上打量一番，忽然离近了点，你身上怎么？话到一半戛然而止。玉白寒问，什么？陆焕直起身没说话。玉白寒思索一二，有股香甜的味道。陆焕额角一抽，思白寒。这话说出来好像是有点像变态。玉白寒开解他，放心，我不会把你当成变。砰！卧室门关上，截断了最后一个词。这一不重要的小插曲很快翻篇。第二天，玉白寒照例去了 C 大剑道社团。他刚走到社团门口，就被等在门口的何月叫住。何月似乎已经从前天的梦幻中回过神，恢复了往常的态度。白寒，今天不练剑了，我们去喝个下午茶行吗？下午茶？那就是晒着太阳喝茶，相当于日光浴疗加食补了，挺好的。玉白寒欣然点头，行啊。何月找的甜品店就在 C 大里面，走个10分钟就到了。夏日阳光很好，甜品店里开了空调，两人选了处靠窗的位置坐下，点好饮料甜点。何月往椅背上一摊，看向玉白寒的表情有些感慨，你知道吗？这2天我就像在做梦，和你说半天陆焕，没想到他是你老公。玉白寒一起感慨，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何月的感慨被炸断了2秒，他很快找回话头，对了，我昨天有事没来社团，其他社员知道你和陆焕的关系之后，有没有对你说什么？玉白寒，他们对我说，原来你不姓白。传错姓的何月、陆焕和私家联姻的消息，上流圈子不少人都知道，但只知道是私家小少爷，具体姓名相貌通通不清楚。所以先前就算知道玉白寒认识陆焕，也没人把他们的关系往伴侣上想。何月轻轻将话题扯开，那郑松昨天来了吗？玉白寒摇头，没来，估计在家里抠别墅庄园。也是。何月说，我要是他，也暂时没脸出现。两人正说着，服务生就将甜品饮料端了上来。玉白寒道了声谢，拿出手机拍了拍，然后打开微信发给陆焕。两人的聊天还停留在很浪漫，他刷刷发了好几张图，把聊天记录翻篇。尤尔，
今天没去练习，再跟社长一起喝下午茶。图片。对面传来何月了然的声音，是在和陆学长聊天吧？玉白涵点头应了声，手机同时一震。好，回复速度之快。何月没忍住羡慕的感叹，陆学长很忙吧？这么忙还秒回你的消息。玉白涵轻轻抿唇，陆焕今天回的是挺快，快的就像是怕错过什么。和人发完微信，玉白涵就将手机搁到一边。何月拖着下巴吃了口蛋糕，忽然哦了声。对了，我听说陆焕生日快到了。果然是上流圈子，人尽皆知。玉白涵说就在下周，你们会来吗？何月有些遗憾，我们家跟陆家其实没有多少交集，所以往年都没参加过。他说着叹了口气，看上去挺想参加的样子。玉白涵想了想，拿起手机给陆焕发了条微信。尤儿，你生日的时候会邀请何家吗？我交了新朋友，想介绍给你。彭脸乖巧笑，消息依旧是秒回。都行。玉白涵就对何月说，陆焕邀请你家一起来，如果你们有时间。何月惊喜，有。那令尊，他也有。玉白涵美滋滋的举起柚子气泡水，那感情好，我们下周在生日宴上面个鸡。何月欣然举起蜂蜜柠檬茶，和他一碰，哐！为我们的友情干杯，约好下周面基。玉白涵神清气爽的回了家。正好今天要拟定宴会邀请名单。吃过晚饭，樊玲拿了名单来书房找陆焕，玉白涵也跟着进去，搬了个板凳坐在一边。他看着名单上的一排排名字，提醒道：记得加上何家。陆焕低眼看着名单，才认识几天就这么要好了？玉白涵不解的看向他，认识几天不能这么要好吗？大概是他脸上的疑惑太过明显，陆焕抬眼对上时都顿了一下。半晌，他似赞似叹，也对，毕竟是我们白涵。半天就多了群兄弟，一天就多了位妈。玉白涵谦和一笑。樊玲在一旁修订着名单，看陆焕没有反对，便加上了何家。正核对着，他突然停下，迟疑的瞥了玉白涵一眼。先生，私家要怎么请？身为亲信，他可是知道两家关系不简单。陆焕闻言停了下来，随即看向玉白涵笑了笑。玉白涵警惕，这熟悉的鹰比笑。陆焕放下名单，靠在椅背上，一副征求意见的姿态。我们白涵觉得该怎么请？当然是请他们爬。玉白涵张嘴一顺，又咽下了滑到舌尖的脏话。他拿起手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润了润干涩的唇，思考2秒后说道：那就只请三哥吧，请老三不请老大，多有趣啊。他说完补充，邀请函就发到私家。衰三儿多半还在住院，就麻烦司言庭这位做大哥的帮忙签收一下。陆焕没忍住笑了声，在樊玲一知半解的目光中抬抬手，就按他说的发。是，先生。宴请名单已经大致拟好。玉白涵看了眼时间，准备下楼去学做蛋糕。他这2天进步喜人，只要再多加练习，做出来的成品应该能体现出几分诚意。他估摸着时间，向陆焕问道：还有几天到你生日宴？陆焕秒答：4天。玉白涵侧目：你算得好清楚。陆焕意有所指的看着他，毕竟每天都在倒计时，算着还有几天到7月14。瞧这急不可耐的样子，早知道不和他说有浪漫礼物。玉白涵感同身受，是不是从来没有这么期盼过自己的生日快点到来？陆焕：是啊，想尽早睡个安稳觉。玉白涵轻怪：看你又说些俏皮话。旁边的樊玲差点把笔拿掉。4天时间过得很快，生日宴就在2人不尽相同的期待下到来。宴会从傍晚开始。当天下午，陆家请来的造型师上门为陆焕和玉白涵整理外形着装。定制的同款西服一深一浅，穿在身上相当合身。
精致的配饰点缀其上，恰到好处的衬托出两人的气质。玉白寒换好衣服，看向立在一旁的陆焕，不管看多少次，他冤种老公都如此古人。他不吝啬的送上夸赞，陆先生今天很帅。陆焕朝他侧去一眼，神色不咸不淡。玉白寒府长，今天的宴会场上，你定能艳压群芳。府长的动作配上这语调，那日的宫斗剧在此刻陡然跳出脑海。陆焕压下跳动的眉心，不必。玉白寒一他，好，我们低调。陆家的车是5点从陆宅出发，开往逸庭庄园。临出门前，玉白寒没忘把藏在衣柜里的礼盒抱出来带上。蛋糕他在上午就已经做好，会有管家冯叔带过去。大捧的玫瑰花也早早订好，晚上的时候直接送去庄园。给陆焕准备的礼盒不大，玉白寒直接抱在怀里，上了陆焕的车后座。车门一关上，陆焕的视线就落了过来。这是什么？玉白寒扭头朝他笑笑，给你的礼物。目光骤然一紧，陆焕正想继续问，私家车便已经发动。他看了眼前面耳听八方的樊玲，又合上了唇。私家车一路平稳的开往庄园。窗外的天色渐渐沉了下来，当前方隐隐透出零星的灯光时，终于到了宴会举办的地方。玉白寒稍稍坐直了身子，一脸期待的望向前方。大概是过于期待，他搭在礼盒上的手情不自禁的轻轻抚摸着盒面，细微的动作牵动了陆焕敏感的神经。陆焕侧目盯着那盒子看了半晌，终究是没忍住开口，里面到底是什么？玉白寒扭头哄道，别心急，晚上单独拿给你。晚上单独？陆焕眉间浮出淡淡的警惕，他动了动唇，不心急，心慌。玉白寒宽慰他，放心，我知道尺寸。樊玲刚好一踩刹车，车辆瞬间一个急停。陆焕的目光倏地落到玉白寒脸上，玉白寒稳住摇晃的身形，错了，我是想说分寸。两人相视半晌，陆焕薄唇一动，你最好是。玉白寒又摸了下盒子，当然是。研究脑子的孙以清都再三认证过了，这可是正经礼物。说话间，樊玲已经下车，拉开了车后门。陆焕暂且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抬腿跨出了车门。前面就是灯火辉煌的庄园大门。2世以来，他头一次笼罩着淡淡的戒备，走向了自己的生日宴会。宴会从6点开始，陆焕作为生日宴的主角，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到场。宴会场入口处候了名接待，负责登记接收宾客们带来的贺礼。玉白寒抱着礼盒跟在陆焕身侧进场。刚过入口，接待便说，白寒少爷，礼物就放在这边吧。玉白寒琢磨了一下，宴会要持续好几个小时，抱在手里是有点影响他吃席。他就把礼盒递过去，那我结束后来拿。这礼物他得亲自交给陆焕。接待应下，没问题。礼盒被转移到了柜台，玉白寒转头正对上陆焕的侧脸，对方的视线还落在那礼盒上，没有收回来。玉白寒就拍拍陆焕，好声哄道，别看了，是你的终究是你的，逃不掉。最后3个字落下，手心下的胳膊似乎一震。陆焕缓缓呼出口气，转身朝会场内走，进去吧。临近6点，庄园外陆陆续续来了宾客，来的都是上层显贵，个个打扮的光鲜亮丽，整个庄园内顿如花团锦簇。五金批发1、2也早早的来了。几人到场后，直奔陆焕和玉白寒这边，相当熟人的打招呼，生日快乐呀，陆哥。陆焕点头嗯了声。杨新元转头看见两人的衣着，没忍住酸不拉几地开口，情侣装，好好哦。玉白寒，不就是一深一浅？原来这就是情侣装。他视线从面前的4朵金花身上扫过，你要是羡慕，你们也可以穿4种灰色。杨新元一脸小惊吓，情侣装？他们4个？玉白寒侧目，家庭套装？想什么呢？
看他们这边聊得挺好，陆焕便离身去接待其他客人。玉白寒没跟着晃过去。今天宴请的大多是 C 城权贵和私家野熟，他就留在五金批发122温暖的舒适圈里闲聊。没聊一会儿，孙以清突然叫了他一声，示意他看陆焕那头，何月跟何老爷子来了。玉白寒扭头，果然见陆焕对面站着何月，还有一名笑容和蔼的老爷子。他精神一振，来了，同好面积，我去打个招呼。玉白寒说了声，便朝陆焕走去。走到陆焕身侧，双方正好客套的打完招呼。何月本来有些拘谨，在看到玉白寒时眼睛一亮，白寒。玉白寒热情，你们来了。他说完，旁边的何老爷子就朝他伸出手，笑眯眯的说，白寒是吧？这次面基我期待很多天了。玉白寒熟稔的握上去，何老爷子神交已久。两人一见如故，毫不陌生的既视感让陆焕一个转头。玉白寒看他还在疑惑，就同何老爷子点头致意了一下，随即将陆焕拉到一旁，轻声说，我上次和你说的，你的小迷弟。陆焕像是没听清，什么？玉白寒就用眼神向他示意何老爷子，诺。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了好几秒，而后陆焕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所以你要给我介绍的何家的朋友是何老爷子。陆焕闭了闭眼，他早该想到没这么简单，上次吃了仓鼠的亏，自己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半晌，清冷的声音一字一句碾磨出口，那小迷弟。玉白寒羞涩，毕竟男儿至死是少年。陆焕闭着眼睫，像尊俊美的雕塑。玉白寒轻轻催促，好了，快去吧，人家和老爷子专程来和你面基，来和他面基。陆焕压下心头的那股浊气，重新睁开眼。他朝玉白寒头去悠悠一瞥，接着脚步一转，走向了那头的何老爷子。看那头开始顺利面基，玉白寒就换回了五金批发的舒适圈。齐觉跑去社交了，这会儿只剩文楼、杨新元和孙以清在原处交谈。玉白寒一回去，就听他们正讨论到送礼物。文楼迅速将玉白寒拉入话题，你送陆哥什么了？玉白寒说，孙以清知道，他替我参谋的。话落，对面两道目光微微一震。杨新元猛地盯向一脸正经的孙以清，你问他？玉白寒理所当然，是啊，不然问你俩吗？一个看着就憨直，一个特别会说话。没等杨新元再说什么，齐觉就从另一头回来了。他看上去气鼓鼓的，走路都在生风。这些在背后嚼舌根的。玉白寒赞叹，你好飒。齐觉满肚子的气瞬间瘪了一下。很快他又恨铁不成钢的对玉白寒说，我是在替你生气好吗？我刚过去就听见有人逼逼说陆哥把你丢在一边不管你。玉白寒看了眼还在跟何老爷子相谈甚欢的陆焕，齐觉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扭头解释，你看陆哥都忙不过来了，你别误解。玉白寒相当理解，不会，就是他让陆焕忙起来的。夜幕低垂，宴会上半场也渐渐进入了尾声。宴会分了上下两个半场，前半场是商业社交，后半场则是各家千金公子哥们开轰趴的时间。这会儿已经有宾客陆陆续续准备离场，都在会场中央和陆焕辞别。玉白寒目光捕捉到入口处正在收拾礼物的接待，立马走过去拦截，我来拿下我的礼盒。他们陆同学还眼巴巴等着呢。好的，白寒少爷。接待转头给他拿了过来，礼盒回到手中，玉白寒朝楼梯口望了一眼，楼上就是陆焕的卧室。今晚生日宴会持续整个通宵，因此陆焕也会在这里留宿。他看了眼暂时无法脱身的陆焕，思索一瞬，拿着礼盒准备上楼。刚从众宾客旁边晃过去，一道声音突然从人群中响起，哎，这是司少给陆先生准备的生日贺礼吗？玉白寒脚步一岔。与此同时，
周围的视线全都转过来，落在他手中的礼盒上。陆焕在一圈宾客中央，倏地抬头，与他隔空相望。他双眼微眯，到底是谁藏在人堆里点他？没等他逮到那个刁民，四周的气氛就隐隐躁动起来。无数道好奇、探究的视线在他和陆焕身上交错，正是新婚燕尔，也不知头一次在圈内露面的私家小少爷会给陆焕送什么。三三两两的起哄声接连响起，纷纷说要看贺礼。文楼也跟着在人群里舞得起劲，陆哥，当场打开看看。他一嗓子吼完，忽然瞥见身侧的孙以清往人群里退了小半步。文楼转头，你退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他们这头暗流涌动，玉白寒却正处于众人视线正中，而另一个中心点则是对面的陆焕。两人目光交接，陆焕眼底的神色越来越深。在愈发高涨的氛围中，玉白寒读懂了他来自灵魂的拷问：你确定这是能当场打开的很浪漫的礼物？玉白寒激愤，陆焕这是什么眼神？是在质疑他所剩无几的纯洁性吗？这会儿藏着掖着反而显得心虚。玉白寒定了定神，抱着礼盒穿过人群。本来就是正经礼物，有什么不能看的？他在陆焕跟前站定，发出预告：那我打开了。陆焕垂眼看来，抿着唇，手中的礼盒正对着陆焕。玉白寒像开蚌壳一样将盒盖缓缓朝他打开，盒盖细开了一道缝，一条皮质细带的边缘陡然落入陆焕眼中。陆焕目光好像定了一下。玉白寒解释：这是我送你的皮。下一秒，盒盖就被陆焕猛地扣了回去。砰！众人，什么？皮什么？为什么不看了？陆焕一手紧紧扣在盒盖上，垂下的睫毛掩去了他眼底的神色，只有附在盒面的指尖不易察觉的一颤。两三秒后，他凸起的喉头动了一下，随即朝众人开口道：抱歉，我先失陪了。说完，一手拿过礼盒，一手捞起玉白寒，转头走向二楼。玉白寒跟着陆焕一路到了二楼走廊，四下无人，陆焕停下脚步转了过来，漆黑的眼底产生了剧烈的波动。白寒，玉白寒一看他这样，就知道他想歪了。果然够野的，懂这么多。他维持着坦然的姿态，心平气和。怎么了？反应这么大？是太合心意，迫不及待要试用了吗？试用。陆焕向来淡定的神色在此刻出现了裂缝。他压下跳动的眉心，伸手打开礼盒。这是什么？盒子打开，3件套落入眼底。这会儿明明白白摊在眼皮子底下，陆焕直接冷笑了一声，挑起衬衣夹。这个。他说完放下，指向皮带。还有这个，等等，这个怎么了？玉白寒打断他。Q 到衬衣夹他或许还要心虚一下。这皮带有什么问题吗？陆欢动作陡然顿住，目光落在皮带上，竟然沉默了。玉白寒站在他跟前，盯着环成2圈的皮带看了片刻，没忍住试探的开口：你该不会以为这是像丝白寒？看来说中了。玉白寒立马占领了道德上风，看他的目光带上了浓浓的谴责。看吧，是你自己想多了，我这明明是正经的礼物。走廊里安静了好一会儿，随即礼品盖合上，陆焕仰头捏了捏眉心。良久，他摆烂似的一字一句道：行，那你拿去我房间放着。玉白寒温声细语：先不急。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几分钟前玫瑰花已经送到了庄园，和蛋糕一起拿上来，刚好用来抚平他们陆同学浪无边际的内心。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你先把礼盒带回房间等我。陆焕摆烂的心又动弹了一下，什么礼物？玉白寒正想说这次是真的浪漫，出口前又揣度了一下陆焕的衡量标准，改口道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那种。他说完认了个房门，在陆焕谨慎的目光中下了楼。纤瘦的身影转瞬消失在楼梯口。陆焕在原地站了会儿，拿着礼物盒转头回了房间。他进屋后
随手开了盏地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将礼物盒放在床边，然后松了松领带，脚步一转去了洗手间。昏暗幽静的房间隔绝了楼下的热闹喧哗。陆焕打开水龙头，俯身举起一捧冷水敷在面上，冰冷的水流刺激着神经，全程紧绷的神经终于在此刻稍有放松。他今天并没有那么轻松愉快，请来的宾客不全是亲友，还有那些在他前世失意时袖手旁观、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家族，仇怨刻骨铭心，却还要曲意逢迎。陆焕轻扯了下唇角，关了冷水，抬头看向镜中的自己。卫生间内光线昏暗，只有一盏镜面灯映在他脸上，水珠划过他清冷的眉峰，嫣红的薄唇蜿蜒出一道道水痕。突然，陆焕目光一凝，镜面中陡然映出了一簇摇曳的烛火，火光悠悠，一张若隐若现的面容浮现在了他背后。他瞳孔微缩，喉头一动，烛火偏动，露出后方那双乌黑的眼眸。陆焕睫毛轻颤，巫蛊。玉白寒摇摇头，轻启唇齿，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陆同学，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蛋糕一个回旋旋到他跟前，玉白寒真诚的送上祝福，祝你每一天都精彩。两人隔着悠悠火光，在黑暗的卫生间镜面前对视。陆焕那一瞬受惊狂跳的心脏终于平复下来，他双手接过蛋糕，声音在卫生间里显得有些空灵，谢谢，已经足够精彩。玉白寒抿唇一笑，快许愿吧，刚好趁现在没开灯。陆焕就微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明明3分钟前他脑海中还是那一张张刻骨铭心的面孔，但在这一刻他想的居然不是报仇雪恨。陆焕在心底虔诚祈祷，愿岁月静好，无人作妖。许完愿，他睁开眼，吹灭了蜡烛。呼，保佑！蜡烛熄灭，玉白寒转头摁开了卫生间的灯，明亮的灯光瞬间从头顶落下，照亮了这一方空间。陆焕手中的小蛋糕落入两人眼底，奶油漆的白底上面有颗粉嘟嘟的寿桃，大概是因为蛋糕太小，所以只插了一根蜡烛，正立在寿桃中央。玉白寒眼睛亮亮的，好看吗？我做的。陆焕盯着那颗粉嘟嘟的桃子看了一秒，转身端着蛋糕回了卧室。我们白寒做的当然好。玉白寒腼腆的笑笑，跟着他进了卧室。一进卧室，映入眼中的就是放在床上的大捧玫瑰花，整束玫瑰红艳欲滴，花瓣却不知为何零零散散的从门口一路延伸到床边，铺了半张床，还有几瓣盖在了打开一半的礼盒上。房间灯光昏暗，画面有些微妙。陆焕在前方停住脚步，玉白寒不好意思的走上前，将花瓣扶了扶，我的手用来端蛋糕了，夹着捧花进门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门框。陆焕脚步一动，将蛋糕放在一旁桌子上，没事。姿态中透出一股经历过大风大浪后波澜不惊的从容。玉白寒欣慰，就知道陆焕没什么接受不了。他把花瓣从床上扫下来，转头正看见陆焕不知从哪儿翻出只小勺子，尝了口蛋糕。玉白寒问：好吃吗？陆焕淡淡嗯了声。玉白寒毫不意外，来自大草原的动物奶油怎么可能不好吃？他看陆焕这会儿心情不错，就把床上的礼盒打开了。陆焕放下勺子，转过头来盯了眼礼盒。玉白寒宽容大度的说：既然误会已经解开，我送你的正经礼物你记得穿戴。他说着目光飘移，尤其那个衬衣夹。桌边安静了3、4秒，玉白寒正想再遣词造句一番，忽然就听陆焕落下一声轻笑，带了点熟悉的阴笔味道。他警惕的抬眼，只见陆焕走到床边，拿起了礼盒，语调平稳如常道：正好我要换身衣服去接待下半场，既然是这么正经的礼物，不如由我们白寒来帮我换上。帮他换？玉白寒 shock 了一下，随即小脸一黄，刚生出的警惕瞬间消失。他羞愧的看了陆焕一眼，是他误会陆焕了。
陆焕能有什么坏心思？只不过是想给他一份丰厚的回礼罢了。他立马伸出援手抱住礼盒，嘴上还要假装矜持一下，这不好吧？抱着礼盒的手却毫不矜持的往回抽，抽了2下没抽动。玉白寒疑惑的朝陆焕看去，他抬头正对上陆焕幽深的眼神，对方嘴角噙着的那抹笑意已然消失，此刻正意味莫名的看着他，手上没有松开礼盒。玉白寒羞涩的瞥他，有这么爱不释手吗？陆焕抿唇，你算了，不用多说。玉白寒任他捧着盒子，自己伸手从里面拿了皮带和衬衣夹出来，你抱着吧，下面的我来。不知是哪个字眼触动了陆焕的神经，他腿根好像紧绷了一下，却又定在原处没有退避。玉白寒在窸窸窣窣拆保护膜的间隙瞥见，出声安抚，别紧张，放轻松。面前沉默了下，接着听陆焕呵的一笑，谁紧张了？我很期待。玉白寒抬眼朝他志同道合的笑笑，我也是。几分钟后，上半场宴会穿着的外套搭在了床沿上，里面的衬衣也换了件更休闲的摆饰。陆焕已经放下礼盒，双手垂在身侧。玉白寒坐在床沿，方便视线齐平。他伸手搭上金属扣，抿着唇，眼神亮亮的朝陆焕看来。不知是不是旁边玫瑰开的太艳，衬得他两颊微红，完全是一副拆礼物的兴奋。玉白寒预告，那我来了，你配合一点。陆焕捏住眉心，沉下心头隐隐的浮躁，懒得去纠正他这副说辞，随你。哦，随他？那太好了，他就喜欢这么随意。玉白寒就相当不客气的上手了，金属扣2声轻响，旧的被抽出来放在一旁。玉白寒稍稍停顿了1秒，右手指一动，平整的面料滑落堆叠，在他视线中一晃。他窸窸窣窣的替人扣上衬衣夹，中途没忍住视线往旁边飘了飘，手下蓦地一重，不愧是小说设定，再看一次还是头顶传来一声闷哼，紧接着手腕被一只手抓住了。玉白寒回过神，歉然抬眼，是不是勒得慌？陆焕眼底沉沉，目光好像一直紧锁在他脸上，你说呢？抱歉，业务不熟练。玉白寒赶紧给他松了松。片刻过后，他扣好衬衣夹，又系好新的皮带。玉白寒满意的起身看向自己的杰作，直到陆焕淡淡问了句看够了吗，他才念念不舍的收回视线。手套还戴吗？不用了。陆焕弯腰将盒子盖上，俯身间衬衣绷直，一条条褶皱像被什么拉扯着没入腰下看不见的地方。玉白寒脸上热烘烘的，这礼物真不错，就知道孙以清是个会来事的。这会儿换好衣服，陆焕准备出门去接待下半场。他临走前问玉白寒，你去吗？玉白寒跟上，去吧。年轻人的世界里怎么能少了他这朵浪花？夜场的轰趴一半在别墅内设了娱乐场馆，一半设在庄园背后的泳池草坪。陆焕四下招呼客人去了，玉白寒先去后园草坪找4朵金花。后园俨然一片欢乐的海洋，豪华大泳池旁设了吧台、舞池，钢琴手坐在一旁弹奏。夜色底下，草坪周围亮了光束灯，将整个户外宴会场映得流光溢彩。玉白寒在场内搜寻了一圈，随即捕捉到一枚璀璨的脑袋，金晃晃的，一看就是杨新元。他循着金脑袋穿过人群，果不其然找到了坐在沙发卡座里的五金批发112。白寒。齐觉看见他过来，忙招呼他坐下，你和陆哥刚刚干嘛去了？玉白寒在外侧落座，去拆礼物了。几道目光一瞬落过来，孙以清搓了下指尖，状似随意的开口，怎么样？玉白寒满意，我很喜欢。五金批发112。玉白寒回过神，飞快纠正，我是说陆焕也很喜欢。他补充，几乎爱不释手。他抽了2下都没把盒子抽回来，面前几人顿时松了口气。我就说对吗？
陆哥怎么可能不喜欢你送的礼物？文楼好奇，所以你送的到底是皮什么？玉白寒，就是皮。话刚开口就被截断。齐觉拿胳膊撞了文楼一下，示意他闭嘴，还问：陆哥喜欢野的，那肯定是皮。玉白寒眯眼，在讲什么不正经的话？文楼一脸震惊，连忙摆手，不问了，不问了。还没等玉白寒为自己洗脱污名，齐觉视线忽然看向前方，眉头皱了皱。玉白寒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几名男女正往他们这头靠近，其中一名青年正好和他对上眼神，然后轻蔑的扯了扯嘴角。玉白寒转头问齐觉：他在干嘛？跟个歪嘴龙王一样。齐觉愤愤不平，就是他们几个在宴会上说陆哥不管你，还说是因为你的礼物拿不出手，陆哥才把你带回去教育。玉白寒心头微漾，教育？和他们陆老师戴手套的那种吗？齐觉话头一顿，猛然想起这两人酷爱 cosplay， 几句话间，前方的人已经靠近了卡座。在路过玉白寒跟前时，歪嘴龙王突然停下来，目光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玉白寒任他打量，维持着私家小白花的姿态，扭头细声细气的问齐觉：这位是？齐觉翻眼一瞥，这是朱。玉白寒柔柔打断：我知道，我是问名字。齐觉：朱家的公子朱静。玉白寒恍然：是我误会了。朱静像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脱口而出：商业联姻的花瓶，果然没见过世面。喂！齐觉几人皱眉，唰的起身：你说什么？对面一人碰了碰朱静，像是有所忌惮。朱静又瞪了玉白寒一眼，转身同旁人一起离开。背后的声音逐渐远去，就算陆焕不中意他，也还有私家妻都推出来商业联姻了，你们还真以为私家把人当宝贝吗？玉白寒这句话倒是真像了。小歪，支持你去揭开私家伪善的面具，别听他乱说。齐觉坐下后又气不过骂了一句：狗眼看人低。就是。文楼气得瑟瑟发抖，砰一声拍桌，朝着舞池的方向大声逼逼：他们懂个嘚儿！他们根本不知道水床是怎么。四周的人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玉白寒瞳孔一缩：不，你们也不知道。齐觉和杨新元已经飞快地捂住了文楼口不择言的嘴。够了，快住口！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躁动的文楼终于被按了下来。玉白寒不解：我有得罪过那个猪吗？半截称呼让四朵金花欣慰侧目。孙逸清言简意赅：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怀什么了？来吧，夸夸看。是他的才华、美貌，还是绚烂的灵魂？陆焕。玉白寒的手下意识摸向腹部。四朵金花嘴角同时一抽，同他巴巴解释起来，大意就是说这些人见风使舵，捧高踩低，眼下陆焕风头正盛，都想来攀附。本来就嫉妒玉白寒借联姻攀上了陆家，现在看他不受待见，就趁机踩一脚。他们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懂了吧？玉白寒懂了，他无奈道：都是陆焕招蜂引蝶，这磨人的妖精。正说着，就看一道人影从另一头走来，挺拔修长的身形笼在模糊的夜色和隐隐绰绰的灯光里，相当惑人。玉白寒一下坐直身子，他的小妖精来了。陆妖精走近了，齐觉立马挪了个座。玉白寒之前过来坐到了卡座外侧，陆焕这会儿就坐在了另一侧，和他面对面。陆哥来了。几人招呼。陆焕淡淡应了声。从宴会场中转了一圈回来，他像是完全没有融入这热闹的气氛，眼神仿佛落在深潭里，染了些森然的冷意。玉白寒定睛一看，那漆黑的眼底好像在转圈，黑化 loading 使他产生了错觉。陆焕。玉白寒叫了一声，将对面的视线顺利拉过来。你刚去玩狼人杀了？陆焕看着他，什么？你的眼神
看着像要刀人。陆焕忽然笑了一下，你看错了。玉白寒定下神，又看了看，果然见陆焕目光平和，转圈的 loading 已经消失不见。他松了口气，可能是有灯光扫到你眼睛了。陆焕牵唇，肯定是。他两人正对视着，旁边齐爵突然拍了下桌，陆哥，你是该刀人。他说着开始巴巴告状，将朱静挑衅的是激烈陈述，还不忘煽风点火，添油加醋。陆焕一手搭在桌上，垂眼听着。玉白寒朝他看过去，目光从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上不自觉落到对方腰腿之间，那腰间系着他送的皮带，正经的西装裤下还带着他亲手扣上的衬衣夹，就这么大拉拉的坐在灯光人群之中，除他以外无人窥见。玉白寒正暗搓搓品味着，余光里忽而投来一道视线，他转头和孙以清对上了眼神。孙以清目光依旧平静，只是看了他几秒后转过头，状似无意的抿了口酒水。超好像被察觉了，他转过红黄的小脸，也抬手抿了口酒水。对面齐爵告状告得口干舌燥，情绪激愤，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动静之大，不远处的朱静等人转过头来，在看到陆焕时，朱静面色一僵，他原地杵了会儿，随即端了杯酒走过来，陆先生。玉白寒静静观赏着他的两副面孔。朱静停在陆焕跟前，扫了玉白寒一眼，大概是看两人分坐两端，紧绷的神色又放松下来。刚才和陆先生的朋友发生了点口角，我来赔个不是。四朵金花，人均一脸呵呵。玉白寒坐在边角里，像朵小白花，目光移到陆焕高冷疏离的脸上，他在心底暗爽。前来巴结讨好的朱静肯定想不到，陆焕底下还带着他亲手帮忙扣上的东西。朱静依旧维持着敬酒的动作，陆焕坐在原处没动，只微微掀起眼皮，我没酒。朱静脸上一下挂不住了，气氛僵持了片刻，旁边文楼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圈，突然说，白寒有啊，喝白寒的。玉白寒赞赏的看了文楼一眼，可真有你的，同喝一杯，不得气死这狗比。与此同时，陆焕也朝他看了过来，玉白寒就把杯子往陆焕那头推了推，你要吗？不过他刚刚往杯里吐回了一粒柠檬子，也不知道陆焕介不介意，隔了几秒，一只胳膊伸过来，拿起了桌面上的酒杯。玉白寒推得不远，陆焕拿酒时轻身站了起来，平整的衬衫在他后背一绷。他拿起酒杯，低头正要抿一口，眉心突然一蹙，陆焕动作停了下来，一众疑惑的眼神朝他投去，怎么了？玉白寒紧张，该不会是发现了他吐的柠檬子？但很快他就看陆焕放下酒杯，腿根微不可察地动了动。一个比发现柠檬子还可怕的猜测浮上玉白寒心头，难道是衬衣夹滑了？他揣着心虚，轻轻叫了一声陆焕。沉默中的陆焕转头朝他看来，目光沉沉。好的，确信了，就是衬衣夹滑了。对视2秒，陆焕淡淡的收回目光。没管站在跟前的朱静扭头朝别墅内大步走去，玉白寒赶紧起身跟上，两道身影一前一后消失在别墅入口，只留下卡座内几人面面相觑。半分钟后，安静的桌前突然落下一声哼笑。朱静看着一动未动的酒杯，揣摩着陆焕皱眉的神色，这不明显就是不愿意同杯。杨新元反驳，肯定是有别的原因，他们可恩爱了，每次都酸的他不行。朱静正要习惯性冷嘲，在对上杨新元笃定的神色时，忽然又有些不确定。万一呢？万一是真的？这时候一直没开口的孙以清淡然出声，花这么大心思揣摩别人，你直接跟去看看不就好了？朱静心头一紧，朝玉白寒两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迟疑片刻，还是脚步一转跟了上去。他已经把四白寒得罪了，要确保陆焕真的不待见人他才能安心。从草坪进入别墅不出10米就有洗手间，
陆焕走进去，径直到了最后一个隔间前。玉白寒跟在他后面，滑了是吗？握在门把上的手一紧，青筋鼓起。陆焕转头看来，头顶的灯光映得他五官深邃，面容冷峻。他冷笑：“你说呢？”玉白寒歉然：“我也是第一次帮人带，不熟练。”几秒过后，上方传来的冷意稍退却了点。陆焕闭了闭眼，算了，重新扣。玉白寒在他闭眼的时刻，非常丝滑的侧身进了隔间，就着他的手将门一关，事不宜迟，赶紧吧。陆焕睁眼，他深吸一口气：“我是说我自己扣。”玉白寒尊重他的个人意愿，退了一小步：“扣吧，正好我观摩一下怎么弄。你要在这儿看着，我这属于售后。”玉白寒说完鼓励：“别害羞，第一次都是我帮你扣的，还有什么不能坦诚相见的？”陆焕盯了他一眼，接着低下头，重新系上衬衣夹。修长的手指翻动着，在顶光照射下投出交叠起伏的阴影。玉白寒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看得小脸黄通通。“收敛一下你的视线。”陆焕头也不抬：“这是人之常情，你要理解。”人之常情。玉白寒教他换位思考：“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会儿是我站在你跟前，当面换上你送我的衬衣夹。”指尖动作一顿，陆焕猛地抬眼：“闭嘴。”玉白寒抿住淡色的唇，看看哑口无言了吧。衣着重新穿戴整齐，金属扣的声音在不大的隔间内响起。陆焕放下手，对站在门口的玉白寒道：“出去吧。”玉白寒转身拉开隔间门，门刚开了巴掌宽的缝，他就和外面转头看来的朱静对上了眼神。朱静像是被震在了原地，脸上一片呆滞。玉白寒原地刹住，对视一秒，半开的门后传来陆焕低沉的声音：“怎么？”他迅速转身，将陆焕往隔间里一推，砰的拉上了门。重新关上的隔间内灯光幽冷。陆焕低眼：“你在做什么？”玉白寒悄咪咪：“外面是朱静，我和他对视了。”“我反应快吧？保全了你名声。”安静的隔间内仿佛能听见彼此的心跳。陆焕盯着面前这双眸光晶亮的眼睛，缓声细语：“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反而更奇怪？”玉白寒默然思考了2秒，确实。他又转身重新推开了门。门一推开，朱静还处在原地，直愣愣看过来。视线再次对上，他瞳孔一震，目光先是在玉白寒脸上定格了1秒，又飘向陆焕下方。玉白寒开口解释：“我们。”对面视线猛地收回，像是受到了惊吓。接着就听朱静吼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话落，转身夺门而逃。那身影瞬间窜出洗手间，一方空间内又只剩下玉白寒和陆焕。两人四目相对，玉白寒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的走出隔间，也不知道他想哪儿去了，这可是在外面。身后落下一声冷笑：“哼！”玉白寒继续声讨：“真要发生什么，也是等回屋再说。”龌龊，这样揣测纯洁的你我。陆焕抬眼，卫生间的镜面映出玉白寒白净的脸，一双秀气的眉微微拧起，充满了唾弃，如一朵青莲不染淤泥。他没忍住截断玉白寒的话头：“回去吧。”玉白寒垂眼一笑，适时的住口。哦。两人出了洗手间，往外面草坪走。玉白寒问：“朱静会和人乱说吗？”旁边传来淡然的声音：“他不敢。”玉白寒扭头对上陆焕线条分明的侧脸，在四周浮躁而喧嚣的场景下，那面容中透出股如雪山般巍峨不动的镇定，成熟稳重，魄力十足。他开口夸夸陆焕：“就喜欢你这副自信又霸气的样子。”陆焕侧目瞥了他一眼，轻哼了一声。两人穿过人群回到卡座，一回去文楼就探头过来：“陆哥刚才怎么了？”陆焕没回话，玉白寒替他解释：“人有3急。”文楼顿时哽了一下，那未免也来得太陡。玉白寒没管文楼槽多五口的表情，
四下望了一圈，问道：“朱静呢？”刚刚回来，和他同伙打了个招呼，又仓促离开了。齐觉回忆着朱静的神色，形容道：“跟被摄了魂似的，好像慢一秒就要被灭口。”同伙。玉白寒朝他投去一道赞叹的目光，不愧是齐大金，还是那么会遣词造句。正赞叹着，他视线一晃，忽然晃到了齐觉身旁的孙以清。那张文质彬彬的脸似乎罕见的笑了一下，接着抬手抿了口酒水，看着像是功成身退后的举杯。玉白寒眨了下眼，小孙闷声不响的，又是在笑什么？宴会下半场会持续整个通宵。玉白寒待了差不多40分钟，看时间不早了，就打算回去休息。齐觉几人正坐在一块玩牌，玉白寒凑到陆焕身边，压低声音：“我困了，想睡觉。这里有次卧吗？我睡哪个房间？”压低的嗓音夹着气音，丝丝缕缕。陆焕偏了下头，开口时似乎顿了一秒，接着说道：“有很多客房，让秦伦带你过去。”秦伦。玉白寒问完，顺着陆焕示意的方向，看见了舞池另一头笔直站立的高大身影，四周还站了别的亲信，都是今晚值守的保镖。玉白寒羞愧，光顾着嘶哈陆焕了，都没注意到兄弟。他和五金批发1-2打了个招呼，便辞别，绕过舞池去找到秦伦。秦伦今天着了保镖的正装，负手立在舞池边，看着就让人不敢造次。玉白寒走过去：“秦伦，陆焕让我来找你，带我去休息的房间。”秦伦扬了扬眉，转头在前方领路：“走吧。”庄园别墅很大，上了别墅2楼，转过几个拐角，还没有走到休息的房间。玉白寒顺便打探私家的事：“听说你最近工作很忙，是因为上次的 U 盘吗？”秦伦点头：“不过也没有很忙。怎么了？邀约打游戏？”玉白寒一个侧目，陆焕不是说秦伦很忙，没空带他健身？不过他现在参加了剑道社团，也不用人带了。他顺势应下：“如果你有空的话。”行。秦伦说完脸又一黑：“但你别再带先生，我都快产生心理阴影了。”玉白寒保证：“下次一定。”秦伦将人带到房间后就离开了。玉白寒一身疲惫，洗漱完很快上床睡去。第二天起来是9点。昨夜设宴通宵达旦，到现在有部分宾客已经回家，还有部分留宿庄园，会有佣人照顾。陆焕不知道是几点回去休息的。玉白寒下楼看见他，他身上已经换了套衣服，正身姿挺拔的立在会场里，吩咐身边人收拾准备回去。白寒少爷起来了。冯叔抬头打了个招呼，陆焕便也转过来看向玉白寒。玉白寒问：“这会儿就回家吗？”陆焕：“玉白寒又提醒：“记得带上我送你的礼物。”一个轻巧的闷字缀在句末，瞬间点亮了记忆中一幅幅精彩的画面。陆焕薄唇一抿：“知道了。”玉白寒满意，这就对了，要珍惜他的心意。从庄园回到陆宅已经是中午，陆焕昨晚大概是没怎么睡，用过午餐便上楼休息。玉白寒回到房间，刚关上门就接到乔云的电话。最近霍明在忙着偷袭思妍亭，昨天陆焕的生日宴他就没有参加。但是没关系，偷袭思妍亭就是给陆焕最大的贺礼。玉白寒将电话接通，乔云先是道了句贺，又问他昨晚宴会上玩的怎么样。他满载着回忆，很充实，和陆焕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浪费掉。那就好。乔云笑笑：“老霍给小陆挑了贺礼，还有上次你来这边说好喝的茶叶，我也顺带让人一起给你们送过去。”玉白寒欣喜：“谢谢云姨，等你有空我来看你。”乔云思索了一下：“那就后天下午吧。”玉白寒也思索了一下：“行啊。”客套的社交辞令在5秒之内变成了共同约定。挂了电话，玉白寒去楼下拜托冯叔准备了些上门礼，就等着后天去霍家拜访他的结义妈妈和4胞胎兄弟。
隔天吃过午饭，华武送玉白涵去了霍宅。玉白涵轻车熟路的跟着管家进了后院，也就是第一次来时陆焕和霍明下棋的地方。他到了才发现霍明居然也在家。霍明朝他笑着招招手，正好今天下午得空，听阿云说你要来，我就留在家里了。玉白涵欣然合掌，那我们的家庭聚会还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乔云也乐滋滋的合掌，是哦。霍明哈哈大笑，抬手让管家端上茶和点心。就着庭院里的一方雅景，三人在袅袅茶香中聊起天。聊了会儿，乔云抱了霍家三子过来，几兄弟好久不见，这会儿都亲切的在玉白涵身上攀来爬去。屋室间顿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玉白涵抱着二弟感叹，可惜陆焕太忙，不然今天我们就全家团聚了。霍明表示理解，说来还要感谢你家小陆，他把你大哥的火力都集中到自己那儿去了，方便了我施展拳脚。若是事成，我一定会有所表示。玉白涵谦和道，谢谢霍叔，其实也没多大火力，大部分都转移到衰三那里去了。也不知道衰三现在怎么样了，瘸腿好没好？正想着，突然就见管家从庭外走廊匆匆而来，停在了门外。霍老，私家的三少前来拜访。玉白涵，他难不成会什么意念召唤术？乔云朝玉白涵看了一眼，霍明也皱了皱眉，对玉白涵道：“你三哥今天过来，我先前并不知道。听说他最近和你大哥关系紧张，这是真的？”玉白涵点头，直言道：“腥风血雨。”乔云惊讶：“有这么夸张？”“不夸张，腿都断了。”玉白涵说着，摸出手机，大方分享：“我还录了视频，一会儿拉个群。”片刻，乔云摸摸玉白涵的脑袋，他一定是对你不好，不然怎么会这么大怨，这么大仇？玉白涵适时的朝慈母的掌心中靠了靠。霍明转头让管家将人带进来，接着对两人说：“阿云，你先带着仓儿子们下去。白涵，你也回避回避。自海滩一别，许久未见。”玉白涵对衰三儿甚是想念，他不忍错过这出大戏，朝霍明试探的问道：“我能不能办回避？”霍明、乔云。半分钟后，玉白涵进到了屋室背后的里间。里间的门是复古推拉门，斜对向屋中坐席的方向，只开了1指宽的门缝，从外面不易发现。他刚调整好一个暗中观察的姿势，外面便传来一阵深深浅浅、哒哒哒的脚步声。玉白涵，哒哒哒。他扒着门缝，一双乌亮的眼往外瞅。只见思薇停在门口，拄了根拐杖，向霍明问好：“霍老。”玉白涵视线落在拐杖上。哦，哒哒哒。拄着拐杖都按捺不住要往霍老这儿跑，看来是在病床上又被司言庭刺了一刀。也对，陆焕的生日请柬应该都被司言庭捏出褶子了，还不趁他病要他命，那就不是疯批哥。外面已经开始交谈起来。玉白涵听了会儿，不外乎是思薇斗不过他的好大哥，知道霍明对司言庭手上的项目感兴趣，就想借此来抱霍明大腿，一点心意都没有。他靠着门框都快听困了，正昏昏欲睡，突然又听门外传来管家迟疑的声音：“霍老，司家大少爷也来了。”门外一静，玉白涵一个清醒，差点笑出声。今天不愧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日子，他家齐聚一堂，司家也齐聚一堂，如此阖家团圆的气氛里，怎么能没有他们陆同学的参与？玉白涵摸出手机给陆焕发消息，陆焕的消息还没回过来，门外便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很快那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玉白涵赶紧往外瞅了一眼，门缝里司言庭和思薇两兄弟一站一坐，在静默中对视着，把他扣的锅一把子坐实。看吧，对方就是在背着你搞合纵连横。玉白涵都没想到这发展会这么精彩，他正看得心潮涌动，陆焕就回了消息：“鱼，什么直播？有耳，
兄弟戏强。与此同时，外面传来司言庭危险的声音。老三，玉白寒赶紧朝陆焕发起了视频邀请。有耳，视频邀请。于视频已接通，画面切进来，他将手机开了静音，把摄像头对着门缝往外一贴，屏幕正对着他。他看了一眼，大图是陆焕的脸，小图是外面的情形。陆焕这会儿是在办公室用电脑接通的视频，画面映出他半身正装，背后是宽大明亮的落地窗。玉白寒抽空欣赏了一下，真养眼。欣赏完又继续贴在门缝里，津津有味的和陆焕一起观赏着内斗现场。司言庭应该也是来找霍老谈条件的，用手里的那个项目。暗地里斗了大半个月，兄弟两人都没想到会在这里碰面。埋了许久的暗雷终于在此刻轰然爆发，两人顾不得是在霍明家里，直接撕破了脸皮。司言庭本来还想维持一下温文尔雅的假面，但思威这段时间被他整得够呛，腿还断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暴脾气，抄起拐杖就朝司言庭砸过去。霍明嘴角一抽，提着他名贵的茶具挪了个地儿。外面争得昏天黑地，一片混乱。直到乔云听见动静赶过来，让家里的保镖将两人分开，才堪堪止住了这场闹剧。玉白寒略有遗憾，只差一点摔三儿那拐子就能处上司言庭那张斯文败类的脸。他看外面的闹剧基本收场，就凑近手机将摄像切回自己的视角。画面翻转，陡然落入一截纤瘦脖颈和小巧的下巴。玉白寒调好画面，将手机拿远了点，朝陆焕无声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用口型问：好看吗？陆焕的视线似乎从他脸上往下落了一秒，下巴微微抬了抬。手机开了静音，玉白寒依稀从他的神色里品出一句：外面说话的声音传进来，保镖正将司家两兄弟架走，思威的瘸腿伤势加重了，而他第一拐子处得不错，如雷神一锤，砸中了司言庭的胳膊。待几道身影渐渐远去，玉白寒把手机音量打开，对陆焕说道：我先出去看看，一会儿再打给你。陆焕点头，好。外面佣人正在收拾残局。玉白寒拉开门走出去，正对上一脸头疼的乔云和一脸无语的霍明。乔云在看见玉白寒时，神色才稍微缓和了一点，家里还是头一次有外人打架。你这两个哥哥真是……玉白寒，三哥脾气比较烈。霍明说，烈倒是其次，人快被逼疯的时候，就不会再管什么礼节和理智。玉白寒深觉有理，一个快被逼疯，一个是自来疯，不打起来才怪。大概是清静了好久，头一次家里被闹成这样，乔云心累不已，在旁边按着太阳穴。玉白寒熟练的伸出援手，云姨，我给你按按。我手法还不错，陆焕试了都说好。乔云眉绷住一笑，霍明也失笑，家里就有按摩的。阿云，你去按摩一下再蒸的桑拿，别管这些破事了。白寒也一起去吧，当放松了。乔云应声，我看行。玉白寒也不客气，这个好货宅建在山上，四周生态环境极好，是霍明夫妻俩用来养生的居所。宅中设了汗蒸桑拿、按摩足浴馆，霍明偶尔也会用来招待自己的好友，因此更衣室里常备着汗蒸用的浴衣和按摩服。玉白寒在更衣室里换着浴衣。霍明的好友都是体型高大的成年男人，这里准备的浴衣尺码也普遍偏大。他找了件尺码最小的穿在身上，依然显得有些松垮。玉白寒换好浴衣，拉紧腰带，正要将换下的衣服放回储物柜，就看见搁在一旁的手机。从刚才挂了电话之后，还没和陆焕发过消息。他想了想，忽然笑了一下，拿起手机。发完之后，一个视频打了过去。陆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陆焕正坐在电脑后面，跟前是汇报工作的樊玲和姚欣然。电脑屏幕上熟悉的昵称亮了亮。陆焕鼠标一动，点开了对话框，和几十分钟之前如出一辙的消息跃然屏幕。他眉心微蹙，又是私家出了什么事？陆焕想着，便让樊玲暂停汇报，接通了视频邀请。
画面一亮，屏幕里蓦地出现了玉白寒的脸。陆焕怔了怔，呼吸微平。对方玉衣松垮，露出一截细白的脖颈和漂亮的锁骨。察觉到视频接通，玉白寒便立马抬头看过来。乌黑的眼睛一亮，嘴角翘起，陆一只手飞快地将电脑合上，啪！陆焕垂着眼定了2秒，对面前不明所以的樊玲和姚欣冉道：“你们先出去。”樊玲和姚欣冉相视一眼，有些茫然地退了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陆焕，他将手搭在电脑上静默了几秒，这才缓缓掀开电脑顶盖。重新亮起的屏幕上，通话已经被中断。对面玉白寒发来2条消息。陆焕抿唇顿了顿，抬手敲着键盘回了一句：“没有。”消息刚发过去，视频通话又打了过来。他的手在鼠标上落了半晌，还是点下了接通。经历了刚才的冲击，陆焕这会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在玉白寒的脸出现在屏幕里时，他语调平稳的开口：“你在做什么？”玉白寒这会儿已经离开了更衣室，正朝汗蒸房的方向走。他一手举着手机，一侧领口拱起，半个肩头白白瘦瘦。当然是给陆医生看场疗养直播。疗养。玉白寒看向屏幕里的陆焕，心情很好的解释：“我在霍老家里准备蒸个桑拿，按摩一下。”陆焕轻声夸赞：“你是真的四海为家，到了哪里都像在家里。”玉白寒收下了他的赞美，还好。说完又问：“刚才的直播精彩吗？”陆焕嗯了一声。玉白寒欣然，就知道你会喜欢。几句话间已经走到了汗蒸房门口。门是实木门，上方有一半透明玻璃，方便看清里面的情形。里面没人，乔云应该先去按摩了。玉白寒把手机放到门对面的置物台上。置物台不高，他放好之后俯身调整镜头，手机不能带进去，我就放在这里给你直播。陆焕靠坐在皮椅上，距离电脑摄像头较远，逆光的角度看不清眼底的神色。我还要工作，你可以把浮窗挂着，有空的时候看2眼。云参与一下他们的家庭活动。玉白寒说完就朝陆焕摆摆手，转头进了汗蒸房。透明的门在身后关上，他打开汗蒸房的开关，找了个正对门口的位置坐下。透过门上玻璃往外看，手机视频还连着，陆焕没有挂断。这就对了。玉白寒欣慰一笑，40多度的汗蒸房，隔着屏幕都能让陆焕感受到家的温暖。在里面坐了会儿，汗蒸房外便晃过一道人影。玉白寒抬眼看去，只见是霍明从外面走了进来。霍明先是朝玉白寒笑了笑，在路过门口置物台的时候，脚步突然停下，一个扭头。玉白寒润了下干涩的唇，他感觉霍明和陆焕可能在视频里对视了。门外微妙的气氛持续了2秒，霍明很快又转头走过来，拉开门对玉白寒调侃道：“新婚燕尔，果然是如胶似漆。”爽朗的声音飘出去，木门又重新合拢。玉白寒垂了垂眼睫，霍明隔了1米距离坐在玉白寒一侧，坐下后2人随意聊起来。聊着聊着就说到刚刚那场闹剧。霍明感叹：“私家那2个小辈真是，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和你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玉白寒立马澄清：“我是被抱养的，不能玷污了他纯净的血脉。”霍明一下愣住，半晌他叹了口气，没再追问，只是有些怜惜的看着玉白寒，难怪了。汗蒸房里沉默了会儿，霍明忽然问：“白寒，你觉得霍叔该怎么处理今天的事？”玉白寒对上霍明的视线，那双历经风霜的眼依旧锐利而清明。他抬手抹了把颈侧的汗珠，温声细语道：“不如就接受我大哥的合作邀请，自己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刚好这2兄弟一人绑一个，摔三儿绑定陆焕，疯批哥绑定霍明，2狗相斗要势均力敌才有看头。”玉白寒话落，霍明没忍住哈哈大笑，那双晶亮的眼底充满了赞赏。聪明的孩子。他说着朝门外的手机看了一眼，
又扭头对玉白寒说：“难怪陆焕时时刻刻都黏着你，自己的宝贝当然得看好。”哎，霍叔真是说什么宝贝要看好？玉白寒羞涩道：“他只是单纯的想看看我罢了。”霍明，这副身体底子不好，不能在汗蒸房待太久。玉白寒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便起身准备去按摩。霍明说：“你先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云姨。”玉白寒点点头，出了汗蒸房，拿起手机。屏幕里，陆焕正盯着电脑，神色冷淡而严肃。大概是察觉到镜头晃动，陆焕视线偏了一下，接着定住。玉白寒举着手机：“我出来了。”陆焕视线又偏回去，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也该出来了，再蒸就脱水了。”玉白寒低头看了眼，自己脖颈和胸前都汗涔涔一片，连浴衣领口都阴出了湿痕。他扯了扯领口，灌入一阵凉风，继续朝陆焕实时直播：“我现在去按摩。”陆焕声音听着淡淡的：“好。”按摩室是单人隔间。玉白寒换好按摩服，就有霍家的专业按摩师前来服务。他将手机架在床头柜上，趴着看向陆焕：“我还没按过，不知道会不会痛。”陆焕从镜头里看了他一眼，身后的按摩师笑了笑：“按中了可以说。”好。玉白寒趴好，按摩师便从肩背开始给他按起来。开始的5-6分钟还好，中间不知道按到了哪里，他腰一抖，轻哼了声。按摩师停下，屏幕里陆焕抬眼。玉白寒侧着头说：“那里痒。”按摩师记住了，我待会儿避开这里。玉白寒又抬眼看向屏幕，接着和陆焕聊天：“你下午没开会吗？一直待在办公室。”他被按得轻声哼哼：“我好像都没看见你办公室进人。”屏幕里一静。陆焕第3次停下手里的工作，看过来。玉白寒半张脸都埋在枕头里，白皙的侧脸被擦出了红晕，抬眼看来时，细长的睫毛轻颤着。视频里的画面有片刻静止。玉白寒下巴抬了抬凑近，又断网了。没有。画面重新动起来，陆焕垂下眼，隔了几秒又说：“有人要进来汇报工作，我先挂了。”玉白寒相当理解：“好，那你去吧，快去赚钱养家。”接近1个小时的视频通话终于挂断。玉白寒把脸埋回枕头，舒舒服服的继续按摩。从霍家浑身放松的离开，回到陆宅已经是晚饭时间。陆焕也在家吃晚饭，两人坐上餐桌。玉白寒一身松懒，向陆焕建言献策：“按完之后好舒服，下次我们也一起去按摩。”陆焕筷子停了一下，再说。没有直接拒绝，那就是可以去了。玉白寒熟练的做出解读，在手机上火速收藏了几家疗养所。大概是下午做了汗蒸按摩，玉白寒晚上睡得很沉，第二天起来已经是10点多。他到了楼下，正看见冯叔在同厨娘周姨嘱咐什么。冯叔，怎么了？白寒少爷，先吃点早餐。冯叔说着端了牛奶3明治出来，解释道：“前几天生日宴，先生可能酒喝砸了，肠胃不舒服，我和小周叮嘱一下这几天的备餐，尽量清淡易消化。”玉白寒问：“那他中午在公司吃什么？”冯叔迟疑：“挑清淡的吃，或者让外卖送。”可怜见的，天天赚钱养家，连顿好饭都吃不上。玉白寒狠狠怜爱了，外卖不卫生，还是我给他做了，送去公司。冯叔和周姨同时微微睁大了眼。玉白寒记得粥或者面食都容易消化，他在厨房翻了翻，翻到一盒现成的面，包装简单，上面全是外文，盒子上画了个番茄，看着就特别养生。他开火烧水，麻溜地下了面，再倒入番茄料包，文火慢炖。至于那几袋深色的小料，看着就重口味。玉白寒直接放到了一边。面煮得很软，煮好正是11点。家里有清渠院的保温桶，玉白寒将番茄汤面装好，华午开车送他去了公司。
他在路上给陆焕发了条预告：有耳，叮咚，你有一封来自白寒的预告函。鱼，有耳，我给你煮了番茄面，中午给你送来。丫头，你拒绝不了我。鱼，好。开车过去40分钟，车停在集团大门口。玉白寒提着保温桶下了车，往前走了一截，进入公司1楼大厅。正对大门就是前台，台后站了3名员工。他走过去问道：请问总裁办公室是从哪个电梯上去？其中一名前台给他指了个方向，看见他手里清曲苑的保温桶，又说放在这里也行，会有人下来拿。玉白寒摇摇头，没事，我自己送上去。他说完，提着保温桶穿过大厅去了电梯。电梯门缓缓合上，隔绝了前台小声的议论：清曲苑也送外卖了吗？可能陆总有特权吧，那个外卖小哥还挺好看的。电梯很快升上顶层，玉白寒出了电梯，轻车熟路的找到了总裁办公室。他在门口敲了敲，里面传来陆焕的声音：进来。门开，玉白寒端着保温桶一板一眼：陆总，你有一份外卖需当面签收。陆焕从桌后抬眼，目光落在保温桶上，装了什么？玉白寒浑身的细一些，提过来放到桌上，发出指责的声音：都说了是番茄面，你好健忘。陆焕将桌面的文件拿开，眼底流露出淡淡的不信任：这么简单？玉白寒摇头：当然不是。整理文件的动作停下。玉白寒宠溺：还给你煮了个荷包蛋，补补身子。陆焕紧绷的神色似是一松：谢谢。玉白寒重拾他的话术：不客气，这是你应该谢的。保温桶打开，里面有2副碗筷，番茄浓郁的香味飘出来，爽滑的面条还没坨，看着竟意外的不错。玉白寒给2人分好2份，抬头看见陆焕微正的神色，揣摩道：你这个做梦一样的表情是在传递个什么情绪？陆焕回过神，伸手接了碗筷：没什么，单纯感动而已。生日愿望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玉白寒又怜爱了，陆焕真是好容易感动。他给2人分好汤面，自己先尝了一口，味道鲜香，就是稍微淡了一点。不过正好，陆焕要吃的清淡点。玉白寒催促：还不错，你快试试。陆焕就挑了一筷子送进嘴里，嚼了2下又停住。他喉结一动，咽下嘴里的食物，顿了2秒，他开口：你把意大利面做成汤面了。玉白寒，他低头盯着碗里的面，是有点粗，有点过于爽滑，隐约还能看见番茄里加的肉末，原来是番茄肉酱意大利面。办公桌前安静了几秒，玉白寒嘴唇动了一下，随即拿起筷子将保温桶里的荷包蛋加到了陆焕的汤面里，启唇轻哼：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他夹完放下筷子：吃吧，汤面永远的神。圆润的荷包蛋浮在浓郁的番茄汤里，光泽饱满。陆焕默了几秒，又重新动了筷子。虽然煮成了汤面，但味道依然不错。玉白寒也拿起筷子一块吃，边吃边感慨：冯叔说你肠胃不好，没想到还是得了总裁都会得的胃病。陆焕正在吸面条，闻言抬眼，没等他咽下面条开口，玉白寒又叮嘱：还好你有总裁人手一支的家庭医生，改天让中医务人员来给你治治。陆焕终于把滑溜的意面咽下去了，他放下筷子蹙眉：我没得胃病。玉白寒顺着他：好好，没的。2人还没讨论出陆焕到底有没有胃病，办公室的门就被敲了敲。陆焕开口：进来。门开，一名保安站在门口：陆总，刚刚前台和我说有个外卖小哥上来了，一直没下去，就让我来看。话音一指，他视线落在玉白寒身上。陆焕也转头看向身侧的玉白寒，他将碗筷放下，坐得矜持又端正，小巧的下巴朝陆焕抬了抬：我是谁？解释一下。玉白寒坐在陆焕身侧，肩直背挺，日光从身后的落地窗投进来，笼在他肩头，很有架势的样子。保安视线茫然的
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啊，不是外卖小哥吗？陆焕修长的手指搭在筷子上，他盯着玉白寒看了2秒，又收回目光，话在嘴边打了个转，随即开口道：家属。玉白寒视线一偏，家属这么泯然众人的身份，一点都不特殊。他意有所指：哦，陆总说的是你那千千万万家属中的一员。陆焕没忍住：我哪来的千千万万家属？当然是我给你创造的。看看，又健忘了。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保安处在门口，想走又不敢走。陆焕垂眼默了片刻，忽然笑了一声：那我们白寒想听我说什么？他看着玉白寒的侧脸：陆夫人。玉白寒被他叫得心头一痒，嘴角满意的翘了翘。哎，倒也不用这么腻歪。陆焕视线落在他嘴角上，也牵了下唇，接着对门口几近石化的保安道：听到了吗？下去吧。是，陆总。保安云里雾里的飘走了，顺手带上了门。门一关，玉白寒的坐姿又变得松散。他挑了挑碗里的面条，假巴意思的矜持道：说什么陆夫人，多不好意思。他一边说着，一边眼睛亮亮的。陆焕看透，配合道：哦，那要怎么说？就说我是你的狂野男孩好了。陆焕低头夹起圆滚滚的荷包蛋，面色平静：那还是陆夫人比较好。两人饭还没吃完，办公室门又被敲响。姚欣冉拿了平板推门而入：陆总，我来汇报。他看到办公桌边多出来的玉白寒，一下刹住话头，飞速退出去。没什么，回来。陆焕按住眉心，有事就说。姚欣冉迟疑的瞟了眼玉白寒。玉白寒捕捉到他的目光：需要我回避吗？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工作了？不，姚欣冉慌忙摇头。是他打扰了。他立马言简意赅，语速飞快的向陆焕汇报完，在陆焕点头后便迅速退出了办公室。门一合上，姚欣冉松了口气。猝不及防，陆总的小妖妃来了。他想着就拿出手机，准备在公司的姐妹八卦群里分享消息。一打开群聊，才发现里面消息已经99。陆夫人来给陆总送午餐的消息刷了满屏。还以为是外卖小哥，没想到是陆夫人。我就说怎么外卖小哥都长这么好看，原来是陆总的对象。长什么样啊？好好奇，让我康康，就白白净净的，理想中初恋的样子。姚欣冉深吸了一口气，一来公司就备受瞩目，不愧是妖妃，不对，妖后。一代妖后，玉白寒还不知道自己在陆焕的公司小群里刷屏了。两人吃完午饭，一块把碗筷收进保温桶。陆焕问：你现在回去？玉白寒怜爱他是个患者，你要是舍不得，我也可以再陪陪你。陆焕掠过他疼惜的语气：我下午有事，不在公司。玉白寒领会到，那我回去。回到家里，他脑海里还盘踞着陆焕到底有没有总裁通德的胃病的问题，干脆叫来了钟炳七。玉白寒琢磨，等陆焕回家就给他做个检查，不听霸总的倔强，用诊断报告说话。于是等陆焕晚上一回家，就听见玉白寒和钟炳七在客厅里说话。你说根据守恒定律，我在陆焕的酒里丢几颗红枣枸杞，会不会抵消伤胃的问题？可能会产生让陆总没有胃口的新问题。他几步穿过走廊走进客厅，看向茶几边正凑在一起描绘蓝图的两人。你们在干什么？冷淡的声音传入客厅。钟炳七立马起身，笑着问好：陆先生。玉白寒招招手：你终于回来了，快和钟哥上楼检查一下身上有什么毛病。陆焕冷笑：我有毛病？玉白寒拉起他往楼上走，安抚道：不要讳疾忌医，说不定你是健全的呢。呵呵。陆宅楼上有单独的医疗检查室。10分钟后，陆焕已经站在了仪器前，连正装都还没来得及换下，整个人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玉白寒指向陆焕的胃部，扭头和钟炳七道：特别这里检查仔细一点。手指一戳，抵上了一片温热弹印，指腹下的肌肉似蓦地一震，
随即他的手被啪的一把抓住。司白寒，玉白寒扭头，正撞入陆焕深邃的眼底。他收回手，轻声道：“别激动，待会儿还要测血压和心率。”检查做完，结果当场就出来了一半。事实证明，陆焕身体素质相当好，肠胃也没什么大问题。钟炳期叮嘱了几句，便回去了。检查室内，两人四目相对。玉白寒率先开口：“你没毛病，我很高兴。”陆焕盯了他良久，缓缓压下心头的那口气：“你要是觉得在家待得太无聊，可以找点事做，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作妖。”玉白寒接受了这个中肯的建议，那我思考思考。不过陆焕建议他找点事做，他暂时也想不到做什么。第二天他便又去了剑道社团。好几天没去，今天玉白寒一进门就看见一支箭矢穿过眼前，定入了靶心。他拍手脱口：“好箭！”话落，转头就和持弓的郑松对上了眼。郑松面色难看：“你骂我？”玉白寒没这么小心眼，是夸你。郑松才不信：“哼，你别以为你是陆学长的，那谁，我就怕你了。”他说完，往后退了5-6米，提着弓飞速离开。郑松刚走，何月便从另一头过来，兴高采烈的和他打了个招呼：“你来了，我们正在训练呢。”训练？玉白寒转头了眼四周，今天社团的人是比往常要多。过几天有联赛。何月说着，遗憾的看向他：“其实以你的实力，当我们正式队员绰绰有余，可惜不是 C 大的学生，不能参赛。”玉白寒也有些遗憾，他以前还想过参加联赛，但他们学校的社团没有参赛资格。他往外望了一眼，见到场外日光盛大，庭木葱茏，社员们朝气蓬勃的声音混杂着箭矢中靶的细微声响，交织成独属于校园的纯真和鲜活。玉白寒思索：“那我可以考进你们学校？”什么？何月没听清。玉白寒已经收回目光，跃跃欲试的规划起来：“我试着考一下 C 大研究生。”正好，陆焕昨天还让我找点事做。何月被他突如其来的想法震了一秒，随即感叹：“陆学长好关心你，还怕你无聊。”玉白寒羞涩一笑：“相互的。”是他昨天过于关心陆焕的回报。当晚回到家，玉白寒就把想考 C 大的事和陆焕说了。他本来都做好了受到质疑后进行反击的准备，但陆焕听完竟然莫名松了口气。好，玉白寒，他凑过去细细揣摩：“你好像很支持我，多读书是好事，为什么不支持你？”陆焕说着，把书桌上的文件全部挪开，打开电脑：“要考哪个专业，有没有想好？”玉白寒瞟了眼桌面，不得了，上亿的合作书都推一边去了，这得有多支持他的学业。电脑屏幕上调出了 C 大的官网，陆焕甚至相当积极的帮他匀速滑动着页面。玉白寒享受着他的服务，视线一扫，定了个中文系下的专业。就这个吧，学好中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陆焕应了一声，发消息让樊玲去准备要用的书籍资料。玉白寒腼腆：“那我是在家自学吗？还是说有霸总人手一套的家庭教师组合？”陆焕居然点了点头：“有。”玉白寒，陆焕看着他：“明天上午我带你去 C 大文学院找个导师蹭课。”陆焕是 C 大商学院毕业的风云人物，玉白寒没想到他的风还能吹到文学院去。第二天一早，他就跟着陆焕到了 C 大，两人穿过大半个校园，往文学院的方向走。“你怎么认识文学院的导师？”“荣誉校友，每个学院的院长都认识。”玉白寒惊叹：“我们陆同学好棒棒。”陆焕瞥了他一眼，两人正好从钟楼前路过，旁边就是荣誉墙。玉白寒叫住陆焕，将人拉到那张照片旁边站好：“别动，我给你照一张。”陆焕额角抽了一下：“不要这样拍。”玉白寒已经举起了手机，哄他道：“没关系，你怎样拍都很帅。”咔嚓，
照片落入相册。玉白涵拍完，低头看了一眼，荣誉墙上的半身照很清晰，照片旁边的陆焕也很帅气。但就是他抬头看了眼荣誉墙上方顶棚的横格，上午的太阳斜照过来，穿过横格，在陆焕身上投下一道道横排的阴影，落在相机里，像是在拍入狱照。陆焕也低头过来看了一眼，看完就沉默了。玉白涵指尖动了动，还行，纯欲风。冷冷的声音从头顶响起，删掉。玉白涵乖巧的删掉照片，随即收了手机，走吧，这里不适合拍照。呵呵。文学院的大楼在学校西区，行政楼和教学楼隔了一条宽敞的林荫道。陆焕带着玉白涵直接去了行政楼3楼。他停在院长办公室门口，伸手敲了敲，里面传来一道温和的中年男性的嗓音：“请进。”推门而入，一间整洁明亮的办公室映入眼中。办公桌旁站着的就是院长薛勤，穿着带盘扣的中式短袖衫，一身书卷气。看到陆焕，薛勤漾开笑纹：“好久没见了，难得你回母校一趟。”陆焕点点头：“薛院长。”薛勤又看向玉白涵：“这就是你拜托我指导的小孩？”玉白涵打了个招呼：“薛院长好，我叫白涵。”薛勤府长，好幸。玉白涵，这是何月的亲戚吗？陆焕没忍住解释：“姓司，司白涵。”薛勤府长的动作一顿，视线在他两人之间拉回了2圈，随即微微睁大双眼：“姓司，小陆，和你结婚的是不是？”陆焕淡定：“薛勤一个吸气，我真是太意外了。”玉白涵狐疑的盯了他2秒：“幻听了吗？开头2个字好像是我靠。”“行了，我知道了。”薛勤适应性良好的拍拍玉白涵的肩，又恢复了文雅的模样：“你选的专业刚好是我教的，欢迎随时来听课。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至于能不能考上，就看你自己了。”玉白涵点头：“我知道，谢谢薛院长。”陆焕也道了声谢，看时间差不多，便准备离身去公司。薛勤摆摆手也不留他：“你去吧。”待那道挺直的身影走到门口，薛勤忽然哎了声：“对了。”他拿出手机，兴致勃勃的对玉白涵道：“你还没看过陆焕当年入校时作为新生代表上台演讲的视频吧？”开门的身影猛地一顿，玉白涵背对着门没注意到，他兴趣盎然的说：“让我康康。”薛勤熟练的翻找着网页，可经典了，等着。多经典。不过也是，他们陆同学干什么都是最棒的。玉白涵正凑在一边海獭搓手，就听身后响起几道脚步声，接着手腕上忽的一紧，一股力道几乎将他拉得跌入怀中。玉白涵踉跄着抬头，正对上陆焕微微紧绷的神色。他疑惑：“怎么了？”陆焕抿着唇看向他，手上收紧：“别看了。”说完还欲盖弥彰般补充了一句：“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看的？”他怎么就不信呢？玉白涵拍拍陆焕攥着自己的手，兴致更浓：“别害羞，让我欣赏一下我们陆同学的风姿。”风姿拽着他的手一紧，陆焕一双眼定定看来。两人正对视着，背后薛勤忽然又哎了一声：“找到了。”他说着就将视频点开：“小陆，别不好意思，让你对象看看你当年的样子。”视频点开，属于陆焕那清冷的声音从里面放了出来：“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新生代表陆焕，来了。”玉白涵赶紧扭过身子去瞅，手机屏幕上身穿白衬衣的少年俊美而青涩，高岭之花的模样同现在如出一辙。他静静欣赏，陆焕这不挺帅的吗？玉白涵没管箍在他腕上的手，又凑近了一点。视频还在继续播放，屏幕里陆焕面容冷峻，薄唇轻启：“昨天我们还在考场上挥洒汗水，今天我们就像是破壳的小鸟，离开了羽翼的庇护。”等等，玉白涵瞳孔微震：“破壳的小鸟，陆焕吗？”握在他手腕上的手逐渐收紧。与此同时，视频里的陆焕看向镜头，目光坚定：“
未来我们要强一点，再强一点，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让人可怜。那张高冷的脸上神色认真，一字一句，别拿青春当赌注，因为你输不起。玉白寒呼吸一顿，他润了润干涩的唇，转头看向身后的陆焕。10年前的陆同学真的是，身后陆焕正垂着眼睫，唇线抿得笔直，耳根薄红尽染。玉白寒目光落在他绯红的耳垂上，心神一样。哦，陆焕这样还怪想让人欺负，大概是察觉到他的目光，陆焕飞速抬了下眼，手心又是狠狠一攥，别看了，司白寒。玉白寒轻声安慰，这没什么，挺励志的。陆焕深吸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旁薛勤突然拍了拍玉白寒，快快，最经典的要来了。玉白寒，还有更经典的。他立马给了陆焕一个安抚的眼神，定睛看向进度已走到最后的视频。屏幕上，商学院院长也上了演讲台。院长拿起一支话筒，陆焕同学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我们学校的，你平时都是怎么激励自己学习的？视频里，陆焕一双漆黑的眼准确的找到了镜头，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一无所有，就是我拼命的理由。玉白寒猛地吸气，话落，视频定格。那张清冷的脸旁边标注了几个字：商学院新生代表陆焕。视频放完，办公室里有些安静，只有薛勤还在津津乐道，怎么样，小陆10年前还是很帅吧？半晌，玉白寒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说完又转头看了陆焕一眼，没忍住感叹，当时馊了不少吧。一锅的心灵鸡汤，疼痛励志。那双深邃的眼底眸光沉沉。薛勤没注意到陆焕的神色，收了手机对人说道：小陆，你有空也多回去看看你们院长，他真的很挂念你。温和的声音中透出几分怅然。紧绷的气氛稍稍放松，陆焕似回忆起了什么，面上回暖。好，薛勤，每年新生入学，他都会把这段视频放给你的学弟学妹们看。陆焕倏地抬眼，玉白寒。办公室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玉白寒余光瞟向微垂着头的陆焕，对方好似已经凝成了一座俊美的雕塑。他嘴唇张了张，一时竟觉得所有语言在此刻都显得单薄。良久，他拍了拍陆焕的手背，你是不是还要去上班？去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抓着他的手顿了顿，而后松开。薛勤摆摆手，行，你去忙吧。陆焕就吸了口气，深深的盯了玉白寒一眼，随即脚步一转，大步离开了办公室。办公室门关上，气氛又回归正常。薛勤从抽屉了翻出一张课表，递给玉白寒，这是我上课的时间和教室，按时来听就行。谢谢薛院长。玉白寒珍重的接过来，这可是他们陆同学用尊严换来的东西。自从把他送去学习，陆焕工作也忙了起来，连着3天都没回家吃晚饭。玉白寒白天去 C 大听课自习，晚上华午接他回家吃饭，吃完饭又回屋看书，算起来两人见面的时间竟屈指可数。第4天中午，玉白寒约了孙以清一起吃饭。C 大实验楼和文学院离得不远，两人找了家食堂，点了几份小炒，面对面坐着。孙以清又戴上了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挑着筷子。其实陆哥这些年很少回母校，没想到这次会专门跑一趟。玉白寒感叹，以后可能会更少。孙以清，什么？玉白寒摇头，没什么。还是不要和孙以清说了，给陆焕留一点生存空间。两人挑着小炒吃了会儿，孙以清忽然问，对了，陆哥帮你找了学院，你有向他表示什么感谢吗？玉白寒嘴里鼓着米饭，抬眼看来，他和陆焕之间需要这么正式。孙以清抵了下框镜，虽然陆哥嘴上不说，但你表示一下他心里肯定高兴。玉白寒思索，有道理。他把饭咽下，虚心请教，那你觉得我要怎么表示比较好？孙以清就朝他微微一笑。玉白寒，
小孙又在闷声不响的笑什么笑。20分钟后，两人出现在了校内一家礼品店里。店内各种文创饰品琳琅满目，分门别类的陈列在柜台货架上。店员看到他两人进门，立马迎上来，需要点什么？孙以清说，没事，我们自己看。玉白涵跟着他在里面转悠，在这里买礼物。孙以清说着，忽然停下来。他背对着玉白涵，从货架上拿下了一个东西，接着转过来往玉白涵头顶一放，叮铃，叮铃。玉白涵抬手一摸，就摸到2朵毛茸茸。他旁边就是镜子，他转头看去，只见自己头上顶了2只黑茸茸的猫耳朵，耳朵下方还缀着2枚铃铛。黑色的猫耳和他乌黑的头发融为一体，看上去就像是他土生土长的一样。玉白涵瞳孔一缩，又被骚到了。他敬畏的看向孙以清，请问这是什么？孙以清淡定道，猫耳朵，陆焕好像挺喜欢猫的。玉白涵将头顶的猫耳取下来，盯着发箍的大小陷入沉思，但陆焕的头围合适吗？不会把人箍着吧？他委婉提醒，你还记得是谁要表达感谢吗？玉白涵恍然，羞涩的捏了捏铃铛，原来是我。孙以清就抬抬下巴，快点包起来吧，午休时间要结束了。玉白涵犹豫，你确定陆焕喜欢这种？我帮你参谋的，哪次有错？两人对视，孙以清眼底写满了笃定。几秒后，玉白涵收回了视线，拎着猫耳朵去了收银台。也对，要相信小孙。他结账时顺便给陆焕发了条消息。有耳，叮咚，你今晚回家吃饭吗？今晚有应酬。有耳，多久回来？眼巴巴，会很晚，有事？有耳，给你准备了感谢礼物。玉白涵正发着，就听收银的女生提醒他，同学，这边扫一下付款码。他便先退出了对话框，付好钱后接过猫耳朵。交递间，对面女生盯了眼猫耳，在朝他看来时，脸上竟然红了红。玉白涵，这姑娘也是猫控。旁边孙以清露出了运筹帷幄的笑容。拿好礼品带出了小店，玉白涵手机一震，陆焕的消息回了过来。下次吧，或者放在客厅。玉白涵眯了眯眼，收礼物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孙以清瞥见他的神色，是陆哥。他怎么说？玉白涵收了手机，他今晚会很晚回来，应该签收不了礼物了。孙以清扬了扬眉，视线转回前方，没再说什么。告别了孙以清，玉白涵下午在图书馆待了会儿，晚上就被华武接回了陆宅。晚饭的时候，陆焕果然没回来。玉白涵问冯叔，陆焕今天是不是会回来的很晚？冯叔点头，好像说11、2点回来。白涵少爷，不用等先生了，早点休息。好，我知道了。这会儿差不多是7点左右，玉白涵上楼洗了个澡，翻开书学习之前，照例看了眼课表。明天周4，薛琴的课是早上第1节。等等，第1节？好久没上大学，玉白涵这会儿才后知后觉，第1节好像是8点上课。他微微吸了口气，就看周5也是早上1、2节课。片刻，玉白涵对着课表陷入了沉思，难怪昨天薛琴和他说，帮他申请了单独的学生宿舍，如果需要可以住进去。不然按照从陆家到 C 大的距离，他这2天得要6点多就起床。趁着现在还早，玉白涵麻溜的起身收了行李袋。他收好后给华武发了条信息，下楼时正好碰上冯叔。冯叔看到他手上的行李袋，瞳孔一震，落跑娇妻4个大字呼之欲出。他失声惊呼，白涵少爷，你这是要去哪？看看又想多了吧。看着本本分分的老管家，私底下也不知道看了多少狗血小说。他解释，明后天有早课，我去学生宿舍住2天。冯叔松了口气，周末要回来的吧？当然了。玉白涵说着换了鞋，
顿了顿，又转头朝冯叔叮嘱了2句，这才推门而出。私家车从陆宅门口驶离，很快融入了蒙蒙夜色。另一头，陆氏集团顶层电梯前，陆焕一身正装，身姿笔挺，旁边是在同他汇报晚上行程的樊玲。手机突然震了一下，陆焕拿出来看了一眼。孙以清，陆哥，回家了吗？陆焕皱了皱眉，似有些莫名。陆焕，没有，有事。孙以清，白涵给你精心准备了礼物，你不回去？陆焕，晚上有应酬，下次收。他发完消息，电梯正好叮一声停在跟前。门开，陆焕长腿一迈走了进去。手机紧接着又是一阵。孙以清，赶紧收吧，我看过了，还挺可爱的。抵上哲学的眼镜，陆焕的目光落在短短的这一行字上，眉心微蹙。孙以清看过了。陆焕，是什么？孙以清，猫耳朵带小铃铛的。陆焕，叮！电梯门开，停在了地下车库。樊玲在一旁摁着开门钮，看向垂眼盯着手机没动的陆焕。先生，已经到了。陆焕指尖动了一下，随即收了手机，跨出门。2人坐到车里，樊玲开着车驶出车库。灯火流光的夜景划过车窗，陆焕侧头看着窗外，默了几秒，忽然开口：晚上的应酬推了。回家。回到陆宅已经是接近9点。陆焕走进客厅时，冯叔一脸惊讶：先生怎么这么早？不是说要很晚，临时取消了。陆焕说着走上楼梯，他还在看书。冯叔一顿：没有，白涵少爷搬去宿舍了。上楼的脚步停住，陆焕转头，居高临下的角度莫名有种压迫感。陆焕抿唇，说什么？冯叔拒着陆焕的神色，模仿着玉白涵的动作语调，他说他要离开先生羽翼的庇护。陆焕微微一凝。冯叔张开双臂，他今天就是破壳的小鸟华舞，把玉白涵送到了 C 大校门口。玉白涵进去走了没多久，就找到了宿舍楼。薛晴帮他申请的宿舍在研究生宿舍楼5楼，他提着行李上去，刷卡推门灯一开，整洁的宿舍便映入眼中，看上去是2人寝，还带洗漱间，一张床上放了崭新的铺盖卷。玉白涵先把床铺好，又将行李收拾了一下。忽然叮铃一响，下一秒就从里面拎出了那对猫耳朵。不过没关系，要是放在家里被陆焕看到，那就没有惊喜了。玉白涵很满意这份恰到好处的缜密，他正要将猫耳朵塞回，动作又是一顿，随即盯着那对毛茸茸看了几秒，最终没忍住，拿起来往头顶一放，叮铃。不能怪他手痒，没有人能拒绝小猫猫。玉白涵戴完后抬眼看去，只见书桌前的玻璃窗里映出了他的轮廓，一对立起的猫耳朵毛茸茸的栽在他蓬松的头顶，简直浑然一体。他顿时吸了口气，这是哪来的小妖精？一瞬恍惚后，他又摸摸心口，哦，原来是他自己。玉白涵定了定神，接着拿出手机自拍了几张留念保存。他拍完之后切回微信看了一眼，微信里没有新消息，他和陆焕的对话依旧停留在对方说会很晚回来。也对，这个时间点陆焕估计还在忙着应酬。玉白涵姿态惬意的关了微信。没关系，等陆焕忙完回家，就有经典的小鸟 callback 等着他，也不知道冯叔能不能准确生动的帮他带话。玉白涵想着，没忍住飘出一串咯咯咯的笑。他笑得一阵抖动，头顶的铃铛也叮铃铃的响个不停。正抖着，忽然听门外响起几道声音：卧槽，是闹鬼了吗？瞎说什么，哪来的鬼？可那笑声和铃铛声好诡异呀，笑声戛然而止。他轻轻摘下了猫耳朵，安安分分的准备去睡觉。第二天早课在8点，宿舍楼距离文院只需要步行10几分钟。玉白涵7点半起床，半路买了早餐，时间也绰绰有余。他正提溜着卷饼豆浆从林荫道前穿过去，迎面就遇上了孙以清。
对方刚从校门外回来，肩头仿佛还缀着清晨的寒露。玉白寒开口叫住他，问道：“你怎么一大早从外面回来？”孙以清停在他跟前，嘴角扬起一抹凯旋的笑容。不出我所料，大清早去蹲守，抢到了一个新脑子。他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玉白寒看得一阵恍惚。孙以清这样像极了他以前凌晨定闹钟去别人 QQ 农场里偷菜的样子。正想着，孙以清便打断了他飘忽的思绪：“你怎么也这么早？”玉白寒回过神：“今天有早课。”哦。孙以清目光落在他提溜的早餐上，20堂的，还以为你是在家里吃了过来的。玉白寒解释：“我昨天回家收拾了一下就搬来宿舍了。”话落，对面的目光倏地移到他脸上，平静的眼底似是一震。孙以清那张运筹帷幄的面容罕见的出现了一丝裂缝。玉白寒，他小心翼翼的凑过去：“你怎么了？”跟象棋下到最后被人反将了一军似的。静谧的林荫道上陷入了长达10秒的沉默。半晌，孙以清抵了下框镜：“没什么。”玉白寒盯着他的王之嘴角：“可是你都不笑了。”孙以清就朝他露出了淡淡的略显疲惫的笑容。玉白寒怜悯，看来是蹲脑子蹲累了，跟他当年偷菜一样。正好他也要赶着去上课，便和孙以清打了个招呼道别：“你回去歇歇脑子，我去上课。”孙以清轻声：“行。”玉白寒和孙以清道别后便赶去上课了。他上完第1节早课又去自习，晚上还被何月拉着去社团练了会射箭，美其名曰劳逸结合。等练完箭回来，浑身疲惫，玉白寒洗了个澡上床睡觉，第2天继续早起上课。这2天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十分充实。直到周5中午，他才稍稍闲下来，躺在宿舍里刷了刷手机。微信上陆焕依旧没给他发消息。玉白寒相当理解，他们陆同学忙着赚钱养家，还是不要去打扰他。反正今天晚上就回家了，有什么话等见了面再说。小别重逢，正好还可以把迟到的礼物给了玉白寒盘算的妥妥帖帖。他已经和华武说好晚上5点来接他，这会儿干脆就待在宿舍里看书，不再跑来跑去。他这边一片岁月静好。另一头的陆宅也迎来了惬意的下午。下午3、4点是管家冯叔最闲暇的时刻。他今天照例靠在了客厅沙发上，打开 App 继续追更自己新收藏的小说。夫人已经出走3天了，小说软件字体太小，冯叔习惯性的打开听书。听书打开后，他就晒着午后的太阳，闭眼沉浸在了小说世界。不知过了多久，一道细微的开门声传来，声音夹杂在洪亮的有声朗读中，并没有惊动沙发上的老管家。玄关里，陆焕正开门进屋。今天是周5，前段时间的工作刚好忙完了，他干脆让连续加班了1周的员工们提前1小时下班，自己也早早的回家休息。刚关上门，他就听见从侧厅隐隐传出的声音，动静远超10米范围。他第一反应是玉白寒回来了。陆焕搭在置物柜上的手指一拳，随即换过鞋径直走向侧厅。等他走到侧厅外，才发现声音的制造者是他的老管家冯叔。与此同时，小说内容清晰的飘荡在侧厅上空。他曾以为不管自己如何冷落他，他依旧会等在原地。不过是3天没回家而已。他这么爱自己，怎么可能头也不回的离开？但没想到这次他真的走了。他走了，他却疯了。他望着坐在别人副驾座上的他，目眦尽裂，眼眶赤红。你是故意气我，对吗？朗读的尾音打着颤钻入耳朵。陆焕立在侧厅门口，眼底如夜色深沉。大概是没想到陆焕会这么早回来，冯叔还沉浸在听书中不可自拔。他听得如痴如醉，听到动情之处，还重重捶了下身下的沙发。都3天没回家了，追妻追妻呀！冯叔，沉冷的声线终于唤醒了在沙发上打拳的老管家。冯叔一个机灵睁开眼，
就看陆焕正面无表情的站在跟前，眸光幽冷。他赶紧摁了手机起身，先生怎么回来了？陆焕淡淡，工作结束早。隔了几秒，他又开口，他还没回来。冯叔瞥了眼手机上的时间，是的，还没有。这才4点半，华武估计刚出门接人。话音落下，被掐断了听书朗读的侧厅里有些安静，只有庭外的风吹过草木，发出沙沙的声音。冯叔正要再开口，就看陆焕转过身，侧厅外留下轻飘飘的一句：“晚饭备2人份。”说完，大步穿过客厅，出了门。大门砰的关上。冯叔站在侧厅里，还没回过神。晚饭不是本来就要备2人份？庭外隐隐传来私家车发动的声音，冯叔在一片恍惚的思绪中回想。说起来，他前天光顾着模仿。有和先生说白涵少爷只在宿舍住2天吗？ C 大学生宿舍，玉白涵正在整理床铺，收拾一会儿要带回家的东西。10分钟前，华武给他发消息说已经出门来接他了，这个点不堵车，估计还有半个小时就能到学校。他刚把床铺理好，桌上的手机就震了一下。玉白涵往那头瞥了一眼，屏幕显示陆焕。他几步走过去，点开消息。在哪儿？尤儿，在学校宿舍，怎么了？定位给我，我顺路来接你。哦，又是顺路，那就顺路吧。玉白涵欣然接受了他的顺路，回了一个定位后，转头给华武发了条消息：尤儿，快把车倒回去，不用来接我了。华武应该是在开车，直接弹了个语音，语气听上去匪夷所思。什么？尤儿，快回去吧。戳去一根晾衣杆。华武。好。把满头问号的华武一竿子支回去后，玉白涵就坐在宿舍里等着陆焕来接他。大概过了30多分钟，玉白涵看了眼手机，陆焕还没发消息让他下去。他琢磨，从公司到学校需要这么久吗？他正思考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就听宿舍门被咚咚敲了2声，接着一道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是我。”玉白涵惊讶扭头，陆焕怎么直接来宿舍找他了？哎，陆焕真的是这样，不就显得像是小别胜新婚似的？他羞涩的抿了抿唇，正要起身去开门，动作一顿，又看向了桌上的猫耳朵。玉白涵视线落了2秒，忽然一笑。陆焕在门外等了10来秒没听见回应，他微微蹙眉，正要再敲，门锁就传来咔的一声。下一刻，浅色的宿舍门在面前打开，屋内的光亮瞬间从敞开的门缝间投入他身后昏暗的走廊。在一片放大的明光中，他听见了叮铃一声轻响。陆焕眼睫蓦地一抬，一对毛茸茸的猫耳朵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撞入他的视线，他呼吸下意识屏住，视线落下，正对上玉白涵白净的脸。那双眼眸光乌亮，淡色的唇先是矜持的抿了一下，又飞快翘起来。陆学长是来亲自拆礼物的吗？宿舍门口有片刻的安静，陆焕似定在了原处，细长的睫毛垂下来，看不清眼底的神色，只有凸起的喉结细微地动了一下。玉白涵看他没反应，又凑近了点，一对毛茸茸的耳朵几乎杵到陆焕眼皮子底下。怎么了？是太惊喜，楼道另一头突然传来一声卧槽，不是闹鬼，是有妖。陆焕睫毛一阵似回过神，伸手就将人推了进去。玉白涵被他一把推回宿舍，抬眼就看陆焕也长腿一迈跟了进来，高大的身形挤入了狭窄的空间，遮挡了外界的视线。陆焕走进来后，反手带上了宿舍门，哐，门在背后关上。2人面对面站立，静谧的空间里仿佛能听到对方的呼吸。玉白涵看陆焕没说话，又抖了抖耳朵，弯起的唇间露出2颗小虎牙。礼物喜欢吗？叮铃铃的声音不轻不重的敲击着耳膜。陆焕垂在身侧的手指攥了几秒，突然抬手就捏住了玉白涵头顶的猫耳朵，铃响声戛然而止。他深邃的眼紧紧盯来，
隔了片刻，抿紧的唇线松开，太吵了。玉白寒揣摩，你不喜欢铃铛，也就是说，猫耳朵还是喜欢的。落在他头顶的那只手似乎动了一下，可惜猫耳朵不能传递触感。玉白寒不知道陆焕在做什么，他正要抬头去瞅，那只手又松开了。陆焕将手揣回裤兜，语气淡淡的：“在哪儿买的？”玉白寒说：“学校礼品店。”有这么爱吗？都来问他要链接了。陆焕两手揣在裤兜里，第一眼看他的神色晦暗莫名。玉白寒看他视线又往自己头顶瞥了一下，立马会意的取下猫耳。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就忍痛割爱让给你好了。他语气十分不舍，动作却干脆利落，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这对耳朵往陆焕头顶栽，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哭。啪！一掌突然拍在他天灵盖，给他按了回去。玉白寒，陆焕的手掌落在他头顶，不用。修长的指节穿过玉白寒柔软的发丝，似带了骨刻制过的狠劲，慢条斯理的长着后脑勺。陆焕垂眼看着他，你带着。车还停在学校外面，玉白寒这会儿就准备提上行李跟陆焕回家。他背对着陆焕，头顶的耳朵还在叮铃响。身后突然传来陆焕的声音：“孙以清也看过了。”他帮忙参谋的，不错吧？得给小孙记一大功。玉白寒被转头看了眼沉默的陆焕，心底了然，算了，他们陆同学就是这样，喜欢也不说。他一手提上行李袋，朝门外走去。走吧。从陆焕身边经过时，一只手忽然伸来，接过了他手中的行李袋。玉白寒受宠若惊，你要帮我提？好主动，明明他都还没用上级将法。这就是猫耳朵的威力吗？陆焕低头拉开了行李袋拉链，接着伸手往他头顶一捞，将那对猫耳朵摘下来塞进了口袋里。牵起的唇角滑落了一声轻飘飘的冷笑，我还不想校园网上再多出一个关于我的视频。玉白寒后知后觉，形象管理。他看陆焕重新拉上了拉链，正要自觉接过自己的行李，后者就将行李袋换到了外侧的那只手上，稳稳提着行李走向了门口。行吧。玉白寒也不客气，欣然享受着他冤种老公的男友力。两人出了宿舍，往校门外走。玉白寒两只手空出来，这会儿就边走边翻着手机。对了，我还拍了照片。陆焕侧了他一眼，猫猫的。玉白寒抬头朝他看去，笑了起来，没发朋友圈，只发给陆学长怎么样？那眼神收了回去，陆焕没说话，只是凸起的喉结看上去张力十足，侧面的角度让那细微的攒动显得清晰突出。没拒绝就是默认了。玉白寒动动手指，刷刷给陆焕发去了照片。等他已经发完，才听见旁边传来一声不轻不重的玉白寒收了手机，他就知道陆焕的车停在了校门外的路边。这辆迈巴赫外形虽然低调，但依旧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视线。玉白寒跟在陆焕身侧，沐浴着一路的视线走到车旁，没忍住感叹：你是明智的。要是顶着猫耳朵过来，估计就不只是在校园网上留下珍贵影像资料，社会新闻网上说不定也有他们的一方天地。陆焕呵了一声，伸手拉开后座门，将行李放了进去。玉白寒往里看了一眼，没看到樊玲。今天樊玲没送你下班吗？他去办别的事了。陆焕轻描淡写的走向驾驶位，上车。玉白寒就从后座门移向了副驾驶。哦，好。两人回到陆宅，开门就闻到饭菜的香味。陆焕走进客厅，先将行李放在了沙发上。冯叔见了说要帮忙把行李拿上楼，陆焕扫了一眼，不用。他说完叫上玉白寒吃饭。玉白寒跟着陆焕洗了手，坐进餐厅，餐桌上满满一桌菜肴。冯叔立在一旁，看着两人久违的共进晚餐，脸上露出几分欣慰的神色。他的目光存在感太强，玉白寒吃到一半抬头看了眼，错觉吗？总觉得那几分欣慰里好像还掺杂了一丝丝心虚。
一顿饭在老管家双拼的目光下吃完。吃过饭，玉白涵提了行李上楼，陆焕落后一步走在他身后。到了陆焕卧室门口，玉白涵忽然停下，转头朝身后的陆焕拎了拎行李。猫耳朵是放在你这里，还是我这里？毕竟是给陆焕的礼物，礼貌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陆焕也停了下来，视线在行李袋上落了会儿，接着开口：随便。行，那他可就随便了。玉白涵提着行李往自己卧室走，那还是让我收着。走出2步，身后传来陆焕的声音：怎么，你还要挑个良辰吉日带出去展示？玉白涵扭头看了眼陆焕没什么表情的脸，随即福至心灵：哦，他们陆同学又爱在心头口难开了。他就将行李一放，拿出猫耳朵，配合的硬塞到陆焕手里：拿去吧你。叮铃铃的轻响中，陆焕低眼看着他：你在干什么？玉白涵做足了强迫的姿态，一根根掰开陆焕修长有力的手指：拿着，你老伴儿给你的，客气什么？毛茸茸塞了陆焕满手。他压下眉心，深吸一口气：司白涵。蓦然对视一眼，陆焕转头进了卧室，砰的关上了房门。周末2天，玉白涵没去学校，陆焕也待在家里。客厅外的露台收拾了出来，在茶几旁多搬来了一张小方桌。陆焕在茶几边看平板，玉白涵就在一旁的方桌上看书。2人坐着各干各的，庭中一时只有林叶稀疏。陆焕看了会儿平板，视线一侧又落到了玉白涵身上，后者白净的侧脸映着阳光，垂下的睫毛时不时扇动2下，沉浸在一件事里的时候相当专注。大概是察觉到他的视线，玉白涵转了过来，目光相对，陆焕搭在平板上的手指一拳，然后就看玉白涵眼含无奈：好好做你的事，不要总是偷看我。他语调平缓：我看你是不是在进行你最热爱的运动？玉白涵投去一个求知的眼神：什么？陆焕动唇：划水。呵呵，他们陆同学把他的兴趣爱好记得还挺清楚的。正好学累了，玉白涵干脆放下书，浅画一水。他看茶壶和零食都放在陆焕面前的茶几上，就探身过去拿。那个是新买的吗？动作间2人贴近，玉白涵一手去够零食，另一侧肩头靠上了陆焕的胳膊。夏日的居家服都是短袖，肌肤相贴的一瞬，陆焕身形一动，撤开了胳膊。玉白涵一个没靠稳，往前跌了一下，盘里零食都被他戳飞了2袋出去。他稳住身形，转头看向罪魁祸首，耐心询问：陆同学，你在干什么？整蛊小把戏？年少的顽皮？陆焕瞥了他一眼，稳坐不动。热。玉白涵觉得他是倒打一耙，那你应该是废了。没等玉白涵抓过陆焕的胳膊对比谁更热，他搁在桌上的手机就震了起来。陆焕抬眼抽回自己的手：你电话。玉白涵暂且放过他，转头打开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思薇。直接打个电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急事要找他。他拿起电话，朝旁边的陆焕做了个嘘的动作，指尖在上唇轻轻一压，随即接通了电话：三哥。电话里思薇的声音听起来很暴躁：为什么不回微信？玉白涵默了一下，他现在基本用的是新号，但旧号也会每隔半天切回去看一次，防止疯狗作妖。他今天中午还看了一次，也就隔了2个小时，看来摔三儿确实挺急的。上一次这么狗急跳墙的还是疯批哥。玉白涵细声细气的开口：今天是周末，先生在家，我要陪他。那个陪字饱含深意。旁边陆焕顶着一口锅，朝他深深看去。电话里思薇的语气缓和了点：算了，我在医院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你不会不知道吧？怎么没说来看看你三哥？玉白涵回忆，上次在霍老家里已经看得够满足了。他开口：不知道三哥在哪家医院？也是。思薇不再追究，给他报了个地址后又说：明天下午过来，我有事要当面和你说。玉白涵应下：好。电话挂断，玉白涵把手机放到一边。
他没有闭着陆焕，思威的声音又大，通话内容全都一字不落的传入陆焕耳中。陆焕靠在椅背上，淡淡看来要去探病。玉白寒纠正他，是去看演出。也不知道衰三儿这次能给他翻出什么话。陆焕唇角勾了一下，需要我一起去吗？不用。玉白寒说完，对上陆焕的目光，解释道：我们兄弟之间要说点掏心窝子的话。陆焕请教，字面意思。玉白寒包容的看了他一眼，又说俏皮话。庭外风将摊在桌面上的书本哗哗翻过几页。玉白寒低头压了压，就听陆焕说：让华武送你。不用了，给家里节省点邮费，我打车去。打车不比邮费更贵？有人报销。玉白寒压上书，望向郁郁葱葱的庭院，惬意一笑。他可没有告密，他身上只有司言庭的卡。花了钱让司言庭查到流水，他有什么办法？陆焕看了他几息，笑了一声，好。接着又说，但还是让华武跟着你。第二天下午，玉白寒按照思威给的地址打了个车过去。华武应该也遵照陆焕的指示，暗中跟上了自己。也好，华武虽然看上去白净秀气，但身手是一等一的好。玉白寒欣慰，算陆焕贴心，还知道派人保护自己，这老公没白疼。出租车一路驶向私立医院，下车时花了几百块钱，玉白寒直接切回旧账号支付。他下车后走进医院，在护士的带领下，很快找到了思威的 VIP 套房。VIP 套房更像是高级酒店。玉白寒推门进去，穿过客厅，到了思威所在的里间。思威正躺在病床上，一条打着石膏的腿被吊了起来，透出2次创伤后的萎靡。屋里还有陪护的秘书和护工。思威看见玉白寒进来，就抬手叫他们出去，把门带上。是。等人一走，里间只剩玉白寒和思威2人。思威眯眼打量着玉白寒，一段时间没见，你过得还挺滋润。玉白寒联系，倒是三哥消瘦了。思威瞬间被梗的胸口一闷，瘸腿好像又痛了几分。够了。他打断玉白寒诛心的慰问，烦躁的压下心头的郁气。顿了顿，他又放缓了声音道：我找你来，是有重要的事和你说。来了。就喜欢这种直奔主题的。玉白寒问：什么事？思威面上竟在这一刻浮出几分关切，看向玉白寒的目光都带了点疼爱。其实三哥这次大病一场，大彻大悟，觉得以前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玉白寒神色微正，好陡的感情戏，简直像是有人冲他喊了声 action。 思威还在剖白，他剖完几句，很快又切入了正题。我知道你一直很听大哥的话，但你知不知道？他说着战略性停顿了1秒，随即痛心疾首的看向玉白寒，大哥一直以来都是在给你洗脑。玉白寒震惊，好家伙，原来你也知道那是洗脑。思威以为他被镇住了，继续道：三哥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大哥这样是不对的，他是在PUA你。小韩，别再为他做事了，三哥帮你脱离他的控制。他说完，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名片，这是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拿去吧，做自己。玉白寒听得目瞪口呆，嘴唇都微微张开了。好样的，衰三儿，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精彩的表现。片刻，他又合上嘴，伸手接过了名片，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思威见状也不着急，要是直接答应了，反而不像是那个被深深洗脑的废物养弟。好了，你回去慢慢考虑。好。玉白寒也不想在这儿和他多待，转头就要走。手刚按上门把，思威又叫了他一声小韩。玉白寒微微吸了口气，有什么屁不能一鼓作气放完？他回头，三哥。思威躺在床上，温情款款，别怕，有三哥。玉白寒这次是真情实感的应了一声，确实，思家有你，我就放心了。他应完推门而出，
将思家的福气关在了身后，又花着思言亭的钱打车回了陆宅。到家已经是傍晚，下车时夕阳正斜照在整座庭院里，屋楼阳台和树木院栏被浅金色的余晖拉长了影子。玉白寒从大门走进去，刚走几步就看见了站在露台边的陆焕，侧立的身影肩宽背挺，被薄暮的霞光勾勒出一道完美无愁的轮廓。大概是察觉到他的视线，陆焕转头朝他看来，逆光的环境模糊了陆焕的神色，两人隔着庭院无声对视。几秒后，玉白寒开口，上一次这么装还是在新生入学演讲上。庭中忽的起了风，露台后的大树被吹得一偏，树冠遮挡了背后的落日余晖。光线一暗，陆焕沉沉的表情落入玉白寒眼中。好吧，不提了。玉白寒宠溺的看了陆焕一眼，脚步一转，朝露台走过去。他几步就到了陆焕跟前。我们陆同学是特意在这儿等我的。陆焕逆着他，不特意，随意。玉白寒点头，那就随意。陆焕按下轻抽的额角，今天去看你亲爱的三哥，他和你说什么了？一说到这个，玉白寒就大为赞叹。他从兜里摸出那张名片，分享给陆焕，他给了我这个。陆焕低眼一看，心理医生名片。他微微蹙眉，他给你这个做什么？让我不要被我大哥鼓住了。玉白寒说着，举起手里的名片细细欣赏。他此刻正对着夕阳的方向，金灿灿的余晖像是在那张名片上镀了一层金光。多好的衰三儿，自己都瘸着，还想着帮他找心理医生。玉白寒捏着名片轻轻一掸，我们三哥把路走宽了。玉白寒欣赏完镶金的名片，手一收揣回兜里，正要回屋，就听陆焕问：思薇为什么让你看心理医生？思言亭对你做什么了？玉白寒没想到他的关注点在这上面，倒也没什么。他是实事求是，自己穿过来的时候刚好脱离狗舍，一路斗智斗勇的，没让思言亭迫害到他。没什么。陆焕声音轻轻的，一只手忽然握上了他的手腕，指腹沿着脉搏滑落到指尖，意味不明的摩挲。上次去思家不是还在发抖吗？十指交缠，玉白寒被他摸的指尖缩了一下，很快又恬不知浪的缠回去，还拽了拽陆焕的手指。你看我像是精神有问题吗？呵呵。玉白寒手上用力一捏，陆焕就停下了话头，笑了一声，随后抽回了手指，目光转向远处沉落的夕阳。玉白寒宽容的不去计较他话中未尽的深意，他冤种老公在这方面还是很合他心意，有些事点到为止，不去死缠烂打刨根问底，相当知情知趣，他很满意。至于思言亭给他催眠的事，要解释起来比较复杂，要是以后被捅了出来，他再想想怎么和陆焕解释。玉白寒换了个话题，同陆焕分析起来，我三哥应该是知道他的好大哥和霍老联手了，所以这么急着拔出大哥身边的势力。陆焕嗯了一声，笑笑，我不也和你三哥联手了？玉白寒望向陆焕被夕阳映得熠熠生辉的俊脸，发出赞叹，何止是联手，你就是他隐形的翅膀，只有你知道，他自己都看不见。陆焕转头回敬他，你也一样。玉白寒腼腆，那我们也算是比翼双飞了。陆焕略过他出色的比喻，问道，他给你介绍的心理医生，你要不要去看？要去，但不是现在。两人正说着，冯叔就从客厅里叫了一声，先生，白寒少爷，晚饭好了。陆焕便抬步走回屋里，吃饭吧。从露台回到餐厅，玉白寒和陆焕先去洗手台洗手。玉白寒正冲着手，突然奇思妙想的叫了陆焕一声，你看我手里是什么？陆焕从他身侧转头靠近，盯着他在水流下十指交握的手心。什么？玉白寒就双手一握，从手心里呲儿的飙出一股水流，精准的刺到了陆焕那张高岭之花的脸上。玉白寒，哥。陆焕垂着眼，浓密细长的睫毛上缀着水珠，水痕从高挺的鼻梁蜿蜒划过红唇下颚。玉白寒弥补的夸赞
出水芙蓉，氧气美男。他转手抽了张纸给陆焕擦擦俊脸，后者没有避开他的动作，只是斜过一双漆黑的眼眸，定定看了他几秒。等脸上擦干，陆焕直起身来，开口是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温和：“你真的不需要看看这里？”修长的手指直白地点了点脑子。玉白寒客气：“不用，我没问题。”陆焕轻哄：“不要讳疾忌医，万一你脑子是正常的呢？”好记仇的陆焕。玉白寒自知理亏，把手上水珠一甩，转身朝他呵呵一笑，收束话题。饭前小情调结束吃饭。周末一过，又到了工作日。陆焕上班，玉白寒上课。他上过2天课，就是周三、周四周五都有早课，因此周三的晚上就要搬去宿舍。玉白寒周二晚上便收拾好行李，周三早上直接带过去。送他的依旧是华武，华武现在算是他的专属保镖兼司机，帮人将行李拎上车，私家车一路向 C 大驶去。路上，玉白寒正给陆焕发了条出门了的消息，就听前面华武开口：“对了，上次我没来接你，你是怎么回来的？”他们之间相处更像是兄弟朋友，华武问的也就比较随意。玉白寒给陆焕发完消息，抬头冲华武发出2声：“嘿嘿。”华武惊的从后视镜里瞟了他一眼：“怎么了？笑得这么荡漾？”玉白寒摇摇头：“没什么，那是他和陆学长的小情趣，不和别人说。”前面那双手稳了稳方向盘，华武识趣的不问了。车内安静了10来秒，他忽然又犹犹豫豫的开口：“那个，上周末的时候。”玉白寒正低着头看陆焕给他回的别划水，闻言头也不抬的了一声。前方顿了一下，没什么。等玉白寒发完消息抬起头，才回味过来华武问的话：“上周末的时候，不就是他去看摔三儿的演出？这有什么不能提的吗？”他透过后视镜盯着华武略显迟疑和沉重的眉眼看了半分钟，随即陷入思索：华武该不会以为自己不知道他在暗中跟着吧？陆焕那张言简意赅的嘴到底是怎么和人交代的？这一不重要的小插曲很快被他翻篇。玉白寒到了学校，又开始投身于充实的学习生活。他照例住了2天校，周五的时候再被华武接回家，周末2天搬去露台和陆焕拼桌。周日吃过晚饭，外面天色就暗了下来，光线不再适合看书。玉白寒去收拾了书本和平板，准备抱回卧室，陆焕也在旁边收电脑。正收着，玉白寒忽然感叹：每周搬来搬去的好麻烦，不然我工作日就住学校，周末再回家好了。陆焕和电脑的动作一顿，抬眼看向他。玉白寒问他：“你觉得呢？”“随便。”陆焕垂眼将电脑合上了。隔了片刻，他又开口：“但我这几周不忙，工作日每天都在家。”玉白寒赞叹：“木了。”两人对视了几秒，陆焕看着他没说话，神色模糊在一片乌麻麻的夜色里，看不清楚。玉白寒，陆焕是在传递个什么吗？没等他询问，对方便又收回眼神，端了电脑走回屋。玉白寒抱着自己的东西，跟着陆焕一道回屋上楼。走到2楼书房门口时，陆焕蓦地停下脚步，侧身看过来：“是家里有我监督你，不方便你划水了？”玉白寒顿觉冤屈，他发出指责的声音：“污蔑！我在学校也学得很认真好吗？而且学校更有学习的氛围，在家里又没人陪我看书。尤其学校图书馆大家都在看书，他都不好意思浅话一水。”陆焕闻言似笑非笑：“看来我们白寒在外面又找到新的家人了。”玉白寒：“什么新的家人？他说的又不是1对1的陪。”他正要反驳，忽然回过味儿来。等等，陆焕这时他视线细细扫过对方那张不冷不热的脸，片刻确信，果然又开始黏他了。真是拿人没办法。玉白寒话头一转，问道：“那我留在家，陆学长陪我学习吗？”陆焕抿了下唇，淡淡道：“无所谓。”玉白寒低头哗哗翻书：“但你白天工作这么忙，晚上还有时间和我一起背书？”“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你一起背书？”
陆焕眉心一跳，在对上玉白寒抬头看来的眼神时，话音又蓦地收住，随即道：“要背也可以。”他眉间写满了随意，反正看一遍就记住了，没什么难的。玉白寒，凡尔赛他，呵呵。他眼底的意味太过明显，陆焕挑了下眉，似是疑惑：“难道你不是？”玉白寒朝他微笑：“我当然也是了。”陆焕弯弯唇：“把你要背的发给我，明早我抽查一下，看你是不是。”玉白寒不客气的发了过去，相互抽查，也让我见识一下陆学长专业第一的记忆力。呵呵，好。和陆焕莫名拼上刺刀后，玉白寒转头就回了屋。趁着离睡觉时间还早，他开始争分夺秒的背书。刚往后面背了2课时，卧室门忽然被咚咚敲了2声。玉白寒心头一跳，抬眼看去，陆焕在家没有发微信的习惯，有事都是直接来敲门。这会儿就看对方正一脸闲适的靠在门口。我背完2课时了，你呢？玉白寒露出不甘示弱的笑容。我背完3课时了。陆焕默了一下，随即温声道：“1天3课时足够了，背完了就睡吧。”玉白寒抿了抿唇：“那你呢？”“明天还要上班，我也睡了。”“好，那就都去睡觉。”话落，两人都看着对方没动。玉白寒放下书，礼貌询问：“陆学长怎么还不走？”陆焕耐心：“我看着你睡了再走。”“呵呵，还挺贴心的。”玉白寒就起身去洗漱了。他洗完回来躺到床上，陆焕果然还站在门口。看他窝进被子里，陆焕一手摁在开关上：“晚安。”玉白寒朝他露出半张脸，十分乖巧：“晚安。”卧室的灯啪一声关上，房间陷入黑暗。轻柔的互道晚安结束，陆焕转身关上了房门。房门关上，屋内还流淌着淡淡的静谧。在温馨的气氛里，玉白寒缩进被窝，偷偷摸出手机，秉承着他以前凌晨偷菜的精神，定了个半个小时之后的闹钟，还差1课时。看我偷偷卷死你！定完闹钟，玉白寒暂时放下手机，闭目养起了神。半个小时后，震动的手机唤醒了他沉睡的灵魂。玉白寒又从被窝里拱起来，听着外面的动静，开了盏小台灯，继续背书。他满心满眼是卷死陆焕，效率竟然格外的高。3课时都差不多背下来后，玉白寒看了眼，时间已经凌晨2点多。他有点口渴，正好听着外面好像没什么动静，就准备下楼喝点水再睡。他出门前还不忘随了本便携手册，路上再过最后一遍。玉白寒一边看着手册，一边下了楼。这个时间点，管家和佣人都歇下了，楼下一片漆黑，只有楼道边的地灯照着路。他下楼走进客厅，刚转进餐厅，便看厨房里似乎透出了一点光亮。玉白寒，他警觉的捏着手册几步走进厨房。一进门，正撞上在冰箱面前低眼喝水的陆焕。冷白的冰箱光线照亮了陆焕那张专注的脸，没拿水杯的那只手上是满屏的知识点。玉白寒脚步猛地一刹。与此同时，陆焕也从屏幕上抬眼看来，他视线先是和玉白寒一撞，接着又倏地落到了后者手中的小册子上。四目相对，两人同时从对方凝固的眼底看见了学标2个字。玉白寒目光悠悠：“好啊，原来陆焕意未请啊。”站了2个人的厨房里有点安静。玉白寒凝固1秒，又收回目光，呵呵，他差点就信了陆焕的过目不忘。他们陆学长是觉得演讲摧垮了尊严，想要重新塑造一下形象。玉白寒收了小册子，故作从容的走到琉璃台前，拿了个水杯。陆学长的演讲词又可以更新了。你有没有见过凌晨2点的冰箱？陆焕也淡定的摁灭了手机屏。我见过凌晨2点的铜窗。户部站里的话题就此翻篇。玉白寒拿起杯子朝陆焕凑凑：“帮我倒点水。”陆焕没说什么，转头从冰箱里拿了纯净水给他倒上。凉水吨吨倒好。玉白寒向他举杯：“来，为我们虚假的友谊干杯。”
乌黑的眼底映着冰箱青幽幽的光。陆焕低眼瞥过去，玉白寒改口说错了，为我们诚挚的爱情干杯。呵呵，哐，两只水杯一碰，发出一声轻响。玉白寒本来是想喝点水就去睡，结果大半夜在厨房里活捉了一只偷偷惊艳他的陆焕，一杯冰水下肚，瞬间更精神了。他干脆到外面庭院里走走，吹个夜风。陆焕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也跟着他一块到了庭院。于是，在深夜时分，两人相遇不于中庭。这会儿的温度不冷不热，夜空笼着星辉月光，微风拂面，玉白寒站在草木葱茏的小道上，闭目享受着这片刻的静谧。静谧了会儿，他忽然不甘寂寞的睁开眼，闲下来的手没忍住掏出手机，打开了掌上词书，一道目光倏地落向他，带着淡淡的警惕。你在做什么？玉白寒已然卸下了伪装，甚至姿态坦然的将屏幕分享给陆焕，手指一动，从头点开。单词书要一起看吗？来吧，让他们坦诚相卷。陆焕站在他身侧，不甘落后的看过去。下一秒，清晰的朗读音跳了出来，放弃。语音夹杂在夜风中，很快又消散无踪。玉白寒沉默了2秒，将手机揣回兜里。3点了，陆学，陆总明天是不是还要上班？陆焕也沉默了2秒，嗯了一声。玉白寒提议，不然我们都回去睡吧。好。两人在对视间相互确认了对方眼底的诚意，这才偃旗息鼓，一同上楼回房间睡觉。第二天说好的抽查并没有兑现，玉白寒早上没能爬起来，直接睡过了头。好在他周一早上没有早课。他没有早课，但陆焕有早班。大清早睡了不到5个小时的陆焕捏着眉心下楼，脸上是掩不住的皮色。冯叔给陆焕摆上早餐，先生昨晚没休息好。还好。陆焕撑着精神喝了口咖啡。冯叔看他似乎恢复了些状态，稍微放下心来，又朝楼上看了一眼。白寒少爷起了吗？要不要将他的早餐也一道摆上？不用。陆焕放下咖啡杯，眉间还有几分没散去的皮色。他顿了2秒道，他还在睡，不用叫他。冯叔老脸一红，哦。随即欣慰道，先生和少爷感情真好。陆焕抬头悠悠看了眼自己的老管家。玉白寒一觉睡醒，已经快10点。他下楼时正对上冯叔关切的眼神，冯叔慈爱道，白寒少爷醒了，我特地让周姨给你准备了点清淡温补的食物。玉白寒，温补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清淡？没等他深究，冯叔又继续道，今早先生叮嘱过了，让你多睡会儿。玉白寒注意力立马被转移，满意道，算他贴心。知道这一切罪孽的源头是他虚假的凡尔赛。他心甚慰，旁边冯叔也是一脸理所当然。一顿皆大欢喜的早午饭吃完，华武开车送玉白寒去学校。车上，华武随口闲聊，小少爷，今天怎么这么晚？玉白寒望向窗外倒退的街景，眼底流露出淡淡的悔恨，都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华武没听懂，什么？谁的？我和陆焕。前面又安静了。玉白寒等了2分钟，没等到华武捧哏，没忍住扒着车座靠背探身过去，你怎么不问了？他都想好怎么绘声绘色的描述这个精彩的故事了。华武目不斜视的盯着前方的路，不了，我怕自己知道的太多。玉白寒后视镜里透出对方一脸不听不听的表情，他也不能强行灌输，遂遗憾的咽下了拼刺刀的故事。到了学校，玉白寒没忘给陆焕发条关怀短信，有儿，困的话中午睡会儿。抱搓狗头，陆焕的消息隔了会儿回过来，睡5个小时就够了，没什么困的。和昨天自称一遍就会10的口吻如出一辙。他心情复杂，虽然不甘示弱，倒也不必逞强。有儿，我就地施法，现在你困了，巴啦啦魔法秒睡，有儿睡吧，
是我强迫你的。玉白涵发完，收了手机，走向教室。宠夫如他，每天一个看破伪装的小手段。为了响应陆焕粘人的诉求，这2天他上完课都直接回了家。两人在那晚两败俱伤的被刺之后，也停止了互相伤害，日子过得还算平静祥和。到了周四，玉白涵照例留校。周四中午，孙以清来找他吃饭，顺便约他周五晚上聚餐。这学期要结束了，提前庆祝一下。玉白涵估摸着自己也是下周放假，五金批发都来吗？其他人不在，就齐觉还有我，你再问问陆哥。行啊。玉白涵应下之后，晚上回宿舍就问了陆焕。刘儿，齐觉和孙以清约明晚吃饭，你来吗？好。玉白涵收到消息，退出对话框，给孙以清回了个信，回完就看陆焕又发了一条。明晚我顺路带你过去。陆氏顺路如约而至。玉白涵已然习惯，发了个嗷嗷待哺，过去就关上了手机。周五下午5点，玉白涵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准备去校门口等陆焕。晚上要吃饭，他的行李都先放在了宿舍，到时候华武来帮他带回去。一路出了校门，玉白涵远远就看见一辆黑色私家车停在道旁。他看了眼时间，他今天出来的早，陆焕这么快就顺过来了。他几步走过去，近了才发觉这辆车好像不是陆焕的迈巴赫。正想假装无事发生的离开，忽然看那辆车的后车窗降了下来。玉白涵蓦地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防窥玻璃缓缓落下，露出一副熟悉的嘴脸。司言停坐在后座，隔着镜片朝他看来。玉白涵微微吸了口气，他就说怎么觉得如此不祥，原来是嗅到了狗味儿。一段时间没见，司言停那张斯文败类的脸瘦削了不少，看来司家的小福星没少给他添堵。玉白涵对上司言庭打量的目光，站在原处叫了声大哥。司言庭开口上来。玉白涵脚步一动，绕去另一侧，开了车门，坐上了车。车门一关，封闭的空间内，两人面对面而坐。静默了会儿，司言庭问：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好家伙，还给他整设问句，就不能像摔三儿一样，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他说不知道。就怪了，流水查得哗哗的吧？一路追着他去了医院，现在还追踪到了学校。果然，下一刻便听司言庭问：去看心理医生了？没有。玉白涵摇头，我又没有心理疾病。你们全家才有。他面上的神色太过笃定自然，司言庭细细观察了会儿，看上去是信了。别被其他人的话动摇，听我的就行了。玉白涵乖巧点头，对面的视线依旧停留在他脸上。隔了片刻，司言庭突然朝他探出手，为什么不留在陆焕身边，要来学校？那只手还差半尺的距离就要落在玉白涵肩头。玉白涵心头一震，正思考怎样合理的挥掉狗爪子，被后车门突然被一把拉开，他惯性的往后一仰。与此同时，明光瞬间从身后落入整个车厢，映亮了司言庭略显惊愕的神色。一只手很快握在了玉白涵的胳膊上，稳住了他后仰的身形，随即一把将他拉出了狗味弥漫的车厢。玉白涵哪来的活菩萨？他退了2步，在车门外站定，扭头一看，正对上陆焕六亲不认的眼神。车厢内，司言庭抬眼定定看来，陆先生这是做什么？陆焕一手环在玉白涵身后，将人几乎搂在怀中，视线居高临下的逆去，开口就像是偏执到有病：我不想我夫人坐在别的男人车里。牛的，他以后都不敢打出租了。或许是陆焕这副模样太不可理喻，司言庭那张温文尔雅的脸都没忍住抽搐了一下。他和陆焕对视几秒，又扫了眼玉白涵，陆先生果然很宠小涵，那我也就不在这里不识趣了。司言庭说着，吩咐了前面司机一句，转头同玉白涵和陆焕道：劳烦关个门。玉白涵正要勤劳的伸手，便被陆焕眼疾手快的抓回来，
也别碰别的男人车门。说完，抬手将车门一送，砰！黑色的私家车很快发动，车尾气如一串无语的省略号坠在后面，片刻就消失在了道路尽头。待人一走，玉白寒转头和陆焕四目相对。陆焕低头看了他一眼，神色自若的收回了手，弯弯唇角，上车。还好，总算恢复正常了。玉白寒有点后怕的摸摸心口，刚刚那副有大病的样子，他这老戏骨都差点没把戏接住。陆焕那辆低调的迈巴赫就停在距离这里5-6米的地方，驾驶座上没有樊玲，显然是陆焕自己开车来的。玉白寒跟着他走过去，拉开副驾座车门，坐上了车。驾驶座上，陆焕伸手拉上安全带。玉白寒满意的看了眼他的习惯性动作，心情又轻快起来，一秒跳回自己喜欢的角色。他装模作样，陆学长刚刚怎么和大舅子说话的？陆焕一手握上方向盘，目视前方，我对我大舅子态度不好吗？玉白寒欣赏着他的侧脸，好吗？陆焕，你给他买饲料的钱不是我出的吗？原来是仓鼠大舅子。玉白寒被逗得咯吱一笑，打开手机准备把陆焕娴熟的认亲分享给他们的结义妈妈。他一边打字一边夸赞，非常好，作为奖励，下次让大舅子在你头顶睡午觉。陆焕骨节分明的手指搭在雾黑色的真皮方向盘上，指尖轻轻敲了敲，还是不必了。玉白寒扭头，目光一瞬锐利，为什么？处于你们的视觉盲区，我怕再把大舅子捎回家里。晚上聚餐不在清曲苑，地方是齐决定的，说是一家可以观赏夜景的旋转餐厅。餐厅位于市中心一家5星级酒店的顶楼露台，呈环状围绕在酒店外侧，露台一侧还有直达酒店套房的内部电梯。玉白寒和陆焕到时，齐觉和孙以清已经等在露台外面。陆哥，白寒。齐觉挥起雨刷器。玉白寒问，等很久了吗？孙以清说，没多久，我们也刚到。他出来浪的时候都摘了眼镜，闲下来的手就揣进了裤兜。陆焕嗯了一声，进去吧。座位早已预定好，由服务生将他们领进露台。齐觉有一小段时间没见着玉白寒，这会儿就走在人身边，叭叭不停。他正扒得起劲，视线一转，忽然在某个方向定了一下，接着唰的转过来，拍拍玉白寒的胳膊，看那边。什么？玉白寒顺着他的视线扭头看过去，只见一对男女相携走向露台的出口，男人西装革履，女子一袭翩然白裙。大概是看玉白寒视线半天没聚焦，齐觉提醒，白裙子的。哦，白裙子的。玉白寒聚焦了一秒，又转头噗噗拍打陆焕，戏多不压身，齐觉让我看别的女人。陆焕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又抬眸看向快要走出餐厅的白裙女子。玉白寒一手挽上陆焕的胳膊，面带羞涩，不过你放心，我眼里只有你一个。这次就连孙以清也转头看向他。玉白寒和陆焕调完情，没等到人回应，就朝对方看过去。他抬头正对上陆焕似笑非笑的眼神，这是什么笑？一点没情调。他的目光饱含谴责，如春风般料峭。陆焕停顿了几秒，在他的注视下轻声开口，我们白寒不认识自己的二姐了。玉白寒，谁？原来是他二姐。玉白寒又往那头看了一眼，白色的身影已转瞬出了餐厅，没有注意到他们几人。3道目光齐齐落在他身上。他缓了片刻，捏着陆焕胳膊上的衬衣埋了埋头，其实我爱起来也挺六亲不认的。齐觉和孙以清同时露出了不懂爱情的眼神，两人相视一眼，抬步走去了前面。陆焕抻了下自己被捏出褶皱的衣袖，轻轻开口，你何止不认，你都把人从面部识别里剔除了。玉白寒不好意思的抿抿唇，头顶的视线在他身上落了几息，随即收回，还走不走？走吧。玉白寒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和陆焕一起跟上了前面的齐觉两人。
预定的座位在靠近露台外侧的位置，视野极好，可以俯瞰整座城市夜景。四人落座后，齐觉啧啧惊叹：“你二姐不是远嫁去云城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玉白寒感叹，他也觉得挺突然的。他说：“可能是听说我大哥三哥受伤的消息了。”齐觉：“哦，回来看病的。”一旁服务生正给他们递上菜单。陆焕坐在外侧，伸手接过菜单，翻开，朝玉白寒的方向推了一点。玉白寒探头去看，朝齐觉模棱两可的应了一声：“嗯。”如果刺探病情也可以简称探病的话。这会儿私家两兄弟正斗得水深火热，他二姐就大老远拖着病躯悄咪咪的飘回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暗杀者啊！他思绪正飘着，就听一旁传来陆焕的声音，在想什么。玉白寒收敛了心神，消消乐。对面齐觉不明所以，什么消消乐？孙逸清低头翻着菜单，平静的陈述：一种小游戏，三个凑在一起就能一剑消除。玉白寒意外，小孙一个贵公子，还挺接地气的。他不禁朝人投去一道赞许的目光。哒哒，身侧菜单发出两道响声。玉白寒注意力收回，就看陆焕修长的手指点在菜单上，还看不看了？他忙靠过去，要看要看。四人点完单，服务生收了菜单，很快离开。这家餐厅以味道和服务著称，点完没过多久，菜品便陆陆续续端上来。几人边吃边聊，齐觉问玉白寒：“听说你也要去 C 大？”玉白寒咽下牛肉 loading， 随即鼓舞道：“加油！等你考上了，嘿嘿，陆哥就是你学长了。”他目光贼亮，语气荡漾。说完，却看对面两人面不改色的吃着饭，眉毛都没动一下。齐觉，玉白寒淡定的抿了口果饮，朝对面茫然的齐觉投去轻蔑的一瞥。呵，不就是陆学长？那都是他和陆焕玩剩下的。一顿晚餐吃完，几人没有急着离开。环形露台的中央是餐厅，外侧一圈则是透明观景区，还有几处向外突出的小观景台。玉白寒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惯着三人去了一处小观景台。此刻天色已经黑透，放眼望去是广阔的夜空，脚下是透明玻璃，城市的万家灯火与车道河流一览无余。玉白寒扒在一处围栏前看着夜景，正看着，扭头就见隔了不远处一对情侣正靠在一起，于夜幕灯火之间侧身接了个吻，看着特别浪漫。玉白寒眼巴巴的瞅着，可惜他们陆同学纯情又害羞，一看就不像是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亲亲的人。他眼底的遗憾一泻千里。旁边齐觉瞥到，有些不可思议：“你这是在羡慕？”话音落下，陆焕的视线也落了过来，他慢声细语的开口：“哦，我们白寒羡慕。”玉白寒扶着围栏扭头，只见陆焕正垂眸看着他，漆黑的眼底映着头顶广袤的夜幕和他身后朦胧的灯火，如坠星火，还怪让人心动的。玉白寒羞涩的抿了抿唇，他一双眼眸亮晶晶的，淡粉的唇进了果酒，看上去柔软湿润。陆焕的目光在他的唇上落了几秒，正一上一下对望着，旁边突然传来了一道灼热的视线，存在感之强烈，两人齐齐转头看去，只见齐觉捂着双眼站在旁边，目光灼灼：“亲吧亲吧，我们不看，倒是把你那两道细开的指缝合上再说。”一旁孙以清叹了口气，伸手将齐觉拽走，去往另一头的观景台：“我们去那头。”两人很快离开，只留下玉白寒和陆焕。玉白寒朝陆焕看了一眼，那张清冷的脸上神色已恢复如常，刚刚那丝细微的暗流涌动，仿佛只是错觉一样。他便也转了回去，趴在栏杆上：“对了，你上次说你不恐高，那你喜欢高处吗？”在高处站久了不会觉得心悸。陆焕声音淡淡的，会有鲜明的存在感。那是什么？
玉白寒扭头看了他一眼，又扒着栏杆往下望。他稍微点了下脚，后跟离了地，身体前倾的那一刻，胸口的心跳顿时快了2拍，陡然生出一种命悬崖边的危机感与刺激感。玉白寒突然就理解了陆焕说的是什么意思，在生命面临威胁时，最能清晰地认识到他的鲜活。一只手突然拎着他的后领，将他拽了回来。脚跟落地，玉白寒倒退了一步，后背蓦地抵上温热的胸口，安全感重新将他包裹。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陆焕，陆焕低头看着他，你往外窜什么窜？玉白寒说，寻找存在感。陆焕轻声冷笑，像一只破壳的小鸟。他们陆学长进步了，都能自己回 Q 了。玉白寒捞回自己的衣领，换了个话题，我们下次去爬山看云海怎么样？陆焕收回手，转头看向远处的城市，随便。哦，那就是可以的意思。玉白寒熟练的低头划拉手机，飞快的收藏了几个旅游景点。两人在观景台上待了会儿就离开。另一头的齐觉和孙以清也过来会合，几人站在露台出口外。玉白寒看了眼时间，现在要回家吗？齐觉恨铁不成钢的看了他一眼，回什么家，房间都订好了。良辰美景，春宵苦短。玉白寒转头问陆焕，你订的？陆焕冷笑，可能吗？两人同时看向齐觉，齐觉春风得意的朝他们无实物举杯，没错，是我。周末愉快。玉白寒被他的一系列丝滑的表演惊得连连赞叹。陆焕吸了口气，头疼的按上额角。齐觉立马催促，快，陆哥偏头痛犯了，白寒你快带他下去休息。他说着将准备好的房卡一把塞进玉白寒手中，既然都送到手上了，那他就却之不恭了。他配合的收下，捞着陆焕往电梯走。这位患者，这边走。陆焕沉下一口气，皮笑肉不笑的跟着他。这位医生，你像是开黑诊所的。玉白寒按开电梯，你怎么没有一点医患间的信来？呵呵，你说呢？孙以清订的是间豪华大床房。玉白寒刷开门，插上门卡，灯一亮，就看里面摆了张圆形大床，还垂着纱帐，正对着的是一整面弧形落地窗，视野相当敞亮。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房间。玉白寒走在前面，路过中央大圆床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上次那张被他蹦塌了的水床，也是这么圆润，这么弹软。他正要同陆焕分享美好回忆，转头就看后者眼底浮出了一丝丝凝重。好吧，看来陆焕也想到了，真是个小敏感。玉白寒不再去管那张大床，又看了看房间里别的地方。落地窗旁有张小圆桌，桌上摆了套红茶茶具。玉白寒走过去，就看下面还垫了张绸巾，绸巾叠成了规整的条状。他摸了一下，想起上次在私家被绑了眼睛，指认犯罪现场。在想什么？陆焕的声音出现在他身后。玉白寒深深的看了眼那条绸巾，一些不美好的回忆。陆焕疑问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话已经开了头，玉白寒便一口气说完。上次回门的时候，你被思薇叫走了，当时在楼上，思妍停蒙了我眼睛，让我气氛蓦地一凝，修长的手指扳着他的下巴，将他的脸转过来。什么？玉白寒扭头对上陆焕深沉的眼，随即猜地名。那双手轻轻松开了他。玉白寒重拾海獭搓腮，边搓边发出指责的声音，看你又想多了吧。不过如果你喜欢那种，我们之间倒是可以。他说着朝陆焕看过去，眼底是明晃晃的期待。陆焕被他看得眼皮子一跳，不必。他说完转身要去浴室洗澡，拉开浴室门之前，又往玉白寒光洁的下巴上看了一眼，接着收回目光，浴室门哐的关上。带陆焕进了浴室，玉白寒放下搓腮的手，望着桌上的绸巾思索了2-3秒，看看都伸手捏他下巴了，还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的说不必。他了然的将绸巾抽了出来，暗搓搓塞到了枕头下面。这会儿没什么事做，
玉白寒打算玩会儿游戏。房间的书桌上配备了一台电脑，他先在微信上戳了秦伦，得到回信之后就开了电脑下载游戏。游戏下好刚登上，一旁浴室门就开了。陆焕从里面走出来，半干的头发上搭了条毛巾。他往玉白寒这头瞟了眼，接着脚步一转，走过去站在人身侧。你还在玩这个？玉白寒已经组好了秦伦，氪了金的，投入了沉没成本，不能随随便便丢弃了。陆焕一手撑在他手边的桌面上，指尖无意识的搭了搭。玉白寒余光捕捉到他躁动的手指，不行，我上次答应了秦伦，不能偷偷带你。不带我？谁让你没和人打好关系？哥哥喽。陆焕默了几秒，干脆坐到玉白寒旁边，看人怎么气队友。一个副本很快不负他所望地打完。在队友的谩骂声中，玉白寒像是发挥了巨大的光热，长舒一口气往椅背上靠了靠。敞亮的屏幕上突然哗啦开出一片烟花。玉白寒凑过去看了眼，发现是他和秦伦的队友亲密度刚好突破了1000。旁边传来陆焕不咸不淡的声音：花里胡哨。玉白寒同他解释，游戏就喜欢搞这种仪式感，小情侣的更花哨，还能上全服频道栏。陆焕，哦，你要是想玩的话，不了，没时间。也是。玉白寒怜爱道，你还要工作，尤其现在他二姐回来了，比司言婷还多800个心眼的人，不可能只是回来给他2个兄弟煲鸡汤的。玉白寒拍拍陆焕，没事，游戏我来帮你玩，你呢就去帮我玩消消乐。游戏玩到10点，玉白寒关了电脑去洗澡。等他吹干了头发出来，陆焕已经靠坐在了床上。圆形的大床虽然中间宽敞，但上下很窄，2个枕头紧紧靠在一起。玉白寒掀开被子缩进去的时候，脚还蹭到了陆焕的小腿。陆焕侧了他一眼，玉白寒躺在枕头上仰脸看过去，客客气气，不好意思。陆焕要笑不笑的，我们白寒还知道不好意思。新婚之夜踹他3脚的时候怎么不说？算了。一只手将被子拉上来，给他大背蒙过头。接着就听开关啪的响了2声，房间内灯光熄灭，身侧窸窣一动，陆焕低沉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起：快睡觉。玉白寒不再纠结，把脸往枕头里一埋，晚安，马卡陆焕，一夜好眠。第二天清早，陆焕在一阵细微的动静中醒来，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眼皮有些沉重，只觉得脸上凉凉的，还有只手蹭到了他的耳朵。陆焕眉心蹙了蹙，随即睁眼，睁了一下没睁开，因为眼皮有些沉重。陆焕缓了2秒，他彻底清醒了。他一只手刚抬起来，很快又被另一只手抓住，啪！玉白寒将他的手扒拉开，凑近了点，声音带着暗搓搓的兴奋：你醒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陆焕深吸了一口气，在开口时唇角噙了抹冷笑，语调却缓慢而温和：尔康，我是瞎了吗？他轻轻纠正：你该问，尔康，屋里为什么不开灯？陆焕替他作答：呵呵，因为这是早上。玉白寒恍然，是他疏忽了，这个剧本应该放在晚上。陆焕的声音从他面前传来，还不松开。玉白寒遗憾的凑过去，距离拉近，陆焕那张清俊的脸在面前放大，绸带蒙住了对方的双眼，下方鼻梁高挺，嫣红的薄唇线条分明。玉白寒2只胳膊撑在陆焕身侧，轻身时就趴在了人胸前。他2只手爬着绸带边缘拉下来，露出下方那双深邃的眼睛。陆焕低眼看向他，细密的睫毛还带着诗意，对世间相当古人。玉白寒趴在陆焕胸口定了几秒，被鼓的小脸微热。他冤种老公又在暴击他的审美点了。隔了几秒，陆焕睫毛颤了一下，起来。玉白寒收回思绪，伸手扒拉，等一下，绸带后面打了结，我先给你解开，不然直接滑下来挂在脖子上，跟口水都一样。
你不能从上面掀。玉白寒夸他，你好聪明。他抬手间，上半身全压在了陆焕胸口。陆焕闭了闭眼，喉头一动，随即一只大掌忍无可忍的附了上来，拎起了他的后颈皮。低沉的嗓音有些嘶哑，司白寒，下去。玉白寒正要将绸巾掀上去，就被陆焕拎开了一点，他的手指又勾着绸巾带了下来。玉白寒低头，干什么呢？他都还没取下来。陆焕捏着他后颈的手没松，另一只手抬起，自己将绸巾扯下来扔到了一边。玉白寒被拎离了陆焕的胸口，他刚想问什么，膝盖抬起突然撞上。陆焕的呼吸蓦地一沉，手下力道更重。玉白寒若有所感的止住了话头，他抬头看了陆焕一眼，就看对方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墨色与绯色被晕染得更浓，清冷与玉色交织出一种摄人的俊美。玉白寒，他小脸黄扑扑的探出两只手，爬回了陆焕肩头。真是，陆同学做什么这么害羞？他们夫妇之间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陆同学，不要羞涩。司白寒，陆焕胸口起伏了两下，玉白寒眼神亮亮的扒着他的肩。陆焕垂眼盯了他几秒，玉白寒被那道视线盯得莫名有点紧张。指尖刚往回一缩，突然就被一股大力掀翻，扑通，他仰面陷在了床里。陆焕压了上来，自上而下的将他困在了臂弯与床背之间。玉白寒眼前瞬间落下大片阴影，强势的姿态让他心跳蓦地快了几拍，拽在陆焕衣领上的手指不自觉收紧。陆焕眉心压着几分力气，低眼看他的神色晦暗不明。司白寒，你是没把我当男人看吗？玉白寒被他拢在身下，脸上热热的。说什么呢？我明明是把你当老公好吗？他淡色的唇轻轻一碰，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上方的陆焕忽而俯身下来。玉白寒呼吸一平，倏地闭眼。下一秒，肩窝里一痛，他睁眼在陆焕压下的肩头抵了一下，紧实的肩膀牢不可动。陆焕一口咬在了他的颈侧，温热潮湿，带着股夹杂了力气的狠劲，又在最后克制的收住了力度。只剩干涩的嘴唇贴着皮肉，微乱的呼吸洒满了他肩窝。玉白寒望着上方的帐顶，呼吸也乱了几拍，他像是被一头狼叼住了脖子，双手下意识揪紧了陆焕的衣领，喉结动了一下，好痛。咬着他的那头狼终于松了口。陆焕起身低头看着他，浓稠如墨的眼底有什么呼之欲出，却又被一道锁链囚困禁锢。不等玉白寒去探寻，陆焕便抬起一只手擦过他颈侧，指腹在那印子上按了按，声音还哑着，给你长点记性。他说完撑起来，转身去了浴室。浴室门被大力关上，里面很快响起了哗啦啦的水声。玉白寒躺在床上，伸手摸了一下刚刚被咬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深深的牙痕。他脸上热烘烘的，半晌拉起被子把脸埋了进去。哦，好凶。半个多小时后，陆焕带着一身冷气出了浴室。玉白寒也爬起来去里面浅冲了一下。他洗完出来，就看陆焕站在落地窗边，已经换好了新的衣服，床尾还摆了另一套衣服，是他的款式和尺码。玉白寒走过去抖开衣服，惊奇的看了陆焕一眼，哆啦 A 梦。陆焕从窗前抬眼，我让樊玲送来的。那漆黑的眼底眸光依旧深沉。玉白寒被他看得下意识摸上颈侧，腼腆的埋头，哦，还痛？陆焕问。玉白寒换衣服的手一下顿住，警惕的侧眼看去，生怕他下一句就跳出那套罢总组合词，记住，是我让你痛的。痛吗？以后还有更痛的。那他绝比要扑上去，咔咔两口把陆焕咬醒。隔了2秒，陆焕在他警惕的目光下淡淡开口，去背几页单词，把注意力分散一下。很好，不愧是他们陆学长，学神人设永不崩塌。这个正常中透着一丝不正常的建议，让他稍有宽慰。玉白寒牵紧的回答：受教了，陆学长。
陆焕揣着都站在落地窗前，深不见底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唇角牵了一下。两人从酒店回到家时，那印子还在。冯叔在餐厅外迎接两人，见状一声猛咳，转头又进了厨房。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看桌上全是清淡温补，不陌生的一幕。陆焕深深盯了眼冯叔，老管家站在一旁，露出了妥帖的笑容。陆焕沉下一口气，拿起筷子叫了声玉白寒吃饭。吃过午饭，两人一道上了楼。玉白寒边走边看手机，就听旁边传来陆焕轻飘飘的声音，再看单词，分散注意力。呵呵，还挺好意思说。他将手机一侧，屏幕对向陆焕，下午有薛院长的期末讲座，我去捧个场。陆焕瞥了一眼，哦。玉白寒估摸着这会儿收拾一下，过去差不多刚好能赶上讲座，就把手机一收回屋了。肩窝里的牙印带了星星点点的淤血，虽然印子不深，但一看就是被咬出来的。身上这件衣服领口太低，就这样去学校影响不好。他换了件高领衬衣，扣子系到了最上面一颗。玉白寒对着浴室里的镜子检查了一遍，确认不会玷污纯洁的校园后，又隔着衣领摸了摸颈侧牙印的位置。他脸上一红，想起早上陆焕咬他的那一口，那一瞬他好似窥见了猛兽出笼。玉白寒羞涩的搓了搓自己绯红的脸，哦，他好喜欢，再多来点。他换过衣服准备出门，刚从陆焕卧室门口路过，那扇门忽然打开。玉白寒停下脚步，转头正对上开门的陆焕。陆焕一手抱着笔电，像是要去书房。看人换了件衬衣，他开口道，不嫌捂得慌。呵呵，这都是拜谁所赐？他指尖点了点颈侧，也点了点陆焕，总不能挂着你盖的章到处晃。陆焕默了一下，视线落在他的颈侧，几秒后又移向楼梯口，喉头微动，你去吧。玉白寒宽容的不再追究，转身下了楼。薛勤的期末讲座在阶梯教室，他大下午过去选了个前排的位置。夏日的午后天气炎热，阶梯教室内空间宽敞，一侧还开了窗户通风，仅有的一台空调冷气不足。玉白寒坐在前面听了没多久，身上便已经被汗湿透，一张脸面色潮红，额发汗涔涔的。讲台上的薛勤一言晃道，话音都顿了一下。等到讲座结束，薛勤立马把玉白寒带到离空调近的地方散热。你怎么捂这么严实？我都怕你在下面中暑了。玉白寒很难解释，随口道，方便让知识在体内发酵。他张了张嘴又闭上。玉白寒吹着冷风，有一瞬好似在薛勤那张充满书卷气的脸上瞥到了放的什么屁这类词语。他把衣领扯了一下，热出幻觉了吧？好在颈侧的牙印2天便逐渐消散。玉白寒又换回了凉快的衣服。C 大迎来了暑假，见到社团也准备举办一次学年聚餐。玉白寒和社团里大多数社员关系都很好，加上和月跟他相当熟人，便也邀请了他一道参加。收到聚餐邀请的时候，正是周一晚上。何月说，我们聚餐可以带家属，你问问你家陆学长来不来。玉白寒应下，我去问问。他挂了电话，就去主卧找陆焕。门敲了2下，玉白寒从门口探头，陆学长。陆焕坐在卧室的小桌台边，听见动静，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书。什么事？玉白寒溜进来，发出组队邀请，见到社团后天聚餐，可以带家属，你要一起去吗？桌台边静了静，随即听陆焕道，不去。玉白寒揣摩，怕被排外。陆焕冷笑了一声，抬眼看向他，缓声道，怎么会，都是我们白寒为我创造的家人，哪存在排外？玉白寒腼腆的埋了埋头，陆焕接受的真是越发娴熟了。他问，那你怎么不去？我去了，他们不自在。陆焕说着顿了一下，而且我明天要出差。怎么没听你说？去哪儿出差？ F 国合作方的一个私人酒会，去3天。
玉白寒枝在桌面上看了陆焕片刻，陆焕对上他的视线，往后一靠，任他观摩。怎么了？玉白寒忽然伸手捧住陆焕这张过分好看的脸，在对方的凝视下，两手捧得满满当当。F 国这么热情浪漫，会不会有特别长眼的人看上你，找你搭讪？特别长眼的人看上他，这话说的不带一丝嘲讽。陆焕深感他夸人的技术又在无形间上了一层。他牵了牵唇角，将盖在脸上的两只爪子拉下来。不会。玉白寒跃跃欲试的盯了他几秒，他被盯得戒心四起，有话直说。玉白寒凑近了点，声音充满蛊惑：我也给你戳个章子。礼尚往来。陆焕眉心一跳，往后仰了点。不用。他仰臂间滑落，座椅一动，直接抵在了身后的墙上。玉白寒看陆焕一副退无可退的模样，乌黑的眼底倏地亮了起来。他伸手东上去，在陆焕直直的注视下仰脸，咬一口，命都给你。陆焕没忍住，好好说话。玉白寒还在东他，让我戳个印。两人僵持了会儿，地面光滑，玉白寒撑在他座椅两侧，脚下慢慢往后面滑去。陆焕深吸了口气，捏着眉心，一手把人拎起来，闭了闭眼，随你。他立马不客气的扒着陆焕的肩凑过去。陆焕两手搭在椅侧，微微侧过脖子。玉白寒低头靠近了，温热的呼吸扫过那节脖颈，搭在两侧的手似乎动了一下。头顶传来陆焕的声音：给你3秒。马上马上。玉白寒对着他的脖子找了找下口的位置，正要张嘴咬上去，目光一侧就看凸起的喉结。他动作一止，转头含住了陆焕的喉结，身侧的手蓦地收紧。司白寒。喉结上下一滚，玉白寒没叼稳，就伸手拍了下陆焕的胳膊，含糊的说：别动。感觉到陆焕没再动，玉白寒便张口往上面一咬，烙上了自己的印。一只手抬起来，长在了他腰侧，微微收紧。玉白寒又用了点力，直到确认印子够深，才松口起身。他抬眼对上陆焕深沉的眸色，安抚道：是有点痛，但不落深点，很快就散了。长在他身侧的手放了下来。陆焕定定看了他几秒，随后起身去了浴室。玉白寒也积极的跟了上去，一起去看看他的烙印成果。浴室里，陆焕盯着镜子里自己喉结上的那圈牙印，深深的一圈泛着红，正好将整个喉结圈了起来。他喉头一动，然后就看那凸起的喉结先是划出了牙印圈，又圆润的滑了回来。玉白寒没忍住，噗！咯。玉白寒看着他跟三维弹球一样的喉结，怂恿道：你再吞一下口水看看。陆焕透过镜面紧盯着他，一字一句像是碾磨出口：司白寒，好玩，快点。那喉结就又动了一下。玉白寒咯，一只手熟练的拎上了他的后颈皮，将他从浴室拎出了主卧。陆焕站在门内，深深看了玉白寒一眼，把房门砰的一关。陆焕是坐第二天早上的飞机离开的。玉白寒起床后，看主卧已经空空荡荡，就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尤尔，落地报平安。萝卜蹲。他发完想起那圈牙印，没忍住又是一阵咯。学校从这周开始迎来暑假，玉白寒便没去 C 大。他在家里看书吃饭，下午的时候终于收到陆焕的回信：鱼到了。尤尔，牙印还在吗？鱼，呵呵。玉白寒懂了，看来还深深烙印着。他放下手机，心满意足的继续学习。见到社团的聚餐在第二天中午，何月发了个地址给玉白寒，让他直接过去。第二天，华武就开车把他送去了过去。聚餐的地方是一家网红烤肉店，C 市开了好几家连锁，生意非常火爆。何月提前团了几个多人套餐，够他们10来个人吃。玉白寒到的时候，还有社员没到齐。他先拍了张店铺照片发给陆焕看：尤尔，我到聚餐的地方了。图片：尤尔，这家店最近好火，你听过吗？
链接分享店铺，陆焕那边应该还是清早，消息没回过来。玉白涵就先收了手机和社员们聊天。隔了会儿人到齐了，里面客人还很多，看样子要等几桌。何月先去前台验券，很快他又返回来，微微蹙眉道：客人太多了，前台说套餐里很多菜品都没有了。我们要不换一家，反正是连锁店，清江路那家人少一点。玉白涵无所谓，其他人也说没问题，他们便打车去了另一家分店。清江路不在商业区，那里的分店果然没这么多人，菜品也都齐全。他们一行人落座后，套餐很快端上来。玉白涵和何月坐在一块儿，他们一边烤肉一边闲聊。何月问：你家陆焕呢？玉白涵给牛肉翻了个面，他去 F 国出差了。鲜嫩多汁的牛肉被烤得滋滋作响，他照例拿起手机拍了几张分享去陆焕的对话框。何月瞧见，啧啧两声，他也算线上参与了。玉白涵乐见其成，这样他的24小时就能过得跟48小时一样充实。何月捏着筷子，很不淑女的嘎嘎大笑。他们一行人聚餐，边烤肉边玩游戏，玩的是在手机上下载的聚会小游戏。玉白涵也当场下了一个，和他们一起玩。他头天晚上手机没充电，今天出门时电量只剩了 50%。他先是给陆焕拍了一堆照片，又开着手机玩了1个多小时游戏，玩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就刷的关机了。何月拍拍他，算了算了，专心吃肉。店里没有借充电宝的地方，玉白涵只能作罢。他把手机放到一边，打算等吃完饭再去附近找找充电宝。一顿烤肉吃了2个多小时，接近尾声时，一行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玉白涵正从座位上起身，忽然听旁边何月卧槽了一声。何月看着手机，心有余悸，我们刚刚没去的那家分店发生了小型火灾，伤亡情况和起火原因还不知道，幸好我们换了一家。一群人都吓了一跳，我靠！玉白涵也怔了怔，侧身看了眼何月手机上的新闻，应该是同城推送，大概是半小时之前发的。等等，他突然一个机灵，他是不是给陆焕发了上一家店的链接，没和人说自己换了家店的事？玉白涵转头叫上何月，陪我去外面找个充电宝。虽然陆焕不一定会关注，但还是跟人说一声比较好。何月跟上他，哦好。两人出了烤肉店，走了400多米，终于找到一个租充电宝的地方。何月帮他扫了一个，玉白涵充上电，隔了2分钟才按开机。手机一打开，数十条消息瞬间弹了出来。玉白涵，何月，卧槽！玉白涵赶紧点开，最早几条是陆焕的消息和来电，后面还有秦伦和华武打来的，估计是陆焕没联系到他，就找了秦伦他们。鱼在哪儿？鱼未接来电，他立马给陆焕回了个电话，连着3个电话打过去却显示关机。玉白涵，他迟疑的问何月，陆焕该不会急得狂按手机到关机？何月从他的夺命连环靠中回过神，理智道：不，应该没有那种急法。玉白涵也是，那叫无能狂急，不是陆焕的作风。这会儿没联系上陆焕，他就先在微信上给陆焕留言报了个平安，紧接着又给华武、秦伦回了消息。秦伦在电话里松了口气，顾不得他的少爷身份骂了句：你他妈，你可真会挑时间关机。就连看着文静秀气的华武都没忍住飙了句靠，然后让玉白涵把现在的地址发来，他过来接人。玉白涵自知理亏，乖巧的给人道歉发了地址。一顿鸡飞狗跳之后，总算安定下来。过了半个小时，华武便开车过来了。玉白涵和社员们打了个招呼，坐上车后座。上车后，华武从后视镜里悠悠盯了他一眼。玉白涵垂头，我刚刚已经下单了3个充电宝，保证以后随时电量充足。华武便不再说什么，收回目光，发动了私家车。车辆平稳的驶向陆宅。玉白涵给陆焕打了几个电话，还是没人接。他问华武，陆焕有和你们说什么吗？他没接我电话。
华武先生只说让我们来找你，找到后给他回信。没接电话，可能是有事在忙吧。玉白寒不都直接关机了。他看华武也不知道，就没再继续说下去。他侧头望向车窗外流动的街景，心头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心情，像是不安中夹着一丝细微的期待。陆焕应该不至于从 F 国飞回来了吧？回到家里，玉白寒先洗了个澡。他洗完澡出来，微信上依旧毫无动静，对话还停留在他给陆焕发的那句毫发无损。这种悄无动静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上。晚上11点左右，平时这个点玉白寒已经上床睡觉了，但这会儿没联系上陆焕，他就坐在楼下客厅里，每隔半小时给人打一次电话。又过了半个小时，玉白寒正要再给陆焕打过去，一个语音就打到了他手机上。来电显示玉白寒蹭的坐直了，接起电话，陆焕。电话那头很安静，只有陆焕的呼吸声，听上去并不平稳。玉白寒一个紧张，陆焕，你被绑架了吗？隔了好几秒，陆焕的声音传过来，脑子被烟熏到了。玉白寒松了口气，看来没被绑架，说话还是正常的。那头好像落下了一声很轻的笑，听不出是什么意味，但玉白寒直觉陆焕心情并不糟糕。他就问，你在哪儿？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陆焕说，之前在飞机上。玉白寒呼吸迟缓了片刻，胸口像是有浪潮澎湃起伏了一下。脑中的猜想几乎已被证实，但他还是确认了一句，你回来了吗？正要回家。玉白寒指尖捏了下手机边缘，哦，那我等你。陆焕顿了顿，从机场到陆宅大概有1个多小时车程。玉白寒收到了陆焕的回讯，也算定下了心。他在客厅里等到快一点的时候，终于听见院子外面传来了动静。哦，他们陆先生回来了。他一个起身走向玄关，将大门一把拉开，玄关里的光亮倏地破开了夜色，照亮了门口那截短短的十字路。2-3米外，陆焕脚步一停，蓦地抬眼看来，漆黑沉寂的眼底望向玉白寒，有一瞬起了波澜。安静而模糊的深夜里，只有陆焕的身形清晰而分明。他立在门外，高大的身影裹挟着一路的风尘，就这么无声的看来。玉白寒站在门口，在对上陆焕的眼神时，莫名有些心虚。他把在微信上解释过的话又解释了一遍，我手机没电了。陆焕不知在想什么，站在原地看着他，没有说话。玉白寒又弥补的朝他示好，神色是难得的乖巧，但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望夫石。片刻，陆焕似是无奈的闭了闭眼，他喉结动了一下，在那圈浅浅的牙印边缘一晃，又严严实实的被圈回了玉白寒烙下的印记中央。陆焕站在门外2-3米的地方，静谧的夜色中只能感受到细微的风。玉白寒心潮在胸口涌动了一下，他看陆焕没动，就几步走上去，停在陆焕跟前。他一手拉上了陆焕腰侧的衬衣，抿抿唇看过去，累不累？陆焕视线落向他，还好。玉白寒说，我查了手机，从 F 国飞回来要坐10个小时的飞机。陆焕垂着睫毛，细碎的阴影下，眼底如一片深海，有着吸人的漩涡。玉白寒和他对视几秒，涌动的心潮好像还拍在胸口。他拉在陆焕腰侧的手指忽然收了一下，然后往陆焕怀里一扑，伸手抱住了他的腰，怀中充盈，手下的腰身一瞬绷紧。玉白寒把陆焕抱了个满怀，脸颊贴贴，奖励你一个爱的抱抱，让他们陆同学担心了。片刻沉默后，一手握上了他的腰，这次却没将他拎开，只是收紧了掌心。玉白寒埋在陆焕胸前吸了2口气，头顶传来陆焕低沉的声音，你在干什么？秀秀有没有什么热情浪漫的味道？夜风中落下一声哼笑，都被你的牙印劝退了，我们白寒还满意吗？哦，那还是挺有效果的。
玉白寒喜滋滋的从陆焕胸前抬头，下巴搁在人胸口，故作勉强道：“还可以。”那只大掌便搭在他腰上，不轻不重的一揉。玉白寒被揉得尾椎一颤，小脸通红的贴在陆焕胸前。怎么回事？今天的陆同学好像格外让人心动。两人在门外的夜风中拥了会儿。玉白寒从刚刚那阵激动的心潮中慢慢缓过神，他想起陆焕千里迢迢奔回来，就松开手问：“我们要不要进去了？”陆焕的手在他腰上停了一下，接着落下来。好。两人转头进了屋。玉白寒出了玄关，往前走了2步，又回头看向陆焕。后者正在换鞋，若有所觉的抬眼。怎么？他害羞的夸赞：“陆同学今天特别帅，想多看2眼。”陆焕牵了牵唇角，毕竟是戳了合个章的。他说话间牵动了喉结处的那圈牙印。玉白寒目光灼灼，语气轻怪：“说什么合个章，不准你自轻自贱。”上楼后，陆焕去洗澡。玉白寒回自己房间待了会儿，又忍不住跑去陆焕的床尾坐着。他这会儿特别想和人多待会儿，好像坐了10个小时飞机回来，只说几句话就分开，多少显得有点仓促而单薄。床尾正对着浴室门，当浴室门哐的被推开时，玉白寒就和拢着浴袍走出来的陆焕对了个正着。陆焕脚步一岔：“你坐在这儿干什么？”玉白寒贴心：“陪你一起困觉。”陆焕站在浴室门口盯了他半晌，意味不明的开口：“我想睡个好觉，我今晚老老实实的，不弄你。”陆焕跳过他的用词，轻声感叹：“原来你也知道自己不老实。”玉白寒羞赧垂眼，一条腿垂在他床沿，局促的晃了一下。默了片刻，陆焕似是妥协：“上去。”玉白寒惊喜的抬眼。陆焕长腿一迈，走向床的另一头，今晚破例。话音未落，玉白寒已经丝滑而娴熟的缩进了被子里。下次议定，他知道。两人躺在床上，灯一关。玉白寒借着窗外的一点月光，看向面前的陆焕，模糊的夜色里，微弱的光亮勾勒出一道分明的轮廓。他蠢蠢欲动的往陆焕身前靠过去。陆焕一个睁眼，抬手就按在了他颈侧，拇指的指腹抵在他肩窝里，带了点警醒的力道，又不长记性了。指腹擦的颈侧一阵细微的刺痒。玉白寒期待的建议：“你可以再教训我。”把他强势的按进枕头里，狂戳小红章，他巴巴的望着陆焕。窗外的月光映亮了他的脸，那双清亮的眼底完全是等待奖励的欣喜。他用力闭眼，在玉白寒脖子上一捏，扼住身前躁动的人，沉着嗓音道：“是谁说要老实睡觉？”玉白寒乖乖闭眼：“哦，原来是我。”按在他颈侧的手掌却没松开，温热宽大的掌心裹着他的脖颈，舒服的让他很快便沉入梦乡。第二天，玉白寒醒来时，身侧已经空空荡荡。他睁眼就看自己几乎躺到了床中央，手脚都伸去了陆焕的那半张床，顿时不好意思的缩了回来。越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挤压到陆同学。玉白寒起身看了一圈，卧室里没有陆焕的身影。他往浴室里望了望，浴室里也没人，只是地面水痕未干，像是大清早使用过。他便回了自己屋里洗漱。洗漱完下楼吃饭，冯叔一脸神秘莫测。他在玉白寒疑惑的目光下端了半晌，终于没忍住放出惊喜：“白寒少爷，先生回来了。”他知道还是他亲自接驾的。他顶着老管家期待的目光，配合的发出一声惊叹：“好惊喜！那他人呢？”冯叔又高深莫测的笑了笑，端庄苍老的脸上甚至浮出了一丝俏皮：“不告诉你，真是够了。陆焕到底是从哪儿挖来的宝藏管家？”在冯叔这里问不出个所以然。玉白寒吃完饭便上楼准备看会儿书。他给陆焕发了消息，还没等到回信，就先收到了何月发的微信。玉白寒一下喜滋滋的，手指一动，给人回了信。他咯咯咯的聊得很投入，
卧室的门也没关，以至于听到动静时，陆焕的声音已经落在了他身后。和谁聊得这么开心？玉白寒转头就看陆焕还穿着居家的衣服，对方随意的揣着兜立在那儿，面上神色淡淡的。何月问到你了。玉白寒答完又问，你刚刚去哪儿了？陆焕挑眉，给你回的微信没看。玉白寒立马切回陆焕的对话框，去找秦伦拿东西。他视线一转，这才注意到陆焕另一只手上拿了个小盒子，这是什么？陆焕低眼，手伸过来。玉白寒眸光亮亮的伸去一只手，你要给我靠上。开盒盖的动作一顿，陆焕悠悠的盯了他一眼。玉白寒精修的狡辩，我是只用爱的枷锁。呵呵。盒盖揭开，里面是一条银色的男士手链，手链细而软，看上去是银质，上面还挂了个金鱼式的坠子，凸起的纹路复杂而精细。玉白寒惊疑，陆焕改走这种路线了，定位追踪的子装置。陆焕一句话戳破他的胡思乱想。玉白寒松了口气，这才正常。他把手朝陆焕伸过去，怎么还做成了手链的样式？用最浮华的外表打掩护吗？陆焕低头给他系上，手指灵活而修长，动作慢条斯理。我们白寒每一天都过得那么出人意料，不系在手上，谁知道会把追踪器浪去哪里？玉白寒难得没找到反驳的词汇，就抿唇轻轻嗯了一声。他转而打量起手腕上的高科技，一看就很牛逼，中看又中用，相当合他心意。母装置是在秦伦那里吗？陆焕淡淡，在我这里。玉白寒。陆焕没多解释，又把装置上的其他几个功能同他讲了一遍，最后说道，装置是防水防高温的，你随时带着，不用取了。哦，好。手链3两下系好，玉白寒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是不是太大了？他感觉能在手上转呼啦圈。陆焕的目光也落了过去，眼前的这只手腕又细又白，手背透着淡青色的血管，戴着这条手链相当好看，只是的确有点大了。他伸手抬起玉白寒的手腕，银色细链从那结腕间垂了下来，空出2指宽的空隙，都够他的手指再放进去。陆焕指尖在细链边缘摩挲了一下，又松开。玉白寒被他摸得有点酥痒，缩了缩指尖，你再重新量尺寸。不愧是学神人设，手指就是标尺。陆焕没否认，将手揣回了兜里，先戴着吧，不会掉就行。之后再给你换一条短点的手链。玉白寒欣然收下，那就谢谢陆指挥了。陆焕要笑不笑的瞥了他一眼，不客气，白寒同志。银色的手链戴在腕上，明晃晃的，很有存在感。玉白寒抬起来晃了一下，看陆焕还站在一边没走。他若有所思，陆焕昨天千里迢迢的奔回来，今天一大早又去给他拿爱的枷锁，一番舟车劳顿都没好好休息过。他提议道，我们要不要去汗蒸按摩？陆焕朝他看过来，出声请教，你是如何做到每天都安排的这么充实的？玉白寒分享心流，人就活这么一辈子，要过得精彩随意一点。话落，陆焕像是神色一定。玉白寒敏锐捕捉，探身凑近了点，怎么了？默了一息，陆焕开口，没什么。他神色如常的抬眼，视线落向窗外，那就下午去吧。玉白寒低头刷刷给他发去一堆康阳锁，那你挑一下。手机顿时一阵叮叮咚咚，他视线又落了回来，看了眼比大数据推送还频繁的消息，还没开业的就不用发了。玉白寒手指一顿，不好意思道，疏忽了。陆焕选的康阳所离家不远，有点类似于奇绝的清渠院，僻静雅致，属于半私人康阳所。本来是需要会员预约，但陆焕一个电话打过去，当天下午就给他们安排上了。两人刚到，便有服务生将他们领进去。玉白寒跟在陆焕身侧，进门后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室内光线偏暗，人造的流水假山深浅错落，
淡淡的檀香弥漫在空气间，让人精神不自觉放松。安静的环境里，人说话的声音都下意识压低。玉白寒朝陆焕侧近了点，轻声问道：“你之前做过按摩吗？”陆焕目不斜视：“偶尔。”玉白寒有什么感觉？是痛的嗷嗷叫，还是痒的咯吱咯吱？领路的服务生没忍住笑出声。陆焕轻轻吸了口气，转头看向玉白寒，谁会？视线一转，那张凑近的脸撞入眼中。幽暗的光线下，玉白寒脸颊看上去白净柔软，眼神清润，睫毛煽动。他话音质了一下，那道清润的目光瞬间犀利，玉白寒仿佛抓住了他的漏洞。你迟疑了，你会？陆焕伸手把他的脸扭回去，欲加之罪。服务生将他们带到更衣室便离开。因为是半私人高级康养所，里面的更衣室相对独立，空间也很宽敞。每一处单独的更衣间都配备了一台储物柜和一张沙发凳，更换的几套衣服都叠在制衣架上，隔间外挂着布艺门帘。玉白寒选了个中间的隔间，转头小脸红红的问陆焕要不要一起用。陆焕看了他一眼，别人会以为我们是拼单来的。说完转身朝更里面的隔间走去。玉白寒遗憾作罢，撩开帘子走进了隔间更换衣服。汗蒸和按摩的衣服不是同一套，他按照上次的顺序先换了套汗蒸服，刚套上就听门帘外传来陆焕的声音：“好了吗？”“马上。”玉白寒说着忽然顿住，朝外面问了一句：“你换的哪套？”“按摩服。”也对，他一直在和陆焕聊按摩的事。玉白寒就说：“那你再等我一下。”他又把身上的汗蒸服换了下来。陆焕在外面停顿了一秒，随即道：“我去外面等你。”“去吧，皮卡换。”脚步声渐渐走远。玉白寒重新换好按摩服，把随身携带的手机和衣物塞进了储物柜里。换下来的汗蒸服和柜门钥匙一起先扔在了背后的沙发凳上。他把东西放好，反手将柜门潇洒利落地一关，视线中晃过一道银光。咔哐，玉白寒咔哐，他动作凝固了好几秒，随即带着和命运做搏斗的心理，缓缓将按在柜门边的手扯了扯。咔，细软的手链不知勾在了柜侧锁舌的哪个地方，环扣卡在里面，链子从柜门的空隙间牵了出来，将他的手牢牢固在了柜门上。玉白寒转头看了眼2米外沙发凳上的钥匙，当即陷入了沉默。整个更衣室空空荡荡，他所在的隔间距离门外还有很长一截距离，他只能眼巴巴地瞅着门帘外，等着陆指挥来营救他。隔了5-6分钟，外面终于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大概是陆焕看他还没出来，又从门外折返回来，停在了门帘外。“你是在里面睡着了吗？”玉白寒一个激动，发出求救的声音：“陆焕，救救我，救救我！”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拉开了门帘，外面更为明亮的光线落了进来，陆焕高大的身形出现在门口，光亮从他背后斜落进隔间里，在沙发凳和柔软的衣堆上映出菱形的光格。随着帘子拉开，明光落入了玉白寒眼底，和那道迸发的希冀交相辉映。陆焕似乎被这一幕镇住了，在原地站了好几秒。玉白寒轻轻催促：“我知道有些许离谱，但你能不能先给我开个锁？”陆焕这才像是回过神，俯身拿起钥匙几步走过来，停在他跟前：“怎么弄的？”“呵呵，电光石火，无法复刻。”玉白寒后背抵在冷硬的铁柜上，左手被固在一侧，动也不能动。他笑容空灵而单薄，就爱的枷锁给铐住了。陆焕低眼看着玉白寒被固在柜门上的手腕，他没有急着开锁，而是先伸手按在后者腕间的细链上，像是在琢磨他的壮举。高大的阴影笼罩下来，玉白寒后背抵在铁柜前，仰头看向陆焕微微低侧的脸。这场景莫名有点小刺激，他心头一动，抬手拽了拽陆焕的衣侧。陆焕转头看过来：“做什么？”玉白寒小脸通红，
被固住的手装模作样的怔了怔，暗藏着兴奋，自动入戏。放开我！陆焕低眼看着他，这又是哪一出？玉白寒从戏里跳出来了2秒，飞快提示：星际大战，你是作战指挥官。他说完继续入戏，我真的不是卧底，陆指挥，你相信我。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把陆焕往自己身上拽。陆焕被他拉着往前了一小步，另一只手哐的撑在了玉白寒身侧，两人身前几乎贴近，在陆焕低头间一上一下的对视着。玉白寒被陆焕禁锢在怀里，羞涩又大胆的抬眼。陆焕垂着睫毛看了他几秒，忽而笑了一声：哦，不是卧底吗？我要怎么相信你？他按在玉白寒腕上的那只手勾住了银色的细链，指尖抵了一下，被指腹擦过的地方泛起一阵酥痒，手链勒得微微一痛。玉白寒心跳砰砰快了点。陆焕好会。他手上动了一下，感情真挚的剖白：我满心满眼都是陆指挥，对指挥一点隐瞒都没有，不信你就来查我。撑在他身侧的手蓦地抬起来，捏住了他的下巴。陆焕将他的话头止住，视线扫过他明丽而鲜活的五官，像是在细细描摹。片刻，他唇边落下一声低笑：我当然相信我们白寒学员。语调听上去心情不差的样子。玉白寒双眼亮晶晶的看着他，陆焕就在他下巴上轻轻按了一下，收回了手。接着咔嗒一声，锁被打开。玉白寒手上一松，将手腕缩了回来。陆焕退开一步，光线重新落回跟前。玉白寒低头打量着手腕，被细链勒到的地方有一道淡淡的红痕。他假巴意思的指责：陆指挥把我勒痛了。说着把那截手腕伸到了陆焕眼皮子底下。陆焕将他的爪子按下去，看了眼玉白寒面带欢喜的脸，轻声问：痛的嘴角上扬了是吗？玉白寒立马矜持的将嘴角压下。哦，忘记把戏做全套了。陆焕提醒：还去不去按摩？要去要去。玉白寒浑身的戏一收，转头将柜门重新关好。出了更衣室，去按摩间之前要先选按摩师。陆焕随意选了个男按摩师，又帮玉白寒选了个女按摩师。玉白寒转头：为什么我们不一样？男按摩师下手更重。陆焕语气如常：你上次不是被按痛了吗？玉白寒惊讶：这你都记得？我们陆先生果然很贴心。他夸赞的话音卡了一下。好险，忘了外人还在，差点情绪泄露。陆焕哼笑了一声，转头让人安排下去了。给他们预留的是一间双人间。进到房间内，玉白寒在床上趴下，枕头下方是空的，可以埋脸。他没拿开枕头，把脸一侧对向了陆焕。陆焕正要将枕头拿开，转头就对上玉白寒灼灼的目光，动作顿了一下：你在看什么？玉白寒趴的服帖：这样好聊天。陆焕问：你一刻也闲不下来是吗？玉白寒贴心：你不想说话没关系，可以把脑袋塞进洞里，露出2只耳朵听我说。画面感几乎扑面来。床头站的2名按摩师都下意识看向陆焕的耳朵。陆焕呵呵一声放回了枕头：不用。他把脸侧向玉白寒，轻柔道：我也看着你，听你说。玉白寒喜滋滋的：好。这是玉白寒第2次按摩。他发现自己腰侧有点敏感，上次按摩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还有昨天晚上陆焕搂着他腰时揉的那一下，很有感觉。现在也是，按摩师最开始按的肩，玉白寒还能轻松自然的跟陆焕聊天。等按摩师按到他腰上时，玉白寒忽然声调一抖，轻哼了一声。大概是这种哼哼很常见，按摩师没停下。玉白寒哼哼着也不耽搁他说话。他哼哼唧唧的说了2-3分钟，一直没出声的陆焕突然将他打断，像是忍无可忍：司白寒。玉白寒贴在枕头上和陆焕对视，深沉的眸光落在他身上，几秒之后他莫名 get 了陆焕打断他的原因。哦，他们陆指挥又不纯洁了。
玉白寒便让按摩师先停下动作。他本来想和陆焕说这是忍不住的，转念发现陆焕好像全程都没吭一声，顿时好奇中带了点不甘示弱。他盯着陆焕：“你为什么不哼哼？”陆焕：“呵呵，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玉白寒：“呵呵。”他抬头对陆焕身侧的按摩师道：“麻烦大力一点。”狠狠钻进他的腰窝子，击碎陆焕高冷的面具，让他听个响。按摩师没忍住笑了声，没敢真的照做。互相伤害的话题就此翻篇。接近2个小时的按摩结束后，玉白寒和陆焕起身回更衣室换了套汗蒸服。玉白寒这次万分小心，没再重蹈覆辙。他换完衣服出来时，陆焕已经等在门口，后者视线落在他手腕上，似笑非笑的：“我还以为又要来营救我们白寒了。”玉白寒和他一起走向汗蒸房，晃了晃手链示意道：“我就说太大了，明天换条短一点的。”哦，你在遗憾什么？玉白寒迅速收敛神色，怎么回事？好像被陆指挥读心了。两人边走边说，忽然迎面遇上了另一队人，视线相对，双方同时停下脚步。玉白寒看向跟前这张见过一次的面孔，对方似乎也很惊讶，秀气的眉头微微隆起，那张本就病弱柔美的脸显得更加惹人怜爱。很快，对方便反应过来，细细柔柔的开口：“这不是小寒吗？”玉白寒也细细柔柔的开口：“二姐。”两人都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面对面站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私家的病秧子大军组队来康阳所复健了。只不过玉白寒是演的，私谈却是真的。昙花一现，这就是原作者给他定下的人设。因为天生体弱，又有主角光环的加持，所以就有了后续一系列逆天换命的操作。真换命，比司言庭的洗脑可行多了。玉白寒正和司谈对视着，就听司谈身侧的男子问：“这是你那个四弟吗？”司谈同丈夫崔浩生点点头，又对玉白寒道：“好久没见，小寒看着精神多了。今天还有事，我们下次好好聊。”三言两句像是寻常姐弟之间唠家常，既没打探玉白寒，也没提到另外两兄弟，仿佛置身于争斗的漩涡之外。玉白寒在心底又加了条对比，段位也比司言庭高多了。他朝陆焕的方向侧让了一下：“二姐再见。”陆焕手一抬，搭在了他腰后，像是习惯成自然。司谈看了一眼，同玉白寒微微一笑，便和崔浩生相携离开。两人一起去往了大厅另一头的卡座，卡座间还有几个人正在等他们。玉白寒收回视线，扭头看向陆焕，他一手附在陆焕骨节分明的手背上，交流心得：“你今天入戏晚了点，应该在我和二姐刚见面的时候就狠狠搂住我的腰，用极度发狂的声音问我这是哪个女人。”陆焕牵起唇角，低眼看他，然后整个上流圈子都会开始讨论我是哪个精神病院出来的男人。搭在他腰上的手力道一收，带着他往汗蒸房的方向走去。陆焕温声细语：“走吧，去蒸蒸你水灵的大脑。”玉白寒水灵的大脑并没有蒸太久，他这副身子体虚，虽然在陆家好吃好喝的养了一阵子，但依然没有完全恢复。这里的汗蒸房是公共的，温度调得偏高。玉白寒在里蒸了会儿，便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浑身上下全湿透了。乌黑的额发湿乱的贴在白皙的脸颊，就连眼睛都是湿漉漉的，像是热出了汗。陆焕看了他一眼，伸手就将他拎出了汗蒸房。玉白寒出门第一瞬吹着冷风，整个人都飘了一下，转头往陆焕肩头一靠，额间的细汗蹭了陆焕一肩膀。陆焕拎着他一路回了更衣室，侧头看了眼自己肩上阴出的大片湿痕，不出意料的哼笑了一声。玉白寒从他手心下抬头，深深凝视，这笑声是什么意思？他不喜欢，收回去。从康阳所出来已经接近傍晚，樊林开车来接的他们。玉白寒跟着陆焕坐进车后座时，透过车窗又看见了司谈一行人。对方正从康阳所门口出来，
旁边的应该就是之前等在卡座里的几人。在看什么？陆焕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你认识那边几个人吗？玉白寒让了让视线。陆焕看了眼，示意前面的樊林开车。你大哥的合作伙伴们。哇，来了！私家传统技能背刺。私家车发动，很快驶离了康阳所。在倒退的街景中，陆焕闲适地靠在椅背上，看着玉白寒勾了下唇角，在想什么。玉白寒正要开口，就瞥见前面的樊林，他又把独家分享咽了回去，轻轻抚掌道：“共享伙伴，挺好。”新定制的手链是第二天下午送来的。陆焕去公司了，送手链的是秦伦。玉白寒接过新的链子，在手上比划了一下大小，刚好。不愧是陆学神，用手量都这么精准。手链的链扣比较复杂，单手戴不上。秦伦看玉白寒一只手比划了半天，就问：“我帮你戴上？”玉白寒收了手链，没事，不用。爱的枷锁，还是等晚上让陆焕帮他戴上。秦伦嗯了一声，站在原地没走。他看了玉白寒一会儿，忽然问道：“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吗？”什么想法？玉白寒疑惑的看回去。秦伦刚硬的眉纠结的拧了拧，片刻抬手抹了把脑袋，算了，没什么。他说完，转身大步离开，背影透出几分沉重和萧索。玉白寒这个语气神色和上次的华武如出一辙，他们该不会又脑补了什么？没去管秦伦他们脑中纷繁复杂的剧本，玉白寒收下手链，转身回了屋。晚上，陆焕回家吃晚饭，玉白寒坐在他一侧，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听陆焕问：“手链收到了吗？”“收到了。”“怎么没戴上？”玉白寒停下筷子看向他：“哦，谁给我戴？”陆焕动作一停，他朝玉白寒看了一眼，又收回视线继续吃饭。等到吃完饭，陆焕这才起身淡淡开口：“上楼。”玉白寒还在喝最后一口汤，闻言从碗沿后面抬起一双眼：“做什么？”陆焕点了点手腕的位置，弯弯唇：“给你靠上。”看来陆指挥这个身份深得陆焕欢心，他就放下碗，跟着陆焕去了楼上主卧。主卧里，两人坐在桌台边，陆焕低头摆弄着手链，追踪器的主体是那只金鱼坠，这次换了条链子，要先把吊坠取下来，再带回玉白寒手上。陆焕手指灵活，没多久便重新穿好，手伸过来，玉白寒配合的把手腕伸过去，让陆焕给他戴上。一臂远的距离前，陆焕微低着头，系锁扣时睫毛低垂着，薄唇抿起，一副很认真的神色。玉白寒盯着他这张挑不出缺点的俊脸看了会儿，又问：“对了，母装置是长什么样的？”陆焕头也不抬，做的一对，也是金鱼。玉白寒怎么没见你戴？面前的人就抬起头来，朝他勾了勾唇角：“放抽屉里了，不需要戴。毕竟没有我们白寒生活精彩。”把自己反手铐上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玉白寒明智的换了个话题：“我看看。”“就在你手边那个抽屉。”哗啦，抽屉拉开。玉白寒低头一看，果然看到另一枚银色的追踪器，单个的一只坠子就这么静静躺在抽屉里，和他手上的那枚明显是一对。他盯着那枚追踪器，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手上忽而一紧。他转头就看陆焕望了过来，如雷达般敏锐：“你在想什么？”玉白寒眼神清澈：“我想什么了？”陆焕勾着他的手链，嘴角的笑意戒备中带着一丝了然：“我好像在你眼底看到了丰富缤纷的情景剧。”玉白寒默默收起视线，不存在这种东西。链扣在他手腕卡的扣紧。陆焕直直盯着他，笑意不散：“是吗？那是我看错了。”玉白寒温柔笃定：“一定是的。”两人又默然对视了几秒，玉白寒眸光微动：“陆焕，呵呵，要命了！”陆指挥好像能在他眼睛里追剧了。玉白寒戴好手链，就被陆焕赶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坐在床边，悠悠望向窗外。他哪有放什么情景剧？他明明是在想给陆焕准备小惊喜，只不过思绪在中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偏移。玉白还想着收回视线，看来以后要谨慎一点，不能总让陆指挥透过他心灵的窗户窥探他的内心世界。第二天，陆焕去公司上班，玉白寒溜去他卧室，找出了昨天那只金鱼。替换下来的那条手链对他来说大了点，但估计陆焕戴着刚好。他把手链穿好后放进了衣兜。情侣追踪器一听就浪漫至极，等晚上也给陆指挥靠上，谁也别想逃脱这些情侣的小把戏。晚上6点，陆焕终于回家。两人吃晚饭时，玉白寒想到那条情侣手链，没忍住朝陆焕瞟了一眼，视线一瞬被捕捉。陆焕停下筷子看过来，你好像在谋划什么？玉白寒清澈的眼底写满了困惑。什么？陆焕正想说什么，手机就响了，大概是有工作上的事，他蹙眉看了一眼，随即起身走去了客厅，没能再深究下去。玉白寒从他的背影上收回视线，好险，差点又被看透。陆焕的电话打了1个小时，他打完电话又开了个视频会议，等工作忙完已经是11点。陆焕回屋洗了个澡，便上床睡觉。主卧门关上，走廊里安静了小片刻，隔壁的次卧门便静悄悄打开了。玉白寒从门缝里露出一只乌亮的眼睛，听了听主卧里的动静，陆焕应该还没睡熟。他再小熬会儿夜，熬到凌晨2点，去给陆指挥偷偷靠上。等第二天，陆焕就能睁眼迎惊喜，带着情侣手链开启美好的一整天。玉白寒又将门轻轻合上，回到房间。他在房间看了会儿书，看到头昏眼花的时候，终于熬到了夜深人静的凌晨2点。他起身拿上手链，转头去了隔壁房间。主卧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丝微弱的亮光投进来，很快又被关在身后。玉白寒借着窗外幽微的月色，悄咪咪溜到了陆焕床边。陆焕体热，习惯将一只手搭在被子外面，他这会儿就蹲在床沿外，凑近了陆焕露在外面的那只手，怕把人惊动，他还将手链先捂热了。等他好不容易把手链圈上手腕，却半天没扣上链扣。房间里太暗，链扣设计的又太复杂。玉白寒窸窸窣窣的摸索了半天，整张脸都快要贴到陆焕手背上。温热的呼吸扑落下来，他正全神贯注的系着链扣，近在咫尺的那只手突然抬起，啪的拽住了他的手腕。一股利落而狠厉的力道将他猛地拉起，玉白寒顿时惊得心脏狂跳。陆指挥，诈眠！他被拉得往前一扑，抬眼正撞入陆焕警觉而阴厉的目光。四目相对的一瞬，手上力道又陡然松开。陆焕眼底的阴力转瞬退去，一手握在玉白寒的肩头，稳住了他的身形。玉白寒被拉的一下扑在了陆焕胸口，他撑在人身前缓了片刻，舒出口气，随即心有余悸的往陆焕胸前一趴，吓我一跳，头顶倏地落下一道冷笑，吓你一跳。玉白寒脸颊贴着陆焕心口，很快感受到了下方不输自己的急促心跳。哦，原来陆焕也吓了一跳。他不好意思的把脸转向陆焕，你怎么醒了？陆焕冷笑未散，你说呢？我们白寒学员大半夜不声不响的潜进来，是来暗杀我的吗？玉白寒哗啦拎起手链，羞赧纠正，今晚是麋鹿白寒圣诞麋鹿来偷偷送惊喜的。陆焕捏了捏眉心，坐起身，反手按开了床头灯。暖色的光线一瞬落满了床头，映亮了两人的脸。稍长一点的手链上缀着那只小金鱼，在灯光下一摇一晃，看着竟然还挺温馨浪漫。玉白寒拉起陆焕的手，既然都被你撞破了，那我就直接给你戴上。我还要上班，过不了公司安检。陆焕盯着他，我戴个金鱼手链和人谈生意，是在卖萌？好像确实不大。玉白寒思索片刻，随即瑟瑟抬眼，那要不缠在我给你的衬衣架上？陆焕冷笑，你觉得合适吗？别人又看不到。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取下他？
哦，也是。万一自己以后遇到危险，陆焕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脱裤子，手链窸窣一动，接着被陆焕拿过去。就这么想让我戴上？玉白寒看向陆焕，对方那张清俊的脸笼着暖光，正低眼摆弄着指尖的手链。他期待的嗯了一声，这不是一对的吗？修长的手指勾了勾银色的链子，陆焕不知在想什么，默了片刻，开口道：“知道了。”然后将他往床下一拎，回去睡觉。第二天正好是周末，玉白寒起床下楼时，就看陆焕穿着居家服坐在客厅里看书。他几步走过去，凑到陆焕身侧：“戴了吗？”陆焕侧眼看向他，唇角弯了一下，伸手点了点心口：“嗯。”项链？项链也不错。玉白寒两手扒着陆焕的衣领往里瞅：“我看看。”陆焕捏着他的后颈皮，将他拎远：“看什么？”玉白寒义正辞严的抬头：“当然是看项链。你想到哪里去了？”陆焕看进他眼底：“呵呵。”玉白寒忘了心灵的窗口里正在播放成人频道，他又矜持的坐了回去。陆焕伸手一提，将心口的项链拎了出来。金鱼坠只用了一条简单的细绳拴着，随着陆焕提起的动作晃动在半空。玉白寒没忍住，伸手捏上去。陆焕提醒：“别没事捏来捏去，按键左右摇两下会触动开关。”玉白寒松开：“哦。”子母追踪器都采用了最先进的科技，除了能定位追踪，还设置了录音、摄像、呼救的按键。为了方便及时求救，按键就设在金鱼侧面。他身上的子装置连接了陆焕的手机端，只要一按键，陆焕手机上就会弹出窗口，方便对方第一时间掌握自己的动向。细绳上的金鱼还悬在眼前。玉白寒看了几秒，又抬手将自己腕间的金鱼凑了过去。两人这会儿都穿着深蓝色的居家服，在一片深蓝的映衬下，两只紧靠在一起的金鱼像是在茫茫深海里寻到了自己的伴侣。坠在细绳上的那只金鱼忽然晃了一下，紧接着被收了回去。玉白寒思绪被打断，抬头朝陆焕看去。陆焕已经将项链放回领口下方，开口把他赶去吃饭，关上你的小电影，吃完饭就上去学习。玉白寒被他一竿子支去餐厅。什么小电影？胡说八道！他刚才放的明明就是海洋频道。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周末，又回到了繁忙的工作日。玉白寒在家学习，陆焕在外面上班。他感觉陆焕又忙了起来，大概是私家多了个人在暗中搅局，内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陆焕要比往常更谨慎细致的走好每一步，才有机会从这次的对局中翻盘。玉白寒没去扰乱他的节奏，只是每晚睡前给陆焕发条晚安短信，一般等第二天起来就收到对方凌晨的回信。好，就这么过了接近2周时间。第二周周五下午，陆焕难得提前回了陆宅。他回来的时候，玉白寒正在露台上晒着太阳背课文，正背到一句毁教夫续蜜封侯，陆焕就推开露台门走出来。两人四目相对，玉白寒低头看了眼课文，召唤符文。陆焕挑眉，点我。玉白寒朝他抖抖课文以示清白，开什么玩笑，他天天许愿陆焕赚大钱。陆焕瞥了一眼作罢，又示意他回屋，晚上约了霍老吃饭，我们一起去。好啊。玉白寒把书一放，上楼换衣服。陆焕跟着他一道上去，他边走边问，晚上是商务聚餐还是家庭聚餐？一半一半。陆焕在玉白寒疑问的目光下解释，我和霍老商务聚餐，你和霍夫人家庭聚餐。玉白寒腼腆一笑，哦，他们陆同学真是越来越有融入大家庭的自觉了。聚餐选在霍明明下的一家餐厅，私人包厢兼具饭厅、会客厅和茶水间，空间宽敞，功能齐全，具有很好的私密性。玉白寒好久没见到霍明和乔云，一见面对方便，亲切的和他打了个招呼。尤其乔云还心疼的捏了捏他的脸，是不是瘦了？捏起来都没以前厚了。
陆焕笑了一声，温声道：“应该是错觉，我们白寒脸上的肉一直很厚。”玉白寒蔑然的盯了他一眼，呵，别以为我没听出来你在说什么。气氛和睦的寒暄结束，四人很快入座。有乔云和玉白寒在场，陆焕和霍明没谈生意。一顿饭下来，饭厅里都洋溢着快活的空气。饭吃完，霍明朝乔云示意了一下，乔云便会意的叫上玉白寒：“白寒，我们去茶水间那边聊会儿天。”玉白寒应了一声，又转头拍拍陆焕的手：“我和云姨聊会儿，你去陪霍叔。”霍明见状，哈哈大笑了两声：“走吧，小陆，你也别老缠着白寒。”陆焕深深看了玉白寒一眼，带两人去了会客厅。玉白寒同乔云坐到茶水间，茶几上已经摆好了茶水和饭后甜点。玉白寒坐下后，朝会客厅那头望了一眼：“乔云打趣，还惦记你家小陆呢。”玉白寒点头，他总是让我有操不完的心。乔云眼唇一笑：“我大概知道他们要谈什么，这确实是比较让人操心的事。”玉白寒好奇：“什么事？”估计是想着他两人无话不说，乔云也没隐瞒，就和玉白寒大概说了说，现在司言庭认定陆焕是思威的盟友，想联合霍明对付陆焕。陆焕打算以陆氏为饵，假意被霍明吞并，引诱司言庭乘胜追击。正好陆焕查到了司言庭名下一些灰色产业，就打算借此让对方公司暴雷，抽空资金池。玉白寒点点头，他对司言庭的灰色产业并不意外，应该是之前秦伦反追踪时查到的。但是假意吞并是什么意思？乔云有些局促的解释，就是把股份产业什么的转到老霍名下。玉白寒心头一跳，陆焕这是兵行险招，一家人都有可能反水，更别说霍老只是陆焕的结义岳父。但像私家这般的庞然大物，还带着主角光环，陆焕如果没把握好这次机会，说不定就会和原剧情一样被当作垫脚石。乔云说完又宽慰道：“老霍也会拿些私有资产给小陆做抵押，他不是背信弃义的人。”玉白寒应了一声：“他心底还是愿意相信霍明的。”他记得在原书里，陆焕被逼到绝路时，那些蜂拥而来趁火打劫的人里并没有霍明。茶水间里沉默了会儿，乔云忽然哐啷把茶杯往桌上一放，目光充满正义：“你放心，老霍要敢做出那种事，我就带着儿子们离家出走，让他知道什么叫奸商妻离子散。”接着他回忆保证：“云姨放心，我也一样，敢背刺家人就不配拥有家人。”两人说完相视一眼，达成共识，同时发出一阵阴恻恻的笑。乔云、玉白寒。会客厅的门哗啦推开，达成协议的两人刚走出来，就对上了各自夫人阴恻恻的笑声。对面转头而来的目光仿佛在说：“你最好别让我失望。”霍明头疼的扶额，陆焕眉心一跳，大步走过去，拎起玉白寒，同霍明夫妻俩道别：“我们先回去了。”乔云收敛了，呵呵，恢复了温婉的模样：“下次见。”玉白寒也收敛了，呵呵，在陆焕手心底下乖巧点头。好，两人出了包厢，一路离开餐厅。陆焕侧头：“你刚才在笑什么？”听得他毛骨悚然的。玉白寒就把他刚刚和乔云达成的离家协议和陆焕说了。他说完，不忘细细叮嘱：“我们不要搞背刺那套。”陆焕目视前方，牵牵唇道：“我当然不会。”几句话间，他们已经出了餐厅，走到街道旁。樊林刚去停车场开车，这会儿还没把车开过来。玉白寒等在街边，面前是车来车往的街景，橙红的尾灯如一道道流光划过夜色。他问：“那你也相信霍老不会？”身侧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听陆焕的声音淡淡响起，带了点意味不明的笑意：“我就相信一下我们白寒给我新找的岳父岳母。要是这次再栽了，最后几个字很轻，夹杂在路边嘈杂的人声和车辆的鸣笛中，听不分明。”玉白寒就扭头朝陆焕看去，远近的街灯电牌在夜色下被模糊成星星点点的一片，街道背后人来人往。陆焕挺直的站在街边，睫毛低垂，
眼底笼上了一层阴影，嘴角似带了抹漫不经心的自嘲。玉白寒看了对方几秒，又低头看了眼手机时间，接着伸手拍了拍陆焕的胳膊，晚8点的 emo。低调的迈巴赫从一侧驶来，在跟前一刹，车窗降下，樊玲脖子一滑，探出个头，先生。陆焕闭眼吸了口气，伸手拎着玉白寒一起上了车。车门一关，砰，尾灯划出2道光线，融入车流之中。回到家，玉白寒和陆焕一起上楼。走到卧室门口时，陆焕松了一颗纽扣，领口敞开，露出下方的脖梗，还隐隐透出一截细绳来。玉白寒一眼瞥见，你今天也戴了？戴都戴了，就懒得取了。陆焕说着，把他赶回房间。你出汗了，快去洗澡。玉白寒像只小鸡一样被赶回去。急什么急？陆焕又没有洁癖。他回到卧室，关上门，拿了换洗的衣服，就走进浴室。今天难得放松，玉白寒干脆放了一池热水准备泡澡。他将水放好后，去置物架上拿了瓶舒缓精油。抽手时，手链在置物架的装饰杆边缘上一挂。玉白寒又拽了2下，重新将手抽回来，低头看了看手链，完好无损，没有一点划痕。果然是防水、防爆、防高温。他就脱了衣服，泡进浴缸里。没泡多久，外面忽然传来一点响动，浴室门隔音，玉白寒隐隐听到有人叫了他一声。幻听吗？他没管，正想起身打点泡沫，就听磨砂的浴室门被哐哐敲了2声。司白寒。玉白寒转头，陆焕，我在泡澡。隔着一道门，陆焕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微妙，像是在克制什么。我知道。玉白寒海豹拍水，知道了还不退下。门外静了1秒，接着传来陆焕忍无可忍的声音，把追踪器上的摄像开关关掉。玉白寒。玉白寒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卧槽，摄像开了。什么时候开的？勾在置物架上左右拽的那2下吗？他忙低头去看，在哪儿关？外面传来陆焕的声音，沿着侧面的缝隙掰开，里面有个小孔，就是总开关。这么复杂？玉白寒从浴缸里哗啦起身，在浴室里四处寻找可以用来插孔的东西。隔着一道门，浴室里传来叮铃哐啷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玉白寒嗡嗡的声线。怎么这么难关？陆焕站在门外没走，垂在身侧的那只手捏着手机，求生装置最好一开不一关。你还没关上吗？里面的动静停了一下，隔了2秒，面前的浴室门突然哐的打开，热腾腾的水汽混着淡淡的香氛味扑面而来。玉白寒随意拢了件浴袍，浑身湿漉漉的站在陆焕跟前。他不好意思的朝人伸出手，陆焕，我关不掉，你帮我弄一下。浴室门口静了静，陆焕有2秒没动，低头看了眼手链，垂在身侧的手紧了下手机，接着他转过身，将手机反扣着扔在了床边。他环视一周，抬手从书桌上拿了支针管笔过来。陆焕走回玉白寒跟前，拉过他手腕，特意做成左右摇键都能按开。我们白寒真的厉害。淡淡的语调中透着股讥诮。玉白寒一阵心虚，他试图重新占领道德高地。你可以把手机扔在一边不管。陆焕冷笑了一声，然后让你的浮窗一直悬在我的屏幕中央直播现场。哦，厚脸皮如玉白寒都被说的有点羞耻。他立马义正辞严的调转矛头，我都泡了几分钟了你才过来。看了多少？老实交代。戳进小孔的笔尖骤然一偏。陆焕抿着唇，喉头一动，没有。哦，没有。他假装信了。笔尖已经戳进了插孔，还需要长按几秒。玉白寒正低眼看着笔头，视线往旁边一扫，忽而定住。夏天的裤料单薄而修身，遮掩不住分毫。四周热气轰的笼上他脸颊。等等，陆焕是不是好了？低沉的声音在跟前落下。玉白寒还没看得仔细，
便被陆焕一手翻过身，推回了浴室。门在身后哐的关上，映在磨砂玻璃上的人影晃动了一下，陆焕已拿起手机转身出了房间。玉白寒在浴室中央站了片刻，随即捧了下发热的脸，缩回了浴缸里。他把自己沉入热水中，两眼润润的望着波光晃动的水面。他们陆指挥才起一半，就这么厉害了吗？今天一番折腾，玉白寒洗完澡便上床睡觉。第二天是周末，他早上起床没看到陆焕，吃早餐时便问冯叔：“陆焕去哪儿了？”先生去公司加班了。哦。玉白寒咬了口蛋卷。陆焕这阵子是挺忙的，尤其昨天和霍老见了一面，想必接下来还有更为紧锣密鼓的部署。商场上的明争暗斗不属于他能搅和的范围，玉白寒便待在家里看书学习。大概是外界的风声太大，这一周之内竟然收到了不少问候。奇爵，最近还好吗？我问陆哥，陆哥说问题不大。裹紧我的小铺盖，孙以清，好好备考，相信陆哥。何月，卧槽，发生什么了？外面有关陆氏的风声好大，你家陆焕真的跟霍家对上了吗？应该都是传言吧。惊恐到模糊，新的表情包。玉白寒先挨个偷走，又回复了一个小鹦鹉敲木鱼，然后关上了手机。他指尖在书页的边缘拨了拨，随即看向窗外郁郁葱葱的愿景，半晌轻轻呼出一口气。看来陆焕这次放出的筹码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外面风声紧，陆焕这一周都很少回家，甚至连着好几天都直接留宿在了公司里。等到第二周的某个晚上，玉白寒终于被恨铁不成钢的老管家给叫住。冯叔一双看透世间万般情态的眼睛深深凝望着他，充满了明示。先生都3天没回家了，白寒少爷是不是该去看一看？这扑面而来的既视感。玉白寒动了动唇，侧眼瞥见他手上还没关闭的听书软件，又收回了话头。随即他转过身，在冯叔欣慰的目光下走上楼。1个小时后，玉白寒被华武送到了陆氏集团楼下。他往那巍然耸立的双子楼上看了一眼，还能看见零零星星亮起的灯。从1楼大厅进去，正遇上门口值夜的保安。他正要说明来意，对方便笑眯眯的拉开了门，请进。玉白寒，你认识我？当然。您不是陆总的夫？保安斟酌了一下措辞，夫君吗？夫君。玉白寒没忍住夸他有前途。保安腼腆一笑，那陆焕身边可真是人才济济。坐着专属电梯直升上顶楼，玉白寒出了电梯门，迎面正碰上从秘书室出来的姚欣冉。姚欣冉惊讶，白寒少爷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陆焕。陆总这会儿应该还在办公室。玉白寒点点头，又转头看了一眼秘书室。除了姚欣冉，还有几名下属也在跟着加班。他问了问留在公司加班的人数，然后拿出手机点了些宵夜。辛苦了，我让外卖送到前台。陆焕忙不过来，只能由他这主心骨来照顾一下兄弟姐妹们。姚欣冉顿时惊喜，呀，谢谢。他目光热切，真不愧是妖后，不对，贤后。难怪能把他们高冷禁欲的陆总鼓的神魂颠倒，五迷三道。总裁办公室的门关着，玉白寒推门进去时，里面大灯没开，只亮了一盏办公桌上的台灯。昏暗的光线中，陆焕垂眼撑着额头，背后的落地窗外映出大片夜晚的城市，喧嚣中透着寂寥。玉白寒忍不住怜爱，看看没了他陪在身边，陆焕连发梢都透着萧索的味道。大概以为进来的是秘书，陆焕撑着额头没有抬眼，沉稳的嗓音低低传来，什么事？玉白寒从唇边飘出一声轻快的 surprise。 陆焕倏地抬眼，掌心在他眉眼处落下一片阴影，眼底的眸光却有一瞬晃动。接着他放下手，你怎么来了？总裁已经出走3天了。玉白寒几步朝他走过去，冯叔追的系列小说。算了，你应该没听过。他说着
轻车熟路的搬了张凳子坐到陆焕旁边。陆焕薄唇微动，眼底有一瞬闪过千言万语，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忙吗？玉白寒问。还好。陆焕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他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却仿佛透着一股不安。玉白寒的视线从他的侧颜落向面前干干净净的办公桌，桌上的文件和电脑都没打开。他似乎理解了陆焕现在的状态，其实也没有什么忙不完的事，只是离了这块地，就好像随时会有情况失控。焦虑的情绪堆积如山，盘踞在心头。看来押上的筹码已经累到了极限。玉白寒正细细揣摩着，就听陆焕状似轻松的开口：“今天是什么白寒？”他回过神来看了陆焕一眼，忽然弯起唇角，眸光亮亮的，像是酝酿着小惊喜。“是你喜欢的。”陆焕朝他挑了下眉，像是没猜到。玉白寒目光意味深长：“哦，看来是喜欢的太多了，真是花心的小鹿。”他背过身，下一刻，丁玲头顶蓦然出现了一对毛茸茸的猫耳朵。玉白寒转过来对陆焕说：“今天是猫猫白寒。”陆焕四震了一下，搭在桌面的手指一拳，接着故作镇定的开口：“从哪找出来的？你不是放在床头柜里的吗？”陆焕抿了下唇。玉白寒就叮叮叮的凑上去：“哎，摸一下，元气满满。”面前落下一声冷笑：“谁要摸？”猫耳一阵叮铃叮铃，半晌，一只手捏了上去，吵！清脆的铃铛声顿时一停。玉白寒两手撑在陆焕一侧，凑过去任对方口是心非的撸耳朵。在办公室待了2个小时，渐渐的，整个公司的灯光依次熄灭，加班的下属们都回了家，只剩下陆焕和玉白寒还待在办公室。玉白寒看了一眼时间，快12点了，你不睡吗？陆焕垂着睫毛，不睡。越是临到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精神越是紧绷。一闭上眼，竟是前世那些猩红破碎的画面，还不如清醒着。陆焕，你要是……话刚开口，一只手便扑扑拍打着他的胳膊。玉白寒把他往旁边赶，过去点。陆焕不明所以的挪了挪，然后就看玉白寒打开了他的电脑，娴熟地下载好游戏，登录了账号。玉白寒语气宠溺，轻松写意：“今天特许你玩我的账号。”深夜的游戏上依旧有很多玩家在线。陆焕操作着账号，玉白寒凑在他旁边技术指导。他玩的菜，玉白寒更菜，两人还开着游戏语音。对面的队友应该是放假的高中生，一时间整个总裁办里都充斥着骂骂咧咧的声音：“你他妈的会不会操作？我操，谁他妈的还在旁边瞎指导？”真无语了，俩菜鸡还凑一窝玩游戏。两人凭借着强大的内心，对骂声充耳不闻，面不改色的一通乱杀。一个敢听，一个敢说，人菜瘾又大，在无边谩骂中厮杀了大半宿，直到游戏里已零零星星找不到几个组队的玩家，陆焕才把电脑一推，不玩了。玉白寒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凌晨4点了，难怪这么困。他在旁边偷偷打了个哈欠，忽然听见身侧的陆焕笑了一声，很纯粹的一声轻笑，像是在这一刻暂时卸下了什么沉重的东西。玉白寒转头，陆焕垂眸看向他眼角泛起的诗意：“困了。”玉白寒强打精神：“还好。”陆焕不睡他不睡，他是贴心的小宝贝。陆焕细细品鉴，但你眼睛里好像闪过了一堆晚安的表情包。不得了，这都能读出来。玉白寒看向他：“那你呢？”“我也睡会儿。”一只手抬起来捏了下他的猫耳朵，叮铃。陆焕勾了勾唇角，被骂困了。C 大学神，陆氏总裁，深夜打游戏被高中生谩骂了大半宿。玉白寒没忍住笑得一抖，咯，办公室一侧就是休息室。休息室里配备了洗漱间，两人简单洗漱了一下。玉白寒从陆焕的衣柜里扒拉出一件宽大的 T 恤衫当睡衣，然后缩进被子里。
他从被子里露出2只眼睛，我可以穿这个吧？陆焕看透，你都已经先斩后奏了，还问什么？玉白寒垂眼一笑，假把意思说一声，显得他有礼貌。他伸了只手出来，噗噗拍打被子，朝陆焕转移话题，快进来困觉。陆焕站在床边看了他几秒，随即也掀开被子躺上了床。撑了大半晚，玉白寒一沾枕头就沉沉睡去。入睡前一刻，他声音裹着困意，晚安，枕边安静了片刻，晚安。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10点半。玉白寒从床上坐起来，隐隐听见外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声音不大，像是刻意放轻过。他起身将门拉开了一点，动静惊动了办公室里的人，陆焕和跟前的下属齐齐转头看来。下属有一瞬被 shock 到，陆焕神色自然，醒了。玉白寒从长宽的门缝里点点头，又自觉道，我是不是醒的不是时候？陆焕扯了下唇角，我们白寒还能考虑到这种问题。玉白寒看了眼他对面一脸不知该走该留的下属，又羞涩的缩了回去，我去洗漱，你们继续。玉白寒洗漱完，干脆就穿着陆焕的 T 恤，没有换回昨天的旧衣服。外面已经没了说话声，他推开门走出去。陆焕坐在办公桌后，新一天的工作又在他办公桌上堆积如山。听见动静，他转头看来，视线在玉白寒那身宽松的 T 恤上落了片刻。玉白寒走近了，你待会儿有什么安排？陆焕收回视线，转头看了眼行程，中午约了合作商吃饭。玉白寒点点头，那我让华武来接我回去。不用叫华武了，我直接找个人开车送你。哦，那更好。玉白寒把猫耳朵装好。陆焕看了一眼，起身同他一道出了办公室大门。穿过长长的走廊，两人一路边走边说，迎面又碰上了姚欣然。玉白寒和对方打了个招呼，扭头继续和陆焕叭叭。双方擦身而过的一瞬，叮铃铃，铃铛的声音混入细风，逐渐走远。姚欣然迈出2步的脚猛地刹住，叮铃铃。他一个回头，正看见两人跨入电梯。玉白寒背对着电梯门，侧头问陆焕：“那你今晚回家吗？”陆焕的目光穿过透明的电梯玻璃，落向脚下这片他一手建立起的商业帝国。落了1秒，又回到了玉白寒身上。电梯门合上的前一瞬，里面传来滴滴的一声：“回吧。”